大夏王朝，京师外，暮色渐浓，天穹低垂，冷风斜雨。一清瘦俊朗青年，身着朴素白衣，牵着骏马，穿过迷蒙雨幕，信步走向巍峨的南城门。细看，青年身上并未被雨水打湿分毫，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将细雨隔开。城门下，数百兵卒披甲执锐，队列整齐，充斥着肃杀之气。悬甲长歌，属金吾卫。为首者乃是金吾卫将军于天虎，年仅27岁，已是武道大宗师。恭迎九皇子回京。于天虎声若洪钟，一道威压丝毫不掩饰地笼罩向九皇子。恭迎九皇子回京。数百甲士齐呼，气势雄浑。九皇子江宁牵马路过于天虎，从甲士中穿行而过，目不转睛看着前方，自始至终不屑一顾。于天虎说是恭迎，其实是下马威。于天虎是他母妃的亲侄子，也是他的亲表哥。如今陛下年迈，却还未定下皇储，8位皇子觊觎皇位，明争暗斗，已是不可开交。奈何于妃就这一个独子，于是能支持的只有九皇子江宁。然而这位皇子不顾于是全族的反对，出走京师，游历江湖。这一去一回便是10载，期间于士族人书信不知多少，劝他返京，他却置若罔闻。此10年间，于是不断被夺权。就连于天虎这个武道天才，身上的金吾卫将军一职也是岌岌可危。对于这个亲表弟，于天虎多有怨念，本不想来迎接江宁，可又奉了于妃之命，所以便带了几百全副武装的甲士对江宁进行下马威。然而他一尊武道大宗师，于是一族的天骄，未来的中流砥柱竟然被江宁给无视了。他就这么看着江宁走进了城门，上了一辆马车，缓缓朝着城中驶去。江宁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兰心撞了大运后胎出而来。从小到大，他从不与任何同龄人玩耍，总是独来独往。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整日待在藏武阁翻阅武学秘籍，除了对待母妃以外，对任何人都相当淡漠。久而久之，江宁不亲近别人，别人也不亲近他，他逐渐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怪人。然而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江宁生来就天赋异禀，所有武学秘籍只看一遍就能融会贯通。10年前，年仅10岁的江宁到了突破陆地神仙的瓶颈，而那时候他有几位兄长都已长大成人，夺嫡之争开始。江宁为了远离涡旋中心，安全突破到陆地神仙境，才选择出走江湖。他在7年前就已经突破到了陆地神仙境，原本打算归来，可他却发现陆地神仙并非武道最高境界，此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风景。于是3年又3年，这一走便是10年，而他早已突破了陆地神仙之上好几个境界，达成了连古籍上都不曾记载的不知名境界。若非母妃近来密信越来越多，一直催促他返京，他还想继续潜修几年。一想到母妃，江宁如同万古不化冰山的双眸，终于闪烁出了思念之情。10年未见，不知道母妃如何了。进了森严而又奢华的皇宫，轻车熟路地进入梧桐院。10年光景，梧桐院依旧典雅尊贵如初，可宫女太监却早已换成了新面孔。宁儿，我的宁儿回来了吗？恍惚之中，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江宁耳中。只见一位身姿修长、风韵犹存的宫装美妇人快步前来。江宁生母于妃。江宁的清秀俊朗相貌便是遗传至母妃，儿臣给母妃请安。江宁露出温暖的笑意，快快免脸。于妃仔细端详着江宁的脸，眼神温柔如水，思念之情流露于表。母子情深，加上10年未见，江宁对母亲也是思念的紧。离去那年，母妃风华正茂，号称大夏第一美人。可是如今年过40的她，眼角已有岁月留下的痕迹。我的好宁儿，当年走的时候才到娘肩头，这一别10年，宁儿竟然比娘高了半个头。瞧你穿的跟个什么似的，娘给你准备了很多好看的新衣裳。玉翠，先带我的环儿去洗漱更衣。遵命。洗漱过后，江宁站在铜镜前，仔细端详着自己，面容清秀，剑眉星目，风神俊逸，一身白底织金蟒袍显得身姿笔挺，气质冰冷而又尊贵。穿惯了朴素衣物，如今再穿着华服，倒有些不习惯。还是这身装扮适合我的宁儿，跟你父皇年轻时如出一辙。宁儿，你先去向父皇请安，等你回来，给你准备你最爱吃的点心。于妃一边说着，一边帮江宁整理衣襟。儿臣有很多话要跟母妃说，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在江宁眼中，任何事情都没有母妃重要。也好，你就算去了，也未必见得到你父皇。于妃拉着江宁到了梧桐院正殿，立马吩咐宫女去准备点心。江宁心中压着千言万语，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母子相顾无言许久，于妃才开口：5年前，你父皇受了个妖女蛊惑，封了他当国师。
而后在皇宫西北建了一座清心殿，与那妖女日夜修道，说是要寻长生。整整5年，你父皇再没上过一次早朝。各位皇子趁机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相互攻讦，夺嫡之争愈演愈烈，妖魔趁势作乱，外敌屡屡犯边，致使朝野不宁，民心思变。你的母族或是被明升暗降，或是被贬谪，至今只剩下天虎一人尚存职权，勉强维系着于氏运转。说到这里，于妃重重地叹了口气。于是没一个主心骨，娘没了主意，实在无奈，才早早唤你回京。江宁发现母妃的凤钗上只剩下2道云纹，母妃被褫夺了贵妃封号。母妃的意思是想让孩儿参与夺嫡之争。娘本想让你当个逍遥王爷，远离这场你抢我夺的涡旋，可奈何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于妃眼眸怒火腾生，语气却充满无奈。娘为你求取亲王勋爵，可那几位皇子却以你寸功未立为由上书赤膊，并弹劾娘有分裂大夏的野心。你父皇却是不分青红皂白，夺了娘的贵妃封号，降为妃，褫夺她的贵妃头衔，他无所谓。本不想让江宁与那些兄弟手足相残，可那些人狼子野心，想方设法不让他的皇儿封王就藩，无非就是要等将来大位定鼎，再以各种手段迫害他的皇儿。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皇位其他人争得，我的皇儿为何争不得？江宁淡淡一笑，母妃让儿臣争，儿臣就争。母妃当不成皇后，儿臣让母妃当太后。江宁语调淡然，就好像皇位对他来说唾手可得。于妃看着儿子，甚是欣慰。他的皇儿从一出生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成熟，而如今在外10年，他早已稳重如山。娘今日让天虎去接你，你可见到天虎了？已经见过，天虎还是跟当年一样。是啊，27岁，武道大宗师，性子确实骄纵了些，但总归是自家人。我们娘俩能依仗的，也只有天虎了。于妃叹气道：母妃该依仗的不是其他人，而是儿臣。从今往后，儿臣为母妃遮风挡雨，保驾护航。我的皇儿。看着江宁深邃而又坚定的目光，于妃深受感动。虽然10年未见，可他依旧还是这么孝顺。儿臣送母妃一个小礼物，这只小锦盒母妃随身带着，若遇危险，随时打开。江宁说着，从袖口拿出一只精致的小木盒，放在桌上。游历江湖本是他外出潜修的借口。大夏王朝历经2000年风雨，皇室日渐衰微，早已成为一条垂暮苍龙，外戚干政困扰了大夏数百年之久。10年前，于氏一族尚且如日中天。如果那时候江宁选择留在京师，在于氏的帮助下布局筹谋，多半早已入主东宫。然而于氏过于强势，必定分不清主次，外戚干政的问题将在他这一代延续。所以江宁冷落了于氏10年，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翌日上午，天气阴寒，细雨如丝，空气中透露着丝丝凉意。一皇族车驾驶出皇宫，停在皇子府前。江宁下马车，看向这座空置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陈旧府邸。按照礼制，所有皇子公主成年后立刻籍贯册封，赐府邸，而后搬出皇宫。未册封者，成年后则要先入住皇子府。大夏王朝没有一个皇子在成年后还没被封王的先例，所以对皇子而言，住进皇子府等同于住进了冷宫，是莫大的耻辱。可江宁不在意这点，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入主东宫。至于这皇子府，他住不长，不少侍女正忙上忙下，给9皇子布置府邸。江宁穿过庭院，走进前堂。空旷的大堂中站着2排金吾卫兵卒，于天虎大马金刀地坐在堂上。昨日在城门外迎接江宁，行礼不受他，今日干脆就不行礼了。如今于妃处境堪忧，江宁又相当于初来乍到，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江宁不可能站稳脚跟。他和江宁身份虽有贵贱之别，但他该让江宁知道什么叫做礼贤下士。没有他这尊武道大宗师相助，江宁一个连封王都没的皇子，在龙盘虎踞的京师能算得了什么？只能住进这皇子府，沦为其他皇子的笑柄。江宁冷漠的眼神只看了于天虎一眼，对于他坐上大唐主位的僭越之举，并没有任何神情变动，也没有任何言语，转身就走。于天虎竟然再一次被无视了。站住！于天虎喊了一声，起身走到江宁背后，怒目而视。你什么意思啊？江宁不予理会。江宁，你知不知道你的处境？你知不知道只有我能帮助你和姑母？你以为如果没有我，姑母还能稳居宫中？江宁只淡淡的吐出一个字节。于天虎气急败坏，差点掀翻了皇子府大堂。这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令人极度不爽。这时候他才回忆起来，以前江宁从未跟于妃回过一次娘家，偶尔能与她相见，他就是如今这态度，对谁都淡漠无比，惜字如金。难道他们于氏
今后真的要辅佐这种人？将来江宁要是成功上位，眼里能有余事吗？江宁出了大堂，走向后府。一路上，不少婢女停下脚步行礼。来到寝院，一婢女站在门槛处欠身行礼：“奴婢水儿，参见九皇子殿下。”以后奴婢负责服侍殿下饮食起居。江宁进入堂屋，里面已经收拾妥当。中间一张简单的木桌，摆着一壶热茶，几本书籍。奴婢听闻九殿下喜爱读书，特地为殿下准备好了一些书籍，还有一壶蓬莱仙参茶。江宁走到桌子旁坐下，翻开一本书，倒上一碗茶。不管在哪里，在什么环境下，只要有书，江宁总能第一时间静心阅览。不知不觉，一壶茶便喝完了。屋内已经多了10来个忙上忙下的婢女。这时，那名唤水儿的婢女正站在江宁身后，她眼露杀机，袖口划出一把短笔，不知不觉走到江宁身后，朝着江宁后脖颈刺去。江宁没有动，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现一般。只是水儿手中的短笔，在距离江宁还差1寸远的时候，再也无法前进分毫。护体罡气，大宗师境。水儿大惊，第7境金丹境就已经能凝练护体罡气，但需要达到大宗师才能做到护体罡气外放。可护体罡气一般都肉眼可见，而他面前这位皇子的护体罡气无形无状，无迹可寻，甚至没有任何元气波动。江宁淡淡回应。这婢女是一位8境龙门境修士，江宁一眼便看穿了。他10年前就从一门望气术当中领悟出了一种特殊法门，他取名叫空心灵境。不只是他人的境界，就算是化形的妖魔鬼怪，江宁也能洞察其本体，而这也是他当年选择出走的主要原因之一。京中潜藏着不少妖魔势力，有的妖魔被各大皇子掌控手中，替他们做脏活累活，有的则是隐藏于京中，只等大夏王朝天清那一刻蓄势待发，给予大夏王朝最致命的一击。就连朝堂之上的大官都有妖魔化为人形，其中有12境以上大妖大魔，甚至可能藏着境界更高的妖主和魔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若是江宁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必定会早夭。他借口出走江湖，远离涡旋中心，隐姓埋名，默默潜修。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跟其他人勾心斗角，不如将自身实力提升到极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弹指可破。一名龙门境修士绝不可能当个婢女，所以一定是江宁刚回归京师，他的哪位好兄长第一时间安插到自己身边来的。若是这婢女没有任何动作，他也懒得拆穿。只是他没想到，这婢女如此心切，一上来就想要他的命。婢女惊骇过后，目光重归森然。大宗师又如何？你中了冰蚕噬魂蛊，敢动用一丝一毫的元气，气血逆乏，丹田有可能破碎。其他10几个婢女纷纷图穷匕现。所以你们是小东楼的人，齐王的门客。江宁淡淡道。这婢女貌似有点愚蠢，她明明施展了护体罡气，这婢女却说她中毒了，不敢动用元气。小东楼是一个江湖组织，专门为齐王做事，藏在天皇贵胄府上，窃取情报，以待时机。竟然知道小东楼，不过那又如何？你离死不远了。婢女缩手，催动元气，一匕首捅出。叮，一声精鸣之声响起，清脆悦耳。你很愚蠢。江宁淡淡道。快杀了他。婢女一声令下，其余10几人同时朝着江宁刺来。一个龙门境伤不了他分毫，加上一群小鱼小虾就行了。江宁意念一动，顷刻之间一道威压降下，屋中10几名婢女同时被拍翻在地。怎么可能？你明明喝下了毒药。婢女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满脸惊骇之色。她面前这道背影到底是什么存在？她所下的毒，连13境大修中了都得第一时间行宫解毒。不等她想明白，噗的一声响起，10几个婢女就这么被江宁释放的威压压碎，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此时前庭，于天虎感受到一股莫名令人心悸的气息传来。不好，有刺客！于天虎一步跨出，在原地留下一道前进的残影后，人已经消失不见。进入堂屋，整间屋子充斥着浓烈的血腥气。只见地上躺着10几具被压扁的尸体，惨不忍睹。而江宁端坐其中，眉宇清冷，淡定自若。刺客，你全杀了。江宁不做回答。这不是很明显吗？还用问？江宁有修为，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每一位皇子都有一身修为，其中有2位估计已经接近14境。于天虎忽然有些不爽，冷冷问道：为何不留活口盘问？很显然，这些刺客是其他皇子派来刺杀江宁的，他就应该留下活口，拷问幕后黑手才对。可他却将这些婢女一个不留，全给杀光了。他分明就是不想也不敢知道是谁派人刺杀他。胆小如鼠，为何还要回京？干脆躲在外面，别回来算了。
江宁稍稍一滞，心道你挑毛病的角度还挺刁钻。屋子脏了，打扫干净。江宁淡淡回应。你说什么？于天虎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这位皇子目中无人，不回答他的问题也就算了，竟然还叫他一尊武道大宗师打扫院子。他真以为自己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子，他是真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时一名士兵前来禀告，大将军，宫中传旨太监来了，让九皇子殿下接旨。于天虎不悦瞪了江宁一眼，冷声道，还愣着？说完立刻转身离开。来到前庭，一名宦官打开圣旨，尖细的嗓音响起，皇后懿旨，九皇子江宁现已成年，则黄道吉日与威远侯府长女苏寒微完婚，并入赘苏府。怒火逐渐在于天虎眼中腾升。如今皇帝沉迷求长生，皇后把持朝政，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继承大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乱点鸳鸯谱也就算了，竟然还想让江宁入赘，置皇家天威何在？该死的皇后一如既往的歹毒，而且这明摆着是阳谋。威远侯是皇后的族亲，虽然有着第10境的修为，可那又算个什么东西？苏家完全没有半点家族底蕴，不过是皇后玩弄权术的产物罢了。只要江宁接旨入赘威远侯府，那么他将彻底处于威远侯的监视之下，丧失夺嫡的机会。若是江宁敢抗旨不遵，皇后可知江宁大不敬之罪。但有他于天虎在，江宁可选择不接旨。他虽然只有第10境，可于是如今在朝堂上还有3分话语权，这是于氏家族的底蕴。只见江宁缓步上前，单手从宦官手里接过了懿旨，传旨太监躬身退后，转身离去。这一刻，于天虎的怒意彻底沸腾，这个窝囊废竟然接过了这份代表着耻辱的懿旨。于天虎怎么也没想到，江宁竟然如此软弱，连一句抗争的话都不敢说。这种软蛋配得到于氏的支持，配得到他于天虎的支持，简直连他于氏的脸都丢尽了。你为何接旨？于天虎咬牙嗔怒，恨不得一巴掌将江宁这个窝囊废拍进土里。摆驾，威远侯府。江宁不理会于天虎的话，淡淡说道，去威远侯做什么？江宁面无表情，对于天虎的怒火视而不见。送礼。江宁语调冷清，什么？送礼？刚接到入赘的懿旨就想着去送礼？江宁，你的脸呢？这么急着去威远侯府送礼，想向皇后俯首称臣，证明自己是个乖乖。江宁走了2步停下，本皇子行事何须向你解释？还有，请称九皇子或者九殿下。一个请字咬得略微咬重。于天虎闻言差点气笑了。江宁选择屈辱，连他都感到万分憋屈。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称你为殿下？你要去威远侯府送礼？好，老子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跪舔的。好趁早死了从龙之臣这条心。于天虎立马命人准备车马，他亲自陪同江宁前往威远侯府。车驾缓缓停住，江宁走下马车，进入侯府大门，径直步入前堂。府中的下人个个投来奇异的目光。威远侯苏振曾与皇后商议，等九皇子回京，立马下懿旨让其入赘苏府。这件事情在苏府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都在打量这位侯府未来的姑爷。九皇子驾到，一声吆喝响彻威宏大奢华的威远侯府。不多时，威远侯苏振携女苏寒微出现。苏振衣着华丽，气宇轩昂，虽年过半百，久居高位，气度却是不凡。苏振落座，苏寒微站在其父旁边。此女名字取得好听，长得也非同凡响。她不比江宁矮，身高足足有1.8米，而且还有2个江宁这么宽。穿着一身雍容华贵的裙袍，满头繁复的珠饰更显得臃肿。见了未来岳丈，为何不拜？苏振端着茶碗，连看都没看江宁一眼，略显桀骜。身为皇后的族亲，早已眼高于顶，再加上他本人是一位武道大宗师境的强者，实力不差。当然，只是他自己以为实力不差。于天虎见苏振如此跋扈，心有不爽。你见了九皇子殿下，为何不拜？虽然他对江宁不爽，可此刻江宁的脸面代表着于氏的脸面。苏振闻言，神情凝固，目光瞟向于天虎。本侯当是谁呢？原来是于大将军。你爹刚往上升1级，你也急着想往上升？苏振嘴角一扯，沈笑道：谁都知道于国舅刚从一品升到正1品，可身上的职权被卸了个干净，沦为朝堂上的笑话。苏振，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招式养的一条犬罢了，你他娘的连招式的边都摸不到。于天虎怒目圆睁，是废物。他苏振和于天虎同为大宗师境，而现在于氏被打压，他何须惧怕？就连九皇子也得沦为他苏府的赘婿，用不了几年，他苏家定能成长为氏族豪强。你，于天虎刚要继续发作，江宁抬了抬手，
他还以为脾气火爆的于天虎敢直接动手呢，没想到也是动嘴皮子，而且还不是对方的对手，不得无礼。听到江宁这话，于天虎憋屈到了极点。苏震分明是在贴脸嘲讽，可江宁却说他无礼，这么快就急着向岳丈献殷勤。江宁刚要说话，苏寒薇一脸花痴地盯着江宁看着。以前好像没见过你，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俊俏，挺合本小姐心意。他的声音低沉，中性十足。以后入赘侯府，没有本小姐的允许，不得随意外出，需要恪守妇道，与本小姐一起孝敬父母，孝敬皇后娘娘。还有，你的俸禄全部上交给本小姐，反正以后你吃侯府的住侯府的，也花不了什么钱。你要记住，能入赘侯府，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以后要天天感念我父母的恩德，感念皇后娘娘的恩德。还有你记住，这苏寒薇一口气说了10几条规矩，什么3从4德，端茶倒水，能想到的都说了出来。江宁面无表情地想着，原来是个普信女。于天虎看着江宁，难道他要答应这个胖女人的条件？这不是入赘侯府，这是给侯府当狗。什么入赘？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凌辱。说完了，江宁很有礼貌，等苏寒薇说完话才开口，暂时先这10几条，等本小姐想到了再补充。那到本皇子了。江宁轻轻颔首，听说威远侯府有9尊供奉，统统都是9境修士，能不能请出来让本皇子开开眼？哦，原来你想拜会府上的供奉，也好，让你一一拜见一下。诸位老友都出来见客。苏震一声令下，9名气度不凡、形象不一的小宗师走上前堂。这些都是本侯的多年老友，他们都是你的长辈，以后见了他们都要行礼，一一拜见吧。9人统统昂首挺胸，今日能得到一位皇子俯身参拜，这是他们能吹上2年半。这时候于天虎已经有一种待不下去的感觉了，他实在没想到江宁为了苟且真如此没底线，竟然还请苏府的供奉出来。就这些没了？江宁淡淡问道。9名小宗师还不够你拜见？江宁点了点头，缓缓将皇后的懿旨拿出来，手松开后懿旨飘落，燃起一团火光，转眼便烧成了灰烬。看到这一幕，于天虎和苏震当场瞳孔骤缩。于天虎以为江宁要委曲求全，可他却撕了皇后的懿旨，这是想干什么？苏震则完全没想到，这位外出10年不敢回京的9皇子竟然敢撕皇后的懿旨。原来他不是来参拜威远侯府的，而是来摆下马威的。也好，皇后的目的本就是除掉9皇子，正好有了由头。江宁，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撕毁皇后娘娘懿旨！来人，拿下！苏震咆哮一声，9名小宗师正要围拢过来。这时候于天虎抽刀出鞘，谁敢？谁敢？你不过大宗师圆满，你以为你一人敌得过9名小宗师？统统拿下！这时候大堂空气凝结，一股阴寒至极的气息瞬间遍布大堂每一个角落。那9名刚要动手的小宗师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就好像被无数只强有力的大手死死按住，就连体内的元气都凝固，再也无法运转。所有人在这一瞬间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深的恐惧当中，一层气浪从江宁体内爆发而出。那9名小宗师一瞬间土崩瓦解，残肢断臂浮空而起。小宗师也还是太弱了，还没抬手就秒了，连一个能反抗的都没有。江宁很失望，事情只发生在顷刻之间，没人清楚江宁到底做了什么。那9名小宗师就成了一堆碎肉，浮空的残肢断臂突然失去依托，坠落满地，浓郁的血腥气瞬间弥漫至大堂每一个角落。这诡异的场面，哪怕是在场的2位大宗师见了都心惊胆寒。关键是江宁连抬手的动作都未曾有过，9名小宗师直接碎了。于天虎重重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僵硬的扭转脖梗，不可置信地看向近在眼前的江宁。刚刚江宁镇杀了10几个婢女，他不太清楚江宁的境界，以为他境界不高，所以胆小不敢留活口盘问。可是现在江宁当着苏震的面，顷刻间将威远侯府9名供奉秒杀，瞬秒9名小宗师，连他都做不到。然而江宁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刚刚那恐怖的阴寒之气令他这名武道大宗师都生不起半点反抗之心。如此看来，江宁的武道境界绝对不止大宗师，远在自己之上。现在于天虎突然反应了过来，为何昨天江宁面对他的下马威视若无睹？为何刚刚江宁会轻描淡写的接过懿旨？为何现在会来威远侯府？什么是下马威？这才是下马威。他还瞧不起江宁，想让江宁礼贤下士，尊他为首脑，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压根就没将他当回事儿。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被人抽肿了，突然火辣辣的疼。这时候苏震父女2人面若猪肝，他们的想法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刚还想着等江宁入赘以后
让他三从四德，端茶递水，然后跟外人吹嘘苏家多么牛逼，连姜氏皇子都沦为了苏府的仆从，甚至还想让他拜见9位供奉。可这9位供奉在他面前如土鸡瓦狗，江宁这鬼神莫测的手段，他自问这辈子都做不到。难道他是第11境神游？总不可能达到了第12境归虚境吧？苏震脸色极其难看，活到50多岁，还是第一次感受到遍体生寒是什么感觉。苏震扶着桌子慢慢跪了下去，参见9皇子殿下。苏震语气哆嗦，冷汗连连，一想到自己直呼江宁大名，并骂他好大的狗胆，他就肝胆俱裂。于天虎撕烂这对妇女的嘴。江宁淡淡道：臭！于天虎怒骂一声，一步跨了上去。9殿下，你这是做什么？本侯，我可是皇后娘娘的表弟，你敢伤我，皇后娘娘饶不了你。江宁冷哼一声，转身走向大堂外。于天虎，你住手，小心本侯跟你拼！砰！苏震话没说完，一道威压降下，他的脑袋重重撞在地板上，就连体内的元气也再也无法运转超。让你嘴贱！大堂内先后响起苏震父女2人的惨叫声，两人的嘴果真被于天虎撕了个稀巴烂。于天虎憋了2天的怒火，全在苏震父女身上倾泻了出来。苏老贼，听好了，自己去皇后面前说明，还有冲撞了9殿下，明日准备厚礼来皇子府赔罪，否则老子要你好看！于天虎最后在苏震脑袋上踩了一脚，转身大步离去。走出府邸大门，于天虎来到江宁身后，他心情异常畅快，但又有几分无地自容。他还是太过于急躁了，9殿下刚刚回归，他都没弄清楚9殿下是什么人，怎么能够随便误会他，甚至还对他出言不逊。以9殿下的手段，他不仅仅有目中无人的资格，如果他要跟自己计较的话，怕是连自己都成一具死尸了。思来想去，于天虎朝着江宁拱手，随后单膝跪地。末将于天虎愿为9皇子殿下赴汤蹈火。赴汤蹈火，窝囊吧？江宁淡淡说道。这……于天虎脸色涨得通红，他当即明白了江宁的意思。就在刚刚，于天虎在苏府的时候想动手，却又不敢动手，可他却还觉得是江宁窝囊，分明是他自己窝囊。而对江宁来说，根本就不是想不想动手的问题，而是对这种土鸡瓦狗亲自动手，简直多此一举。还有，以后一个问题不要问几遍。末将知错。江宁看了一眼威宁侯府的牌匾，拆了。遵命。于天虎抽刀出鞘，只轻轻砍出一刀，一道刀罡飞向牌匾，砰！整张牌匾连同大门一同碎裂。殿下请上马车。江宁上来马车后，于天虎亲自在鞍座坐下，为江宁赶马。于天虎正思索着，心中有一个疑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殿下，您刚刚施展的莫非是无相功？于天虎小声问道。江宁淡淡吐出一个字。倒是没想到于天虎还算有些见识，这等隐秘的功法他都知道。于天虎省略了一个字，应该叫无相魔功。这是魔教始祖创造出来的魔功，修炼这种功法的人会被杀戮的欲望所控制，只有杀人才能提升无相魔功。修炼无相魔功的人统统都是为了修炼到第9层，因为第9层名为冰解。但凡属于魔功笼罩范围内的武修，只要境界比修炼功法的人低，会被魔功瞬间冰解。是物理意义上的冰解，就如同刚刚那9个小宗师一般，瞬间成为一堆碎片，然后吸收被冰解者的气机，化为自身养分。传闻那位魔教始祖在修炼到第9层之后，被心魔所占据，沦为一尊彻头彻尾的嗜血狂魔，所造成的结果是赤地千里。想到这点，于天虎心生恐惧，江宁居然练了魔功，而且还练到了第9层。然而他却还能如同一个正常人一般控制自己的心神，随意施展魔功。江宁从哪里学来的魔功？他离经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位皇子修为到底到了什么境界？他很想问清楚，可一想到9皇子的性格，却又不太敢开口。但是9皇子有这等鬼神莫测的手段，他于氏一族的希望又回来了。雨后乍晴，朝阳满天。森严的皇宫，梧桐院内，于妃坐在廊椅上，望着枯败的藤条，怔怔出神。江宁回归京师，与于妃母子团聚，这本该是好事，可于妃的心情却怎么也轻松不下来。用不了2天，江宁的身边就会遍布眼线，处于其他人的监视当中，甚至有人会直接向江宁下毒手。从目前看来，9位皇子当中，江宁的势力最弱，他的身边只有一个于天虎，而一想到于天虎那性格，于妃更加的惆怅。一名宫女脸色焦急地进入庭院。娘娘，大事不好了，皇后刚刚下了一道懿旨，要让9殿下入赘威远侯府。宫女急声道。什么？于妃大惊失色，让皇子入赘侯府？皇后疯了？
那威远侯是个什么东西？说好听点是侯，其实就是一条狗。让江宁入赘威远侯府，就等于让仙女下嫁凡间的乞丐。宫外传来消息，说九殿下接了懿旨，去威远侯府了。他的皇儿难道受了皇后的命？宁儿如果真选择入赘，他定会被世人所唾骂，甚至会遗臭万年。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于妃立马离开梧桐院，前往慈宁宫。金碧辉煌的慈宁宫内，一袭凤袍的皇后雍容华贵，身姿丰腴，侧卧在榻上，怀里抱着一只雪白的小猫，修长精致的金色护指轻轻抚着猫绒。本宫还以为江宁这一去，此生不敢再回京师，可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送死吗？皇后轻轻笑着，神态慵懒，怡然自得，仿佛这一切都在她的掌控当中。娘娘，于妃求见。一名宫女轻声通报。宣。于妃疾步进入慈宁宫，挤出一道不太自然的笑容，来到皇后面前。妹妹给姐姐请安。免礼。皇后瞟了于妃一眼，立刻收回目光。听说姐姐给宁儿下了一道懿旨，让她入赘威远侯府。姐姐，此事关乎到天界威严，万万不可，还请姐姐收回成命。于妃直抒来意。皇后扯了扯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阴阳怪气道：你一句话就想让本宫撤销懿旨？你是皇后还是本宫是皇后？于妃知道这件事情没这么好解决，可现在她大哥被外放，京中只留下了一个于天虎，除了求皇后之外，别无他法。姐姐，大夏立国2000年，何时有皇子入赘的先例？在宫女的搀扶下，皇后慢慢坐起身子，目光突然变得有些不悦。大夏没这个先例，本宫就开这个先例，如何？可是宁儿乃是嫡系皇子啊！皇后您这么做，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皇后目光突然变得凛冽，冷声道：威远侯乃是本宫亲表弟，是一位武道大宗师，他的女儿是本宫的侄女，才貌双绝，无可挑剔。难道你认为江宁入赘侯府，给韩威当夫君，是韩威配不上？于妃想说，当然配不上。什么才貌双绝？说话简直不脸红。京中谁不知道那苏韩威是个好吃懒做的200斤大胖姑娘，并非配不上，只是让宁儿入赘有失偏颇，事关重大，是否该请示陛下？于妃压着怒火，强行陪着笑脸。皇后脸色更加阴沉，语调冰冷：你敢去让陛下撤销本宫的懿旨，本宫就送江宁去北境外的蛮族和亲。什么？简直是无耻，简直是欺人太甚。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涌上心头，难道他的皇儿就该遭受如此羞辱吗？这时又有人进来通报：皇后娘娘，威远侯求见。威远侯怎么突然来了？宣。不多时，威远侯捂着嘴，快步走进慈宁宫。只见他衣衫褴褛，双眼充满凄苦，就好像遭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皇后有些疑惑，平日里气度不凡的苏震，今天这是怎么了？就跟个受委屈的小媳妇儿一样。扑通，苏震直接跪倒在地。皇后有些懵，于妃也有些懵。怎么了？捂着嘴不说话。皇后眉间微蹙。苏震慢慢将挡住嘴的手移开，只见他满嘴鲜血，整张嘴都被撕烂，一大块嘴皮翻了下来，极其凄惨。皇后面色一凝，双眸露出怒容。谁干的？阿巴阿巴阿巴！苏震张嘴说话，可连字都咬不清楚。皇后起身走到苏震面前，低头凝视着他。到底怎么了？谁把你打成这样？一尊10境武道大宗师，身体如铜皮铁骨，刀枪不入，竟然会受这种皮外伤。阿巴巴！苏震抬手做了个动作，示意让皇后给纸笔。拿纸笔给威远侯。苏震接过纸和笔，趴在地上奋笔疾书，很快写满了一整页，然后双手奉上，递给皇后。后者接过，浏览一遍之后，面容逐渐扭曲。本宫刚刚下了懿旨，江宁抗旨不遵不说，竟然还跑到威远侯府大开杀戒，杀了整整9人。皇后咬牙切齿，怒意沸腾。什么？于妃闻言心中一凉，她只知道她的皇儿从小就有些武道天赋，但现在江宁具体是什么境界，她并不清楚。你自己看。皇后将纸甩给于妃，于妃立马拿起来快速浏览，内容全部都是说江宁如何如何跋扈，如何凶狠不讲道理，请求皇后娘娘严惩江宁。妹妹，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竟然敢骑到本宫头上动土。皇后怒意极盛。皇后娘娘恕罪，宁儿还小，不太懂事，妹妹这就将她召进宫，好好惩治她。于妃急声道，绝不能让江宁落到皇后手里，否则江宁必定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非常清楚这位皇后的手段。这时候威远侯疯狂地在地上磕头，一直阿巴个不停，抗旨不遵，蛮横无理，滥杀无辜，简直畜生不如，置皇家颜面何在？刘瑾！皇后怒喝一声，
一名年迈的宦官迈着小碎步走上前来，躬身候旨：“去，将九皇子江宁的项上人头给本宫取来。”遵旨。老太监轻声作答，随后退出宫殿。皇后娘娘饶命，宁儿有罪，可罪不至死啊！于是闻言，吓得面如猪肝。还有你！皇后怒指于妃，养出个畜生不如的狗东西，简直人神共愤。来人，褫夺于指皇妃封号，打入冷宫，听从发落。皇后娘娘，对于于妃的求饶，皇后充耳不闻。她刚刚向江宁下懿旨，可江宁不仅仅跑到威远侯府作威作福，甚至还敢将他表弟的嘴给撕烂。仗着于天虎还有一名大宗师，以为这京师就是他江宁的了，简直是笑话。他要让江宁知道，在这京师他就是天。他也要让其他皇子知道，顺他者昌，逆他者亡。他正愁没有直接杀了江宁的借口，结果江宁自己撞刀剑上来了，那就休怪他下手不留情。这时候心急如焚的于妃握住了那只江宁送的小木盒，心中挣扎了片刻后，还是没将其打开。江宁回到皇子府，从尘封已久的书房内翻出来几本古籍，独自坐在院子里阅览。于天虎毕恭毕敬地端来一碗茶，只看江宁一眼，气定神闲的姿态，淡漠出尘的气质，好似天上来的谪仙人，端坐于九天之上，尘世间的事情都与他无关。他从小到大一向如此。于天虎想再向江宁道个歉，与江宁拉近一下关系，可江宁的气质如同拒人于千里之外，令人望尘莫及。你知道夺嫡的本质是什么吗？江宁忽然淡淡开口问道。于天虎闻言，心中一喜，江宁居然主动跟他说话了，看来是没将他这2日的放肆放在心上。这样一来，于天虎也就放心了。可随后于天虎又是一惊，江宁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夺嫡这么敏感的字眼，他竟然直接说出了口，而且还说得如此轻松淡然。这皇子府的婢女下人可不是于天虎安排的，统统都是其他皇子想方设法塞过来的。难道江宁就不怕这话传到皇帝陛下耳中？于天虎立马释放一道契机，将2人的声音与外界屏蔽。夺嫡的本质表面上是权力的争夺，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修炼资源的争夺。于天虎小声答道。江宁表情依旧淡漠，令于天虎半点也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然而于天虎这个回答倒是没让江宁失望。于天虎说的不错，大夏王朝可不是普通的世俗王朝，掌握充足的修炼资源，培养武夫修士，养战力无双的供奉，组建修炼者军队，才能拥有话语权世间的修炼资源不少。灵石矿脉、洞天福地、秘境仙府是主要的修炼资源。大夏王朝境内拥有18条灵石矿脉、36座洞天福地、12处秘境以及3座仙府，其中长的灵石矿脉可延绵数千里，最短的也有大几百里。大夏的可谓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修炼环境。若是时光倒退800年，绝大部分修炼资源都被皇族所掌控，可是如今绝大部分都落入外人手中。800年前，正值春秋鼎盛的大夏王朝，出了一名有史以来最大的昏君夏灵帝。他于100岁继位，在位刚好100年整。前50年，夏灵帝穷兵黩武，先对周边大小数十国发动战争，后又征讨妖族和魔族。那50年的血雨腥风，致使大夏王朝人口锐减1半不止。后50年，夏灵帝止息兵戈，开始沉迷享乐，大兴土木。他晚年娶了一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妃子，可那妃子不爱笑。夏灵帝为博取红颜一笑，不惜消耗国力气运，点燃了九龙烽火台。九龙烽火台系的可不是诸侯，而是一尊尊供奉在庙宇中的大夏先祖英灵。那一段年岁，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人心思变，各地揭竿而起，人口从原有的基础上再度锐减1半。夏灵帝年满200岁前夕，突然不知所踪，翌日尸体在九龙烽火台上被发现。灵帝一死，留下千疮百孔的大夏王朝，他的皇子们开启了夺嫡之争。大夏从来没发生过的外戚问题开始初露端倪，皇子们为了谋夺大位，任用各自母族的势力，许诺大量的修炼资源。此后一代一代如此往复，斗争越来越残酷，陷入恶性循环。权逐步旁落，修炼资源逐渐被外戚所占据，皇族越来越弱，士族门阀越来越多。皇帝早就成为了被士族门阀所摆布的傀儡。如今的皇帝便是借助皇后母族招师的势力所上位。不过随着如今的皇子们都已长大成人，那些拥有不俗势力的门阀士族、山上宗门都开始重新站队。若是在江宁出生的前后15年之内，皇后可以一手遮天，但是现在连皇后的3个亲儿子都已斗得不可开交，所以原本皇后招师一族的势力也因为站队不同而被分为了若干份。江宁要做的就是收回修炼资源，收回皇权，解决外戚，让大夏再次伟大。于是还剩什么？
沉默许久后，江宁问道：“半条灵石矿脉。”于天虎如实回答。原本于是掌握一整条灵石矿脉，2座洞天福地，甚至还有一处秘境的进出权。短短10年之内，洞天福地、秘境进出权已经全部丢失，就连灵石矿脉也得跟其他一门氏族共享。于是之所以会丢失这些，正是因为他们迟迟不站队，而其他皇子则默认于是站在9皇子江宁身后，不断被排挤，不断被打压。一名27岁的武道大宗师，未来或许可期，将来有可能入13境，甚至是14境。可未来算什么？现在于天虎还只是武道大宗师，只要站错了队，那么他的未来对别人来说就是十足的威胁。江宁神情淡漠，轻飘飘吐出2个字：就这。于天虎也不知道江宁是说于氏所剩资源太少，还是说于氏掌握半条矿脉，而他才武道大宗师，对不起这份资源。这种问题他不太敢问，不然显得他很愚蠢。而且这位淡漠至极的皇子看起来人畜无害，可一念之间就能斩杀9名小宗师，他的脾气肯定不好。莫名其妙生出一股憋屈，也只能憋着。江宁对灵石矿脉没有任何兴趣，哪怕挖空一条灵石矿脉，也无法帮他提升太多的修为。洞天福地他也去过，不过尔。只有秘境和仙府，他还稍微有点兴趣，就是不知道秘境或者仙府能否帮他提升修为。于天虎看着江宁如万古冰山般的侧脸，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候，一人不请自来，来者是一名2鬓微霜的老太监，眼角挂着谨慎的微笑，佝偻着身子，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在江宁10步左右停下。老太监的怀里斜抱着一只剑匣，朝着江宁躬身行礼：“老奴刘瑾参见9皇子殿下。”老太监语气谦卑。江宁没有答话，于天虎却紧张了起来。来者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刘瑾，他是皇后的忠实奴仆，也是皇后最信赖的人之一。不久前，江宁在苏府秒杀9人，又撕了苏镇妇女的嘴。这时候刘瑾前来，多半没好事。刘公公前来找9殿下所为何事？于天虎出言问道。皇后娘娘有点不开心，让老奴前来向9殿下借一物，好讨主子欢心。什么？自然是9殿下的项上人头。于天虎闻言，下意识地握住刀柄。今日的事端本就是皇后挑起来的，9殿下做事情算是留了余地，至少没将苏镇全家杀个干净。但皇后却如此狠辣无情，竟然直接派刘瑾前来杀9殿下，未免也太明目张胆了。然而如今9皇子刚刚回归，势单力薄，最是好拿捏。就算皇后不动手，其他几个皇子也必定会对江宁下死手。理由？那些人连脸都不要，还要什么理由？于将军，你是个聪明人，将来大有可为。当今皇后任人唯贤，你只要取下江宁的项上人头，我可向皇后举荐你。刘瑾语言谦逊，不急不缓，就如同真的在好言相劝一般。于天虎闻言，怒火中烧。他于天虎到现在还没被拿掉，靠的可是不是左右逢源。老烟狗，你以为天下谁都像你一样，身为皇室的奴仆，反是其主？于天虎指着刘瑾痛骂。刘瑾将剑匣杵在地上，从中间打开那一瞬间，阴冷之气溢散至院内每一个角落，犹如3伏天坠入冰窖。于妃已被皇后褫夺皇妃封号，打入冷宫。如今的江宁不过是个庶人罢了。老奴奉命行事啊！剑匣内斜立着2把剑，一黑一白，一剑安魂，一剑是魂，2把绝世神兵。这一刻，于天虎心思无比凝重。他骄纵归骄纵，可若现在面对老宦官的威压，就倒向对面，且不说会被天下人耻笑，他锐意进取的道心也将彻底受损，将来怕是连进入第13境也是一种奢望。然而这个老太监第11境神游境，虽然老太监只比于天虎高一个境界，但10境之上，每一个境界都是天差地别。最重要的是，老太监虽然只有神游境，然而他却是剑道奇才。他将太虚剑宗的玄阴太虚剑炼至第12层玄阴绝息剑阵，他曾镇杀过5名第12境归虚境大修，他号称同境界无敌，更是神游杀归虚第1人。或许将来于天虎能远超老太监，现在他绝不可能是老太监的对手。于天虎知道江宁有些修为可能在大宗师之上，可哪怕江宁的境界达到了第12境，他也不可能是老太监的对手，除非他达到了恐怖的第13境太玄境。可他有可能吗？江宁不过20岁而已，能达到神游境就已经是天骄当中的天骄，常人不可企及的存在。老烟狗，本将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今天在苏府他怂了一次，现在他必不可能再怂一次。枪！于天虎抽刀，暴躁的气势陡然席卷，将遍及周身的阴寒之气逼退。末将于天虎愿为9殿下赴汤蹈火。于天虎又喊出了这一句。这一刻，
于天虎有了视死如归的心境。刘瑾见状，微微眯眼。于天虎确实是世人所公认的武道奇才，就这么斩了不仅可惜，于是那边也不好交代，先留他一命，取了江宁的项上人头吧。皇后也没说要杀于天虎。刘瑾双指竖起，心念一动，一黑一白两把宝剑犹如闪电般出鞘，近乎凭空消失。转瞬间，院内剑气纵横交错，剑气覆盖之处，草木巨石皆化为齑粉。刘瑾衣袂飘飘，满身杀气，犹如一尊地狱杀神降临人间。九殿下，老奴送您上路。剑气如龙卷一般倾泻向江宁。于天虎见剑气直接越过他，扑向江宁，他根本就来不及挥刀替江宁解围。殿下快跑！于天虎大喊一声，持刀斩向刘瑾。然而江宁依旧端坐不动，甚至连目光都没抬起，一直放在书籍上，心无旁骛的样子，就好像周遭无事发生。两把宝剑犹如从虚空当中钻出，一前一后停在江宁头部，剑锋剧烈颤抖，发出悦耳的狰鸣。江宁捻起一页书翻过，一道清风溢散而出，院内交错的剑气瞬间化为虚无，阴寒的杀气消失不见。哐当，两把剑无力地坠落。这一刻，刘瑾稳如老狗的脸上涌现出一丝慌乱。这是什么情况？他的剑阵被化解，连剑气都被压制了。难道江宁身边藏着一位13境大修？可皇子府内除了江宁和于天虎之外，就只有几十个精武卫兵卒以及侍女。刘瑾看着神态自若的江宁，神色陷入凝重。谁？刘瑾喊了一声，目光左右扫过，可依旧没看见有什么高人藏身。江宁的心中有些失望，好像神游境跟小宗师境也没什么差别。玄阴绝息剑阵不是这么用的。江宁淡淡说着，只见坠落在他身旁的两把宝剑陡然消失。下一刻，剑气重新出现，只一瞬间的功夫，两把宝剑闪过无数道寒光，剑气直接在空中交织出一道密集的蛛网，剑气化作实质，肉眼可见。而这一刻，刘瑾身处一座剑气交织而成的囚笼当中，动弹不得。剑气所爆发出来的恐怖威压，令刘瑾遍体生寒。原来附近没有藏着高人，而是九皇子江宁亲自出手了。刘瑾大骇，反应慢了半拍，但还是释放出了护体罡气。然而在浓烈的护体罡气夺体而出的一瞬间，就直接被停留在他周身的剑气搅碎。神游境的护体罡气竟然无法与这剑气相抗衡，如此恐怖的剑气，这完完全全超脱了玄阴绝息剑阵的范畴。刘瑾的目光落到江宁身上，他依旧在安静地看着书籍，而刘瑾的目光当中已经充满了恐惧。九皇子起码达到了13境，否则不可能在一瞬间就把自己压制到动弹不得的地步。而现在的刘瑾就是任由江宁宰割的猪狗，不，连猪狗都不如。你是太玄境？刘瑾不可置信道。于天虎刚要出刀，可他还没来得及挥刀，就看到剑气将刘瑾包裹住。听到刘瑾的话，于天虎心中大骇。什么？太玄境？九殿下竟然有太玄境？这可是第13境，而九皇子不过20岁，难道说他平均不足2年就能突破一个大境界？江宁翻书的动作滞了片刻，困住刘瑾的剑气囚笼缓缓化作虚无。这一刻，刘瑾双腿一软，跪在地上。他来杀江宁，他怎么敢来杀江宁？给你一个效忠本皇子的机会。江宁淡淡道。刘瑾这种人，江宁弹指可灭，作用虽然不算大，但也并非一点用处没有。刘瑾的死活完全在江宁一念之间。对刘瑾来说，依附皇后本不是长久之计，他肯定要改换门庭。面对一尊13境大修，而且刚刚那瞬间江宁爆发出来的气势明显已经13境圆满，他哪里还有半点反抗之心？连忙磕头，毕恭毕敬，多谢九殿下不杀之恩，老奴愿意效忠九殿下。这一次他是真的虔诚到了极点。他刘瑾纵使剑道造诣颇深，可修炼整整90年也不过神游境而已。一名20岁的太玄境，那是什么概念？这样的存在已经不容许他人小觑，而且将来他极有可能成为陆地神仙。杀了苏震全家，杀了皇后，办成这2件事，本皇子助你入归虚境。江宁淡淡道。闻言，刘瑾和于天虎都不可置信地看向江宁。对刘瑾来说，江宁饶他一命已是天恩浩荡，然而江宁却要让他去杀皇后。虽说招式已经分化，纷纷支持各位皇子，对于皇后的意志，招式已经开始阳奉阴违。皇后可不是普通人，是一尊12境修士，刚好处于刘瑾可以镇杀的范围之内。可宦官集团还掌控在皇后手中，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忠，那可是一尊13境大修，是压在他头顶上50年之久的存在。刘瑾如果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斩杀皇后，惊动了王忠，他将死路一条。可江宁却说，做成这2件事能助他入第12境。
若是能达到12境，以他的剑道造诣，未曾不能与王忠一战。然而江宁给出的条件却是得先杀人。刘瑾左右没得选，若是不答应，江宁可在瞬息之间灭杀他。唯有一搏，战对九皇子。老奴遵命。刘瑾深深叩首，然后起身施展御剑术，将2把宝剑收回剑匣，一退3步，转身离去。于天虎还处在深深的震惊当中。江氏皇族没落了整整700年，如今出了一个江宁，如此年轻的13境，难道江宁要成为大夏王朝的中兴之主？殿下何时练就的太阴绝息剑阵？于天虎弱声问道。练？笑话，不是看一眼就会了吗？江宁淡淡答道。他可没练过太虚剑宗的剑法，不过刚刚见刘瑾施展，随意复刻罢了。万法不离其源，万变不离其宗，各种不同的剑术都是以元气催动。什么剑道气运，江宁没有，也从来没领悟出来过。正所谓一力降十会，一力破万法，只要他施展出来的剑气足够强大便足矣。于天虎咽了口唾沫，感觉自己问了个相当愚蠢的问题。一开始他雄心壮志，觉得没有自己的支持，江宁成不了大事。可现在他开始自我怀疑，他对江宁来说究竟有什么用？殿下让老烟狗杀皇后，会不会太明目张胆了一些？于天虎又问道。刘瑾来干什么的？江宁反问道。江宁在苏镇府上杀了9名小宗师，撕了苏镇的嘴，目的就是敲打皇后，让她没事不要来招惹自己。可他愚蠢至极，不知悔改，甚至还派刘瑾来镇杀他。难不成江宁还要跟皇后讲道理不成？皇后干政，独断专行，让众人不敢忤逆，那是因为皇后身边有个13境的大太监，而皇后所在的招式更是强者如云，所以皇后的懿旨就是法旨。江宁强过皇后，强过整个招式，江宁的谕旨就是法旨。刘瑾未必能杀得了皇后。于天虎说道。无所谓，江宁自然知道刘瑾杀不了皇后，留着他还有那么一丁点作用。刘瑾想拜入他的门下，就必须无条件执行他的命令。若是刘瑾能活下来，则江宁会履行自己的承诺；若是他死了，那也无妨，一个废物罢了。这时候于天虎突然想到了刘瑾所说的话，姑母还被关在冷宫，你派刘瑾杀皇后，多半是不成。皇后性子暴戾，嗜杀成性，搞不好会派人杀害姑母。于天虎突然焦急了起来，他以前自视甚高，甚至对家中长辈的管教都不是那么幸福，可姑母一直将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姑母可是他最亲近的人。而现在江宁完全不顾及姑母的死活，也要去派人去刺杀皇后，他难道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去给本皇子多搬些书籍过来。江宁不再与于天虎商讨，淡淡下令道。九殿下，姑母还在冷宫，随时有危险，你……江宁眉间微蹙，闪过一丝不悦。遵命。江宁到底怎么回事？起码是一尊13境大修，姑母可是他的生母，难道他还要见死不救？对自己的生母都如此冷血无情，只要他展露自己的修为，饶是暴力专横的皇后，也得坐下来跟他谈条件。可于天虎完全没办法，他们家这位九皇子殿下，貌似比皇后还要独断专行。他说一不二，根本就不喜欢别人忤逆他半个字。刘瑾出了皇子府后，直奔威远侯府。苏震已经出了宫，和家人们待在一块。他和他的嫡长女的嘴巴都被撕烂，说不出半个字来，只能啊巴啊巴的，不知道说什么。爹，皇后说什么了？有没有派人去杀了江宁那恶僚？苏震的一个儿子急声问道。啊巴啊巴。苏震愤愤的点头。太好了，江宁跑到我苏家大闹一番，简直该死。对，江宁必须死。苏震父女2人比任何人都想江宁去死，因为他们2人实在是太凄惨了。皇后派了刘瑾去杀江宁，以刘瑾的实力足以灭杀12境，任凭那江宁再厉害，难道还能达到13境不成？等江宁死了，他苏震要去皇子府门口放3天3夜的炮仗。正当苏震愤愤地想着的时候，老太监刘瑾出现了。老奴拜见威远侯。刘瑾躬身行礼。啊巴啊巴。苏震见到刘瑾，立马起身，朝着刘瑾说着，也不知道说什么，估计是在问他江宁死没死。苏震不用想就能知道，刘瑾肯定出手了，江宁一定已经死了。刘瑾也听不懂苏震的话，缓缓放下剑匣，将其打开，随后抬手掐诀：老奴奉九殿下之命，前来杀苏震全家。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无一不露出惊骇之色。刘瑾不是奉了皇后的懿旨前去诛杀江宁吗？为什么突然又说奉了九殿下之命来杀他全家？2把宝剑出匣，剑气交错纵横，只一瞬息之间的功夫，那苏震完全没反应过来，已经被飞剑大卸8块。
其余人见苏震就这么死了，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纷纷转身就跑。抱歉，一个也跑不了。酒店下说杀了苏震全家。刘瑾杀心暴涨，若非这苏震跑去皇宫告状，皇后也不会派他去杀江宁。他不得罪江宁，也就没这一档子事儿。一个威远侯而已，无非就是皇后得到鸡犬升天的结果。苏家就一个武道大宗师，对于昭氏所有的力量来说，连鸡犬都不如。当刘瑾离开苏府的时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苏府上下连同下人100多人，无一活口。第一件事做完了，接下来他要去刺杀皇后了。刘瑾携环抱剑匣回到皇宫，来到慈宁宫门前的时候，刘瑾顿了片刻。站队一事无法左右摇摆，选了江宁，而江宁又将他当作马前卒，他就该认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刘瑾之所以有这个觉悟，并非他真的有多忠心，而是因为江宁强大到他不敢有任何反抗之心。定住心神后，刘瑾踏入慈宁宫前庭，随手一甩，打开剑匣，殿内传来皇后的声音：“回来了。”江宁那小畜生的项上人头拿来。刘瑾神情凝重：“遵旨。”双剑出鞘，裹挟着无数道剑气席卷向慈宁宫正殿，2把飞剑交错闪入殿门。这一瞬间，剑气掠过，慈宁宫正墙土崩瓦解，半座前殿轰然倒塌。轰！一声巨响，卷起阵阵尘土飞扬。那几名侍奉皇后左右的宫女完全没任何反应，就已经被剑气撕成碎片，被埋入废墟当中。砰！只见一道身影冲破废墟，在半空中悬停。皇后刚刚反应慢了半拍，以至于剑气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好几道伤痕，血流不止。皇后面目狰狞：“刘瑾，你疯了！”刘瑾的身影逐渐在尘土中浮现，他面色凝重，沉声道：“奉九殿下之命，前来杀皇后。主子的命令，老奴不敢不从啊！”皇后闻言，先是一怔，随后面目狰狞：“让刘瑾出去一趟，这就叛变了。该死的刘瑾，给他当了那么多年狗，现在居然要依附只有于氏支持的江宁。江宁有什么值得让刘瑾效忠？好你个刘瑾，竟然敢反叛本宫，找死！”皇后抬手一甩，手腕一串玉珠脱落，极品法器红莲仙宝珠。皇后面容狰狞，一条条青筋暴起，满脸凶戾。宝珠瞬间幻化作8朵血莲，在刘瑾头顶上空结阵盘旋，红光大炸，威势滔天。给本宫死来！皇后双手下压，8朵血莲化作流星坠向刘瑾，整个慈宁宫的院墙轰然崩塌，地面如蛛网皲裂。娘娘倒是忘了老奴的本领了。刘瑾不动如山，手指轻轻一挑，埋在废墟中的2把宝剑凌空飞起，在空中留下2道凝固空气的尾浪，剑气喷涌而出，自下而上，如同一张巨网撒向皇后。玄阴绝息剑阵。可刚刚见过了江宁施展这一招，如今的刘瑾施展出成名绝技，却感觉如同小把戏一般。皇后见状，骇然之色遍布整张扭曲的脸。刘瑾的御剑术在同境界当中已经无敌，哪怕是对上他这尊12境修士，也未必占不到便宜。这时候皇后如果不收手，红莲仙宝珠足以镇杀刘瑾，但他也必定会被刘瑾施展的太阴绝息剑阵撕成碎片。以他12境的护体罡气，很难扛住刘瑾全力一剑。无奈之下，皇后只能转攻为守。血莲瞬间移动到皇后身下，砰！一声惊天巨响，震颤了整座皇宫。双剑裹挟着一往无前的剑气，瞬间与血莲相撞。只见那8朵血莲出现裂纹，随后破碎，化作一道猩红的雨水往下坠落。不好！明明取得优势的刘瑾突然大惊。这时，一条赤色长鞭不知道从哪个方向飞来，只一瞬间就缠住了安魂噬魂2把飞剑，就连剑气也被那长鞭搅碎。刘瑾体内的元气运转停滞了片刻，瞬间冷汗连连，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将他死死捆住，令他动弹不得。他刚刚第一剑没能诛杀皇后，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手了。刚刚这一剑能破开皇后的法宝，就已经是相当不易。真想在那位的眼皮子底下诛杀皇后，哪有那么简单？那可是13境大修，太玄境，一身本领可通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忠，皇后最忠心的走狗，那也是刘瑾只能仰望的存在。刘瑾，反到天罡，拿命来！不见其人，只闻其声。一道来自13境的威压从天而降，只见那条长鞭凌空抽向刘瑾。刘瑾虽然已经躲开，但还是被余威所波及，倒飞而出，撞破了10级堵墙，才勉强稳住身形。老东西太狠了！这时，又一鞭砸向刘瑾的落点。情急之下，刘瑾张嘴一吐，一道气机化作一把细小的飞剑，横空一斩，竟然将空间展开。
刘瑾纵身一跃，跳入虚空当中，消失不见。他6岁进宫，10岁开始修行，如今年满100岁，见惯了宫廷内的血雨腥风，如何不会偷学一点保命的本领？他本有望进入12境，可却以修为作为代价，练出一把本命飞剑，关键时刻用来保命。只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躲得过初1，躲不过15。皇宫有多种禁阵，只要开启其中一种，就能将他困死在皇宫范围内。慈宁宫成了半座废墟。皇后从空中降落下来，脸上挂着鲜血的她阴沉到了极点。她居然差点死在了一名阉狗手中，差点沦为天下人的笑柄。这时候，一名宦官飞速跑来。那宦官头发花白，身体极其肥壮，起码有300多斤。大太监王忠，13境大修。王忠扑倒在皇后脚跟前：“老奴就嫁来迟，万死之罪。”王忠身子剧烈的颤抖，嗓音颤动，带着惊恐：“刘瑾那条阉狗呢？”皇后怒声问道。那阉狗刚刚遁入虚空，不过皇后娘娘请放心，刘瑾逃不出老奴的手掌心，不出3日，老奴定能将刘瑾逼出，将他的人头摘下，向娘娘赔罪，请娘娘息怒。皇后胸口此起彼伏，咬牙切齿，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更加怒不可遏。本宫很生气，于芷生下来的贱种，竟敢买通刘瑾刺杀本宫，去，将于芷那个贱人碎尸万段，丢出京城喂野狗。老奴遵旨，老奴这就去。王忠爬着后退，直到退出了慈宁宫大门，这才爬起来。几个小太监正扶着一架布辇等着。王忠爬上布辇，宫瑾的脸色逐渐被阴狠取代。走，掖庭宫。几个小太监吭哧吭哧地将布辇抬起，晃晃悠悠地朝着掖庭宫而去。身为一尊13境大修，本领通玄，可飞天遁地，而王忠最爱布辇在宫中走动。在皇宫中，只有皇族才有资格乘坐布辇，而他却被皇后特许宫中乘坐布辇。他是一名宦官，也是宦官集团的领袖。尽管已有13境的修为，可依旧爱显摆自己的极尽荣宠，从不低调，这能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掖庭宫便是冷宫，被关押到冷宫的宫女或者妃子绝对没有好下场。掖庭宫由大太监王忠管着，他们这几个昔日里身份尊贵的妃嫔，在王忠的压迫下，日子过得比宫女太监还要凄凉。每天砍柴洗衣擦地板都是比较轻快的活，平均一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整座掖庭宫被这群宫女饭腹擦的都要抛光了，她们早已被王忠折磨得不成人形。于姐姐，您怎么也来了？定是那妖后不分青红皂白，连于姐姐这般善良的人也迫害。几个女子见到于妃，焦急地走上前来。妹妹们噤声，宫里都是皇后的人，小心被他们听了去。于妃制止几个昔日的姐妹打抱不平，她仔细端详了一下几个妃嫔，看到她们如此凄凉，心如刀绞。这冷宫果然不是人待的地方。皇后的心也太狠了，根本就没将他们当作人看待。一想到自己将来会像这几个妹妹一样，过得生不如死，她彻底陷入绝望。对了，她的皇儿。于妃突然反应过来，皇后派刘瑾杀江宁，而江宁身边只有一个于天虎，不知道于天虎能不能挡得住刘瑾。于妃才想起江宁给了个小木盒，她连忙拿出来，正要打开。这时候，几个小太监抬着一架布辇，从掖庭宫正面进入。肥壮的大太监王忠堆在布辇上，一名小太监跟在旁边，手里端着个果盘，不断地往王忠嘴里投喂鲜美的水果。王忠来了，莫非皇后要杀他？他可是一尊13境大修，是宫廷内数一数二的顶级强者。于妃的心中满是不祥的预感。那几个昔日与她感情还不错的姐妹，看到王忠出现，就如同看到地狱恶魔一般，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这个比猪还肥胖的老太监，借着皇后的宠幸，作威作福，不知道残害了宫里多少人。奉皇后懿旨，诛杀犯妇于芷。王忠公鸭一般的嗓音响起。果然，于妃心中一片瓦凉。皇后现在派王忠来杀她，难道宁儿已经遭了皇后的毒手了？我的宁儿呢？于妃心态崩碎，满脸绝望，朝着王忠凄厉地咆哮道：等杀了你之后，我会送江宁去跟你团聚。王忠肥胖的手指轻动了动，缠在他腰身的赤色长鞭解开，长鞭横向扫过去，裹挟着一股强大的气势。这一刻，于妃双眼瞪大，他就要死了，还我皇儿来！于妃咆哮一声，这一刻，他的心中全都是自己的皇儿。此刻，不知道从哪里飞来2把飞剑，一黑一白，剑气瞬间将长鞭击飞出去，无力地坠落在地。王忠要杀于妃，并没有动用全部的力量，所以这一鞭子抽出，被刘瑾轻而易举地挡下。王忠本以为刘瑾躲了起来，会当缩头乌龟，却没想到这个时候刘瑾会为了于妃挺身而出。也好，顺便解决了刘瑾这逆贼。这时候，空中荡漾了一阵，破开一道裂缝。刘瑾一步从虚空中踏出，
落到于飞身前。此时的刘瑾非常凄惨，身上的衣服遍布裂痕，遍体鳞伤，脸色极其惨白，嘴上还挂着鲜血。刘瑾，于飞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太监，双眼大睁。刘瑾不是去杀他的皇儿了吗？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在掖庭宫，还替他挡住了王忠的长鞭？一时之间，于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刘瑾，我的皇儿呢？于飞急声问道。娘娘放心，九殿下安然无恙。刘瑾答道。13禁大修，九殿下怎么可能出事？闻言，于飞悬着的一颗心彻底落下。他的皇儿没事，实在是太好了。刘瑾，于飞并没有放松警惕。你快出宫去，保护宁儿走，送她去青州找国舅。我于是欠你一个人情。皇后的手段实在是太凌厉，于飞觉得自己本就不该提前叫江宁回来。他死了不要紧，宁儿必须要活下去。而现在能从王忠手中跑掉的只有刘瑾。然而刘瑾却是摇了摇头，他已经重伤，如何能跑得了？否则他早就跑出皇宫，去向九殿下通风报信了。他刘瑾既然已经站了队，就应该坚持到底。他算是被江宁那一下给彻底打醒了。左右不过一死，既然认了江宁当主子，那就死在主子前面。他的境界再难突破，11境顶多活到120-130岁就已经到了头，前大半辈子也没能为自己博一个好名声。如今他这个世人眼中的老烟狗，也想堂堂正正的活上一回。虽然不会有人在意他的想法，于妃娘娘，老奴只能尽力拖住他一瞬。您能跑多远，只能看您的造化了。刘瑾的声音很是虚弱。尽力，凭你。王忠依旧躺在布辇上没下来，甚至没看刘瑾一眼。王公公，奉劝你一句，身为皇族奴仆，不要弑主。刘瑾依旧是那般恭敬。你被皇后娘娘重用，却对皇后娘娘下杀手，究竟是谁是主？今日我就替天行道，斩了你这是主的狗奴婢。此刻那条落在地上的鞭子瞬间绷直，整座掖庭宫内风起云涌，尘土弥漫。那条长鞭就如同一把开天辟地的利剑，以迅雷之势斩向刘瑾。恐怖的威压已经将刘瑾彻底压制住，他的元气运转速度都慢了2-3成，横跨2个大境界，他真不可能是王忠的对手。而他现在身负重伤，根本就不可能扛住全盛状态的王忠一击。老奴这一生没做几件好事，也许今日死后也会留下骂名吧。刘瑾手掐剑诀，剑气形成一道漩涡，将自己覆盖。而那条长鞭还未抽到刘瑾身上，剑气漩涡就已经开始崩碎。不用一息时间，刘瑾就将4分5裂。此刻皇子府中，正安静看书的江宁眼眸轻动，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机。但下一刻，杀机烟消云散。九殿下，我的九殿下，您现在什么都不做，姑母她怎么办啊？宫里有一尊13境大修。于天虎在一旁气急败坏。江宁不动如山。难道你真以为刘瑾会臣服于你？那些老烟狗连根都没了，心思能纯到哪里去？可他不管怎么说，江宁就是置若罔闻。倘若江宁真那么冷血无情，这皇子不辅佐也罢。啰嗦。江宁淡淡吐出2个字。掖庭宫前庭。王忠轻描淡写的一击，刘瑾选择慷慨赴死。就在这一瞬间，王忠所释放出来的威压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刘瑾所释放出来的剑气同样归于虚无。只见一阵白烟从于飞手中的锦盒内袅袅升起，白烟在空中凝聚，逐渐幻化出一道飘渺的人影。人影悬浮在半空中，衣袂飘飘，如梦如幻，好似天上仙人。这一刻，整座掖庭宫都沐浴在一股极致祥和的气息当中，而这道气息正是从那道飘渺的人影身上散发而出。躺坐在布辇上的王忠感受到天地变色，终于是抬起了头。当他看到空中那道人影的时候，那双堆在肉里面的眼睛露出惊骇之色。神识分身，这是达到太玄境才能悟出的神通本领。然而太玄境的神识分身只能与本体进行沟通，无法从本体借取力量施展神通，只有达到天人境方能利用神识分身施展术法。简而言之，以神通来施展神通。悬浮在半空中的人虽然虚幻缥缈，但五官依旧清晰可见。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庞，面容清冷，气质飘然出尘。武道天人，你是谁？王忠大骇。这一刻，刘瑾感觉自己终于做出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他只知道九皇子的武道境界高深莫测，却没想到他竟然在13境之上。只释放一道气机，就将王忠和自己施展的术法瞬间化解天人境，以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所到之处，可直接开辟一座小天地，成为坐镇小天地的天人。九皇子的境界达到了令人恐怖的境地。虚幻身影从空中飘落，仅仅2-3丈的高度，犹如踩着祥云从仙境跨入人世间。江宁转身，脸上露出一抹微笑。有儿臣在，
母妃无需忧虑。江宁温暖的声音响起，于妃真的感觉自己就要死了，然而现在犹如重获新生。这道虚影就是她的皇儿，只是一道虚影而已，就如同一座大山立在她的面前，任何人都无法破开。她的心瞬间安定到了极点。江宁缓缓转身，看向还坐在布辇上抬起硕大头颅满脸不可置信的王忠。刘瑾，你的表现倒是出乎了本皇子的预料。江宁恢复清冷，声音清灵，余音不绝。刘瑾连忙躬身，愿为九殿下效劳。九殿下。王忠双手撑起上半身，死死盯着那道虚影看着。离京整整10年的九皇子确实已经回京，刘瑾出了一趟皇宫后立刻倒向了九皇子。王忠似乎找到了原因，以刘瑾11境的实力，在14境的江宁面前和蝼蚁草芥没什么区别。王忠从虚幻的脸上找到了熟悉的感觉，确实是九皇子的容颜，只不过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王忠从布辇上站起，那几个抬布辇的小太监终于支撑不住，一个个歪七斜八地倒了下去。王忠压着布辇重重坠地，肥肉颤动，犹如一座肉山立在众人面前。14境那又如何？不过一道神识分身而已，只能借用本体一成的契机。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王忠再度运转元气，13境的气势全部爆发。只见王忠往前一步跨出，同时引动天地灵气，身形暴涨，瞬间超过10丈之高，金光大放。他的本体还在这道巨大的身影后面站着，这是他的法相金身。庭院内众人在王忠面前如蚂蚁一般渺小。看来王忠对14境有过一些了解，神识分身确实最多只能调动本体一成的契机施展出来的神通本领，威力大打折扣。但他对14境的实力显然一无所知。此刻他想着先将在场众人全部灭杀，再去禀告皇后九皇子已经达到第14境的修为。昭氏绝对不会允许一位14境大修参与这场夺嫡之争，以昭氏的实力弄死一尊14境不在话下。在场众人必须死，江宁也必须死。这时王忠抬起巨手铺天盖地砸向庭院，整个庭院都陷入了阴影当中。手掌未落，倾泻而下的强大气机瞬间将附近的几座建筑碾碎。刘瑾猛地看向江宁，13境显化法相金身，哪怕是7、8个自己也无法抵挡。看来他还是低估了王忠的实力，而现在所有的希望全落在了江宁身上。江宁一直处于前修状态，从未与人动过手，第一次遇到13境大修，倒是让他升起了一点兴趣，可也只是一丁点而已，很快就烟消云散。13境太弱，甚至连让他勾一勾手指的资格都没有。破！江宁轻轻吐出一个字，这一瞬间砸下来的巨手如同一阵云烟被一阵风吹散。王忠侧头，眼看自己的法相金身直接少了一条臂膀，然而江宁自始至终就没动过，仅仅吐出一个字而已。14境的神识分身怎么可能拥有这种神通？然而他的法相金身还在继续消散，顺着胳膊延伸到正尊庞大的身躯。转眼之间，一整尊巨大的法相金身随风而逝。王忠直接往后一个踉跄，一屁股坐回到了布辇上，神魂颤动不止。法相金身瞬间被破，所造成的后果是上中下3丹田同时碎裂。王忠140多年的修为化作一道道流光溢散而出，消散在天地之间。这怎么可能？难道你是如修？儒道圣人？方才王忠感觉自己好像被天道所镇压，刚刚施展最强神通，瞬间就被破解。然而比这更恐怖的是，破掉他法相金身的还只是九皇子的一缕神识分身。言出法随，儒道圣人。皇族江氏被外戚压制了700、800年之久，在这大厦将倾之际，出了一位天赋堪称恐怖的天骄。他忽然想到了皇室族谱所记载的太祖高皇帝，那位在20岁那年达到陆地神仙之境，仅用了50年的时间荡平乱世，一统天下。据说太祖高皇帝在100岁那年甚至突破到了陆地神仙之上，达成了人间至高神。至此江氏皇族气运稳固，足以延宕2000年。难道江氏又要出一位堪比太祖高皇帝的人间至高神了吗？这一刻王忠只有一个想法，跑！趁着自身修为散尽之前，王忠神魂出窍，朝着慈宁宫的方向飞去。以昭氏的通天手段定能帮他重塑肉身，然而在江宁面前他还想跑。江宁心意一动，只见刘瑾手中的一把剑一闪而逝，那道逃逸的神魂就此烟消云散，天地归于平静。布辇上王忠肥大的脑袋歪斜着，瞳孔涣散，已经没有了半点生机。那几名小太监惊恐地看着这位凶名赫赫的大太监，满脸不可置信。王忠王公公死了。刘瑾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了下来。原本他以为是自己低估了王忠的实力，
其实不是，王忠确实很强，原来是他彻底低估了江宁的实力。他本以为江宁不过13境，然而刚刚江宁斩露出了14境的通天本领，言出法随，只有儒道圣人才能做到。他无法看破方才江宁的境界，因为江宁从始至终就没动用全力，所以他并不确定江宁是否已经达到陆地神仙的境界。但就算江宁是14境儒道圣人，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他也不过想赌一把，但很庆幸他赌对了。一位14境的皇子，实力已经远超他的几位兄长，足以有在皇城立足的本事，随手镇杀一尊13境大修，谁能小觑？然而这还不是他的本尊，你履行了承诺，本皇子也兑现诺言。江宁朝着刘瑾淡淡道。闻言，刘瑾大喜过望。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以为江宁说住他入12境不过是收买人心惯用的画饼话术，却没想到江宁说的是真的。江宁轻轻抬手，手心凝聚一颗细小的虚幻白珠，缓缓飞到刘瑾眉心之处，与他融为一体。刘瑾闭上了双眼，他一直都可以看到第12境的风景，可对他而言，他一直站在一座山巅上，12境就好像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巅上的一座仙宫，可望而不可及。随着一股玄妙之力融入体内，他从这座山巅飘然飞起，飞向那座仙宫，好似自己已经与这方天地融合，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引动天地灵气，化为己用。这时候天地变色，9天之上有8方雷电集结，向下冲破云霄，坠向正在突破境界的刘瑾。恐怖的天雷如同一条巨龙，蜿蜒曲折。不好！江宁强行助他破开境界，逆天而行，引动了雷劫，而他11境的实力扛不住雷劫分毫。正当刘瑾惊骇之中，耳畔响起江宁威严的声音：退！那道天雷竟然就这么退缩了回去，消失在云霄之上。刘瑾安然无恙地来到了那座仙宫，顺利突破到了第12境。他想到那道天雷，心有余悸。神识回归，刘瑾缓缓睁眼，再度看向江宁的虚影，已经如同看待世外神仙。就算他已经达到第14境，有言出法随的神通，也不可能一声厉喝斥退天道降下的雷劫。陆地神仙，九皇子绝对是陆地神仙。这一刻，刘瑾心潮澎湃，朝着江宁的虚影跪伏下去。老奴叩谢九皇子殿下天恩。他的声音都在剧烈的颤抖。他的主子必定能登上95。江宁缓缓转身，再度朝着于飞淡淡一笑：儿臣不孝，让母妃受惊。于飞拼命摇头，激动之下不知道该说什么，两行清泪夺眶而出。这时候，江宁的身影逐渐凝聚，回到那小锦盒当中。他的声音回荡在掖庭宫内：宋母妃回梧桐院，带王忠的人头去见昭春华。遵命。刘瑾走到王忠的尸体面前，看着他那死不瞑目的样子，心中唏嘘不已。王忠13境大修，借皇后之威，为祸宫廷数十年之久，却没想到死了还落得个神魂俱灭的凄凉下场，永世不得投胎。而他也险些与王忠一个后果，他刘瑾命不该绝。此时皇宫西北一座气度恢宏的道观内，地面是一张巨大的八卦阵，上面遍布金色道家铭文，其中一个方位盘坐一人，手搭在双膝上，掐5星朝天诀。他须发微霜，身披道袍，颔首低眉，身材消瘦，有几分仙风道骨，头发用一根金龙发簪盘起，脸上又有几分从不曾消失的天子威严。他的正对面盘坐一名女子，那女子仙姿玉貌，绝对是人间绝无仅有的美人。女子身披道袍，更显得气质出尘，犹如不出世的仙姑。男人正是大夏一气三清帝江道然。皇帝本名不叫江道然，5年前他突然封了那个绝色女子为国师，建了座道观，开始追求长生之道。为了彰显自己的虔诚，他将原本用了几十年的年号景阳改成了一气三清。史上有用过4字为年号的皇帝，但绝对没有用过这种荒诞年号的皇帝。他绝对是有史以来独一份。他给自己改名为江道然，寓意寻仙问道，长生自然。他甚至还给自己取了个道号，叫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飞元真君。这时候皇帝突然睁开了眼，求道的眼神十分清澈，涌现出藏不住的激动之色。方才有人引动雷池，9天之上降下雷劫，国师可曾看见？皇帝语气有些激动，他已经几十年没这么激动过了。身为一国之君，他能与王朝气运沟通，勉强窥探一丝玄妙的天机。女国师并未睁开眼，声音清灵：陛下求道之心虔诚，定是道祖显圣，为陛下指点迷津。国师一言解开了困扰朕5年的心结。皇帝愈发激动，女国师心中满是疑问：怎么就解开你的心结了？这是陛下求道之果，与我无关。国师低低的道：方才有人完成逆天改命，
则证明天道禁制并非不可破。朕追寻长生，也定能有果。就在刚刚，朕见到了光阴长河。皇帝站起身来，一甩道袍，成了，朕要成了。朕要改道号，就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正因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国师以为如何？妙！国师何不与朕双修？待朕求得长生之后，定带你遨游光阴长河。国师睁开眼，分明是一张庄严出尘的绝美脸庞，可眼神却充满魅惑。此刻他只见皇帝陛下眼神炙热而又贪婪。颠了，陛下修道5年，还是被七情六欲所困。皇帝走到国师面前，七情六欲那是佛门说法，我道家讲究阴阳调和，行人道亦是修道，不压抑不放纵，则能道法自然。皇帝说着，扯开了女国师的道袍。刘瑾送了于妃回梧桐院，而后带着王忠的项上人头前往慈宁宫。他衣衫褴褛，可却容光焕发，有几分童颜鹤发之感。九殿下那一手逆天改命，简直是惊世骇俗。因为只有他真正强行提升境界那一刻，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逆天而行。哪怕只是从11境到12境，不在天道法则之内，顷刻之间就会被雷劫震杀。原本还剩20年左右的寿元，现在估计还能活40年以上，这也是一名12境修士该有的寿元，150年左右。刘瑾定了定心神，进入慈宁宫老奴参见皇后娘娘。刘瑾面对皇后的背影恭敬行礼。皇后转身，一瞬间怒目瞪圆，不可置信地看着刘瑾手中那颗硕大的人头。王忠死了，这怎么可能？而刘瑾却还活得好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方才皇后见到9天之上降下雷劫，正朝着宫廷砸来，不过在半道上便缩了回去。那道雷劫又是谁引来的？难道是刘瑾？可他才11境，只达到神识出游的地步。雷劫出现有2种可能，一是最起码得达到天人境，用大神通遮掩天机片刻，强行沟通天地，方能勉强换来一道雷劫。第2种是修为没达到，却要强行破开境界，逆天而行，被天道所不容。刘瑾并没有表现出杀意，因为江宁没有命令他杀皇后。九殿下命老奴送于妃娘娘回了梧桐院，又命老奴将王公公的人头送给您。刘瑾恭敬地将王忠的人头放在地上，然后转身离去。江宁刚刚进宫了，那道雷劫难不成跟江宁有关？从王忠离去到只剩1颗人头回来，时间没超过半个时辰。叶庭宫那边也没传来什么激烈的打斗声，所以王忠极有可能是被人瞬间斩杀。13境已经可以拥有法相金身，施展无上神通，如何能被人瞬秒？只有一种可能，如今江宁归来，一直隐忍退让的于是出手了。可是能秒杀13境的只有13境以上，于是什么时候出了一尊14境武道天人？立刻去查叶庭宫到底发生了什么。皇后怒斥道。江宁刚刚出手，本就没藏着掖着，在场的目击者有不少，皇后的贴身宫女很快就查到了来龙去脉。娘娘，是九皇子他亲自出手了。原来他在于妃身边留下来一道神识分身。宫女将查到的事情仔仔细细说了个遍，任何一个细节都没遗漏。皇后听完后，愤怒到扭曲的脸上流露出惊惧之色。江宁14境大修，言出法随，他是儒道圣人，这绝不可能。皇后不可置信，14境儒修可称儒道圣人，具有言出法随的通天本领。江宁不过20岁，而且于是身为武将世家，世世代代修炼武道，倒是出过不少14境的武道天人。他们于氏的血脉完全没有任何儒道气运，不可能出儒道圣人。娘娘千真万确，很多人都看到了，说法都一致。宫女小声道。神识分身，儒道圣人，20岁的年纪，皇后打死也不敢相信，说不定是有其他14境大修化作江宁的模样装神弄鬼。不管江宁本人是不是14境，皇后都不得不重视起来。总之江宁的身边有14境撑腰，而这有可能是来自于氏的底蕴，毕竟会帮江宁的只有于氏，是他小瞧了江宁，小瞧了于氏，苏振全家死了无所谓。而现在王忠之死，是那个离京10年的小子在告诉自己，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毛孩，不可能任由他拿捏了京城又多了一位皇储的争夺者，此子断不能留。京师遍地都是各方幕后首脑的眼线，但凡一点风吹草动，便能掀起一阵暗流。齐王府与其他亲王的府邸不同，这座偌大的府邸被齐王改成了一座巨大的演武场。齐王江月天生力大无穷，别的修炼者都是修炼元气，慢慢进境，而齐王是以强横的肉身破开一个又一个境界。参见王爷。一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人朝着江月行礼。江月将举在手中的巨石缓缓放下。如何了？
王爷可能下令让安插在九皇子身边的眼线刺杀。没有。发生了何事？齐王问道。来人将今日所发生的几件事先后说完。不错嘛，本王这位弟弟一回来就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连王忠都给宰了。江湖游历10年，藏的倒是挺深。江月语气低沉。王爷，小东楼的人对九皇子行刺，而你我并未这道命令。我怀疑有人想挑起王爷和九皇子的争端。王爷您看是否出面说明一下此事与王爷您无关？男人问道。他们只不过往江宁身边安插了眼线，并未着急动手。有人想驱虎吞狼？江月有些不屑。难道要让本王向老九赔礼道歉？你觉得他配？发生了就发生了，他江月何须刻意说明什么？听说九殿下凝练出神识分身，镇杀王忠。我们暂且不清楚九皇子和于氏的底，我觉得应该先解除一下误会。江月还是不屑。王忠这条老烟狗死了也就死了，难道老九杀一条烟狗，本王还得道歉？老烟狗又不是本王的人。男人很是无奈，叹了口气。于是之前应该是有所隐藏，那又如何？等本王破入13境，区一个于氏而已，抬手可灭。男人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继续说话。江月完全没抓住他的重点，重点不是死了一条老烟狗，而是九殿下用神识分身轻松镇杀了老烟狗，那是14境修为才能办到的事情。皇子府，于天虎急得坐立不安，派人去皇宫打探消息，迟迟没有回音。他都快要被逼疯了，而江宁却还坐得住。若是有家中长辈在京师就好了，他就不用待在这里看江宁的冷脸。这时候消息终于回了，一名甲士跑到于天虎身边，凑到于天虎耳朵边上细说了一阵。只见于天虎的脸色由焦急变得震惊，然后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江宁。刘瑾居然真选择了替江宁卖命，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原来那些烟狗也有忠心护主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江宁以一缕神识分身轻松镇杀王忠，并且还帮刘瑾强行提升了一个大境界，助他进入了12境。说帮刘瑾提升就能提升的吗？难怪江宁稳如泰山，好似无事发生，并非是他冷血无情，不在乎自己母妃的死活，而是所有的一切全都在他的掌控当中。原来他不是11境，不是12境，甚至还不是13境，居然是14境，武道天人。不对，他言出法随，轻松破王忠的法相金身，儒道圣人。可他修炼魔功又是怎么回事？这个九殿下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明明江宁能掌控一切，明明他知道自己在一旁干着急，可他就是不言不语。效忠九殿下，他于天虎迟早憋死。但于天虎还是忍不住问道：殿下，你已经达到了第14境？于天虎轻声问道，语气充满不可置信。不止。轰！淡淡的2个字让于天虎如遭雷击。20岁的14境已经足够惊世骇俗，足以跟古往今来横空出世的巨擘相提并论。然而他却说不止。不止的意思是他是陆地神仙，大夏王朝太祖高皇帝，20岁达成陆地神仙之境，100岁又更上一层楼，以无敌之姿镇压当世300年，可谓是万古第一天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在陆地神仙之上多出一个境界，人间至高神。然而这个境界不是指陆地神仙之上的第16境，而是专门指太祖高皇帝。这一刻于天虎彻底激动得无以复加。江宁有望比肩太祖高皇帝，成为世间第2尊人间至高神，而这个人的身体里流淌着他们于是一半的血脉。怪不得他这么高冷，这世上哪一位陆地神仙不高冷？于天虎忽然觉得自己刚刚完全就是在嫌吃萝卜淡操心。他现在心中只有2个字：稳了。从现在开始，他将辅佐一名未来的人间至高神。忽然想到江宁叫他把屋子擦干净的事情，开始不爽，可是现在别说擦地板，就是给江宁提鞋，他也1万个心甘情愿。扑通，于天虎不知为何双膝一软，跪倒在江宁身旁。怎么了？江宁有些诧异，慢慢扭头看向于天虎。只见于天虎脸上挤出一丝极其不自然的笑容。没什么，就情不自禁。那什么，殿下您的茶没了，末将帮你再去沏一壶茶来。于天虎起身，屁颠屁颠地跑去沏茶。不久后，皇子府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一位须发皆白、一袭白衣、童颜鹤发的老者。一名侍女带着这名老者来到庭院中，他本以为九皇子见到他到来会起身相迎，若是换作其他皇子，见到他必定以礼相待，奉为座上宾。然而江宁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早就听闻这位皇子从小到大孤高冷傲，现在总算是见识到了。若是以往，于天虎见到这位老者早就恭恭敬敬地行礼了，只因他曾经是大夏第一剑宗鸿蒙剑宗的长老赵千和，一位14境剑修，
14境渐修，可称半步见仙。刘瑾这种人可称见到奇才，但跟赵千和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不过现在14境渐修，在一名陆地神仙面前算个屁。赵前辈，前来做什么？于天虎站直了身子，昂首挺胸，沉声问道：前来拜见九皇子，与九皇子商议大事。赵千和苍老低沉的声音响起：说拜为何不拜？于天虎质问道：闻言，赵千和心生不悦，他堂堂一尊半步见仙，好像热脸贴了冷屁股。请坐。江宁目不转睛，随手做了个请的手势。赵千和落座，朝着江宁问道：九殿下可有兴趣与长公主联手？他是长公主的座上宾，之所以会前来，自然是听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为长公主来当说客。江宁身边有高人不假，但哪一位皇子身边没有高人？各大皇子的势力早已成型，唯独江宁不成气候。所以赵千和觉得说服一个20岁的皇子完全不需要多高深的话术，于是的底蕴他一清二楚。长公主说，九殿下自小就限量谦卑，心怀大志，不像其他皇子那般表里不一。倘若将来有一人继承大夏正统的话，这个人应当是九殿下。因此长公主想为九殿下将来登基出一份力量。赵千和说道。江宁闻言面无表情，他对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太深的印象，不过他记得长公主曾拜入鸿蒙剑宗门下修行剑道，且颇有造诣。只是赵千和这饼画的未免也太粗糙了些。长公主什么心思，江宁不用想都了然于心。于是还有半条矿脉，长公主在打这半条矿脉的主意。什么他从小贤良谦卑，说话不打草稿，连于天虎都看出了赵千和说话不自然。赵前辈，你搁这背书呢？于天虎有些不爽道。皆是肺腑之言，九殿下刚刚回京，而于是又被分散，若是九殿下能得到长公主的扶持，必定能平步青云。长公主还说，若是九殿下答应与他联手，长公主必定为九殿下求取亲王爵位。赵千和说道。江宁没有回应。赵千和观察了一下江宁的脸色，突然有些不爽，而一旁的于天虎可太清楚这种不爽的感觉了。你把我们家殿下当傻逼呢？长公主想要辅佐殿下，还要派你来求殿下，把你的嘴脸收一收吧。殿下，老夫亲自前来见您，就能表示出长公主的诚意了，不是吗？九殿下若是答应，老夫还可考虑收你为徒，传授你剑法。噗！于天虎笑场了。你一位14境要教15境剑法，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好歹也是14境大修，半步见仙，也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吧？我们家殿下天赋异禀，一身神通，何须拜你这老匹夫为师？于天虎贴脸嘲讽。你于家小子大言不惭，老夫14境的修为，这天下剑道造诣在老夫之上的一只手也数得过来，老夫如何教不得九殿下？你看我家殿下会理你吗？于天虎不屑道。赵千和看向江宁，后者古井无波，一副天地崩塌而面不改色的神情。江宁开口了。长公主也想夺嫡，想当女皇吗？江宁淡淡问道。这个问题把赵千和问懵了。不等赵千和理清思绪，江宁接着道：天虎送客。赵前辈请吧。给脸不要脸，哼！赵千和愤然离去。下午宫中来旨，让江宁参加明日的早朝会。江宁低调回京，也该让世人知道他江宁回来了。翌日早上，文武百官先后步入太极殿。江宁身着织金飞蟒袍，头戴玉冠，姗姗来迟。这是江宁第一次参加早朝，也是第一次进太极殿。他穿过群臣，来到前排，看向大殿之上那把象征着九五之尊的修金雕龙椅，以及立在龙椅背后的5扇飞龙屏。这时候，许多人的目光都落到了江宁身上，哪怕是很多大臣，也是第一次见到江宁。也只有镇守过藏武阁的少数官员，才见过幼时的江宁。昨日威远侯苏振全家被屠戮殆尽一事已经传开了，大家只知道皇后昨日下了一道懿旨，想让江宁入赘威远侯府，然后江宁就去了一趟威远侯府。紧接着刘瑾把苏振全家杀光了。此间缘由是为何？知道原因的大臣不会说，不知道的也不敢问。别说死一个威远侯，现在这个节骨眼，就算死几个皇子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皇后娘娘驾到！一声吆喝响起，皇后从大殿一侧进入，缓缓走上高台，转身面向群臣。自从皇帝修长生之道后，早朝会一直由皇后主持。皇后无权坐龙椅，所以一般是站着主持大朝会。先是朝臣禀告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启禀娘娘，青州奏报，豫南县有魔教作乱，屠戮百姓7万余人，兵部已下令调遣青州军前去镇压。扬州来报，几日前天将决堤，淹没城池11座，平民百姓死伤无数。
据确切消息，似有河妖兴风作浪，目前已派镇魔司前去扬州调查。燕州奏报，半月前北莽突然对燕州边境发动进攻，具体原因不明。一连几十道奏报，全是坏消息。皇后越听，脸色越是难看。够了！皇后极度愤怒，一甩袖袍。难道就没有半点好消息吗？天天不是这里出事，就是那里出事，就不能让本宫省心一天？原本还想继续奏报的大臣不敢再说话。安静了许久后，皇后扫视群臣，既然你们没有好消息，那本宫就给你们说个好消息。九皇子江宁于前几日返京，现九皇子已年满20，按照皇族礼制，该行加冠礼，封亲王。京司礼监裁定，加封江宁为梁王，赐亲王府，并挂礼部尚书职。皇后说完，朝堂上沉默了下来。于天虎第一个开口说话：“恭贺梁王殿下。”群臣这才跟着恭贺：“恭贺梁王殿下。”加封亲王本是板上钉钉，而挂职不代表是礼部尚书，相当于皇后把礼部划到了江宁势力范围内。今后礼部的事宜都得过问江宁。礼部是实权部门，主要管祭祀和礼制，祭祀则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因为神明并非只存在于虚幻，尤其是皇族、先祖英灵可是真实存在的。皇后的目的很明确，既然无法轻而易举地拿掉江宁，那就把他提拔起来，如此一来，江宁自然而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想除掉江宁的，可就不止皇后一人了，他必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散朝之后，江宁走出太极殿：“老九，恭喜封王，什么时候王府落成？请为兄去府上喝一杯啊！”一名身材健壮如牛、身着蟒袍的男人大踏步走来，顺手就搭在了江宁的肩膀上。“你是？”江宁问道。10年了，他也只知道这位是他的兄长，但姓名都忘了。老九，你真是的，兄长都不认识了。不过也正常，你出走的时候才10岁。我是你二哥江月。原来是齐王江月。江宁稍稍侧头看向这位自来熟的兄长，40岁左右的年纪，满身阳刚之气。然而在这一瞬间，江宁的眼神中居然流淌出了一丝战意。他体内的元气微乎其微，按照修炼境界划分，勉强只达到了金丹境。他修的是天象功，这是一门纯锤炼肉身的功法，练到极致能达到修士第10境的水准。但他的肉身已经超脱了这世间法则的约束，起码有12境的强度。可他的实力绝对不止12境那么简单。原来这世界不止他一人不受这世道法则的束缚。这位二皇子藏得很深，估计外人一定不知晓他的实力如何。等他破到13境的程度，则可以称得上是肉身成圣，届时不知道有没有和自己一战的实力。他本来以为这场夺嫡之争会很无聊，但是现在江宁有些期待。看着江月爽朗的面目，好像兄长一般，江宁完全没有任何波澜。也就他们这些人，人前笑脸，背后藏刀，天天阴谋诡计，却还要装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没意思。我先走了。江宁直接挣脱了江月的手，独自往深宫走去。唉，江月的手尬在半空中，这老九简直比老大还冷漠啊。江月喃喃说着，炙热的眼神逐渐冰冷。江宁来到梧桐院，宫女立马通报。于妃快步走出来迎接：“宁儿来了。”儿臣参见母妃。你总跟娘这么见外干什么？快进屋，翠玉沏茶，准备点心。是。母子二人对坐，于妃拿出那只小锦盒，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案台上。宁儿，这小盒子里面装的真是你？你是14境。于妃的武道修为并不高，在这个10境以上修士遍地走的世界完全不够看，但这并不代表他一点也不了解修行之道。于是本就是修行大族，祖上还出过陆地神仙，14境如何能以一缕神识分身阵杀13境？除非本尊降临。不对，宁儿，你莫非已经达到了陆地神仙之境？于妃改口问道。从那一手言出法随，强行帮刘瑾破境来看，就不是14境能做到的事情。母妃，准确的说，儿臣也不知道如今是何境界，若是按照传统的境界划分，儿臣应该在20境左右。江宁完全没有半点隐瞒，他也不需要对自己的母亲隐瞒。正当于妃惊讶地张开嘴的时候，江宁补充了一句：境界还在提升，现在大概1年多可提升一个大境界这样。于妃完全惊呆了，若是听别人这么说，于妃只当别人疯魔了。可她的宁儿从小到大就不会对她撒谎。但世间修行最高15境，大夏王朝太祖高皇帝则达成了专属于他的人间至高神境界。可江宁说20境，这是什么鬼？真有人能修行到这种恐怖的境界？真的？7年前，儿臣就已经达到了陆地神仙境。如果不是发现15境之上还有其他境界，儿臣早就回来了。我的华儿，世间独一无二。
于飞有些激动，可又生出了一些担忧。他的皇儿已经到了20境，早就超脱了凡人的范畴。万一有一天他失去了人性，那该如何是好？对了，皇后封你为亲王，还给你挂礼部尚书职，怕是别有用心。不久后的皇族祭祀大典，宁儿需要多加留心。母妃放心，这点臣已经想到了。他懒得去跟别人勾心斗角，但很有兴趣陪别人玩玩。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莲子桂花酥，母妃早上亲手做的，你快尝尝。极好吃的。此刻慈宁宫，皇后正像模像样的处理奏折，一名宫女进入，凑到皇后耳旁小声说了一阵。20境，这你也信？本宫看他江宁和于氏就是在狐假虎威。宫女完全没表态，她只负责将听到的告知皇后。是夜，今年的倒春寒格外长，哪怕此时已经接近夏季，却比往年的冬日还要寒冷。冰冷的雨从天而降，整座森严的京师笼罩在雨雾当中。京城外，一座收纳鸡鸣的棚户房内，成百上千的鸡鸣衣着破烂，和乞丐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眼神暗淡无光，就如同一群行尸走肉。尽管棚户内充满了恶臭，但他们尽量挤在一团，不至于被冻死。这些年来天灾人祸，受苦受难的全都是普通老百姓。像这些鸡鸣，勉强还能有一处地方给他们遮风挡雨。朝廷隔三差五会派遣官员给他们送来一碗粥食，让他们能苟延残喘。王朝的军队清一色是由修炼者所组建，普通人就算再没活路，也不存在任何造反的可能性。他们只能期望今年过了这场漫长的寒冬，能够风调雨顺。这时候，有一人走进了棚户中，此人已经上了年纪，留着灰白的长髯，一眼扫过去，眼神充满了悲悯。老爷，给我一口吃的吧，我已经3天没吃一口了，再不吃就要饿死了。有个鸡鸣跪在了老者面前，有气无力地磕头恳求，好像随时都要饿昏过去。又有几人跪着爬了过来，虚弱的声音不断响起，犹如一片呓语。老朽这里有一粒灵药，名曰长春丹，服下一颗，不仅可管腹中饥饿1月之久，还能让你等羽化登仙。不知你等可愿意服用？老者问道。什么灵丹妙药？一定很贵吗？我们可都是鸡鸣，就剩下这半条命了啊。对啊，这么好的灵丹妙药，我们怎么可能买得起？老者笑着摇了摇头。老朽只是见你等每日都有人饿死，于心不忍，特意施展神通术法，从一尊天师那求来灵药，不为其他，只为普度众生。不要钱？真有这么好的事情？那是自然。老者说着，手腕一翻，只见他的手心出现一粒丹药。准确地说，这是一团通体黑的流体，仔细分辨，上面有虚影浮动，有一缕微不可察的黑气溢散而出，就好像细小的丹药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想要破茧而出。你可愿意吃？老者随手递给一人。那鸡鸣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恶臭，若非腹中空无一物，早就吐了。这哪是什么丹药？分明像是虫卵。许是你等饿昏了头，这分明就是一粒丹药。你仔细看。老者淡淡笑道。那鸡鸣再次看来，果真见老者手里躺着一枚金色的丹药。你不吃，我来吃，反正迟早是要饿死的，就算是毒药也好解脱。一位鸡鸣突然伸手抢过老者手中的丹药，丢进嘴里，一口吞下。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那个鸡鸣。这时候，那鸡鸣一张面黄肌瘦的脸突然变成了青黑色，他捂住腹部，满脸痛苦之色，倒在地上不断地翻滚。痛，好痛，救我，救救我！只翻滚了几下，那鸡鸣再也没了动静。其他鸡鸣看老者的眼神突然充满了恐惧，纷纷后退。老者眼神一凝，又失败了。然而就在这时候，刚刚服下丹药的鸡鸣忽然脸色恢复如常，自行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摸了摸肚子，刚刚分明感觉有无数只虫子在啃食他的脏腑，但是现在那种感觉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果腹感。不仅如此，他的肤色突然变得红润无比，身体中多出一股玄之又玄的力量。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原本瘦得皮包骨的手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圆润了起来。这时候所有鸡鸣都看到了他的变化，这真是灵丹妙药。我感觉不饿了，而且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进入我的身体。老者见状，心中松了口气，故作高深地捋了捋灰白的长髯。这下鸡鸣们彻底沸腾了。给我一颗，给我一颗，我也要，我也要。鸡鸣如同发了疯，朝着老者围了过去。退后！老者怒斥一声，一阵强大的罡风夺体而出，瞬间将冲上来的鸡鸣掀翻在地。想要灵药，需要心诚求取。疯狂的鸡鸣们跪了一地，求仙师赐丹药。老者满意的点头，随意抬手一挥，所有人的手心都出现一颗丹药。他们一口将丹药吞服而下，
先是猛烈的痛苦，紧接着他们枯槁的身体开始恢复生机，就连其中60-70岁的老头老妇似乎都变得年轻了起来。鸡民们激动地朝着老者疯狂地磕头，叩谢先师，无量天尊。老者满意点头，正转身离去。有人大喊道：敢问先师尊姓大名？老朽是太平教一名道士，若是想感谢老朽的话，用这些丹药去救济更多的人。老者抬手一挥，大片丹药洒落。鸡民们竟然没有争抢，而是先磕头，然后才井然有序地拾取黑色丹药。老者离开棚户后，来到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旁边。公子，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丹药终究是成了。走。马车内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老者坐上前沿，赶着马车消失在雨幕当中。数日后，4月初，天气终于有所好转，因为严寒而死气沉沉的京师终于恢复了些许人间烟火气。金吾卫军营内，将士们刚刚结束操练。这支军队总共5000人，属于京师12卫之一，主要负责区域内日夜巡查、警戒之责。王武，你小子偷偷背着兄弟们努力，短短10天，你竟然从第5境提升到了第7境，是不是大将军给你开小灶了？哪里，我在几天前服用了一种丹药，这丹药很神奇，起初吃下去的时候，痛得5脏6腑都要碎了，可用不了片刻，不仅仅恢复如初，还大大提升了修为。名为王武的小将官如实说道，几天连破2境，而且还能辟谷。你小子斥巨资买什么灵丹妙药了？袍泽问道。不是买的，是人赠送的，就是这个，我还有1颗多余，反正不要钱，送你好了。王武将丹药掏出来，一股淡淡的刺鼻臭味从王武手掌心弥漫出来。我去，这么臭，你小子偷偷瞒着我们吃屎，去你娘！这是正儿八经的丹药，咱们偶尔使用的低级辟谷丹也只能管7日，这长春丹可以管1个月，给你还骂人，不要算了。王武就要将丹药收回。要，当然要，这种好东西怎能不要？拿到丹药的小将官看着黑乎乎的一团，感觉很恶心，但一想到王武的静静，立马捏住鼻子准备吞下。谁在吃屎？一声厉喝传来，只见于天虎大步流星地走来。王武、杨雄，你俩在吃屎？参见大将军。几个人赶紧行礼。于天虎将那枚所谓的长春丹拿了过来，仔细端详了一阵。什么玩意儿这么臭？王武立马将长春丹的来历仔细说了一遍。于是也有破境的丹药，5境以上修炼者所使用的破境丹药大多都是天价，哪里有免费送的道理？这玩意儿就跟一团粘液一样，黑漆漆的，还这么臭，肯定不是正经丹药，定有古怪。于天虎尽管见多识广，也认不出这种丹药是什么。王武，你小子真吃了？吃了，有不少弟兄都吃了。超，你们胆儿可真肥，什么玩意儿都敢往肚子里塞。于天虎拿着这枚丹药离开了军营，前往新梁王府。近来江宁无事，大多时间在看书，偶尔去上个早朝露个脸，目的也是为了进宫去看看母妃，跟她闲聊一阵。让江宁感到奇怪的是，杀了王忠已有10来天，这段时间之内，其他皇子竟然没有对他施展小动作，有些无趣。这时候于天虎来了，他将那颗黑色的丹药放在了江宁面前。殿下，刚刚末将从军中将官手上拿来了这玩意儿，他说是什么长春丹，是太平教教徒免费送的，据说能强行提升境界，而且还能辟谷。末将觉得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但又认不出这是个什么，所以带来给殿下过目。江宁看了一眼长春丹，平静的眼眸中露出些许异样的神色，并非丹药。江宁第一时间下了定论，末将跟殿下想到一块去了，果真不是丹药。于天虎嘴角一咧，得意地说道，他跟一尊陆地神仙有着同样的眼光。江宁手指轻触这颗黑球，渡入一丝契机，想窥探究竟。咦，这黑球内部有形状不规则的流体存在，似乎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还有很强的攻击性，好像有无数张利嘴，瞬间将江宁渡进去的契机吞噬了个一干二净。他仔细回忆一下自己所阅读过的古籍，还是没想到任何一种与之相符合的生命，这种东西的生命和力量超出了江宁的认知。他前不久见了齐王，发现齐王拥有通神蛮力，现在又发现了一种不被这世界天道所束缚的生命体。他发动空心灵境，竟然还是无法窥探这种生命体的本源，有点意思。这东西内藏极其强大的气息，至阴至邪，但并不是妖魔鬼怪之气，有些古怪，被人所炼化过，应该能被人驱使。江宁轻声道，军营中有将士吞服了这种东西，有危险。于天虎有些紧张地问道，能从一位陆地神仙口中听到极其强大这几个字眼，则说明问题并不好解决，而且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江宁有神情波动。所有未知的东西
往往都存在危险的可能。江宁淡淡的回答：啊，殿下可有解法？于天虎急声问道。需要知其本源，知其道理，知其规律，才能克之。本王看不透，也猜不透。江宁淡淡道：他是很强，但不是万能，除非他能洞悉这种生命体的本质，否则就只有一种解法，一掌拍死。这该如何是好？于天虎闻言愈发的紧张了。连陆地神仙都觉得危险的事情，他一个大宗师如何处理先将吞服这种东西的将士集中看管，另外去查查太平教的底细，以及所谓长春丹的来源。遵命。于天虎转身走了。这是江宁回京半月以来跟于天虎说话说的最多的一次。他发现江宁也不是个纯粹的闷葫芦，只是平日里于天虎找不到江宁感兴趣的话题。然而现在好不容易江宁感兴趣了，他又一无所知。唉，早知道该多看些书。于天虎迅速返回军营，厉喝一声：传令，金吾卫所有将士集合。不到半个时辰，外出巡逻的将士统统回来了，吃了那什么长春丹的全站出来。于天虎厉喝道。王武第一个站了出来，紧接着有一大群将士统统出列。于天虎一看，顿时一阵头大。服用了长春丹的没有800，也有500，怎么这么多？你们呐，摊上大事了！于天虎没好气道。王武赶忙上前几步：大将军，这长春丹怎么了？是邪物，叫你们乱吃东西。于天虎怒道。嘶！将士们闻言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这长春丹分明非常好用，吃一颗力大无穷，还能静静，怎么可能是邪物？王武哆嗦着小声问道。一群蠢货，好东西特么全落你们头上了。所有吃了长春丹的，从现在开始一步不得离开军营，由副将看管。领命！副将立马答话。参军立刻去查太平教的底细，查长春丹的来源。哦对了，再查一查现在有多少人服用了长春丹。领命！参军拱手后带着一队人马火速离开军营。城中，秦王府一间幽暗的地下堂室内，阴色寒冷，鬼气森森。室中四处摆放着骷髅头，空洞的面部窟窿中有黑气缓缓向外溢散。壁上挂着一圈诡异的画像，妖魔鬼怪，群魔乱舞。地上盘坐一人，他面容带着病态般的消瘦，眼窝深陷，似乎只剩下了皮包骨，就如同一副骨架撑着一身金丝蟒袍。当他睁开眼的瞬间，消瘦如枯骨的眉眼中还是带着十足的皇家尊贵气质。皇长子秦王江薛，他年轻的时候本不这样，是个身材健硕、相貌英俊的皇子。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便日渐消瘦下去。世人只以为皇长子怪病缠身，才将他害成了这副模样。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变成这样的原因。他的面前不远处，地板开裂，裂缝中有一团黑色的物体突出一块，正毫无规律地鼓动着，看起来十分瘆人。公子，一老者走入地下堂室，朝着江薛行礼。江薛在私底下不喜欢别人叫他王爷殿下，所以秦王府所有人平日里都以公子相称。金吾卫正在调查太平教和长春丹一事。老者沉声道：我还以为老九不落凡尘，不问世事呢，没想到他也关心这些，让他查吧，看他有没有本事查到我头上。江薛淡笑，声音柔和：公子放心，他查不到公子头上。老者顿了顿，接着道：他这时候回来，明摆着是为夺嫡，多他一个不多。我倒是好奇，他是否真入了14境。江薛轻声道：多半是于是在狐假虎威。老者说道：这样最好，倘若老九真入了14境，我倒是有些舍不得杀他了。江薛缓缓起身，走到裂缝旁边停下，目光下移，盯住那团正在鼓动的黑色物体。我的父皇还有弟弟妹妹们，一个比一个能装。如果我猜的不错，老二很快就要肉身成圣了，老三、老五、老六，这3个估计也要入13境。哦，还有一个江时雨，成天装作乖巧可人的样子，天天要辅佐这个辅佐那个。江薛转头看向老者，笑容愈发的温和。您看，其实我们江氏皇族自身的底蕴并不差，但是没办法，龙椅只有1张，皇帝也只有1个。只是现在除了我，他们都不知道那张龙椅究竟意味着什么。江薛缓缓背手，抬头看向漆黑一片的天花板。那张龙椅意味着只剩不足200年的王朝气运。可是他们尽管有天大的本事，谁能为大夏王朝续命？除非再出一个太祖爷，除了他，谁又能比肩太祖爷？江薛心头默默道。停顿了片刻，江薛接着道：这场皇家祭祀大典，看看有多少人能现身，还有看看到底是老九进入14境了，还是于是出了个14境。去准备吧。是。傍晚，梁王府幽静的庭院内，于天虎疾步跨入。殿下，
根据目前所调查到的消息，几乎所有服下过长春丹的人都矢口否认。末将只查到一点消息，10余天前，有100枚老道在城外的鸡鸣集中棚内传道，散布长春丹。那些鸡鸣服用了长春丹之后，个个神采飞扬，容光焕发，而且几乎人人都生出了恐怖的蛮力。根据末将的推测，目前这太平教已经传入城中，已有不低于3万人服下了长春丹。至于那名白眉道人，不知其从何处来，也不知现在藏身何处。于天虎禀告，他忽然觉得自己用恐怖这2个字不太合适，能打败陆地神仙的只有陆地神仙。一群邪教徒对九殿下来说，哪能算恐怖？殿下，3日后就是皇家祭祀大典了，这节骨眼上出个什么太平教，还搞出什么邪祟的长春丹，怕是冲着皇家祭祀大典来的。于天虎担忧地说道，江宁现在挂职礼部尚书，若是皇家祭祀大典出点什么差池，江宁是第一责任人。于天虎接着又说道，没准是皇后的阴谋，故意让殿下挂职礼部尚书，然后要在祭祀大典上陷殿下于水火。江宁没太将什么阴谋和威胁当回事儿，若是这阴谋不浮出水面，他反倒是觉得无趣。通告全城，禁止太平教传播，违令者格杀勿论，将所有能查到的服用过长春丹的一律集中看管。江宁沉声道，遵命。如果不掐断源头，这份禁令多半没有什么作用，只能算是梁王府将太平教定为邪教的一份声明。江宁游历10年，见过各种教派传道，什么符水治百病，什么信谁得永生在这世道，邪教的传播能做到像瘟疫一样的速度扩散。那些鸡民无路可走，吃下阴邪的丹药，既是无奈也是可怜。他们生在修炼者垄断所有资源的世界，就是那些人眼中的蝼蚁。至少这东西真能帮他们在短时间之内不被活活饿死。可有些人就纯属吃饱了撑的，硬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至于这太平教能在京中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到底是不是皇后或者各大皇子的手笔，江宁还不得而知。翌日，一气三清帝亲自颁布圣旨，从翌日开始斋戒，3日后举行皇家祭祀大典，全城开始戒严，城门封锁，不许进出。原本应该由江宁来布置祭祀场所，准备祭祀用品，但自从江宁挂职礼部尚书之后，礼部官员一个都没来拜见过江宁。关于皇家祭祀大典的事情，甚至都没征求过江宁半点意见。因为礼部是6皇子的势力，江宁不过徒有虚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礼部那帮官员没一个把江宁放在眼里。直到祭祀典礼那天到来，京师城中心一座巨大的瓮城中，一座高大宽阔的高台，通身洁白如玉，四面墙墩上转着金色的古老铭文。灵玉高台上正中间立着一座9丈高的楼台，与底座高台为一体。楼台上有9条龙纹盘旋而上，古朴而又庄严。九龙烽火台，大夏王朝历代所有帝王的灵位都供奉在九龙烽火台之中，所以九龙烽火台是大夏皇族祭祀先祖英灵的地方。按照祖制，每年4月中旬举行一次祭祀大典，那位一心一意追求长生之道的一气三清帝也会在祭祀大典上出现。9匹青云驹拉着一座移动的小型道观，从瓮城北门进入。身披玄黑道袍，仙风道骨的皇帝站在龙辇前方，他的身旁的女国师美艳绝伦。随着龙辇停下，群臣见礼，臣等参见陛下。平身。女国师搀着皇帝的手，缓缓从龙辇走下。皇子公主们立于两旁，皇后则带领妃嫔们站在龙辇一侧。当皇后看到女国师妖娆的背影，那双眼眼中直冒绿光。该死的狐狸精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媚术，将陛下迷成这样。就连她当朝皇后，平日里想去清心殿拜见陛下都见不到。她跟所有人一样，也只有每年的皇家祭祀典礼才能见到陛下一面。皇帝先后在自己的子女身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最末尾的江宁身上。老九，是。江宁颔首。皇帝走到江宁身边，仔细端详，跟你母妃年轻时候一样清秀，10年游历倒是让你增添了些许不一样的气质。父皇过奖。皇帝轻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又走上九龙烽火台。文武群臣、皇嗣妃嫔，人人虔诚肃穆。皇帝长身玉立，抬起双手。大夏第15代君王江道然恭请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高宗景皇帝、玄宗武皇帝。大夏王朝国祚2000年，然而到江道然这一代也不过第15代。可这并非世俗王朝，而是先武王朝。太祖、太宗、高宗、玄宗这4朝便占据了大燕国祚的1200年。那位在位100年整，点燃了九龙烽火台的神宗灵皇帝，不过是第5代帝王而已。此后的700年间，大夏共有10位君主继位。若是按照前4位皇帝的寿数，到这一代可能也就6、7代而已。而当今皇帝已经在位60年，若是按照后10位的寿数，他
他的执政生涯已经到了末期，可他的年纪还没超过80。10进之后，每一进皆可突破阳寿的桎梏。11进可享阳寿120年，12进150年，13进200年，14进300年，15进可享阳寿500年以上。皇族将士的修为根骨都不差，13进以上的皇帝比比皆是，就连那位大夏王朝公认的第一昏君夏灵帝都有着14进的修为，而他却在年满200那年暴毙。也正是从他之后，大夏帝王再也无法享受突破境界所带来的延年益寿。此时，一道道神韵九龙烽火台上溢散而出，一时之间，和煦的微风吹拂整座天地，风云变幻，笼罩白玉京的乌云散去，天清日明。皇帝缓缓抬头望着烽火台，年年祭祀，可这座九龙烽火台终究还是镇不住大夏的国运。年复一年，灵气逐渐衰败，难道我大夏的气数真的只剩下3代了吗？皇帝神色凝重，江宁的目光眺望过去，饶有兴致地看着九龙烽火台以及从中溢散出来的神韵。那座烽火台中所蕴藏的先祖留下的伟力，貌似所剩无几了。这时候，江宁的目光瞟向瓮城墙根处，落在了一名玄甲卫士兵身上。有意思，终于要动手了。江宁余光扫过所有的皇子公主，会是谁呢？墙脚下，一名兵卒突然感觉到莫名的心悸，心跳瞬间加快，好似要爆炸。他浑身上下开始发痒，尽管他调转所有的元气压制，可感觉越来越浓烈。他有些扛不住了，身体慢慢不自然地扭动了起来。别乱动，否则回去了有你好果子吃。旁边的兵卒咬着牙提醒道。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好痒。兵卒说话的语气变得哆嗦了起来。兵卒听到袍泽的声音，突然由正常变得一片混沌，忍不住侧头看了过来。这一刻，兵卒双眼大睁，满脸惊恐。你这是？只见那兵卒脸上的皮肉开始皲裂脱落，很快又长出新皮，然后又快速皲裂脱落。不过转眼的功夫，那兵卒的脸换了好几次皮，脸上已经看不出人的模样。那双眼睛变成血红，眼神深处还有几分人性的挣扎，可正在被血红吞噬。你不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换个人来顶替我。兵卒说了一句话，但旁边的袍泽压根就没听明白他说了什么，只听到他的喉咙里发出囫囵不清的声音。兵卒转身就走，身体踉踉跄跄，突然倒地往前爬行，而他的身形随着往前爬行开始暴涨。转眼之间，兵卒身上的铠甲被撑破，只见一层接一层的黑色血肉带着一层漆黑的粘液从他身体里鼓了出来，他的口鼻里面不断往外吐着黑气，一股刺鼻的恶臭快速扩散。这时，这一排不少兵卒发现了异变，10几个兵卒扭头看着身后发生的这一幕，个个眼神惊骇。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变成了一滩怪物？那怪物从匍匐的姿势慢慢站起，他的体型根本就不是个人，没有规则的四肢和五官，就是一层接一层的黑色血肉堆叠而成，看起来十分瘆人。这怎么回事？快禀告大将军！那怪物突然停下身，定住了片刻，随后慢慢转身走向兵卒。兵卒们人人惊恐，连忙举起长戈刺向怪物。噗呲，几杆长戈刺入怪物体内，却完全挡不住，他仿佛天生神力，完全不受阻碍的前进。只见那怪物头部裂开一条缝隙，一口咬掉了一名兵卒的胸膛以上的位置。他嚼了一下，做了个吞咽的动作，紧接着直接一口将剩余的那大半具尸体直接吞下。旁边的兵卒们见状，当场就吓傻了，这究竟是什么怪物？那怪物就好像突然被激活了，身体上画出一根手臂，卷住正要转身逃跑的一个兵卒。救命！庄严肃穆的祭祀广场上突然响起一道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回荡在瓮城内。然而下一刻，那名兵卒已经被怪物整个吞进了肚子。怪物，快跑啊！兵卒都是入了境的武夫，可那怪物就好像吃点心一般，随口吃了2人，而且他们手中的长戈对怪物造成不了半点伤害。10几个兵卒直接转身就往广场中间的九龙烽火台跑去。那怪物手脚并用，速度极快，转眼之间就追上了好几个士兵，完全不规则的脑袋上不断的张开缝隙，就好像是小鸡啄米一般，将逃跑的兵卒挨个吞入腹中。而那怪物的体型已经膨胀到了将近5丈。九龙烽火台前所有人都看到了瓮城墙角发生的事情。起初绝大部分人都没当回事儿，多半是什么妖魔鬼怪想趁机破坏皇家的祭祀大典。京城中妖邪作乱的事情时有发生，并非特例现场那么多玄甲卫，不可能让一个怪物接近九龙烽火台。就算他能冲过来，在场的高级修士可不少，镇杀一个怪物而已，轻轻松松。玄甲卫的士兵反应很快，一名将官带着几10名兵卒快速包围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候，异变再次发生了，有越来越多的兵卒全身上下开始发痒，皮肤脱落，从身体里面钻出来一层一层的黑色血肉，瞬间撑破了铠甲，身形暴涨。离得近的兵卒根本就没反应过来，直接被怪物一口吞。反应过来的兵卒则对发生异变的怪物发起围攻。一名6境小将官提着一杆长枪冲杀向一只怪物，那怪物却没有任何躲闪，用身体硬抗一枪。那长枪从怪物身体里直接穿过，紧接着怪物身上张开一道巨大的裂缝。那小将官见状顿时惊恐万分，他连忙丢弃长枪，想借力往后跃开。可那怪物身上伸出一条粗长的手臂，卷住这名6境武夫后直接丢入身体缝隙当中。至于那些普通兵卒则根本就不是怪物的对手，正在被怪物不断的吞噬。而此时此刻已经有将近200名兵卒化成了怪物，疯狂的吞噬兵卒，不断的壮大。玄甲卫所有兵卒都已经出动，几十上百围困一头怪物，但相当于给怪物送口粮。而那些怪物的体型越来越多，最大的那一头已经超过了20丈。这时候身材魁梧的二皇子江月站了出来，大哥，你带人保护父皇和国师，老四你带刘瑾保护母妃和妃嫔，其余10境以上的跟我去镇杀那些怪物。话音刚落，江月一步跨出，便是数10丈之远。只见他高高跃起，一拳砸向体型最巨大的那怪物，怪物头部直接裂开裂缝，想要将迎面而来的江月一口吞下。砰！只听见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江月一拳爆发的恐怖怪力，瞬间将那怪物的身体打爆了一半。这时候皇长子看了看站在九龙烽火台上的皇帝，然后又看看其他人，最后目光落在了江月的背影上。老二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父皇面前表现了，接下来还会有谁呢？除非你现在破入第13境，否则你又能奈这些怪物如何？至于他的父皇，根本就不需要他保护。大皇子的手段只是对所有人的试探，他不会对自己的父皇下杀手。当然，以他现在的本事也杀不了。皇帝见江月一拳打爆一头巨型怪物，眼露诧异，微弱的元气波动，恐怖的神力。老二居然以纯粹武夫破入了第12境。紧接着，皇帝的余光又扫过在场每一位皇子以及妃嫔，有7、8名10境以上的强者跟着江月加入了战斗。几息之内，江月亲自锤爆了7、8头怪物，其他的高境界修士各自施展术法神通，斩杀了20、30头怪物。最令皇子们惊骇的还是二皇子看起来几乎毫无保留地表现他们的心思，跟此刻的皇帝陛下差不多，那就是老二有可能肉身成圣。江宁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这些怪物都是吞服了长春丹的人异变而成，然而这些怪物的力量还是超过了江宁的预估，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不多时，江月带着一众高手将场上所有怪物全部斩杀完毕。他用手背拍了拍粘在身上的腥臭粘液，沉声道：将这些东西清理干净，祭祀典礼继续。正当江月转身的一瞬间，背后传来一道恐怖的凉意，齐王当心！江月猛地回头，同时挥出一拳，瞬间震碎了眼前的空间，摧枯拉朽的怪力喷涌而出。只见他的面前站着一只比原先更加巨大的怪物，起码将近30丈，连中间那座九龙烽火台在他面前都显得渺小了起来。那怪物身形巨大无比，被江月一拳轰在下盘，被轰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怪物下盘不稳，直接朝着江月倒下，同时张开一道裂缝，寓意吞噬江月。江月眉头紧皱，神情大骇。在江月即将被裂缝吞噬之际，一道身影将江月撞飞出去。那人是个11境的武道修士，瞬间放出护体罡气，同时准备跳开。可下一时间，11境修士就这么被怪物连同护体罡气一口吞了。江月扫视一圈，只见被他打爆的怪物溅在四处的肉块正在飞速聚拢，这东西打死了还能凝聚到一起复活，连12境的实力也打不死。他的心头只挣扎了一瞬，然后赶紧朝着九龙烽火台飞奔而去。父皇，您快带其他人走。然后江月朝着所有人朗声道：11境以下统统离开，12境以上全部留下。这名以肉身入12境的皇子实力绝对远超13修士。所有人都看到了江月的表现，连江月都奈何不了那些怪物，那么现场绝大部分人都拿那些怪物没辙。现场终于引发了骚乱，境界不够高的文武百官以及妃嫔们争先恐后的朝着瓮城城门涌去，生怕走得慢了就得沦为那些怪物的口粮。父皇，您先走。江月见皇帝迟迟不动，着急忙慌地喊了一嗓子，可皇帝依旧站在九龙烽火台上，并未移动。皇帝眼神中流露出些许怒容，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敢在天子脚下作乱。江月重叹了口气，直接一步跨上九龙烽火台，站在了皇帝面前。父皇，
而陈护你周全。接着江月喊道：人呢？都死哪去了？慌乱的人已经离开了一半，剩下的还站在原地不动的，基本上都是深藏不露的。满脸焦急的江月以及其他一众不动如山的皇子，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人不动的理由很简单，祭祀大典虽然是礼部准备的，可名义上是由九皇子负责。事情越大，九皇子的下场也就越惨。而前不久有传闻说，九皇子已经入了14境，其他皇子公主们自然想一探究竟。有人急忙离开瓮城，又有数量众多的兵卒从几座城门涌入，数千人将九龙烽火台团团围住，手持长戈严阵以待。而领头者正是于天虎。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中一片瓦凉。这些巨大的怪物正在追杀吞噬玄甲卫的兵卒，偌大的广场上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遍地是鲜血，但是连一条残肢断臂都没看到，全被怪物吞掉了。难道这些怪物都是吃了长春丹的人异变而成的？想到这点，于天虎不禁想到了他麾下也有数百人吃了长春丹。四周的玄甲卫整整2000人，有1000多人被怪物吞噬殆尽，剩下的已经退到了中间，加入了金无畏的军阵。还存留的怪物数量没有一开始那么多，但每一头都巨大无比。这时候四周终于没有兵卒让他们追杀，他们开始涌向九龙烽火台布阵。于天虎怒喝一声，兵卒们举起长戈，发出震天喝声。退！江宁忽然开口轻喝一声，一道柔和的清风从江宁体内扩散，吹向那些正在靠近九龙烽火台的怪物。他的声音清清楚楚地落到周围所有皇嗣耳中，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柔和的力量穿透了他们的身体，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要后退的想法。真是言出法随。长公主感受到那股儒道独有的法力，美艳的瞳孔骤缩。难道老九真是14境如修，儒道圣人？他才20岁，怎么可能？清风徐徐吹过，然而并未对那些怪物造成半点影响，他们依旧在前进。转眼之间，怪物已经到了军阵面前。这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过来，江宁哪里会言出法随这种高深的儒道术法，不过是在故弄玄虚罢了。小贝，你喊一声退，他们便退吗？江宁发出疑问的声音，并未在乎旁边那人的讥讽。言出法随对这种怪物没有起到作用，应该不是没用，而是江宁释放的契机比较弱，而且这些怪物应该是处于被人操控当中，也是14境小手段而已，并不是什么惊天伟力。小贝，且看好老夫如何斩杀他们。说话的正是长公主的门客赵千和，前不久在江宁面前吃了瘪，被他蔑视，今日高低要在他面前露一手，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半步剑仙。赵千和纵身一跃，悬浮到半空中。剑来！洪钟般的巨响伴随着强大的剑意，如同惊涛骇浪扩散而出，席卷整座瓮城。那些怪物在这道声音和强大剑意威压之下，动作都滞缓了下来。14境剑修要出手了。只见在场所有佩剑者腰间的宝剑毫无征兆的出鞘，飞向空中。数百把剑层层叠叠，卷起一层接一层的剑气。那是鸿蒙剑宗的长老半步剑仙。好强大的剑意！这位老爷子的剑道造诣，怕是已经达到陆地神仙境界了吧？所有人见到这一幕，无不感叹14境剑修的强大。赵谦合手掐剑诀，随手一甩，几百把剑成扇形散开，剑意瞬间覆盖整座瓮城。鸿蒙开天剑，几百把飞剑化作一道道流光，裹挟着开山摧城之势，瞬息之间洞穿那几十只怪物的身体。转眼的功夫，怪物瞬间被飞剑撕成碎片。呵呵，还是得老夫出手。赵谦和手臂一甩，得意洋洋，数百把飞剑瞬间归鞘，无一差错。这一刻，兵卒们貌似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亲眼目睹一尊14境大剑修出手，这是何等的荣幸！刚刚齐王打了半天，才勉强将怪物们打碎，可赵谦和一瞬间就将所有怪物斩碎，相差2个境界，实力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赵谦和得意洋洋，目光落到了江宁身上，见后者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冷冷一笑：小贝，看清楚了吗？什么是14境剑修？什么是半步剑仙？老夫给你脸你不要，今后你求着老夫教你剑道，老夫都不教。江宁第一次见14境出手，确实有些兴致。14境在当今世道完全是不容小觑的存在。然而就在这时，那些4分5裂的碎片再一次在空中汇聚，只见一只巨手狠狠砸向悬浮在半空钟摆姿势的赵谦和。赵谦和感觉到不妙，扭头一看，连忙抽出腰间佩剑，一剑横斩而出，一道剑气将那只巨手劈成2半，剑气直冲天际。可那分作2半的巨手突然猛地向中间合拢，砰！赵谦和的上半身被怪物死死夹住，
层层气浪席卷。这时候情急之下，赵千和瞬间祭出法相金身，他正抬手压向夹住自己本体的怪物，可其他的碎片直接攀附到了赵千和的法相金身上，疯狂地啃咬了起来。很快，赵千和的法相金身上出现一道道缺口，他的真元正在移散。那些前排的兵卒人人抬头看着这一幕，统统傻眼了。14境大剑修竟然也无法杀死这些怪物，反而还被怪物反制了。赵千和无奈，迅速收回法相金身，祭出本命飞剑，在怪物身上破开一个洞后，仓皇逃出。等他退回之时，再次看向那些怪物，眼神中已经充满了恐惧。长公主殿下，这些东西不好对付，他们能吞噬本命真元。赵千和身上满是伤痕，赵千和应该是还有压箱底的本事没拿出来，但他只想装一下而已，并不想拼自己的老底子。14境剑修，就这。说话者正是江宁，语气一如既往的清淡，甚至带着些许嘲讽。赵千和确实装到了，但也没装几秒。花里胡哨，伤害性不大，侮辱性也半点没有。小贝，你行你上。赵千和满脸恼怒，刚刚江宁不就说了个退字吗？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儒道大修呢。你要是能将那些怪物斩杀掉，老夫给你提鞋。赵千和怒道，连他一尊14境剑修都杀不死的怪物，这个20岁的小辈能做什么？竟然还嘲讽他，就这，谁给他的勇气？你不配。江宁淡淡吐出3个字。小贝，你说什么？江宁真是不对死人不偿命，淡淡3个字直接让一名14境剑修破防。赵千和直接气炸，若非江宁是皇嗣，他现在高低要让江宁好看。这时候所有皇嗣见赵千和出手失利，便收起了看热闹的心思，纷纷重视起来。14境剑修杀不死的怪物，他们该如何应对？出手还是不出手？这是一个问题。别看老二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了一阵，可这家伙明摆着还藏着底。像老二这样表演，他们全都会，出手的意义不大。可真要露了老底，也未必是好事。巨大的怪物一头撞在地上，张开一条巨大的裂缝扑向军阵，震得地动山摇。那条裂缝即将把10几个兵卒一口吞下。变阵！于天虎厉喝一声，兵卒们尽管见了怪物心中惧怕，但依旧执行军令。失败民兵纷纷移动，将怪物团团围住，长戈刺入怪物体内，将其勾住。看起来好像怪物被控制了，可怪物肥大的身躯一抖，一大群士兵们被抛飞到空中。怪物直接摊开，上面露出无数道裂缝，想将落下来的士兵直接吞下去。这时候，赵千和腰间的佩剑毫无征兆的出鞘，宝剑朝前倒飞，一闪而逝，在空中留下一道凝固的剑气。只见空中突兀地出现一道漆黑的裂缝，那道凝固的剑气骤然消散，化作强劲的疾风肆虐。只见那些怪物就这么被疾风吸进了裂缝当中，随后裂缝消失不见，只有空气中残留的血腥气，能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战。枪！宝剑插入赵千和腰间的剑鞘，被怪物抛飞到空中的兵卒下饺子一般坠落在了地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赵千和身上。刚刚那瞬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剑意。剑斩虚空，利用剑气将怪物吸入虚空当中。赵老好手段啊，这就是半步剑仙吗？强！赵千和刚刚可没出手。除剑修之外，其他普通的修士起码要达到14境后才能悟出破虚空的神通，但这神通并非人人都能悟出来。剑修最容易展开虚空，只要能凝练出本命飞剑，哪怕只是11境也有可能破开虚空，但有一个前提，需要祭出本命飞剑才行。像刘瑾就会这门神通，但他是以无法提升境界为代价才得以获得这门神通，而且刘瑾只能勉强打开一道缺口，让自己藏身其中。刚刚破开的那道虚空横贯整座瓮城，可谓是惊世骇俗。而且赵千和就算能剑斩虚空，也无法展开那么大一道口子啊。最重要的，刚刚破开虚空的并非本命飞剑，再加上刚刚那道停留在空中实质化的剑气，最后爆发出来的力量极为精准，恰好只是将那些怪物吸入了虚空，却没有误伤在场任何一人。他赵千和要是有那本事，早就悟到进入15境成为大剑仙了。迎着众人的目光，赵千和有点尴尬，他的佩剑突然被人驾驭，而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出的手，简直离谱。这时候江宁开口说话了，这些东西虽然很弱，但有点意思，我先带回去研究1、2。江宁这句话是说给在场的某位皇子听的，他没有动用空心灵镜，不知道刚刚是谁在操控这些怪物，但他可以确认的是，此人就在其中，绝对是他的兄弟姐妹当中的一员。众人的目光又齐刷刷地看向了江宁，刚刚不是赵千和出的手吗？江宁这是什么意思？是他剑斩虚空，还有这些东西很弱。刚刚赵千和一剑将怪物斩碎，却没能将其杀死，
分明是极其难杀的东西，一般手段对这些东西根本就没任何作用。老九，刚刚是你动的手，你居然是剑修，不是赵老动的手。皇子们都有些懵，从刚刚那道剑气的威力波动来判断，老九怕是真的有14境，就算没有，起码也是13境，不然怎么可能横斩虚空？赵谦和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宁，居然是他，怎么可能是他？也只有赵谦和这位半步剑仙才知道刚刚那一手剑斩虚空意味着什么。不动用本命飞剑，轻松展开一条几里长的虚空裂缝，精准地操控剑气将怪物吸走。难道他是15境大剑仙？赵谦和突然脸发烫，老脸通红。光是从江宁刚刚露出的那一手来看，他赵谦和哪里有资格当江宁的师傅？人家的剑道造诣高他好几个层次，而他刚刚却还以为江宁在心里顶礼膜拜他的御剑术。他好像跟江宁讲了个笑话，而且一点也不好笑。父皇，祭祖可照常进行。江宁朝着高台上的皇帝沉声道：原来是朕的老九出的手，好好好，朕的皇儿有剑仙之姿。江宁刚刚出手的一瞬间，皇帝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至少13境的元气波动。皇帝面露欣喜，但眼眸却无比深邃。老九才20岁，至少13境，有可能14境，这是千年不遇的天骄。可其他皇子都藏着掖着，唯独老九毫无保留。他太想表现自己，太年轻了，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未必是一件好事。好，祭祖照常进行。皇长子的目光从江宁身上收了回来，本想多炸几个人出来，看看他们都藏着什么手段，然而却只有老二和老九出了手，一个快要肉身成圣，还一个13境以上。由此看来，当初江宁斩杀王忠，并非于是在故弄玄虚。那么皇长子就能确认，江宁现在已是14境。可这个14境又是怎么回事？不是如修吗？怎么成剑修了？看来他还是没摸清老九的底细啊。不过现在多半没有再让老九出手的机会了，等过一段时间再确定他的境界。现在该看看他那位追求长生之道的父皇到底藏得有多深了。就在这时候，只见九龙烽火台上溢散出一缕青烟，下一瞬间，一道金色的烈焰冲天而起，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璀璨夺目。九龙烽火台燃了，4尊伟岸的虚幻神像从天而降，落在瓮城当中，面向四方。江宁抬头朝着一尊神像看去，神像身披铠甲，一手扶刀，威严至极的面容，严肃而又霸气地望向皇城的方向，如同一尊守护神，随时要拔刀出鞘，守护延宕2000年的大夏王朝。太祖爷，江宁喃喃道。神像好像听到了江宁的声音，眼中闪过了一丝人性的光辉。这几尊伫立于世间的神像正在飞速消耗九龙烽火台尚存不多的灵气，内部已经开始皲裂。这时皇帝大惊，他不知道是谁点燃了九龙烽火台，也没时间再去思考。只转眼的功夫，皇帝纵身一跃，便祭出法香金身，竟然与那几尊神像一般高大。皇帝的法香金身抬手压向九龙烽火台，强行将金色火焰压了回去，却依旧有无数道金光从手指的缝隙当中钻出，璀璨夺目。请先祖归位。皇帝的声音空灵回荡在天地之间。片刻过后，那几尊巨大的神像缓缓消失，九龙烽火台的金色烈焰缓缓熄灭，皇帝的身影出现在半空中，缓缓降落，匍匐在地上。这一刻，皇帝微霜的须发变成了一片雪白，他好像真成了一名仙风道骨的道人。陛下，女国师快步上前，想将皇帝拉起来，皇帝却匍匐在地上没动。都退下，太极殿外候命，朕稍后自行回宫。国师转身面向众人，陛下有旨，所有人离去，太极殿外候命。众人先后离去，瓮城内只剩下皇帝一人。他缓缓爬起来，抬头看向九龙烽火台，眼神悲怆动容，而他的面容竟然变得异常苍老。九龙烽火台每点燃一次，都将大量消耗大夏王朝的国运以及姜氏皇族的气运。700年前，九龙烽火台烧了1天1夜，折损了将近3000年的王朝气运。夏灵帝以后，皇室的传承当中再无点燃九龙烽火台之法，只有熄灭之法。而且由太祖高皇帝所创造的绝世神功，被夏灵帝之后的夏仁帝封锁，不再往下传承。由于多代帝王都没修行这门功法，所以大多不知道为什么当今皇帝从20年前开始偷学了那门神功。神皇启示录。这20年间，皇帝的境界突飞猛进。5年前将神皇启示录修炼到第12层，跻身第14境，而他也终于发现为何夏仁帝禁绝这门有着通天伟力的神功。因为第12层是点燃九龙烽火台，请先祖英灵降世的唯一方法。若是大夏王朝遭逢劫难，先祖英灵可救大夏于水火。
而先祖每一次降世都将损耗国运以及姜氏皇族自身的气运。太祖高皇帝建造九龙烽火台，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把双刃剑。九龙烽火台已经经不起严重的消耗了，这也是夏仁帝禁绝神皇启示录的根本原因。他看到了九龙烽火台当中所剩不多的灵气，他看到了大夏王朝只剩200年的气运。可就算禁绝了神皇启示录，残缺的国运依旧不见恢复，日渐衰微。夏仁帝的行为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200年的光阴，不过弹指一挥间，大夏王朝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刚刚有人点燃了九龙烽火台，这说明皇族当中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人也偷偷修炼了神皇启示录，而且还修炼到了第12层。既然修炼到了第12层，那就应该能看清九龙烽火台的问题。可他为何还要点燃？难不成是想顷刻之间覆灭王朝，让他成为亡国之君？皇帝朝着九龙烽火台3拜9叩，强行渡进去一道自身气运后，起身离开瓮城。陛下回宫。太极殿前广场上响起一声宦官吆喝，所有等在广场上的皇嗣以及文武百官纷纷行礼。皇帝走上长长的白玉阶，转身面向众人。经历刚刚一事，皇帝已经从中年人形象变成了年老体衰之相，白发苍苍，轻轻飘扬。对一名14进修士来说，78岁便这般苍老，属实难以想象。皇帝往年只在祭祀大典露面，这是5年来第一次正式在太极殿外见文武百官。虽然他身着道袍，容颜苍老，可他的帝王气质却丝毫不弱于当年。皇帝神情肃穆，心思凝重，这些怪物从何而来，可有谁知晓？皇帝威严的声音响起：启奏陛下，于天虎出猎，近来京中出了个太平教，做出了一种名为长春丹的邪药，在京中传播。那些怪物多半是吃了长春丹一边来。皇帝沉默片刻，2件事：第一，查太平教；第二，封锁九龙烽火台瓮城，任何人不得靠近，违者诛9族。皇帝一甩袖袍，正要转身离去。陛下，臣有本上奏。这时有个大臣出列。此次皇家祭祀大典由梁王负责祭祀大典全部事宜，可是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古之未有。臣弹劾梁王故意破坏皇族祭祀大典，不仅有失职之罪，更有赐君之嫌，请陛下明察。弹劾者是右都御史，官正3品。于天虎一听，直接就跳了出来，简直是荒谬。祭祀大典一直是礼部在布置，而礼部上下所有官员自始至终就没向梁王殿下禀告过任何进度。真要追查，也该查礼部所有官员。礼部几位大臣闻言，直接跪伏在地，不敢言语。他们也完全没料到祭祀大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甚至连九龙烽火台都被点着了。陛下若是追责，他们谁都跑不了。江宁心中叹了口气，于天虎好像有些长进，但又好像完全没长进。天虎，掌嘴！江宁淡淡道。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掌嘴！群臣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江宁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右都御史掌嘴，陛下都没说话呢，他凭什么？梁王如此蛮霸不讲理。右都御史满脸怒容。这时候于天虎已经走了过去。于天虎，你一个武官，你敢？于天虎抬手一巴掌扇了上去，那右都御史抬手抓住了于天虎的手腕。你！于天虎直接抬腿一脚正中右都御史的腹部，将其踹得倒飞而出，正好穿过人群缝隙，摔到了广场上。于天虎2步跨过去，揪住右都御史的衣领子，抬手几个大嘴巴子呼了上去。啪啪！谁给你的勇气还手？谁也没想到于天虎竟然真的敢对大臣动手。原本在朝堂上失了势的于氏，难道又要重新站起来了？还有人要弹劾本王吗？江宁冷清的声音传到了所有人耳中。原本想跟着右都御史说2句的一些人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看起来极尽薄凉的梁王未免过于霸道了些，才刚刚封王爵就在朝堂上对大臣动手，这种事情自从大夏立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梁王，你凭什么打人？那右都御史丢了脸，心生不爽，爬起身来指着江宁怒道。江宁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道：是你说本王蛮霸不讲理，既然你骂我蛮霸不讲理，那我总不能被你白骂吧？你简直是……右都御史本想说昏庸无道，可这么说貌似不贴切，江宁又不是君主，但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你简直目中无人，目无王法，目无君主。本官可是督察院右都御史，有弹劾之权。本官的弹劾并非空穴来风，你分明就是心虚，想以暴力来压迫本官。休想！除非你将本官赶朝堂。右都御史大怒道：哦，那就成全你。刘瑾！江宁淡淡喊了一声：殿下，老奴在。
恭敬站在一旁的刘瑾闻言，立马走了出来，将右都御史扔出城天门。江宁淡淡道：“遵命。”这下群臣彻底傻眼了。右都御史可是灵州卢氏的人，是传承1000年的世家大族。今日江宁当众打了右都御史的脸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将他扔出城天门，这是对整个卢氏赤裸裸的羞辱。如今大夏是什么情况，群臣心知肚明。若非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这大夏的天下早已分崩离析。江宁如此霸道，当着皇帝陛下的面就敢擅自下令，这是想跟卢氏彻底撕破脸皮。刘瑾走了过去，那右都御史指着刘瑾怒斥道：“阉狗，你敢！实在是抱歉，奉九殿下之命行事。”陛下，陛下！右都御史忽然朝着皇帝急声喊道：“老臣可是两朝元老，您不能这样羞辱老臣，否则您不如让老臣去死。梁王如此霸道不讲理，将来还有谁敢在朝堂上直言不讳？请陛下明鉴，为老臣做主。”皇帝眉间微蹙，没有说一个字，只是严肃地看着。老东西，废话真多。于天虎趁右都御史不注意，一拳砸在其门面上，将其砸翻在地。刘瑾抓住右都御史的一条腿，往太极殿广场外走去。右都御史喊冤的声音回荡在整座广场上，直到消失。皇帝依旧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江宁开口说话了：“我不反对弹劾，如果没有任何证据的弹劾都是污蔑。”冷清的语气处处不容许任何质疑的霸道。文武百官都是第一次认识江宁，但结合江宁杀了王忠一事来看，这确实符合江宁的行事风格。连皇嗣们见了江宁的行为都有些诧异，难道是江宁成功杀了王忠之后膨胀了？宦官都是皇族的鹰犬，是以牺牲自己传宗接代为代价换来的实力和权力。虽然王忠是13进大修，但他是个宦官，跟灵州卢氏这种世家大族完全没有可比性。皇帝见群臣再也没了声音，看向江宁：“老九，祭祀大典一事，你多少有些责任，你全权负责调查此事，将功补过。儿臣遵旨。”皇帝说完后转头离去。对江宁的行为他完全没表态，他这皇儿跟他一样，起码有14进的修为，没有绝对的实力，则需要靠外戚，靠世家大族才能站稳脚跟。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浮云。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皇儿今年不过20岁。想到这一点，皇帝那份担忧又重新出现。老九，你还是不懂得隐忍，锋芒暴露的太早了些。就算你有14进，这世间比你强的多的是啊。皇帝走在前往清心殿的路上，皇后疾步跟在皇帝身后。皇后看着皇帝的满头白发以及苍老的侧颜，眼眸流转着别样的神色。皇后，皇帝主动开口说道。皇后受宠若惊：“陛下，臣妾在，有事陛下请吩咐。朕打算立储君，并让其监国，你觉得谁最合适？”皇帝淡淡问道。啊，这后宫不得干政，臣妾更不会干涉陛下立储一事。皇后小声道。不得干政。皇帝听到这话，心头都发出了冷笑。不过皇后干政一事，还真谁能完全怪他？谁让他这个皇帝陛下当起了甩手掌柜呢？老大如何？皇帝不理会皇后，直接问道。老大他为人谦卑，礼贤下士，有贤君的潜质。皇后直接回答道。哦，其他皇子呢？皇帝问道。老二为人阳刚善断，行事风格雷厉风行，而且在武道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老二监国定能镇服八方。皇后回答道。皇帝轻轻点头。皇后又说道。老四足谋略，遇事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擅长权衡之道。若老四监国，定能使朝堂更加稳固，国运更加昌盛，可不是吗？你将你那3个宝贝儿子都提了出来，谁不适合当太子？这3位皇子都是皇后亲生。没了？皇帝问道。老三为人亲和，体恤平民百姓，深谙民情，与民同苦同乐，向来奉行君亲民重，行仁义之道，有人君潜质。皇后顿了顿，接着说。老五想法多新奇，向来抱有革新的志向，若是老五当储君，可使王朝标新立异。老六，皇后列出了每一位皇子的优点。皇帝心中暗自吐槽，老大一个好端端的皇长子，各方面天赋都不错，可不知道练了什么邪魔歪道的功法，把自己练得阴气沉沉，在你口中成了谦卑。老二有吴勇，以纯粹武夫进12进，可把自己的脑子也练成了一根筋，除了一点小聪明之外，整日就想着监视别人，在你口中能镇服八方。老四足谋略，还擅长权衡之道，什么独到的见解，不都是老祖宗用过的那一套？大夏王朝可不是800年前不需要中庸守旧的君主。至于老三，满脑子男男女女的事情，
整日偷摸在民间搜罗美人。老三府上的美人简直比他这个皇帝的后宫妃嫔还多了不知道多少倍。你管这叫与民同乐？那谁最不合适？皇帝突然问道。老九最不合适，刚刚陛下也看见了，老九狠辣无情，专横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利于他的生意。他刚刚回京，不仅杀了王忠，还杀了威远侯全家。就在刚刚，不顾及卢氏的颜面，将右都御史扔出了皇城。老九若是上位，必定会成为昏庸无道的暴君。皇后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其实皇帝自己对这个最小的皇子也没太深的了解，他只记得老九从小就展现出了超乎寻常人的成熟。10岁之前，不是在皇家藏武阁，就是去皇家藏武阁的路上。同龄人喜欢的玩乐把戏，他好像一样也没碰过。既然皇后这么说，那么皇帝懂了。老九最合适当处军监国。九龙烽火台发生异变一事，很快传遍了全城。紧接着，梁王府再发通告，服用长春丹有发生异变的风险，所有服用了长春丹的自行上报。一时之间，城内人心惶惶。但是事情交代的越清楚，反而越是没人自行上报。他们怕自己变成怪物，又或者没变成怪物之前就被抹杀。群臣在太极殿广场上逗留了片刻，便慢慢散去。而这位九皇子之前上朝都不显山不露水，可今日却给群臣留下了一个极为霸道的印象。他听不进半点逆耳的言论。天虎，跟本王来。走在广场上的江宁淡淡说了一声。在众目睽睽之下，江宁面前不远处出现一道虚空裂缝，江宁不急不缓地踏入虚空，于天虎立刻跟上，虚空裂缝消失。有一部分大臣并未看到刚刚瓮城内江宁一剑展开虚空的场面，现在他们看到这一幕，可谓是目瞪口呆。梁王这是什么手段？随意破开虚空？你刚刚是没看见，梁王一剑展开了一条横贯瓮城的虚空，将瓮城内出现的怪物全吸了进去。什么？一剑展开虚空，还横贯瓮城？瓮城有几里的长啊？难道梁王是大剑修？破开虚空不都需要施展神通吗？梁王刚刚明明什么也没做啊！江宁和于天虎一前一后站在一片虚空中，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深邃的幽青。于天虎的内心生出一阵心悸，就好像这片虚空当中随时会有怪物钻出来将他一口吞掉似的。两人面前不远处有几团形状不规则的物体移动着，正是那些怪物。两人一出现，那些怪物瞬间铺天盖地而来，身上裂开一道道裂缝，争先恐后的要吞掉两人。殿下小心！于天虎下意识地提醒了一声。破！江宁发出一声低沉的喝声，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喷涌而出，只见其中一只巨大的怪物如同尘土一般，顷刻间在虚空当中烟消云散。原本江宁以为这些诞生于天道规则之外的活物言出法随杀不死，原来并非如此，而是江宁释放出来的契机不够大。刚刚他只是想试探一下，结果用力过猛了。于天虎见状咽了口唾沫。殿下好强，陆地神仙的实力简直强得离谱，那14境都无法轻易杀死的东西，殿下只一个破就轻松干掉一只。其他怪物也不是完全天不怕地不怕，死了一只同伴之后，他们行动的速度滞缓了一瞬，然后朝着反方拼命逃去，生怕跑慢了就得跟刚刚那只怪物一样，死得连渣都不剩。不过这片虚空当中就好像有一堵无形的墙将他们挡住，他们在这片虚空当中左冲右突，不断的碰壁，但就是不敢接近江宁。殿下，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于天虎小声问道。一种阴邪的力量生命体，没有灵智，它们能吞噬骨血和神识，使自身力量成倍增长。它们能受人控制，但这片虚空与外界隔绝，所以它们只剩下了吞噬的欲望。江宁动用契机查探1、2，接着说道：这不是他们的本来面貌，如果本王没猜错，他们应该是被人服下后吞噬了人，才能化作现在的模样。那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模样？于天虎疑惑道。看看，江宁的面前凭空出现一小团黑色火焰，飞向一只怪物。那怪物显然意识到了危险来临，左冲右突的速度更快。很快，黑色火焰落在了怪物身上，硕大的怪物身上腾升起一股黑色烈焰。虽然这些怪物也是黑色，可于天虎能轻而易举地分辨怪物和黑色烈焰的区别。那怪物开始缩小，逐渐变成了一团黑色的东西，然后缓缓飘到江宁和于天虎面前。这一团只有拳头大小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肉，上面裹着一层粘液，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就好像臭鸡蛋。于天虎完全看不明白江宁这一手蕴藏着什么通天神力，他只知道不明觉厉。殿下，这又是什么？于天虎打量着黑肉问道。不知。江宁前20年所看的书都是以各种武学秘籍为主，看过的典籍不算多。他能动用神力将这怪物复原，但并不清楚其出处。
它本来应该没什么危害，可被人吞下就成了危害。这东西的本质与病毒有异曲同工之处，病毒本身无法从外部对生物造成伤害，只有进入宿主身体才会对宿主的身体进行破坏。这东西被人炼化之后，就成为了人手中的武器。原来如此，于天虎似懂非懂的点头，去带一个吃了长春丹的兵卒来见本王。江宁淡淡说着，面前出现一道通往外界的裂缝，两人先后跨出，已经到了梁王府。于天虎左右看看，深感虚空漫步的玄妙之处。前一刻还在皇宫，现在就已经回到了梁王府。他于天虎也是一位和陆地神仙漫步虚空的人物了。不久后，于天虎将王武带到了梁王府，参见梁王殿下。王武郑重行礼，江宁只看了王武一眼，便发出了疑问的声音。王武的体内就藏着一道随时要爆发的阴邪之力。江宁本想动用一点小手段，将兵卒体内的阴邪之力拔出，这种东西对江宁造成不了任何威胁，可对10境以下的武夫和普通人却相当致命，一旦被吞噬，就会被瞬间同化。而这股阴邪之力已经和王武的神识融合到了一起，若是江宁强行拔除这股阴邪之力，同时也会将王武的神识一同抹除，造成的结果就是王武从今往后成为行尸走肉一样的活死人。现在有数不清的老百姓着了道，意味着京师藏着无数定时炸弹，只要对方按下爆炸键，将在京师内掀起一阵血雨腥风。天虎，马上去请12位所有统帅来王府见本王。遵命。记住，是请。江宁要在将隐患除掉之前封锁京师，顺便铲除一拨人。早朝后，右都御史卢正林无比气愤，他们卢氏在大夏王朝延宕1000年，有头有脸，什么时候遭人如此欺负？就算江宁是皇族，也得考虑考虑卢氏的地位才行。卢正林来到一座府邸前，黑着脸走了进去。御史大人道：你家将军可在府上？在的，大人这边请。卢正林来到一座空旷的庭院，里面一位身材健硕的中年男人正手持一柄坡刀，教几个年轻人练武。此人是卢正纯，官拜龙骧卫大将军，官正2品京师12位，不包含宫廷禁卫，其中也有等级高低之分。龙骧卫属于第1位，统领兵卒2万，除皇城之外，其他京卫所管辖之处，龙骧卫都有权管。龙骧卫的权力比其他11位要高一级，而于天虎所管辖的金吾卫在12位当中是垫底的存在。于天虎的官职不过从3品而已，比龙骧卫大将军低一个半品质。卢正纯和卢正林2人不是亲兄弟，而是同字辈的族兄弟，他们不是外戚，属于氏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氏族对江氏皇权的危害不比外戚低。父亲，正林叔来了。一年轻人提醒道。正林，你脸怎么了？卢正纯立马转身，便见族对黑着一张脸，脸上有明显的淤青，多半是被人揍了。今日皇族祭祀大典上出了事。卢正林先是大致说了一下九龙烽火台瓮城的事情经过，然后满脸愤慨。陛下在太极殿外召见群臣之时，我弹劾救皇子江宁故意破坏祭祀大典，有刺君之嫌。那江宁那王八犊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居然让于天虎那个小杂碎抽我嘴巴子，甚至还让刘瑾那条阉狗将我丢出了皇城。卢正林气急败坏，那是打我卢正林的脸吗？那是打咱们灵州卢氏的脸。江宁那小王八犊子完全没将我们灵州卢氏放在眼里。有关梁王江宁的一些事情，卢正纯有所耳闻，比如江宁杀了王忠，这事儿卢正纯也没放在心上，一条13禁的阉狗而已，被皇族抛弃的下场就只有一个死字，多半是于是被打压久了，所以把江宁搬回了朝堂，想要抬一抬头，抖一抖威风。然而如今的于氏算什么？处处被打压，等他们那半条灵石矿脉也丢了之后，整个于氏就是外戚和氏族砧板上的鱼肉，简直岂有此理。卢正纯将坡刀狠狠地杵在地上，发出一声炸响，定是于氏想夺权想疯了，想对我卢氏下手。就于氏那点底蕴，别说跟我们卢氏斗，他就是跟昭氏一个分支斗，都斗不过。卢正纯满腔愤慨，那什么梁王竟然如此嚣张，敢打郑林叔的脸？难道他不知道郑林叔是右都御史，不知道郑林叔是卢氏族人？一年轻人愤慨道：我看那江宁是得了失心疯，才当上了亲王，就急着显摆。另外一个年轻人怒道。这时候一仆从进庭院禀告：大将军，于天虎于将军求见。于天虎，叫他进来。卢正纯冷声道。这时候于天虎来做什么？卢正林一头雾水。呵呵。卢正纯冷笑2声。今日江宁让于天虎打了你的脸，定是怕了我卢氏的权威，特地让于天虎前来赔礼道歉。卢正纯冷冷说道：你江宁不就封了个梁王吗？你身边就一个于天虎，此外你还有什么？明面上打我卢氏的脸面，
背地里想道歉门都没有。卢正淳愤愤地想到，父亲说的不错，定是那江宁回去后查到了我卢氏的强大，所以派人来低头认错。年轻人说道：对，定是这样。另外一个年轻人深表认可。卢正淳闻言，脸上露出了傲娇的神色。除了这种可能，难道还有其他可能？这时于天虎进入庭院，只见卢氏几人用愤慨的目光盯着于天虎看着。于天虎瞥了卢正林一眼，后者便想到于天虎那一记窝心脚以及几个大嘴巴子，脸上火辣辣的疼。于天虎见几人目光不友善，还是随意拱手施礼：卢将军，梁王殿下请你到王府议事。于天虎说道。卢正淳心想，自己估计的果然不错，江宁那小王八犊子就是想在文武百官面前表现一下而已。现在他知道错了，所以特地派于天虎来请他去梁王府，好亲自给他端茶赔礼道歉。可他卢氏的脸面都被打了，怎么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过去？请本将军去梁王府议事。卢正淳脸色阴沉。是。于天虎想了想，回答道：王爷是这么说的，还重点强调了一下，要说请梁王想给我们卢氏道歉，可以让他亲自来本将军府上给本将军端茶认错。想让本将军去王府，门都没有。卢正淳冷声厉喝道：于天虎，你脑子有什么问题吗？王爷说请你去梁王府议事，怎么到你这里成了要给你卢氏道歉了？还想要梁王亲自登门给你一个13进端茶认错，你怕是也吃了长春丹，把脑子给吃坏了。于天虎心中疯狂的吐槽。王爷说。于天虎才张嘴说话，立马被打断。说什么说？本将军的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滚蛋，否则本将军亲自送客。卢正淳厉喝道。你真不怕得罪梁王殿下？于天虎双眼微眯。得罪梁王殿下？一个20岁的亲王，他怕个鸟甚？还有，现在到底是谁得罪了谁？你梁王想给我卢氏道歉，还想让我屁颠屁颠去王府以德报怨，可能吗？别给脸不要脸，滚蛋！卢正淳怒斥道。于天虎一想，这老东西肯定脑子出了问题，请不动卢正淳，于天虎也没办法。谁让于天虎只有10进，而对方已经13进了呢？不然他高低拧着卢正淳的后脖梗去梁王府，我会回去禀告梁王殿下。于天虎说完转身走了。若是梁王真的莅临你卢正淳的府邸，就凭你卢正淳接得住梁王的架吗？郑林叔，你的事情我们父子定会帮你讨回公道。对，郑林叔，我们定让江宁将来低头做人。卢正淳见自己2个儿子这么有出息，满意的捋了捋胡须。然后于天虎又去其他将军的府上请了一圈，非常意外，这些大将军貌似一个也不怕梁王，无一不是拒绝。有的人靠山比较大的拒绝的非常干脆，有的靠山比较小的则拒绝的非常委婉。这事儿于天虎仔细一琢磨，其实也明白为什么。这时候12位的将军去梁王府，哪怕他们没有加入梁王府的想法，其他人也会将他们划入梁王府的势力范围。别看皇后给江宁封了个亲王，谁都知道皇后绝不想让江宁好过，而他们一个个都不想站在皇后的对立面，因为他们觉得将来最有可能继承地位的一定是皇后3个儿子当中一个，不管是谁登基，皇后都会成为太后。等于天虎去请了一圈回来，天色已晚，他来到梁王府，发现江宁不在府上。等到天黑之后，江宁终于回来了。启禀王爷，末将下午出去请了一圈，却没一人愿意前来梁王府。还有那龙骧卫大将军卢正淳气焰十分嚣张，甚至还说什么要让王爷您亲自去他府上给他端茶道歉。他还说于天虎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江宁依旧没有半点神情变动。这样的结果他已经猜到了，那些人都不想跟他站在一个阵营，不想被皇后仇视，所以他一下午并没有在府上干等着，而是进了一趟宫去阅览了一些古籍。摆驾，卢府。江宁淡淡道。遵命。于天虎今日看了一下午冷脸，正憋着一肚子火。卢正淳身为12位之首，仗着自己有灵州卢氏撑腰，眼高于顶，目中无人，更是让他感到气愤。出身世家大族的13进就能为所欲为了，现在九殿下亲临你卢府，看你这老贼如何应对。车驾行至卢府大门前停下，江宁下了马车，步入前庭。梁王驾到。卢正淳还不快出来接驾。于天虎朗声厉喝，声音传遍整座恢宏大气的府邸。不多时，卢正淳便来了。他光着膀子，手执一柄朴刀，出现在台阶上。朴刀杵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一双鹰目直勾勾地盯着江宁，威风凛凛。他就这么站着，居高临下，完全没有要参拜的意思。江宁来他府上，必定是为了打了卢正林之事，前来赔礼道歉。敢得罪卢氏，他今天必定要好好给江宁上一上嘴脸。见到梁王，为何不拜？
于天虎朗声道：“是。”卢正淳发出不屑的声音：“拜你，你也配？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而已，还轮不到他卢正淳参拜。辱没我卢氏声威，还想让老夫行参拜之礼？当我卢氏是什么？是一条阿猫阿狗都能踩一脚？”卢正淳冷声道：“这老东西果然脑子有病，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上一个让梁王亲自莅临的，全家一个都不剩了，胆敢不敬当朝亲王！卢正淳，你好大的狗胆啊！”卢正淳眉头一皱，释放出一道强大的气机。于天虎下意识地拔刀，指着卢正淳怒道：“你想做什么？造反！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黄口小，今日老夫就替你于氏的长辈来管教管教你这出言不逊的小辈。江宁到底是皇族，卢正淳直接跟江宁动手的话说不过去，但他可以当着江宁的面好好教训教训江宁这条走狗，这跟骑在江宁的头上拉屎拉尿没什么区别。”就在这时，轰！一声惊天巨响，地动山摇，尘土席卷而起，瞬间将卢正淳淹没。卢正淳完全没反应过来，吃了一嘴尘土。他抬起坡刀一挥，斩出一道刀罡，尘土冲天而起。卢正淳回头一看，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座巨大的府邸被夷为了平地，不是房屋倒塌，是字面意义上的夷为平地。整座府邸包括围墙直接被压扁了。放眼望去，整座府邸的轮廓丝毫未曾改变，可成为了一张鸟瞰平面图。然而在江宁动手之前，他压根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而且他都不知道是谁动的手，他甚至都不知道整座府邸现在只剩下了卢正淳一个活人。至于其他人，包括卢正淳的妻妾儿女，都被江宁那一击直接给打成了二尾。卢正淳见状勃然大怒，只不过一瞬间，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家给拆了。究竟是谁这么大的狗胆？站出来！卢正淳一摇坡刀，脸都气得扭曲了，可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无能狂怒。于天虎用看傻缺的眼神看着卢正淳，竟然还敢口出狂言，辱骂王爷！是你？卢正淳死死盯着江宁。是啊，你好大的狗胆，找死！卢正淳彻底上头，扬起坡刀，不管不顾地朝着江宁斩去。然而江宁不躲不闪，可卢正淳见江宁不动如山，头脑忽然有些冷静了下来。他13境巅峰，要是一刀真将梁王劈成了两半，该如何是好？打杀一名亲王，他卢氏的政敌绝对会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然而卢正淳已经收不住刀了，先是猛烈的刀罡如泰山压顶，砸在江宁头顶，紧接着卢正淳的刀重重地劈砍在了江宁头上，准确地说是砍在江宁头上3寸之处。砰！一声巨响，江宁纹丝不动，反倒是江宁身后的于天虎完全没能稳住身形，被卢正淳刚猛的刀罡逼得后退好几步。他不是不想出手替江宁挡刀，而是他与卢正淳的差距过大。但转念一想，王爷是什么人？那可是陆地神仙，区区13境，一刀能奈梁王何？估计连一根毫毛都伤不到梁王。这时候卢正淳的眼珠子逐渐瞪大，刀锋与江宁的头顶还有好几寸的距离，那是护体罡气。卢正淳忽然觉得自己先前的担忧多余了，他堂堂13境大修，竟然没有破开江宁的护体罡气，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双方境界相同，卢正淳斩出一刀，对方不躲不闪，那绝无可能。而卢正淳丝毫没有撼动江宁，这意味着江宁的境界在他之上。他死死盯着江宁的双眼，只见对方眼中貌似闪过几许失望，就好像在嘲讽他这一刀太弱。江宁一动不动，可卢正淳突然心生恐惧。这一刻他脑中闪过很多念头。一开始他还以为江宁请他去王府是想跟他卢氏说和，给他赔礼道歉，现在江宁亲自上门，他还打算给对方上嘴脸，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笑话。可这位大夏王朝最年轻的皇子也才20岁，难道达到了14境？你敢杀我，卢氏不会放过你的。我卢氏可是有一尊陆地神仙。他并未从江宁眼中看到杀机，可他就是彻底的恐惧了，所以才突然放狠话。最后一个仙字只说到一半，卢正淳的脑袋就飞了起来。只见卢正淳的神识直接出窍，朝着天际之上飞去。他根本没想到江宁真敢杀他，甚至连陆地神仙都不怕。可他现在愈发的恐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江宁做了什么，脑袋就搬了家。这种手段简直是鬼神莫测，令人防不胜防。然而下一瞬间，卢正淳的神识也消散在了空中。原本江宁都没动杀心，卢正淳这种人个性如何，实力如何，背景如何，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哪怕他是陆地神仙，一脚将他死死踩住，让他变成一条乖乖听话的狗就行了。莫名其妙的威胁我，
那就不能白白被他威胁。你看我敢不敢杀你就完事了。王爷，您刚刚怎么出的手？于天虎一愣一愣地问道。于天虎见过江宁出手，第一次在苏府动用无相魔功，瞬间将9名小宗师物理冰解；第二次就是在皇族祭祀大典上，一剑展开横贯数里的虚空裂缝。前2次于天虎都看出了些许端倪，可这一次他完全没有看明白。刚刚江宁做了什么？杀人总得出手吧？实在不行，总得动用元气吧？但刚刚江宁身上连半点元气波动都没有出现，自始至终也就用护体罡气挡了卢正淳一刀而已。然后卢正淳的脑袋就搬了家。对付这种土鸡瓦狗还用出手？于天虎恍然大悟，他忽然想了起来。尽管江宁之前几次都出了手，然而他就是这么站着不动，甚至连手指都没抬一下。如初这就是陆地神仙。江宁缓缓转身，拿着卢正淳的人头去请其他10位的统领。末将遵命。江宁离去后，于天虎将卢正淳的人头捡起来，正要离去，忽然想到了什么。卢正淳这老东西有3妻4妾，府上总共上百人，这么多人呢。于是于天虎又转身走了进去。这时候于天虎才发现地面平的就跟刀削过了一般，踩在上面甚至有点脚滑。卢正淳的府邸好像成了一幅写实画，屋顶、树冠、围墙、假山，甚至连池塘都没有改变大小。走着走着，于天虎就看到府中的人。这些人就好像是贴在画像上一般，不能说像人，只能说栩栩如生，只是有的人明显只剩天灵盖，还有肩膀，就好像他们站在脚下，换一个角度就能看到他们的脸。他还看到几个正在练武的人，还有府上养的宠物，越看越是觉得离谱。这些人怎么就跟画上去的一样？这究竟是什么手段？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于天虎想不明白，也不敢再想，赶紧拎着卢正淳的脑袋离开了卢正淳府邸。于天虎来到一座府邸大门前，直接跨入前庭。梁王殿下请钟将军到王府议事。你不是来过了吗？本将军说了不去，你请回。信中的将军面露不爽，这梁王怎么回事？让于天虎请1次不行，难道请2次就行了？这时候钟信将军看到了于天虎手中的东西，那是一颗人头，定睛一看，不正是卢正淳卢大将军的项上人头吗？这信中的将军见状，顿时脸色大变，连忙小跑到于天虎跟前。于将军，卢将军这是怎么了？信中的将军脸色好看了很多。于天虎拎着卢正淳的人头上来再请，明摆着是最后通牒。卢正淳这蠢货让王爷亲自上他家去请，王爷去了，但有些生气，就把卢正淳的人头拿了，全家杀了。嘶！钟信将军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且不说卢正淳是13境大修，光是他背靠灵州卢氏，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就不是朝廷能随意拿捏的对象。结果于天虎却说王爷有些生气，还杀了卢正淳全家。重点是王爷亲自动的手。传闻梁王是14境的事情，竟然是真的。江宁连卢正淳都说杀就杀，更别提其他人。钟信将军一时心生恐惧，连忙陪着笑脸说道：我这就去梁王府拜见王爷。于将军，请你跟王爷解释一下，就说我今天不是不去，而是白天有事情忙，耽误了。知道了。于天虎转身就走，看来还得是手上拿着一些威胁才管用。于天虎快速走了一圈，12位的统帅陆陆续续赶到梁王府。王府前堂，江宁坐在主位上，他脚跟前不远处放着卢正淳的人头。于天虎手扶佩刀，昂首挺胸地站在江宁身旁，威风凛凛。对这些统帅来说，他们确实不想来梁王府。今晚踏进梁王府大门，就有了站对梁王的嫌隙，容易被政敌针对。其中有的是其他皇子派系的还好一点，他们回去可以解释解释，可那些中立派就完全说不过去了。只是对他们来说，今晚不来也得来，他们谁都不想被梁王一掌拍扁。所有人都偷偷打量着这位几乎未曾谋面的亲王。他端坐在堂上，身上并没有任何威严散发，但那份皇族的尊贵气息却又好像刻在骨子里一般。只看他一眼，他淡漠的神情就能告诉你什么叫做高高在上的天皇贵胄。你们要清楚一件事，江宁淡淡开口，你们手中的权力皆来自皇权，谁敢违抗皇权，本王就收了谁手中的权力。谁赞成，谁反对。卢正淳血淋淋的人头就在江宁脚跟前摆着，谁敢反对？就算反对，谁也不会蠢到当着江宁的面直接说出。都哑巴了，不会回话。于天虎冷声道：王爷所言极是，我等从未忘记天恩。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回答着。等众人逐渐安静下来后，江宁淡淡开口：从即刻开始，京师12位皆听命于本王，你们背后有主子的，回去知会一声。不愿意为本王效力的，现在可起身离去，本王绝不勉强。但从今往后，
本王会革除你们手中所有职权。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梁王一句话，直接就要统帅12位。若是放在平时，这就好像是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封的是亲王，不是继承了大统。其他皇子们争权夺利，拉拢亲信，好歹有些好处或者有许诺，但梁王轻描淡写的态度却又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强势，这样就显得其他皇子们的序礼都是在过家家一般。而且自从立国以来，12位各司其职，从没有归一位亲王统一指挥的先例。江宁的言行等同于将自己放在了君主的位子上，对江宁来说本就是如此。他现在要用这些人，这些人就得听命于他。什么勾心斗角，他没那闲工夫。至于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地位，根本不重要。哪怕他就是一个丝毫不起眼的草民，只要他有这一身通天的本领，他就不需要处心积虑。谁不愿意还想尸位素餐？那对不起，本王直接送你走。怎么？一句话需要梁王殿下说2遍？于天虎在一旁提醒道：“臣等愿听从梁王殿下调遣。从即刻起，你们10人分别镇守京师36座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违令者斩。”遵命。众人齐声回答。散了。众人起身行礼后退出王府大堂。江宁召他们前来，就只为这一件事。王爷，这些人各怀鬼胎，表面上顺从，背地里绝对阳奉阴违。于天虎担忧道。知道。江宁淡淡回应。发布通告，所有服用过长春丹者一律视为邪教徒，梁王府将对其斩草除根。是否发动金吾卫所有人搜捕邪教徒？于天虎问道。只发通告，可带人巡逻，不动手。江宁解释道。遵命。从目前看来，对方已经掌握了比较强大的力量，但并未在城里发动恐怖袭击，只在皇族祭祀大典上用过这手段。这足以说明对方有着很明确的目标。对方觉得不是为了搞邪教或者恐怖袭击才炼化出这种丹药。目前已有数万人辐射长春丹，江宁自然不可能对普通人挥动屠刀，能救他们自然是最好，免得生灵涂炭。万一救不了，只能说那些人命该如此。江宁抬起手掌来，只见一道银白色的光团飞起，穿透了穹顶，浮上天际。银白色的光团化作点点流光，消散在天地间。整座京城已被他下了数道禁制。然后江宁连夜前往皇宫，进入藏经阁，翻阅古籍。时间缓缓流逝，直到天色快亮起，江宁终于从古籍上查到了重要的线索。古籍记载，当天下混乱之际，阴阳失和，这世间会形成一道无形的低谷，将世间所有阴邪之力凝聚。阴邪之力附着在土壤当中，会长出一种黑的带有粘稠液体的肉，古籍称之为岁。这是一种超脱天道束缚的产物，具有生命，但不具备自我意识。生灵食碎肉，可解饥渴，强身健体，增加气力，甚至有可能发生异变，获得神通。服食了碎肉者，已经不再属于人的范畴，古籍将其称之为岁灵。往往岁的出现都意味着天下大乱。上一次世间生出岁是3000年前，那时候礼崩乐坏，妖魔乱世，无数人处于长期的饥饿当中，于是采食碎肉变成岁灵。往后便是长达1000年的乱世，直到太祖高皇帝横空出世。太祖平定乱世那年，这天下还存在千百万的岁灵。太祖找到了岁的本源，使用神力消除了岁后，那些岁灵则恢复了神智，变回了本来的物种。江宁还原过一小块碎肉，跟古籍上记载的差不多，所以现在又有岁出现在了世间。而且有人将碎肉炼化成了可以被自己掌控的丹药。更有意思的是，对方拥有可以驱使岁灵的方法，就好像在那些人体内安装了一道开关，平时服食了碎肉的人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只要幕后者打开开关，那些人就会转变成岁灵。从太祖的手段来分析，消除服食者体内岁力的办法，应该就是消除岁的本源。江宁对对方的目的生出了些许兴趣。对方为何要点燃九龙烽火台？一旦国运消耗殆尽，大夏王朝将乱象四起。难道对方是想通过控制岁灵，再建全新的大夏王朝，想成为太祖那样的存在？然而凭借这种阴邪的手段打造出来的王朝有何意义？江宁又去看了一遍大夏王朝的史册。史上每一任君主基本上都是贤明之君，可唯独只有夏灵帝被扣上了昏君的帽子，甚至还给了个恶谥。夏灵帝的行为举止跟其他君主比起来确实非常反常。他在位100年，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消耗国运，直到最后那一下彻底点燃九龙烽火台。史册记载的原因是夏灵帝为博红颜一笑，九龙烽火台就代表着大夏王朝的国运，夏灵帝就算再昏庸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多半另外有原因。还有一个问题，点燃九龙烽火台的方法是什么？正当江宁一边查阅古籍
一边思考的时候，一道神识分身慢慢在江宁身旁凝聚，一身道袍，白发苍苍，犹如仙人。儿臣参见父皇。年里，父子二人一虚一实站在一座摆满古籍的书架前。何时入的14境？皇帝开口问道。也许10年前，也许12年前，记不清了。江宁如实回答。这句话差点让仙风道骨的皇帝闪了腰。你10年前就入了14境，皇族出了个武道天骄，朕怎么半点风声都没收到？皇帝转头看看江宁，倒不像是说谎的样子。江宁这么说话，一时之间让皇帝忘了来找江宁的目的。儿臣有个问题。江宁主动开口问：九龙烽火台如何点燃？江宁直接问道。几百年前，九龙烽火台点燃的事情就已经被下人帝禁绝了，这是你一个小皇子该开口问的吗？不等皇帝开口说话，江宁接着说：九龙烽火台所盛气运无多，已不足200年，上次点燃又消耗了一些。父皇14境巅峰，本可享寿元300载，如若父皇能寿终正寝，不等陛下万年那天，大夏国灭，父皇将成为亡国之君。现在看来，不管是父皇还是大夏王朝，都撑不到那天了。好吗？这小儿子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直接说他有可能成为大夏王朝的亡国之君。你这么聊天，当心成为没爹的孩子啊！我江道然要是年轻几十岁，高低要跟你上演一出父慈子孝的大场面。只不过他的心态已经格外苍老，而江宁这份气定神闲同样世所罕见。江宁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诅咒他或者诅咒大夏王朝，他说的是事实而已。而江道然早已知晓事实，也不得不面对事实。都知道九龙烽火台与国运相连，但能看穿九龙烽火台所盛气运无多的家伙可不多。除了修炼神皇启示录，不到陆地神仙境界，很难窥探其中天机。等等，难道江宁修炼了神皇启示录？但转念一想，皇帝又觉得不可能。他要是真练了14境的修为，不可能练不到最后一层，而练到最后一层，便自然知晓了点燃九龙烽火台之法。江道然迟迟没有说话。父皇在执政期间一向兢兢业业，颇有政绩，奈何天不假人。江宁说着，放下手中的古籍，转身慢慢离去。江宁镇杀卢正淳一事已经传到了卢正林耳中，他连忙跑去卢正淳的府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整座府邸成为了一片平面，前庭的位置倒着一具无头尸体，血液流干。看着如同一幅平面图分布在地上的场景，卢正林满头都是冷汗。摧毁一座府邸并不是什么通天的手段，而恐怖就恐怖在整座府邸成为了比镜面还光滑的平面，卢正淳全家就这么死了。想着想着，卢正林腿开始发抖。那江宁太狠了，不仅仅霸道无情，甚至还是杀冷血。疯了，他一定疯了。有这种畜生战在朝堂上，一定会成为大夏王朝混乱的开端。江宁不当人子，他卢正林没实力替卢正淳讨回公道，得让宗族出面来处理此事，得赶紧传信回灵州。早朝上，江宁穿过群臣来到最前排。关于卢正淳之死，群臣已经知晓。之前死了个13境的王忠，其实群臣都喜闻乐见。王忠是皇后忠实的走狗，他死了对群臣少一份威胁，没人会当回事儿。江宁杀王忠不过是皇族杀自家奴仆罢了，但江宁昨日又随手镇杀了一名13境，而且还是龙骧卫大将军，灵州卢氏成员。这意味着皇族和士族的矛盾将进一步扩大。不过那些站在朝堂上的士族成员却都保持了缄默，他们完全摸不准这位年轻亲王的底。你敢站出来弹劾他，他可能直接在朝堂上将巴掌甩你脸上。而且在这关口上，各大士族都不想站出来与九皇子正面硬刚。谁知道这是不是皇帝陛下要清理士族的手段？从江宁的表面完全看不出他的杀心如此之重。但不得不说，大夏王朝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过如此强势的亲王。这时候皇后刚到场，早朝还没开始，江宁先开口说话。从即刻起，革除卢正淳一切官职，褫夺其所有勋爵，龙骧卫2万人并入京无畏。江宁清冷的声音响彻太极殿。他这是在朝堂上发号施令吗？果然足够强势，就连其他皇子们都没想到江宁会冷不丁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一句话就想将龙骧卫2万人收入自己麾下，未免也想得太好了吧。梁王殿下，关于戍京12位变动一事，应该由兵部主官与内阁进行商议，再由陛下圣裁议官员开口说道。本王只是通知你们一声，并非与你们商议。江宁淡淡道。一句话将所有人的话给堵死了，只是来朝堂上通知他们一声，好不霸道。这朝堂什么时候成了你梁王的一言堂？有人想赤膊，但还是憋了回去。
在梁王出现之前，朝堂是皇后的一言堂，现在多出个江宁，没准能让皇后过得不那么舒服。皇后站在龙椅旁边，脸色阴晴不定。暂且让他威风一阵子，他杀了卢正淳，灵州卢氏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梁王府的通告已经贴遍了全城，金吾卫的士兵全副武装，在城中来回巡逻，这让那些服食了长春丹的人心里很没底。他们并不觉得长春丹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这就是先人为了拯救苍生所赐下的灵丹妙药。然而梁王何等不讲理，竟然将太平教定性为邪教，还要将太平教众一网打尽。如果没有太平教，他们这些饥民只能被活活饿死，哪里有进城讨生活的气力？可眼看着气势汹汹的金吾卫，这些将自己当作太平教教众的人敢怒不敢言。上午，秦王府，江薛坐在那间幽暗的地下堂室内，病态的眼眸满是激动之色。他已经可以彻底掌控这股不可名状的力量，他绝对能成为比肩太祖爷那样的存在。公子，梁王已经封锁全城，派金吾卫大肆搜捕太平教众，此事您看是不是先让那些人出城避一避？老者问道。太平教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只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教，这样老九很难查到我们头上。你这时候如果突发组织，一有风吹草动，容易暴露。不管老九做什么，我们都不动，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传教。他抓一个，我们传10个，看看是他抓得快，还是我们传得快。江薛看着地上那一团鼓动的黑肉，我倒要看看我那好弟弟有多管闲事的心，有没有多管闲事的本事。对了，公子，宫中有传闻，陛下有心立储。老者说道。你知道陛下为何会突然求长生吗？江薛突然问道。不知。老者是招式的主心骨之一，其实很多事情他都略知一二。之所以回答不知，并非因为他装傻充愣，而是他知道的东西肯定没江薛清楚。其实陛下与我的目标并不冲突，但他跟我的理念背道而驰。陛下自知大夏国运所剩无多，他已在位60年，所以他想突破阳寿的桎梏，强行为大夏王朝续命。追求长生哪那么容易？就算他一人能长生，也未必能扭转大夏王朝的颓势。九龙烽火台就是太祖爷留下的一个骗局，而上一个发现这个骗局的正是夏灵帝。夏灵帝的理念与我一样，欲破而后立，再造大夏。只可惜他空有雄心壮志，却无扭转乾坤的神通。江薛悠悠地说道。九龙烽火台是骗局？老者有些惊讶。九龙烽火台会吸取大夏君主自身的气运，以此来稳固那座烽火台。江薛说道。可一祖三宗他们的阳寿气运并未受影响啊。老者有些疑惑。那是因为那4位都是15境以上。江薛解释道。15境以上？老者更加疑惑。陆地神仙能不被九龙烽火台汲取气运，所以太祖爷从一开始就布下了一个寅吃卯粮的大局。九龙烽火台没能从那4位身上汲取任何气运，所以他们的子孙后代就遭了殃。不然为何夏灵帝想毁掉九龙烽火台？因为他无法跻身15境，气运要被九龙烽火台汲取。不然为何自灵帝之后，那么多13境、14境的君主，阳寿最长者也不过100来岁？所以九龙烽火台是个骗局，必须要毁去。皇宫中，皇后进入御书房，像模像样的处理了一些国事。她的心思始终在琢磨卢正淳死之事。卢正淳有多个子女，其中2个儿子颇有武道天赋，被灵州卢氏所看好。灵州卢氏实力雄厚，行事作风相当霸道。皇后想到了驱虎吞狼之计，召右都御史来见本宫。皇后下旨。许久过后，卢正麟迈着焦急的步伐，匆匆进入御书房。臣参见皇后。今天上午，卢正麟吓得连早朝都不敢来上。他派仆从出城，返回灵州送书信，可京城已经被封锁，他的仆从压根就出不去。右都御史，你和龙骧卫大将军都是本朝老臣，关于卢正淳之事，本宫很是气愤。皇后重重一拍玉案。梁王简直是胆大包天，竟敢镇杀卢将军，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放过。说到这里，皇后叹了口气。可惜啊，本宫只是皇后，江宁是亲王，本王无权处置他。而陛下又……听到这话，卢正麟便明白了，皇后有心想帮卢正淳报仇。其中原因很简单，江宁并非皇后所生，而现在宫里传出了陛下即将立储的传闻，皇后想帮她的儿子铲除竞争对手，请皇后娘娘为臣做主，严惩杀人凶手，还我族兄全家一个公道。卢正麟想也没想，直接跪伏在地。皇后赶紧起身，将卢正麟托扶起来。卢卿何必行此大礼？本宫确实想帮你卢氏匡扶正义，但奈何本宫能力有限。不过本宫这里有书信一封，你可将之送回灵州，待你家中长辈阅览过后，自然会做定夺。皇后说道。
可是梁王已经封锁了全城，不进不出，臣也出不去啊。此事不难，拿着这块腰牌去找牵牛卫陈将军所镇守的城门，出示这块腰牌，陈将军自然会放你出城。还有，本宫赠你一匹踏云驹，1日内书信必定能送至灵州。皇后说着，先后将书信和腰牌拿出，亲手交到卢正麟手中，庙带右都御史去领一匹踏云驹。皇后吩咐道：“遵旨。”义宫女立马领旨。踏云驹是一种拥有上古异兽血统的宝马良驹，日行万里不在话下。大夏幅员辽阔，从京师到灵州总共8000里路。有了皇后赠送的踏云驹，1日之内书信必定能送回去。臣叩谢皇后娘娘大恩。去吧。卢正麟领了踏云驹，出了皇宫后回到了府中。他将卢正淳的无头尸绑在马背上，又将腰牌交给仆人。这封是我的书信，这封是皇后娘娘的亲笔书信。你即刻去找牵牛卫镇守的城门出城去，明日午时之前可赶回灵州。仆人这就上马离去，找了几座城门之后，便找到了牵牛卫所镇守的城门。梁王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出京城，快快退去。一名兵卒朝着策马的仆从斥喝道。那仆从连忙下马，将腰牌掏出来递给兵卒。烦请禀告陈将军，小人有急事要出城。仆从恭恭敬敬地说道。等着。那兵卒上马离去，很快便折返了回来，将腰牌还给了仆从。开城门。城门打开，仆从道谢之后立刻翻身上马。等他出了城门，一挥马鞭，坐下宝马弹射起步，速度奇快无比。然而踏云驹仅仅跑出去不足半里地后，便一头撞在了无形的屏障上。仆从瞬间被甩出马背，重重地撞在了无形屏障上，与踏云驹摔作一团。得亏踏云驹的速度还没起来，而他又有些低微的武道傍身，否则刚刚那一撞必死无疑。仆从被摔得头昏眼花，缓了很久才缓过劲来。他抬手往前一摸，便摸到了无形的屏障。这是阵法。仆从顺着无形屏障往一侧摸索，很快他就发现他被困在了一块方圆50丈左右的空间内，就连城门的方向也被这道屏障给挡住了，根本就没有缺口。这难道是护城大阵？这可怎么办？他还身负重任，要将书信送回灵州呢。若是梁王前来巡逻，岂不是就发现了他违抗王府命令，擅自离开京城？不只是这个卢家的仆从被隔离在了无形的屏障内，其他几座城门也有兵卒私自放人出城。而那些出了城的人才发现自己被死死困住，不管怎么敲打也无法打开这道无形的屏障。时间很快到了傍晚，江宁乘坐马车去城门处巡查。他知道一定会有统帅杨凤英为，所以特意布下大阵，留了个后手。来到一座城门前，江宁下了马车。开城门，让城外的人进来。江宁朝着守城兵卒淡淡说道。兵卒们闻言顿时脸色通红，赶紧打开城门。都回来吧。一兵卒跑出去通知了一声，那些被困在屏障内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返回城中。天虎，挨个搜查。遵命。于天虎立马带着兵卒对偷偷出城的人进行搜查。王爷，我们不是太平教众啊，我们只是住在城外的农户，想回家去，请王爷不要跟草民等一般见识。人们纷纷朝着江宁求情。启禀王爷，并未发现可疑人物，是否先将他们扣押？于天虎拱手问道。不必，放他们走，下一处。江宁说完上了马车。那些老百姓都知道梁王府发的通告，要对太平教众一网打尽。他们是真的担心梁王把他们当作太平教众处置了。现在看到梁王上马车离去，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王爷，有人不老实，对您的命令阳奉阴违。于天虎一边赶着马车一边说道。于天虎本以为只有他才想到了这些统帅会阳奉阴违，原来江宁早有预料，在城外布下了阵法，让那些出了城门的人却离不开阵法范围。江宁早就料到了，他一句话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想着马上让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将军们对他服服帖帖，该好好惩治他们。于天虎愤然道。来到下一座城门前，江宁只停顿了片刻，便让于天虎继续往前。这城门外无人，不需要停留。走过了几座城门后，江宁又停下了马车。开城门，把人叫回来。江宁淡淡道。兵卒立马照做。这座城门外只有一人，就是卢正麟的仆从。于天虎一看此人牵着的马以及马背上的东西，立马来了兴致。哟，居然是踏云驹，这可是宝马良驹，我金吾卫总共也就3匹。于天虎打量了一下仆从，很明显的下人装扮。马背上是什么？于天虎说着就要去查看马背上的麻布袋。那仆人正瑟瑟发抖，见于天虎要去查看马背上的卢正淳的尸体，吓得立马喊了一声：不能看，不能看。于天虎抽刀出鞘，展开马背上的麻布袋，这才发现是尸体。搜身。
于天虎抬手一挥，几个兵卒立马将仆从按在了地上。王爷，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您过目。兵卒将2封书信、1块腰牌和一些碎银子呈给江宁。怪不得你能骑踏云居，原来是皇后的人。于天虎一眼认出了那块腰牌。江宁拿过书信，直接拆开，大致浏览。那仆从也不知道书信上写的是什么东西，但肯定是不利于梁王的内容。而现在梁王将他拦截了下来，看到了书信上的内容，该不会杀了他吧？皇后让你将这2封书信送去灵州。江宁淡淡问道。仆从哆哆嗦嗦，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皇后让你送信去灵州，送给卢氏。于天虎闻言大怒。江宁刚镇杀了卢正淳，皇后让人送信去灵州，定然是想引发卢氏对王爷的仇视，借刀杀人。江宁把2封书信直接递给于天虎，后者看过，勃然大怒。来啊，拿下！于天虎愤怒咆哮，书信上的内容大致是让灵州卢氏出手诛杀江宁，事情若是成了，则拿于氏所拥有的半条灵石矿脉作为筹码送给灵州卢氏。皇后是真的敢想。那仆从眼看着自己就要被抓起来，心如死灰。慢着！江宁把2封书信拿回来，随意塞进信封，又将腰牌一并拿过，递给那仆人，把踏云居还给他，让他出城。江宁淡淡道。什么？于天虎完全没反应过来，但他很快就想到江宁一句话不会说2遍。踏云居还他。于天虎赶紧说道。兵卒立马照做。那仆从从江宁手中接过信封和腰牌的时候，人都傻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可梁王却突然要放他走，还要让他将书信送去灵州，回去跟灵州卢氏说，让他们多带些人来。江宁轻声道。还不快滚！于天虎怒斥道。仆从赶紧翻身上马，一扬马鞭冲出城去。这一次没有无形的屏障阻碍，就好像天地之间什么也不存在。走，下一处。江宁转身上了马车。王爷，您为何要放他走？灵州卢氏有陆地神仙。江宁的意思很明了，他就在京师等着灵州卢氏送上门。但哪怕江宁是陆地神仙境界，他也没有能力独自面对一整个氏族吧。而于氏的强者又不在京师，至于皇族，根本不会有人站出来帮江宁。他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等的就是陆地神仙。江宁淡淡回应，他也想看看陆地神仙能不能跟他打得有来有回。巡查完后，总共有10几座城门外面，有人被困在了江宁部下的天罗地网当中，其中涉及到了5位统帅。王爷是否召集所有人？今晚不必，明早再处理此事。江宁回应道。遵命。江宁巡查过后，那几位统帅也都知道了江宁给他们摆了一道。他们之所以会开城门，有的是收受了其他人的好处，有的则是给其他人提供便利。而现在所有人都明白了，就算他们打开了城门，城门外也有江宁部下的阵法，出了城门的人也离不开阵法范围。一夜无事。翌日早上，梁王府前堂，统帅们一一赶到。江宁坐在堂上，看着这群脸色阴晴不定的统帅。记不记得本王曾说过，违令者斩？江宁清淡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众人面面相觑。那5个私自放人出城的，不过是心存侥幸而已，哪里能想到江宁会布下阵法？这是明摆着给他们下套吗？牵牛卫陈波，监门卫瞿祥林，藤虎卫樊斌，白马卫杨万里，镇川卫宋坚陶。江宁每念到一个名字，便有一人虎躯一震。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已经暴露，可江宁不可能真把他们5个全砍了吧？昨晚你们若是肯来向本王认错，本王可网开一面，但今日让本王亲自过问，你们知道下场是什么？江宁说着，淡淡扫视一圈，昨天江宁就拿着卢正淳的人头，直接跟他们进行了简单粗暴的见面，自裁谢罪。江宁4字吐出，那5位统帅背后冒出了冷汗。王爷，我等也没犯什么滔天大罪，罪不至死吧？一人发问道。江宁只一个眼神看过去，一道气击中，重击在那人头顶。砰！一声闷响，那人顷刻之间成了一滩血污，就好像是一只蚊子被人一巴掌拍死在了地上。看到这一幕，其他4人重重咽下一口唾沫，心中恐惧瞬间放大。谁能想到他居然真的动不动就杀人？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没有身份背景？哪一个不是武道天骄？人均实力10境以上的他们，平日里都是其他皇子拉拢的对象，可到了江宁这里，随手就要被镇杀。看着地上那一滩血污，众人这才知道为何江宁能轻松镇杀卢正淳。他想杀你，连手指都不用抬一下，根本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几位，自裁可留个全尸，请上路吧。让本王亲自动手，实在是不好控制力道。那4人只感觉重如泰山的压力压在了他们的头顶。跑！
他们还能跑得了吗？就因为区区一件小事就要魂归天外，他们人人脸色极其难看。王爷，我可是杨氏成员，我太爷爷当年可是为大夏王朝流过血，您不能让。砰！此人话没说完，又成了一滩血污。江宁心中嘀咕了一句：本王祖上还是太祖爷呢，本王骄傲了吗？余下三人彻底吓破了胆，竟敢他们心中再愤怒再不甘，可也已经没了半点活路。与其被江宁打成一滩，倒不如干脆些，也好留个全尸。江宁！一人突然跳了起来，指着江宁的鼻子怒道：你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仗着你是皇族成员你就装牛逼？老子告诉你，老子今日死了，老子的家族将来必定会为老子报仇。这人说完直接自爆丹田，当场死亡。又一人跳了起来，指着江宁怒道：江宁，老子去你祖宗！说完那人同样自爆丹田。江宁，你们江氏皇族没几天好日子过了，你如此草菅人命，将来你必定会得到比我们惨痛千百倍的教训。老子诅咒你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这人说完了最恶毒的诅咒之后，也选择了自爆丹田。王府前堂陷入安静，那几个没牵扯到其中的看到这个场面，人人心惊胆寒，大气也不敢出。这是真说杀就杀，半点情面都不留的。梁王手腕如此铁血，他就真不怕谁家的老祖宗赶来也将他一掌拍碎吗？江宁目光扫过在场的几人，不想听命于本王的可放下兵符请辞，本王绝不勉强。江宁淡淡道。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是该去还是该留。但江宁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们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愿意留下的这5营兵马分别并入你们麾下，由你们统一指挥调度。原本他们以为高高在上的江宁只不过把他们当作牛马在使唤，但江宁的这道命令能让他们的实力扩充1倍左右，这意味着他们将来能得到的军饷翻倍，这是切实的利益。有还没拜山头的直接起身拱手行礼。末将天狼魏文凯愿听命于梁王殿下，不管将来局势如何，先收下这一营凭空多出来的兵马再说。哪怕梁王折戟沉沙，将来他手中拥有上万兵力，也是立足的筹码。其他4人稍稍犹豫之后，都选择先接下兵权。末将靖川尉熊文静愿为梁王殿下效忠。末将将这几人的尸体各自送回去。末将等领命，告退。于天虎有些激动，江宁刚刚给了其他5位统帅好处，而他们知道江宁的行事风格，又收受了江宁的好处，至少他们在明面上不敢再对江宁阳奉阴违。12位总共有8万兵马，清一色修炼者，没有凡夫俗子。来人，将地板清洗干净。于天虎招呼了一声，将陈波和杨万里送回去。江宁说道。于天虎闻言一愣，这2人都被拍碎了，直接通报死讯就行，这还给人送回去，不是杀人还要诛心。来人，将陈波和杨万里送回去。于天虎改口道。几个正准备打扫的兵卒见地上这2滩，颇感为难。这2人的衣服倒是还在，但也成了碎片，快跟地板粘一块去了。于是兵卒找来2口收纳袋，将地板上沾着血污的衣服碎片拾起，装入收纳袋中。兵卒带着2口收纳袋先送到了陈府。牵牛卫陈波阵前违抗王令，以北梁王处决。这是陈波的遗骸，封王爷之名送来。兵卒说完直接离去。陈府上上下下都跑了出来，人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这口收纳袋。陈波的遗骸，就这么一口收纳袋，打开一看，全家人如遭雷击。这哪里还有什么遗骸，就只有几块沾着血污的碎布。欺人太甚，简直是欺人太甚。来人，为老朽更衣，老朽要去早朝。一名老者气得吹胡子瞪眼。他们陈家当年附庸招式，有芙蓉之功。陈波身为陈家的嫡长子，今天一早还好好的，可现在竟然就剩下了几块破布。兵卒将另外一口收纳袋送到了杨府。杨府上上下下看到这口收纳袋里面仅剩的破布的时候，反应和陈府差不多。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杨家世代为将，想不到如今我杨氏继承人竟然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我要进宫找陛下要个说法。老爷，您消消气。那梁王行事极其狠辣，他前不久才杀了威远侯和卢正淳全家，您敢去弹劾他，他怕是会对我们全家下杀手啊。难道我的孙儿就白死了吗？备车，我要进宫。太极殿外，早朝还未开始，群臣正等着进殿。这时候忽然来了几位已经致仕的老人。杨老，您老怎么亲自来了？难道是皇后娘娘召见您？杨姓老者身穿一身制式古朴的铠甲，虽然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但依旧有几分当年征战沙场留下的煞气。哼，梁王欺人太甚，杀了我孙儿，我要找陛下讨要说法。另外一名老者闻言立马走了上来。
杨老，您孙儿也被梁王杀了，我瞿家也是啊。我瞿家世世代代为大夏王朝效命，可今天一早，我家小子失手就被送了回来。杨老一听，悲痛道：我家孙儿连个全尸都没有，就剩下几块破布，几块破布啊！杨老，我家孙儿也是一样，就剩下了几块破布。我陈家哪里对不起朝廷，哪里对不起陛下？为什么要杀我家孙儿？为什么连个全尸都不给我孙儿留？陈姓老者说的涕泗横流，悲痛欲绝。又有2个人插了进来，一个比一个悲愤。太极殿外广场上，群臣听着这几位的遭遇，一个个愤慨万分。梁王的霸道，他们都见过，但他们真没想到，梁王今日一早竟然杀了那么多人。而这几人基本上都是将门之后，祖辈都为大夏王朝流过血，他们被迫害至此，简直是人神共愤。老朽要去找陛下讨还公道。我也要去找陛下。走，去清心殿找陛下。群臣们如同一股愤怒的潮水，从太极殿走向了清心殿。皇帝盘坐在太极八卦阵上清修，忽然听到外面嘈杂的声音，心生不悦。他早已下过旨意，没有圣诏，任何人不得踏入清心殿的范围半步。可外面来的人貌似不少，外面是何情况？皇帝眉间微蹙，陛下，文武百官来了，看起来好像很愤怒。女国师小声回答道。皇帝叹息一声，端坐不动。不知道又是谁惹了事，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他没有闲心管朝堂上的事情，他很清楚，哪怕朝堂治理的再好，也无法扭转大夏王朝的颓势。他不想求一日的安稳，只想为大夏王朝续万年的国祚。让他们闹吧，不许进来。皇帝沉声道：遵旨。江宁进宫参加早朝会，来到太极殿大门外，往里面一看，发现空无一人。难道今日没有大朝会？殿下。刘瑾弯腰低头，谦卑地走到江宁面前。人呢？都往清心殿去了。知道了。江宁立刻前往清心殿。陛下。杨老扑通一声朝着大殿跪下。老臣杨化叩见陛下。殿内没有任何回应。陛下，老臣有冤，有天大的冤屈，还请陛下为老臣做主。我杨氏一门世代为将，父辈兄弟6人跟随肃宗征战沙场，皆以身殉国。如今杨氏只剩下杨万里一人继承香火，可却惨遭了梁王江宁的毒手，老臣冤枉，请陛下为老臣伸冤，否则老臣一头撞死在殿外。杨化声音悲怆无比，闻者落泪，听者伤心，简直感天动地。陛下。陈老也跪了下来。老臣当年为陛下鞍前马后，鞠躬尽瘁50余年，从不求任何回报。可老臣的孙儿陈波同样被那梁王江宁所杀害，尸骨无存。我陈家一向谨小慎微，我孙儿何错之有，要落得如此下场？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陛下，臣冤枉啊！喊冤声此起彼伏，群臣听得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将江宁碎尸万段。皇帝听着外面哭成一片，眉头紧皱。皇后呢？皇帝不耐烦道：不知，平日里不是挺喜欢主持国事吗？这时候上哪去了？还有皇子们呢，不是都喜欢显摆自己吗？怎么这种时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江宁来到了清心殿外，穿过人群来到最前面。原本议论纷纷的群臣一看到江宁到场，立刻陷入一片安静。杀神来了，听说你要撞死，也好，免得活着浪费朝廷的俸禄。江宁淡淡道。杨化扭头恶狠狠地瞪了江宁一眼，这句话差点把他气到肺部炸裂。他感觉自己被江宁深深地侮辱了。他杨化何错之有？兢兢业业直到致仕，从未出过什么差错，可江宁却当着群臣的面对他如此羞辱。老臣不活了。杨化爬了起来，梗着脖子往白玉阶一旁的墩子上撞去。杨老别冲动。老杨您这是何苦？杨老您先冷静一下。冷静？你们让老朽怎么冷静？杨化拼了命要往墩子上撞，其他大臣舍命拉着，一群人拉拉扯扯，这清心殿外都快成菜市场了。小的杨凤因为违抗军令，老的倚老卖老，撒泼打滚。江宁一开口说话，众人便停了下来，扭头看着江宁。将门杨氏的脸都让你们祖孙2人丢尽了。梁王如此这般羞辱老朽，老朽不活了。杨化继续挣扎。都放手。江宁忽然加重语调，一股无形的气势散开。几个拉着杨化的官员悻悻地松开了手。撞吧，现在没人拦着了。还有其他几位，不如跟着一块撞。江宁语气恢复冷清。杨化见没人拉着他，立马又跪了下来。陛下，陛下呀，你也听到了，梁王当众羞辱老朽，老朽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群臣前往太极殿早朝。江宁扫视一圈，冷声道：本王不喜欢一句话说2遍。感受到来自江宁身上那股无形的威压，立刻就有大臣默默地退去。
都知道这位亲王的行事风格如何。现在陛下不出面，皇后也不在，其他皇子更是一个都不露面。他们若是不听令，便是自找苦吃。皇子们不出面，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非就是想看陛下严惩江宁罢了。刘瑾，老奴在！将这些扰了父皇清修的老顽固们抓起来，统统廷杖50，赶出皇城。谁要再敢在皇城前喧哗，格杀勿论。江宁留下一句话，转身离去。杨化本想继续喧哗，但还是硬生生的将接下来的话咽了回去。江宁连杨万里都说杀就杀，更何况他这把老骨头。可杨万里就这么白白死了，连个交代都不给他们杨家。皇族对待杨家后人怎能如此刻薄？这时候清心殿内传来皇帝的声音：廷杖免了，都走吧。诸位，你们也都是本朝元老了，谢恩回家去吧，别为难我。刘瑾弓着身子谦卑地说道。清心殿内，皇帝总算是松了口气，想不到关键时刻还是老九敢于站出来。皇帝很清楚大夏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风雨飘摇的阶段，大夏王朝需要一位猛人，方能扭转乾坤。老九确实有担当有魄力，非常适合监国，可他能成为拯救大夏的猛人吗？下午，踏云居犹如一道火红的闪电，山川河流如履平地，一路奔驰直至灵州城外。灵州是大夏王朝108州之一，地处南方，也是南方3大州之一。治所为灵州城。灵州在大夏王朝境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一条长达1600里的灵石矿脉，一座洞天福地，一处秘境。而这些资源统统属于灵州卢氏。偌大的灵州城围绕小峰山建成，拥有比大夏王朝更加悠久的历史。小峰山便是大夏36洞天福地之一，小峰山洞天。仆从策马进了城，一路直奔小峰山。出具了卢氏的通行牌令后，才进入小峰山洞天的范围。等他爬上山顶，来到犹如仙宫的卢府大门前的时候，从马上翻滚了下来。骑着这匹拥有上古异兽血脉的宝马，奔波了将近20个时辰，已经累得吐了血。卢府大门外的广场上，人声鼎沸。仆从刚跌落下马，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他。我是右都御史卢正林卢大人府上的管家，这里有2封信，交给家主。仆从艰难地说着，手里死死攥着2份信封，终于昏死了过去。快抬他进去！卢氏府邸里里外外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所有灵州的权贵、武道强者纷至沓来。恭喜总督大人成功跻身15进，成为灵州又一位陆地神仙。总督大人，您才14进的时候就已经打遍全灵州同境界而无敌手，如今跻身15进，定成为了灵州武道第一人。萧宗主，你这话可就说错了，总督大人现在必定是天下无敌。总督大人当真是武道奇才啊，才闭关不足半月就成功突破，我等真是望尘莫及啊。堂上坐着一名身着绯红官袍、喜气洋洋的男人，100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跟40-50岁没什么两样。灵州总督卢正显。灵州卢氏延宕1500余年，于洞天福地中开府建衙，幅员深厚，强者层出不穷，基本上每一个时期都有一老一少2尊陆地神仙坐镇，是整个南方最强盛的氏族之一。而这一代又出了一尊陆地神仙。卢正显虽是100岁年纪，但在修行界他就如同凡人30岁，正值春秋鼎盛。这次卢府大摆宴席，宴请多方强者，便是为了庆贺卢正显突破至陆地神仙。而现在的卢氏又是2尊陆地神仙同期，准确的说是3尊。卢府前坪一棵参天巨树上，有一头老猿正躺在树杈上打盹。老猿身高1丈半，身材极其健硕，一身雪白的毛发上有浅蓝色的毛发纹路。虽是闭眼，可粗重的鼻息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1000年前，卢氏老祖外出修行，于山中捡回来一只小猿，养在府上。这头小猿并非普通猿猴，也不是妖族，而是一只灵兽。野兽得天地之造化，开通灵智，与生俱来便有神通，寿命悠长，便是灵兽。原以肉身破境，直至如今1000余岁的年纪，已是第13境。老猿不仅肉身成圣，还有着生来便能引动雷电的神通，哪怕是陆地神仙境，也未必打得过老猿。老猿神力可搬山填海，世人又称之为搬山猿。他守护卢氏10几代人，又称为护山猿。老猿忽然睁开了眼，从树杈上一跃而下，溅起一阵气浪，掀飞周围10几个6、7进武夫。他来到那匹踏云驹身旁，弯下粗壮的身躯，硕大的鼻孔嗅了嗅挂在马背上的尸体。吼！老猿忽然捶胸，发出一声震天怒吼，巨大的眼珠子凶光涌动。周围的人哪里见过这阵仗，他们都知道老猿的厉害，见老猿一副要发狂的样子，赶忙避开。他现在发怒，也只是嗅出了卢正淳的味道。主家死了人，老猿愤怒异常。我的老祖宗爱，
您消消气，吃点水果。一人赶忙跑过来安抚老袁的情绪。钱堂内，一人快步走到卢正显身旁，急速耳语了一阵。满脸喜庆的卢正显脸色突然凝重。诸位先饮酒，恕老夫失陪片刻。卢正显来到一座偏堂内，先后看过仆从送来的书信。卢正显的神色愈发的冷厉。这时候老袁进入了庭院，卢正显走出屋门，便看到老袁一只手抓着一具无头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地上。老袁坐在尸体旁边，粗壮的手指拨弄2下尸体，然后冲着卢正显叹出几声悲痛的鼻息，意思是卢正纯被人杀了。我知道了。卢正显凝重的点头，将送信的人带来见我。送信的仆从被抬了进来，此刻还在昏迷着，将他救醒。卢正显吩咐道。立马有人往仆从嘴里塞了2颗丹药，仆从这才悠悠转醒。他刚起来，立马又跪了下去。家主，小人总算是活着见到您累卢正纯卢将军，一家上下全被梁王杀了，就连卢将军的头颅都被梁王拿去示威，卢将军死得好惨啊！仆从瞬间涕泗横流。这时候已经有不少卢氏主心骨赶到，这是郑纯的尸体。郑纯已经13境了，他被人斩杀，神识没能讨回来，难道神魂俱灭了？你说是梁王干的？朝廷什么时候又多出个梁王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卢正显有些头大。肃静！卢正显朝着仆从沉声道：你把话说清楚，小人只知道这么多了。哦，还有，小人出城的时候被一座无形的大阵给困住，然后被梁王发现，他已经看过了这2封书信的内容。小人以为他要杀小人，可他却把小人放走了，还说让卢氏多叫些人过去。仆从语速飞快地说着。那梁王是何人？卢正显问道。近来卢正显闭关了半月，对这半个月的朝局并不了解。是黄九子江宁，于妃所生。仆从回答道。原来是他。信上说郑纯一家是被梁王亲手杀的。卢正显又问道。是。仆从回答道。信上其实说得很清楚，江宁的境界约14境，可卢正纯记得很清楚，黄九子今年也才20岁左右的年纪，所以信上的内容不假，真是江宁亲自动的手。20岁的14境，皇族江氏又出天才了。老袁，去请老祖。老袁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在庭院中。卢正贤掌心一翻，一道闪光飞上天际，炸开一朵绚烂无比的烟花，星星点点在天空上闪烁，久久不散。这是卢氏家主的召集令。卢氏召集令，卢氏出什么大事了吗？卢总督才刚刚跻身陆地神仙之境，小峰山又有老袁看护，能出什么事？每一次卢氏召集令出现，都有大事发生啊。卢府一座偌大的议事堂中，在灵州城内的卢氏各房家主悉数到齐。大哥，这是闲家中还不够热闹，把我们也叫回来凑凑。有人笑着发问。等老祖来了再说。卢正贤脸色凝重，众人一看卢正贤的脸色，便知道叫他们回来肯定不是为了庆贺，估计是家中出什么大事了。可什么大事要惊动老祖？众人等了片刻，便有2个长相精致的女童搀扶着一名瘦骨嶙峋的佝偻老者进入议事堂。老者身材矮小，一身粗布麻衣，手持一杆朽木杖，颤颤巍巍地走着。众人起身拱手行礼，拜见老祖。卢氏老祖卢仙凤已年逾300岁，是卢正显的曾祖父，也是一尊纵横武道的陆地神仙。好好好，都别客气，都坐都坐。卢正显亲自扶着卢氏老祖在主位上坐下。正显啊，老朽的好曾孙，这么快就突破陆地神仙了，不错不错。请老朽过来，是想跟老朽喝一杯吗？老祖声音沧桑沙哑，这点小事哪能惊动老祖？您请过目。卢正显将2封书信恭恭敬敬地递给老祖，后者接过，只扫了一眼，便已经看完了全部。满脸褶皱的老祖看不出任何神情波动。让大家都传阅一下吧，老朽老了，有些事情也该由你们这些小辈们做决定了。是。卢正显将2封书信拿起，大家先传阅一下，再做商议。岂有此理！那什么梁王竟敢随意朕杀我卢氏族人？郑纯可是我卢氏的嫡系，他的2个儿子可是得到了老祖高度赞赏，未来起码14境起步。江氏皇族简直欺人太甚。卢氏成员们传阅过2份书信之后，人人愤慨难当。难怪卢正显召集他们所有人，原来卢氏真的出了大事。自打祖宗在灵州立足以来，这1000余年的时间之内，谁敢对卢氏如此不敬？难道以为卢氏不在京师，江氏皇族就能随意打杀卢氏成员了吗？他们卢氏可不是江河日下的江氏，卢氏可谓是春秋鼎盛，是1500年以来的最强盛的时期。卢氏在灵州，那就是正儿八经的土皇帝。这2封书信，那江姓小儿都已经看过，他还放话说
让我们卢氏多搬些人去找他的麻烦。卢正显沉声道：什么？姜姓小儿竟然如此猖狂，杀了郑纯，竟然还公然挑衅我卢氏，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卢氏定要让姜姓小儿血债血偿。诸位以为皇后的提议如何？卢正显问道。皇后的书信内容大致是让卢氏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带领一帮人去京师铲除江宁，到时候昭皇后会当内应，鼓动朝臣的情绪，逼迫江宁出城。只要事情成功，昭皇后便拿于氏的半条矿脉当作谢礼。而现在的卢氏完全有这个实力，就算没有皇后的提议，我等也要为郑纯报仇雪恨。对，我要生啖姜姓小儿的血肉，敲碎他的骨头，我要让他碎尸万段，永世不得超生。众人越说越是愤慨。实际上卢氏本就野心勃勃，因为自打700年前开始，大夏王朝遭逢九龙烽火台的变故，国力大不如前，朝廷的旨意就再也无法左右灵州卢氏。经过这700年的经营，卢氏消灭了一批不愿臣服他们的宗门，扶持了一批宗门。灵州境内大大小小所有的宗门，实际上都是卢氏的爪牙。就算不发生卢正纯一事，大夏王朝距离灭国也不远矣。卢氏迟早要参与即将到来的大事之争。如今的卢氏，哪怕是分裂的招式再次合体，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诸位稍安勿躁。卢正显落座。皇后很明显是想借刀杀人，借我们卢氏的手对付于氏。皇后承诺的半条矿脉属于于氏，我们不消灭于氏，怎么可能拿到那半条矿脉？卢正显眉头紧皱，族兄，依我看，皇后要借刀杀人，我们就将计就计，以清君侧的名义攻入白玉京，逼迫一弃三清地禅位。一人愤慨道：对，以我们现在的实力颠覆大夏，建立一座新的王朝绰绰有余。另外一人跟着表态：大夏命数已尽，该有新的天命出现了。恰逢族兄突破到陆地神仙，族兄便是天命所归。对，族兄天命所归。要建立新的王朝需要很多条件，首先旧的王朝大势已去，天命已尽，如此一来，天命便会眷顾新的逐鹿者。其次，新王朝的寿数与开国君主的武道境界息息相关。像那些14境的，只能在偏远地区建立蛮夷小国，国运衰微，不堪一击。想在中原建立大国，必须要有陆地神仙为开国君主，得天命之眷顾，国运才能远远悠长。卢正显自然有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但他也不是个愣头青。大夏国运衰微不假，但姜氏不可没有半点底蕴，毕竟太祖爷可是人间至高神。据说九龙烽火台内还有太祖爷的一缕残魂存在，若是他卢正显建立新的王朝，也一定会给子孙后代留下1-2张保命符。我卢氏将来若能成事，自当是老祖登上95之位。老祖才300岁，哪有我卢正显的事情？卢正显说道。老祖闻言，神情有些许波动。当开国皇帝吗？他本以为自己熬不到那天，但现在看来，貌似有点机会。老朽老了，不中用了，活了300年，早已风轻云淡。老朽不奢望当什么皇帝，将来你们这些子孙后辈成事之后，别忘了把老朽抬进祖庙，老朽就没白庇护你们这么些年。老祖沙哑地说着。依我看，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姜氏必定还有一些后手。咱们可以趁此机会为郑纯报仇的同时，顺便探一探白玉京的老底。如若白玉京尚且无法被轻易攻破，那我等达成了目的之后便退回灵州。如若白玉京真大厦将倾，那我等便推一把。卢正显沉声道。还是族兄想的周全。对，族兄所言有理。不管怎么说，咱们清君侧名正言顺，就按照族兄所言，先把姜姓小儿宰了，再看白玉京的情况做下一步决定。我赞同。我也赞同。其实卢正显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此次清君侧之后，必定会与姜氏皇族彻底撕破脸皮。他很想与姜氏划江而治，分庭抗礼。如此一来，他卢氏也能有半壁江山。不过想了想，还是作罢。若中原大地出现2座王朝，那么其他地方也会纷纷效仿，裂土称王。到时候整个天下太过于混乱，互相攻伐，再想统一可就难了。而且到时候卢氏也会成为天下人攻伐的最大目标。所以要么一举颠覆大夏王朝，入主白玉京，成为天下正统，要么接着休养生息，等时机成熟，再将大夏王朝推翻老祖。您看子孙们的商议如何？卢正显朝着老祖问道。不错不错，有勇有谋，挺好挺好。老祖满意的点头。既然经过了老祖首肯，那我们就行动。卢正显又问道。听说白玉京有一座护城大阵，你带老袁前去探一探大阵虚实。有老袁在，也可为你等压阵。你们具体谁要去谁不去，老朽就不瞎掺和了。老朽老了，脑子没你们这些年轻人快，
老祖说着，脑袋缓缓垂落下去，睡着了。送老祖回去歇息。2名童女施展法术，将老祖悬浮于半空中，将其带走。众人起身，躬身相送。祖兄，我愿去京师，为郑纯报仇。我也愿去，我们都愿去。我们这点人太少了。卢正显说道。族兄勿忧，我家中有1名14进门客，6名13进门客，10进以下拥有上千人。族兄，我府上也有14进高手。我也一样。卢氏各大门房的人凑一块，能组成一支上万人的修行者大军。要清君侧，靠着卢氏族人以及门客多半是够了。卢正显亲自率众奔赴京师，又有老袁压阵，给白玉京方面施压，不怕白玉京不将江宁交出。既然这次去白玉京，先要试探白玉京的老底，等确定白玉京确实油尽灯枯后才动手。那么卢正显觉得做事情就得留一手。肃静。卢正显抬手压了压。郑红，大哥，您吩咐。我和老袁带宗门及江湖势力向白玉京施压，你带宗族成员靠后。若是要打，我向你释放信号，你再带人压上来。如若不打，你们则无需露面。总之，我会亲手拧下江姓小二的项上人头，替郑纯一家报仇。卢正贤狠声道。还是族兄想的周到，那就依族兄之计行事。族兄说要带宗门和江湖势力前往白玉京，直接对他们说清君侧。此事我自有妙计，定会让所有人心甘情愿地跟我们共赴京师。卢正贤起身走出议事堂。老袁，带上郑纯的尸首，随我去钱塘。钱塘前庭前来参加庆贺的人越来越多，逐渐人满为患。卢正显与老袁一同来到前庭。老袁将卢正纯的尸体放下，然后卢正显轻轻一跃，飘到了老袁肩头。卢正显四下拱手，诸位，在下由衷的感激诸位新老朋友，江湖义士远道而来。卢正显风度翩翩，又儒雅随和，一点也没有陆地神仙和灵州守关的架子，像极了一名与众人深交多年的老友。众人对于卢正显这种亲和的风度钦佩得很，要是换做他们当灵州守关，还是一尊15进顶级大修，尾巴早翘上了天。然而在下今日却不得不下逐客令，还请大家多多担待。今日所有登门的，改日我卢正显必定亲自登门赔礼道歉。卢正显说着，再次拱手施礼。总督大人，这是为何？对啊，您顺利突破，不应该普天同庆吗？站在后排的人显然没看到摆在地上的那具无头尸，但前排的人都看到了。不知道大家可否认识卢正纯？是我二伯嫡长子，我的亲堂弟，我卢氏族亲。卢正显说着，脸上浮现痛苦之色。卢正纯并非籍籍无名之辈，早在灵州便颇有名气，一个30岁就能入5到10进的天才，如今的13进龙骧卫大将军，官正2品，在京中所有武官当中，品质在卢正纯之上的不超过1手之数。难道死的这个人是卢正纯？堂弟遭人杀害，今日我卢府洪氏便白事，恕我不能与大家饮酒同乐。死的果然是卢正纯，这可是卢氏嫡系成员，将来有很大的可能能破入14进，成为卢氏真正的中流砥柱。可卢正纯怎么突然死了？喜庆的氛围顿时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群情激愤。什么？郑纯兄居然遭人杀害？这是谁干的？竟敢对郑纯兄下杀手？什么人？难道他不知道郑纯兄是卢氏成员吗？好大的狗胆！诸位先听我把话讲完。卢正显抬手压了压，脸色愈发的痛苦。堂弟不仅遭人杀害，甚至连神魂都被人一同磨灭，永世不得超生。我的好弟弟啊！卢正显仰天长叹，双眼通红，流下2行悲痛欲绝的眼泪。众人瞬间被卢正显的情绪感染，一时之间变得愈发的激愤。岂有此理！总督大人，卢大将军是被谁所杀？您报个名儿，我等必定为卢大将军报仇雪恨。对，总督大人，您说个名儿，甚至都不用总督大人您亲自动手。这些人可不是在开玩笑，他们是真想为卢正纯报仇。若是能做成此事，就等于卖了一个天大的人情给卢氏，将来直接成为最靠近卢氏的人，直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皇九子，梁王江宁。此话一出，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皇族江氏，这下报仇的难度大大提升了。在场所有人显然都不具备单独为卢正纯报仇的能力。皇族江氏竟然敢对卢氏成员下杀手！日薄西山的大夏王朝是嫌弃自己命太长？什么梁王？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可恨啊！卢正贤仰天长叹：我卢氏自打开宗以来，世代为官，一向对朝廷对陛下忠心耿耿，可奈何如今堂弟遭奸人所害。若是此僚继续在朝堂之上兴风作浪，我大夏将面临亡国之危。
所以我打算诛梁王，清君侧，还大下一个朗朗乾坤。清君侧，清君侧，清君侧。众人听到了卢正显的决定后，又激昂了起来。朝廷腐朽不堪，姜氏皇族更是昏聩无比，天下早已不堪重负，他们姜氏已经不是天命所归了。总督大人，为何不发布檄文征讨白玉京，推翻大夏王朝？此乃顺应天命之举啊！对啊，卢氏一门2位陆地神仙，又有袁前辈这等上古灵兽，此乃天命所归。诸位稍安勿躁。卢正显抬手压了压，我卢氏忠于朝廷，自然不做那背信弃义的反贼。此次进京清君侧，也并非谋逆，实属为我大夏江山社稷铲除祸害。卢正显郑重拱手，若是愿意随我一同北上，为我卢氏伸张正义者，我卢某人感激不尽。我等愿意追随总督大人，我等也要为卢氏伸张正义。伸张正义，这时候发檄文造反，就得从灵州一路打上白玉京，这一路上的城池多半也会望风而降，然而却没有把握能直接打进白玉京。只有探清了白玉京的底细，有十足的把握能荣登大宝，卢正显才会造反。否则八字没一撇之前，他不愿担负反贼的骂名，成为众矢之的。我卢正显代替我死去的堂弟，感谢诸位大义。卢正显躬身而拜，眼中满是再也无法隐藏的炙热。下午，皇宫中，御花园月湖上，江宁跟在于飞身后，沿着水上回廊走着，至湖中心一座凉亭中停下。天色依旧灰蒙蒙，总是令人感觉格外压抑。宫中近来有传闻，陛下可能要立储，你可听说过？于飞站在凭栏前，望着倒映着低沉天幕的湖面，心思凝重。他的皇儿强势的出乎了他的想象，回京不足1月时间，接连下杀手，甚至还杀了卢氏族人。于飞近来有些苦恼，总是担心他的母族会选择放弃江宁，因为外戚不喜欢过于强势的皇子。他甚至担心于天虎孤傲的性子会和江宁产生矛盾，但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完全多虑了。江宁自始至终就没对于天虎出过手，而现在的于天虎早就对江宁马首是瞻。宁儿，现在外人只知道你是14境，并不知道你已经超过了15境。在你上位之前，切记要隐藏实力，否则如今的大夏王朝不会容许一位15境以上的大修继承大统。于飞忧心忡忡，江宁之前说自己已经是第20境，他不知道20境具体有多强，但他知道江宁的实力一旦曝光，阻止他，想让他死的人一定会变得更多。就算江宁再强，能强得过整座天下吗？母妃无需多虑，儿臣自有分寸。江宁应声道：你自小稳重，该展现手腕的时候就展现，但该收敛的时候也要收敛。儿臣谨记母妃教诲。对了，于飞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露出一脸慈祥温和的笑容。你已籍贯，按照礼制该选王妃，本来以你的身份当配公卿之女，但眼下属实不能过于招摇，所以母妃挑选了许久，为你选中了一良人。于飞温和的笑道：全听母妃安排。江宁颔首，果然天下父母都一个样，儿女到了年纪，婚嫁之事就是头等操心大事。于飞这么做并非单纯只是想让江宁尽快完婚，首先可借选王妃一事消除一下众皇子们的顾虑，因为他所挑选的对象并非公卿之女，只不过一位正五品官员家的女子。这也就意味着江宁没有借取王妃的名义拉拢士族豪强。其次是江宁性格太闷了，也就在他面前能多说几句话，他想让江宁变得开朗一些。最后就是但凡遇到什么事情，江宁身边也能有一个梯级人商量一下，若是遇到江宁冲动的时刻，也能有个人可以阻拦。为你选的女子芳龄18，性格活泼开朗，长相端正，才艺自然也不俗。等明日娘亲自领着她去王府，你见了肯定会喜欢。于飞笑道：让母妃费心了。翠玉，于飞喊了一声。宫女翠玉拎着锦盒上前：王爷，这是娘娘亲手为您做的点心。宁儿，你还有事情要忙，就不要成天陪着娘这个闲得无所事事的妇道人家，10天半月来一趟，娘就满足了。儿臣告退。江宁接了锦盒便出宫去了。王爷可真是英俊，不愧是娘娘所生，这白玉京再也找不出比王爷更俊朗的男儿了。翠玉小声娇笑道：小丫头动春心了。于飞瞪了翠玉一眼，翠玉自知失礼，连忙下跪：娘娘息怒，奴婢有口无心，奴婢身份低微，哪敢对王爷抱有一丝多余的想法。瞧给你吓的，起来吧，你10岁就跟着本宫，本宫还不了解你。多谢娘娘。江宁回了王府，进入寝院，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他将锦盒打开，把几份精致的点心一一摆在石桌上，一份桃花流苏，一份玉露梦华雕，一份小玉兰。江宁自小沉迷武道，达到陆地神仙之境，便可终生辟谷，
以天地灵气酝养肉身，但人的口腹之欲哪有这么容易戒除？所以江宁一向很喜欢这些小点心，尤其是他母妃做点心的手艺，不输宫廷御厨，不仅仅做得好看，味道也是极好，最适合当做下午茶。参见殿下。于天虎行礼后步入庭院，免礼，来坐下，一块吃点。江宁招呼了一声。于天虎正想坐下，忽感受宠若惊，一想到江宁的冷淡性格，那什么，王爷您自己受用，末将岂敢跟王爷同坐？于天虎后退一步站好，那5位统帅至少在表面上折服了，今日没搞什么小动作，只是现在殿下掌握着8万禁军，而其他皇子却半点动作都没有，末将觉得很奇怪。于天虎沉声道，他们的想法跟你差不多，只是觉得12位表面臣服于本王。还有，你漏了一点，本王镇杀的几人当中，有一个灵州卢氏的成员，也许他们都在等灵州卢氏的动作吧。江宁淡淡说着，捻起一块桃花流苏送入嘴中，一股桃花的清香以及奶油的浓香在嘴里化开，口感细腻，味道甜美。江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对哦，殿下不说，我差点就忘了，那灵州卢氏。于天虎还是第一次见到江宁脸上有神情波动，他这才知道，原来江宁也不是死鱼脸。那个仆从骑的是踏云驹，想必早已赶到了灵州城。这时候灵州卢氏绝对已经知晓了卢正纯的死讯。如今的卢氏已经积攒多年，早已成为割据一方的豪强，实力极其雄厚。而且卢氏还有一头活了1000年的护山灵兽，相当于卢氏有2名陆地神仙。于天虎说着，忽然就感觉到了于氏的渺小。皇后让卢氏清君侧，万一他们真发动兵变。于天虎想到信封的内容，细思极恐。卢氏真要引兵北上，届时8万禁卫军未必会替江宁拼命，他们来是最好。江宁淡淡道。于天虎看着江宁优雅的品尝点心，心想这就是来自陆地神仙的自信吗？翌日清晨，灵州至京师途中，忽有一道乌云遮天蔽日，地上的人们抬头一看，原来是天上飞过去一大群人，就如同一群流星，速度极快。快看，有仙人飞过去了！哇，好多仙人！仙人这是干嘛？别傻愣着，赶紧参拜仙人，让仙人降下福泽。有高门阔府中的老爷看见了天上飞过去一大群人，这么多修士向北而去，半点气息都没泄露，这是去做什么？父亲您快看，前头的非洲，那是灵州卢氏的护山员，竟然是灵州卢氏的人，怪不得能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啊！父亲，少说有5万人吧？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不要议论此事，静观其变吧。江宁未去早朝，穿上了一身紫金蟒袍，暗紫底色的丝绸，上绣金丝飞蟒纹。比起白色织金蟒袍的玉树临风，紫金蟒袍给他清秀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成熟稳重的尊贵气质。他站在前庭等候片刻，听到车驾驶来，立马上前迎接。翠玉搀扶着于飞走下车架，紧接着又从车架上搀扶下来一女子。江宁细细打量了一眼，女子18岁的年纪，跟母妃所说差不多，从面相上看便是个活泼跳脱的性子。一身浅红色水烟裙将她精致的五官衬托出了几分灵动。儿臣参见母妃。江宁行礼。宁儿总是这么多礼，以后见了娘不必行礼。母妃里面请。江宁迎着于妃进了王府大堂，扶她上座。女子跟在后面，好奇地打量着江宁的背影。这是儿臣亲自泡的茶，府上这么多侍女，怎地还要让你亲自泡茶？儿臣的一点心意而已。好好好。于妃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扣着杯沿。宁儿，这位是大理寺少卿若幽的嫡孙女若兰，你看看可还满意？小女子若兰参见梁王殿下。若兰施了一礼。不必多礼，先坐吧。谢王爷。若兰款款入座。这女子容貌尚可，并没有给江宁任何惊艳的感觉。大理寺少卿正5品官而已，对江宁来说，门第确实低微到了极点。不过江宁本人并没有门第之见，若是他看上的女子，哪怕是农家女，那又如何？初次见面，倒也谈不上满意和不满意。江宁直言不讳。若兰性格比较活泼，也很有主见，品德方面自然是极佳。你若是没有异议，娘便亲自向若家下3书6品。于妃笑道。江宁犹豫了一下，母亲的心情他完全能理解。母亲不想太招摇，所以给江宁找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子，但终身大事难道就要草草定了？之前江宁觉得无所谓，可事到临头却又难以抉择。倒不是他不能拒绝，而是不太想辜负了母亲的心意。他这样的身份在婚嫁之前还能挑选一番，若是在普通人家，那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到成亲那日，夫妻双方才能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宁儿平日里一向果决，今日怎么犹豫了？于妃略微疑惑。若兰看出了江宁的犹豫，
觉得自己好像没被梁王看上，感觉受到了打击。没办法，梁王不仅仅身份尊崇，长得也实在是万里挑一，哪一个妙龄少女见了梁王这样的不迷糊？正当若兰有些失落之时，江宁开口道：“全听母妃安排。”好，这件事情就先定下了。于妃欣然一笑，若兰心中一喜。同一时间，京城南门外，一条飞舟如同闪电一般破空而来，骤然停在南城门外2里处。飞舟前头站着一人，身着绯红官袍，腰间悬佩宝剑，正是灵州总督卢正显。卢正显的身旁站着身形庞大的老袁，他佝偻着身子，双臂正好垂在甲板上，看向笼罩在灰蒙雨雾当中那座恢宏的白玉京。卢正显眼中露出躁动的神色。这时，数不清的人就如同潮水一般，或是各自施展术法御剑御刀，或是骑乘飞禽走兽，先后抵达京城外。南城墙上的兵卒看到这一幕，差点就被吓破了胆。数以万计的修士和各类异兽，有的悬浮在空中，有的落在了地上，人人携带法宝神兵，杀气腾腾，严阵以待。这是什么情况？这么多修士，哪里来的？快去通报大将军，问问有没有收到数万修士入京的报备。不多时，收到消息的天狼卫文凯急匆匆地上了城墙。眼看着这一幕，文凯面色变得无比凝重。数万修士，人人携带法宝神兵，还带来了如此多灵兽，而他并未收到任何大规模修士进京的报备，怕是有人谋反。来者何人？文凯朗声厉喝，浑厚的声音传出。这时，非洲上出现一人，绯色官袍，隔得太远，文凯看不清其面目，但是他看到了跟着那人一同出现的巨型灵兽，那是一头毛发雪白、拥有浅蓝色纹路的老猿，灵州卢氏的护山老猿。所以这些修士都是从8000里外的灵州赶来的。至于他们前来的目的，文凯一想便了然于心。前不久，江宁灭杀卢正淳全家，一个活口没留。卢正淳可是灵州卢氏的嫡系成员，年纪还没过80，就已经是13境，不可谓天赋不高。而这时候，灵州卢氏携数万修士赶来，必定是为卢正淳报仇而来。他们甚至有可能以报仇为借口，趁机谋反。那可是几万修士，其中境界高深者绝对不在少数。他们若是要发动攻势，必须得由陛下启动护城大阵。至于这面城墙，在那些飞天遁地的修士面前，跟平地没什么两样。到底江宁还是将一些不安分子给招惹上了门。本官灵州总督卢正显。卢正显的声音传入文凯耳中，来的竟然还是灵州卢氏的现任大家主，也是灵州卢氏的第2号人物朱良王清君侧。卢正显的声音响彻天地。这时，数万修士齐声呼喝：“朱良王清君侧！朱良王清君侧！”喊声震天动地，气势雄浑。但文凯并未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数万修士所爆发出来的气势并未影响到他分毫。他此刻心思凝重，直接忽略了江宁所布下的大阵。哪怕这时候卢正显一声令下，数万修士齐齐攻城，他们也无法破开江宁布下的大阵。而且他们甚至都没感知到他们面前有一座大阵存在。朝堂有奸佞江宁，我等只为诛杀奸佞，还朝廷一个朗朗乾坤，还我卢氏成员一个公道，让江宁出城来受死。我等取了江宁人头，自然会退去。你速速去禀告。卢正显的声音震天动地，直面白玉京的他格外嚣张。否则休怪本官先斩后奏。文凯感觉压力极大，不过见对方没有要立即动手的意思，便朗声道：“卢总督稍等片刻，本将即刻去通禀。”文凯迅速赶往皇宫，不顾宫廷禁卫的阻拦，一路直接跑进了太极殿。报！文凯冲进大殿，单膝跪地，启禀皇后，灵州总督卢正显携数万名修士于朱雀门外打着朱良王清君侧的名号逼宫。卢正显还说，若是朝廷不交出良王，他就要先斩后奏。这句话响彻整座太极殿，原本想追究文凯不顾礼节、破坏朝会的官员，瞬间就闭了嘴。卢正显携数万修士逼宫，朱良王清君侧。他身为灵州主官，没有朝廷的调令，不得擅自离开灵州地界。而这时候他出现在京城外，这跟造反有什么区别？可一想到卢正显是冲着江宁而来，事情好像又变得合理了。谁让江宁目中无人，抬手就灭杀卢正淳全家？卢正淳和卢正显可是亲堂兄弟，而他们卢氏也是天下所有氏族当中最为团结的氏族。群臣心中都非常清楚一点，灵州以南大片疆土的管控权早就不在朝廷手中，而在灵州卢氏手中。卢正显简直是反了，没有朝廷调令就敢随意离开灵州，甚至还带数万修士兵临城下。他的眼中简直没有朝廷。有人先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下正义之词，但紧接着便有人话锋一转。可此事的源头
皆由梁王无故镇杀龙，相为卢正淳一事而起。梁王诛杀卢正淳、卢将军，甚至都没有给过朝廷一个交代，本就不合我大夏律法。对，若非梁王一意孤行，不由分说的胡乱杀人，否则卢正显又怎会引兵至京师城外？诸位大人的意思，难道要让本宫将皇子交出？皇后脸色一变，怒声道：卢正显没有直接攻城，则代表他并无反心，请皇后明鉴。如果不是梁王扰乱朝纲，草菅人命，卢正显何至于此？卢氏一直在灵州为官，对朝廷的政令向来是朝令夕行，从无二心。这时候不敢弹劾江宁的，一个个都站了出来。卢正显要逼宫，他们只要交出江宁，让卢正显将其处置掉，自然万事无忧。而且卢正显带来了几万名修士，明摆着如果朝廷不交人，他们便会攻城。至于皇后在想什么，站在朝堂上的老狐狸谁不清楚？没有谁比皇后更想让江宁去死，所以他们现在团结一致，逼江宁出城去受死，而不是去请示陛下，先让陛下开启护城大阵，以防万一。卢正显虽然大逆不道，但也情有可原。但本宫绝不会强迫任何一名皇子赴死，更何况还是我皇族嫡出皇子。皇后一派正义凛然。刘瑾，你去通知梁王，若他愿意舍生取义，本宫便为他记大功，甘修族谱，入皇族宗祠。若梁王不愿出城，本宫自然要袒护我皇族子嗣。那你便去告诉卢正显，让他尽管攻打京师。遵旨。刘瑾出了太极殿，手掐剑诀，不远处飞来一柄宝剑。刘瑾纵身一跃，御剑而去，直奔梁王府。刘瑾落入庭院中，也顾不得许多，直接闯入。老奴失礼。说。江宁淡淡道：王爷，灵州总督卢正显带数万修士打着诛梁王、清君侧的口号逼宫，要逼王爷您出城。刘瑾心中五味杂陈，他才刚刚认了主，结果就遇上这么一档子事儿。若是他的主子没了，他刘瑾就是一条丧家之犬，到时候等待他的绝对是比千刀万剐更惨烈的极刑。王爷姿势体大，依老奴之见，需先进宫禀告陛下，让陛下开启护城大阵。他卢正显引来数万修士，也未必能破城。刘瑾接着说道。江宁完全没有任何表情变动，可于妃听完这话，吓得脸色一片惨白，宁儿勿怕，娘这就进宫去面见陛下。江宁按着于妃的肩膀，让她坐了回去。母妃勿忧，儿臣去就来。江宁正要转身走，于妃一把抓住了江宁的手。不行，城外数万修士，你一人如何能抵挡？娘告诉你父皇，他绝对不会见死不救。于妃哪里肯让江宁离去？这一去，怕是天人永隔。皇后实在是歹毒，知道此事后，竟然不是第一时间禀告陛下。那一招文武百官，个个都是狼子野心，没几个好东西，还想让卢正显杀了江宁再走，置江氏皇族于何地？卢正显真要开了这个头，那么大夏王朝的气数便到头了。母妃谢儿臣，儿臣不会有事。也许1刻钟，也许2刻钟后，儿臣便回来了。江宁从指尖向于妃体内注入一道气机，这一刻，于妃急躁的心情瞬间平静了下来。下一瞬间，江宁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消失不见。刘瑾直接冲出大堂，飞身一跃，御剑追着江宁往朱雀门而去。江宁要死，他也绝对活不成。真要死，大不了跟主子一块死。江宁才离去没多久，只见一名官员满脸焦急，走入王府大堂。来者正是大理寺少卿若幽。他本就不太想跟梁王府联姻，因为梁王府现在一点也不得人心。他刚刚得知了此事，现在也顾不得冲撞了于妃和梁王，必须得将孙女带回去。几万修士逼宫要杀江宁，满朝文武一个保他的都没有。而江宁身边有谁？一个于天虎，不过10境，能顶什么用？他可不想因为和梁王府联姻而遭受牵连。臣参见于妃娘娘。若幽赶紧行礼。若少卿，怎么了？于妃问道。是这样的，臣思量了许久，臣不过一介五品芝麻官而已。臣这孙女儿向来性子顽劣，也不懂尊卑有别。我若家配不上梁王殿下，我这孙女儿更配不上梁王殿下，所以臣请于妃娘娘收回成命。于妃闻言，脸色一冷，她体内有江宁那一道气机的加持，此刻正处于一种玄妙的状态中。若幽，你昨日与本宫商议好了，梁王也同意了这桩亲事，可你为何又要反悔？于妃冷声道。臣实属无奈，确实是高攀不上梁王殿下，请娘娘开恩，要打要罚，臣悉听尊便。滚！若幽拉着若兰就走。爷爷，你不是说好了，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少废话，赶紧跟爷爷走！不长眼的老东西！于妃愤怒地骂了一句。在一旁伺候着的翠羽，这时候脸都白到了毫无血色。娘娘，王爷他。北城门处，
于天虎正亲自领着兵卒巡逻。将军，大事不妙！灵州总督卢正显逼宫，要以清君侧的名义诛杀王爷。什么？于天虎闻言大骇，卢正显这老贼来得如此之快，他带来了多少人？于天虎一边飞身上马，一边急声问道。具体数目不知，说是有数万人之巨。传令，召集12位所有人前往。于天虎突然反应过来，朝着报信的兵卒大怒道：你倒是说哪里啊？朱雀门。传令12位，1刻钟，不，半刻钟内朱雀门集合，晚来一步者斩。说完，于天虎骑着宝马朝朱雀门飞奔而去。朱雀大门缓缓开启，一道身着紫金蟒袍的身影闲庭信步走出。江宁放眼望去，嘴角微微翘起。天上有数不清的飞禽，驾驭各种武器悬空的修士，地面有数不清的走兽和数不清的修士。江宁粗略估算，人数总共有6万左右，加上飞禽走兽的数量，约莫有着10万之数。他稍稍放大了感知范围，立马查探到后方10里处还有大概2万人。这阵仗很大，气场十足，人人严阵以待，一副一波就要将整座白玉京冲垮的气势。江宁的目光看向悬空的古朴飞舟，那飞舟长达100余丈，宽数10丈，是一件可飞天遁地的上品灵器。而他的注意力并未落在飞舟上，而是落在了那头老猿身上。这灵兽很有意思，吸食天精地华而生，跟二皇子一样，已是肉身成圣的境界，可谓是天地的宠儿。将其驯服，留下当灵宠，极是不错。此刻立在城墙上的兵卒见江宁独自出城，那消瘦的背影面对的可是数万修行者组成的大军，而这一道背影在告诉这些兵卒，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一刻，他们莫名其妙地生出一股江宁不会输的奇怪直觉。虽然他们总觉得江宁行事风格过于霸道，甚至冷血无情，可现在大夏所缺少的就是江宁这种当仁不让的风骨。出城者可是奸贼江宁。卢正显见到那道紫色身影，直接释放出一道威压。江宁抬起的头慢慢低下，本王不太喜欢抬着头跟人说话，要么你下来，要么本王上去。江宁淡淡道。卢正显完全没想到，江宁见到这阵仗，不仅仅没有吓得跪地求饶，反而还在显摆他那皇族亲王的威风。还你上来，你还有命上来？你高低不过14境，我这14境的修士足足有几十个，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把你淹死了。除非州上那一人一侯，其余的人就此离去，本王可放你们一条活路。江宁的声音淡然，却清楚地传到了每一个人耳中。这么严肃的场面，结果江宁一句话让所有人全破了功。噗！这小贼在说什么？让我们离去，还放我们一条生路？他的意思是，他一个人包围了我们大几万人，他以为他是陆地神仙。陆地神仙如何？就算他是人间至高神，也得引颈带路。这亲王不过20岁的年纪，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难道他想一人斩杀数万人，他有那个实力吗？就算是人间至高神，又有那个实力吗？他们抱着替卢正纯报仇的心而来，如果卢正贤想要攻打白玉京，那自然最好。他们所有人都将是从龙之臣。至于这个年轻亲王，显然没有半点自知之明。白玉京数百万人，为什么就他一个人出城？还不是他已经被白玉京彻底放弃了？卢正显不可否认，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有气魄的年轻人。但那又如何？空有气魄，却无实力，该死还是得死。杀此奸佞者，赏极品仙丹10枚，全族迁入小峰山洞天。卢正显的声音响彻天地之间。谁杀了江宁，就能获得丰厚的奖赏，甚至还能全族迁入洞天福地。这等福缘，得祖上8辈子积德，这辈子才能碰到。这一瞬间，数万修士法宝神兵齐现，争先恐后，一道道璀璨绚丽的法术，各种神兵利器、符箓、飞禽走兽，齐刷刷朝着江宁头顶砸来。由于法术爆发的光彩太过于夺目，而且是同一时间爆发，整片天地瞬间陷入一片白茫当中，不可视物。江宁就这么站着没动，他的眼中露出了几分激动的神色。对方这一击虽然凌乱，但是很强，15境绝对挡不住。这一瞬间，2道身影先后跳到了江宁面前。首先是御剑而来的刘瑾，他的想法是逐辱沉死，所以他明知道以自己的实力，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瞬间就会灰飞烟灭，依旧毫不犹豫地先拦在了江宁面前。紧接着是从城墙上一步飞下来的于天虎，他们落到江宁面前的时候，视线已经彻底被致盲。于天虎声嘶力竭道：“12位出战。”然而2人以为自己马上就要生死道消，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道道炸响惊天动地，震得这2位高阶修士耳膜生疼无比。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很快白芒散去。
只见地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深不见底。靠白玉京那一侧的坑壁笔直而又光滑，如同被刀削出来的一般。3个人站在坑洞边缘处，一人御剑，一人持刀，还有一人就这么站着。江宁脸上的激动一闪而逝，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失望。数万人合力一击，堪称毁天灭地，若没有阵法保护，半座白玉京绝对已经是一片废墟。然而竟然连他布下的阵法都无法撼动分毫。这时候还有人正在朝着江宁的方向猛攻，只见一朵朵绚丽的闪光花朵不断的在空中绽放，就好像一幅画。这时候众人都反应了过来，那是护城大阵。数万人合力一击，居然没有破掉护城大阵，这是什么级别的阵法？就算是陆地神仙也无法布下这么强悍的阵法吧。然而此时最惊讶的不是这些马前卒，而是非洲上的卢正显。他刚刚看得非常清楚，无数法术打在江宁面前10几步远，那个位置浮现出一朵璀璨夺目的花，就如同在一张宣纸上泼洒了一把墨水。此时卢正显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原本想看江宁被炸得连渣都不剩，现在却突然凝重了起来。很明显，护城大阵已经开启，可是这护城大阵的结实程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更让他难以想象的是，他似乎察觉不到护城大阵的存在。这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后手，那位修长生之道的皇帝陛下，为了保护江宁，选择了开启护城大阵。看来白玉京的坚固程度多少还是超过了他的想象。不过那又能如何？有数万人在，就算这座护城大阵再坚固，仅凭着2000年前太祖留下的气运，又能支撑多久？想必刚刚那一击足以让这座大阵根基动摇。神色凝重的卢正显突然又有些激动，若是今日能直接破了白玉京的龟壳，那他岂不是可以直捣黄龙？卢正显的目光眺望向了位于白玉京北部那座皇宫，也许今日就是卢氏逆天改命之时。陛下开启了护城大阵。刘瑾见状顿时大喜。护城大阵，于天虎还没从劫后余生的庆幸当中回过神来，紧接着想到了恐怖的事情。江宁就在白玉京外部下过阵法，用此手段清理了5个统帅，所以这阵法有可能不是白玉京的护城大阵，而是江宁布下的那道阵法。好家伙，江宁15境能抵挡这么强悍的攻击？对，必定是护城大阵。刘瑾欣喜若狂，不然还有什么能挡下这一劫？不好！紧接着刘瑾陷入凝重。怎么了？于天虎一愣，那卢正显已经破入了15境，他也是陆地神仙，若是这阵法挡不住这些人的攻击，破开一道口子的话，恐怕……殿下，您先走。刘瑾从卢正显身上感受到了无上的元气波动。哦，江宁哦了一声，便往前走去。刘瑾见状，直接愣在当场。让你走，不是让你往前走，你走出护城大阵，那不是去送死吗？那非洲上的卢正显和那头老猿，一个陆地神仙，一个肉身成圣，再加上数万名修士，你怎么打？这时候江宁已经踏出了阵法范围，踩在坑洞上空，继续向前。他出来了，杀了他！奸贼，自己出来送死是吧？这时候法术齐飞，砸向江宁。于天虎和刘瑾同时扑了上去，可却直接一头撞在了无形的壁障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难道殿下真的想用自己的性命来保全白玉京？两人愣愣地看着江宁的背影，只见一道道法术打在江宁身上，各种飞禽走兽蓄势待发。然而江宁的身影却并未被撼动分毫，两人直接麻了。这些人没有15境，怕是奈何不了殿下，殿下可是陆地神仙。于天虎悠悠地说道。刘瑾咽下一口唾沫，不是，这陆地神仙也太强了吧。那些拼命朝着江宁进攻的修士也都慢慢傻眼了，这是为何？他不是最多14境吗？打不动一点？江宁不急不缓，弯腰捡起一根枯枝，抬手一挥，只见一道气浪一闪而逝。江宁身旁所有修士感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道，同一时间被抛飞。这一瞬间天地变色，只见低垂苍穹之上，漫天乌云裂开一道横贯天际的裂缝，光幕从缝隙中落下，一剑开天，须臾之间剑气爆发，弥天盖地。这股力量让所有修士心生恐惧，根本没心思去感叹裂开的苍穹。不好，是陆地神仙！陆地神仙，恐怖如斯！好强的剑气，快退！哪怕是14境的修士，谁也没有自信能挡下这一道足以撕碎一切的剑气。可所有人转身的那一刹那，剑气吞噬了所有人。6万余修士，其中不缺乏14境大修，还有很多高阶灵兽。只是一转眼的功夫，上10万生灵心中只产生了一瞬间的恐惧，便土崩瓦解，支离破碎。遮天蔽日的残枝断壁如暴雨一般落下，
掀起一道恐怖的血雨腥风。这一刻，万籁寂静，天地无声，空中就只剩下那条非洲，除此之外空无一人。卢正显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那满地的尸骸以及被10万生灵的鲜血染红的大地，他的感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剑开天，斩尽10万生灵。前一刻还在跟着他喊朱良王、清君侧的6万修士，转念便是灰飞烟灭。然而那个皇子用的还不是剑，只不过从地面随手捡起的一根枯木而已。他双眼瞪大，无尽的恐惧瞬间将他侵吞。这位年仅20岁的皇子是陆地神仙，可陆地神仙的一剑能有这种毁天灭地的威力？梁王究竟是何人物？为什么他的杀力能如此无穷无尽？后方的所有人见到漫天血雨腥风的场面，一个个只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于天虎知道江宁是陆地神仙，可哪家的陆地神仙能一剑斩杀10万生灵？这陆地神仙怕不是假的吧？难道殿下的境界比陆地神仙还高？难怪殿下会如此淡定的出城，面对灵州来的叛贼。原来他拥有这等鬼神莫测的实力。江宁一步踏出，身影便出现在了非洲之上。听说你要清君侧？江宁淡淡道。卢正显第一次近距离与江宁接触，可他并未从江宁身上感受到任何杀气，甚至连一点元气波动也没感受到。他的表情非常淡薄，没有任何波澜，但他非常清楚，此人极其的危险，是个能要了他命的恐怖存在。卢正显抓住老袁的胳膊，身形暴退，同时显化出法相金身。只见一尊万丈的法相金身立于天地之间，13境的法相金身最大可达100丈，14境可达1000丈，而陆地神仙的法相金身则可达10000丈。卢正显稍有动作，便是风起云涌，狂暴的力量不断扩散。他刚想对江宁动手，可他的法相金身也仅仅只维持了1瞬，只有一个即将抬手的动作而已。破！万丈法相金身瞬间如同被风吹散，化作一道道流光，消散于天地之间。什么？卢正显大骇，他的法相金身竟然被一道言出法随的神通给破了，而他别说还手，就连半点抬手的时间都未曾有。哪怕江宁是儒道仙人，也绝不可能轻松破掉他的法相金身。所以江宁已经突破了15境，成为了和太祖皇帝一样的存在。16境，人间至高神。退！随着江宁淡淡开口，卢正纯感觉到有一股强大到令人心惊胆寒的力量撞在他的胸口。只见卢正显的身影在空中消失，在被击退的过程当中，卢正显拼命地运转元气抵抗，可压根就无法化解这道恐怖的冲击力。停留在后方的卢正宏以及2万余高阶修士见天门大开这一幕，人人激动万分。一剑开天，好强的剑气，这一定是总督大人的手笔。陆地神仙果然名不虚传。快看，万丈法相金身！法相金身乃呢？咦，我刚当眼花了。众人都以为苍穹上的裂缝是卢正显一剑斩出，他们跟随灵州卢氏前来逼宫，卢正显有这等手段，今日怕是能攻下白玉京，而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从龙之臣，从此一飞冲天。正当所有人激动的时候，砰！一声震天巨响，地动山摇，不远处的一座山头炸裂开来，整座山头4分5裂，炸出一道巨坑，土石飞射出10几里开外。突如其来的动静让所有人一惊，好强的冲击力，定是总督大人神威，将谁打飞到了此地？我的乖乖，直接炸平了一座山！众人连忙跑到坑洞边缘，定睛一看，差点没将他们的眼珠子瞪出来。只见巨坑正中心躺着一人，绯色官袍虽然已经破损，但异常显目。那不是别人，正是灵州总督卢正显。兄长！卢正宏见状，纵身一跃，落到卢正显身边。只见卢正显口鼻流血，脸色异常惨白，神情十分痛苦，满脸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卢正显体内的元气正在朝外溢散，丹田破裂。卢正宏不可置信地看着几乎动弹不得的卢正显，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卢正显会被打飞至此，还如此凄惨。陆续有人落到坑洞当中，看到卢正显的惨状，人人心中生出一片凉意。不是卢正显将人打飞了吗？卢正显才刚刚上去没多久，这就被打了回来。他可是新晋的陆地神仙，什么样的攻击能在顷刻间将卢正显打成这副模样？正宏，趁他没来，快带所有人走，否则就来不及了。可嗨！卢正显一边艰难地说着，一边疯狂地吐血。想到刚刚江宁那毁天灭地的一剑，10万生灵无一生还，这还打个屁！他心中只有后悔。朱良王、清君侧，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江氏皇族出了此等奇才，谁敢来清君侧？不对，他不是后悔自己生出野心，他是后悔自己从娘胎里生出来。兄长，
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人呢？老袁呢？走啊！嗨嗨！卢正贤五脏六腑俱碎，丹田破裂，今日想逃，怕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他只希望这些跟着他来逼宫的人能够安然无恙的回去，至少也能为灵州保存一份实力。清君侧，别想了，再也不敢想了，怕是再来一辈的人也打不过那年纪轻轻的亲王。所有人闻言，心中顿时一片瓦凉。显然前方战事不利，而现在只有卢正显一人回来，难道说前边那几万人都没了？不是，这也太快了点吧！猴子，就剩你了。江宁悬浮在半空中，孑然而立，望着那头老袁。老袁那双巨大的眼中有疑惑，也有愤怒。他很难理解，明明江宁没有动手，为何卢正显就被打飞了出去？这头极为护主的老袁眼露凶光，他捶胸顿足，发出浑厚无比的咆哮。老袁忽然手脚并用，朝前狂奔，周身不断有电光闪烁。居然生来便具有自然之力，果真是天地的宠儿。江宁淡淡一笑，对这头宠物更满意了。老袁突然脚踩雷电踏空，速度越来越快，周身电光闪烁频率也加快。这时老袁飞扑而起，一双巨手砸向江宁。只见那苍穹之上的裂缝当中划过一道道闪电，轰隆隆，雷电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汇聚于老袁双拳，电光狂闪，雷霆万钧。这一刻，后方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心中不免生出些许担忧。就在前不久，他们都亲眼看到卢正显的万丈法相金身，然而那尊陆地神仙在江宁面前也敌不过言出法随。可这头老袁杀力无穷，这一拳引动天雷，怕是杀力在陆地神仙之上。轰！老袁双拳锤在江宁头顶上，狂暴的雷霆之力顺着江宁的周身流到地表，如同无数条游蛇一般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整片大地绽开一朵璀璨的雷电之花。猴子，你这一拳甚至都破不开本王的护体罡气。江宁淡淡笑道。老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沟通天地，随时使用雷霆之力，这一拳怕是连陆地神仙也不敢应接，否则非死即伤。老袁硕大的双眼闪过人性化的诧异。吼！他冲着江宁发出最凶猛的咆哮，举起双拳拼命朝着江宁砸来。砰砰砰，一道道巨响犹如开天辟地，一道道雷霆之力不断的炸开。然而江宁却毫发无伤，他就这么一动不动站着，负手而立，淡淡笑着看着老袁发怒。猴子，你是天地的宠儿，如今已是肉身成圣，为何不追随本王，探求那更深层次的境界？你若是能成仙，便可修成人形，拥有人族的智慧，成为真正的万兽之王。江宁淡淡说道。老袁围绕着江宁不断发起猛烈的攻击，一副不为卢正显报仇不罢休的模样。既然跟你讲道理讲不通，本王就用爱来感化你。江宁抬手凌空一抓，处在他身后的老袁瞬间脖子一紧，缓缓腾空。他双手反抓着脖子上那道无形的压力，却怎么也掰不开这道枷锁。他的双足不断乱蹬，愤怒的双眼终于浮现出恐惧。这个人类虽然看起来渺小，但实力非常强大。猴子，追随本王修行，你必定能修成正果。江宁话音刚落，手往下轻轻一挥，那道锁住老袁脖子的枷锁抓着老袁狠狠往地上灌去。砰！就好像老袁自己用身体在地面砸出一个巨坑。这一刻，老袁已是口鼻流血，他不断的扑腾着，却头昏眼花，怎么也爬不起来。周身不断有闪电律动，就好像短路了一般，他再怎么用力也无法凝聚雷霆之力。这时候江宁的身影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道声音回荡。猴子，你通人性，想必已经理解了本王的话。卢氏那一家子犯上作乱，已有取死之道，从今往后你便留在白玉京。此时后方卢正宏等人还是没能明白为什么卢正显成了这副模样，但恐惧早已蔓延到了他们每一个人心中。卢正显让他们跑，绝不可能是在开玩笑。所有人立马打算远遁。这时候一道身影几乎是凭空出现在半空中，拦住了众人的去路。朱良王，清君侧，就凭你们也配？江宁冷清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所有人的目光全落到了江宁身上。他悬浮在半空中，茕茕孑立，风度翩翩，一袭紫色蟒袍沐浴在苍穹裂缝落下的光幕当中，好似这世间最尊崇无比的存在。这就是梁王？难道刚刚就是他一击就将卢正显打得五脏六腑俱碎，丹田破裂？这绝不可能，定是白玉京有什么隐藏大能出了手，又或者是太祖爷留下的保命手段，才能将卢正显打伤至此。这里还有2万余人，加上各种灵兽异兽1万余，总共3万多生灵。
他一个人独面2万修士，就算他是陆地神仙又如何？他就一人杀了他，他就是梁王江宁，他就是杀郑纯的凶手，杀了他替郑纯报仇。动手！江宁刚刚已经尝试过数万人合力一击的感觉，太弱，完全没有任何挑战性，他很失望。别说伤到他，连他一道契机布下的阵法都破不开分毫，所以他已经没有了半点给对方展示的兴趣。在这些人抬手之前，江宁只释放出一道威压，顷刻之间3万余生灵直接被一股庞大到无法抗拒的力量压向地面，就好像9天塌了下来，他们根本无法阻挡。砰！所有人都在瞬间被压碎，如同一只只蚊子一般，在地上留下一滩血渍，范围涵盖方圆数里地，连他们的神魂都被彻底碾碎。天地之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江宁没有秒杀所有人，还留了一个活口，正是卢氏卢正宏。他还漂浮在空中，前一秒还跟他一同战线的灵州修士，还想着趁着江宁的支援未到，先将此子斩杀再说。然而现在全死了，2万多人就这么没了，成为了一滩又一滩，连铲都铲不起来。他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而他现在忽然明白卢正显为何会落得这步田地。这个梁王年仅20岁的亲王，拥有强大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力量。他瞪大双眼，充满惊惧地盯着那尊紫色身影，看着一动也不敢动。那完全不是他能匹敌的存在，甚至整个灵州卢氏都无法与之抗衡。江宁伸手凌空一抓，坑洞中的卢正显飞了上来，而卢正显在飞的过程当中，躯干4分5裂，爆了一地装备，最后只剩一颗人头飞到了江宁手中。在卢正宏极度恐惧的目光当中，江宁就这么拎着卢正显的人头往白玉京的方向而去。江宁什么也没说，完全不屑于跟卢正宏说半个字，就这么将卢正宏晾在一旁。但他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就连卢正显都直接被江宁给分了尸，而江宁刚刚随手一击就荡灭了2万余人。如此想来，前方那8万余人岂不是无一活口？这他还是个人吗？卢正宏急速转身，在万分恐惧当中朝天边急速飞去。江宁回到朱雀大门外，只见那老袁还在坑洞中挣扎，不过他已经恢复了许多，摇头晃脑的从坑洞里爬了出来。老袁见到江宁手中的头颅如同巨剑一般的犬牙滋出，吼！老袁疯狂捶胸，身形忽然暴涨，他在激愤当中竟然又激发了一种潜能。转眼间，这只巨兽已经超过了1000尺之高，如泰山般的巨拳高高扬起，伸过了云端。猴子，本王耐心非常有限，乖乖跟在本王后面，否则本王让你灰飞烟灭。老袁挣扎了一下，云端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死死地钳住了他的拳头，让他动弹不得。这是那个人的手段。下一瞬间，老袁巨大的身躯被压在了地面，那只巨手却还吊在空中。这一刻，老袁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恐惧。老袁爬了起来，惊恐地望着江宁的背影，以及他手中那颗他最为熟悉的人头。他的身体开始缩小，直至1丈半的本体。江宁身上散发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机，让老袁眼中出现强烈的挣扎之色。他摇头晃脑，唾沫飞溅。下一刻，他的眼神很快便清澈无比，一股本能驱使着他跟上了江宁的脚步。江宁随手往后一扔，将卢正显的人头扔出，拿着。老袁直接接住，一边跟着江宁往前走，一边用复杂的眼神望着掌心那颗对他而言十分渺小的人头。江宁走到城外大坑前停下，往前一看，只见城墙上站满了士兵，于天虎和刘瑾站在城外，他们2人的身后列着数千精无畏的兵卒。刚刚那一战，准确的说都不能算是一战，就是江宁挥了一下手而已，一道剑气屠灭10万生灵。这等场面，惊天地，泣鬼神。梁王江宁何其强大！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梁王随手就敢镇沙灵州卢氏族人。别说区区一个分房的卢正纯，怕是卢氏老祖来了，对江宁来说也是抬手可灭。一道声音不断回荡在于天虎脑海中，不止。这个不止，意思是不是不止14境，而是不止15境。江宁极有可能是一尊16境的人间至高神。然而，当年的太祖爷100岁之后才突破至16境，而江宁他却只有20岁，他是比太祖爷还离谱的存在。这千疮百孔的大夏王朝有救了。于天虎现在才知道自己抱上的大腿有多粗，但他以为的粗大腿，实际上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粗，简直就是一根定海神针。那道无敌的身影跨过深坑，来到城门前，他的身后跟着那支灵州卢氏的护山老袁。排列在江宁面前的兵卒自动让出一条道路来，然后所有人单膝跪地。梁王威武，大夏威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紧接着震天动地的喊声一波接着一波。城墙下
城墙上所有兵卒齐声呼喝：“梁王威武！大夏威武！梁王威武！大夏威武！”于天虎心情激荡之余，又感觉有几分尴尬。他自我怀疑，跟在梁王身后，他还能做什么吗？哦，对了，他也可以喊梁王威武！梁王威武！把那坑洞填了。江宁淡淡说道。随后，江宁便带着老袁进了城。江宁轻轻一跃，落到老袁肩头。猴子，你有名字吗？江宁问道。老袁摆了摆脑袋，探出粗重的鼻息，也不知道是说有还是没有。既然你跟了本王，本王就为你取个威武霸气的名字。你这一身威武的白披风，就叫小黑吧。老袁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只是又晃了晃脑袋。自江宁出城开始，便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那些知道白玉京底细的人，并不惧怕卢正显来清君侧，甚至不怕卢正显攻打白玉京。大夏王朝的国运虽然不济，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若是灵州卢氏裂土称王，与大夏王朝划江而治，皇族江氏拿卢氏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他们想窃取白玉京，痴人说梦。公子，这一名老者目瞪口呆，一时无语。满脸病态的皇长子江薛却是满脸激动的神色。我本以为老九是4境，可却没想到他拥有15境的实力。这样一来，我真舍不得杀他了。江薛尽量压制着激动说道。公子，这恐怕不是陆地神仙能做到的事情。老者喃喃道。不是15境，难道是16境人间至高神不成？绝无可能。我若是跻身15境，我也能做到抬手镇杀10万生灵。江薛说道。这怎么可能？老者满脸不解。15境不可能有这种毁天灭地的力量才对。我突然明白了，为何10年前老九会选择离京出走，原来他也偷偷修行了神皇启示录，借取太祖爷遗留下来的残魂力量，如何镇杀不了那些乱臣贼子。他灵州卢氏是昏了头才敢来清君侧。江氏如若真的到了这种任人宰割的地步了，皇位不是早就被外戚逼迫禅让了吗？不过太祖爷留下来的底蕴也确实是不多了。九殿下刚刚借取了太祖爷的残魂力量。老者不可置信。8九不离10，有了老九为我送来的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不出3日，我便能跻身15境。若能把老九彻底炼化，我便能成为人间至高神，重铸我大夏荣光。王爷，这是什么手段？另外一面，一人不可置信地朝着齐王岳问道。江岳只想看看江宁有什么手段，又或者想看看他今日应该怎么死。少一个江宁，就少一个夺嫡的对手。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很明显超纲了。江岳抓耳挠腮，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卢正显带来6万余人，这波应该怎么输。然而对方2尊陆地神仙，外加6万修士4万灵兽，若不是城外那一片血海，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残肢断臂，就好像这些人从来没来过一样。然而江宁仅仅出了一击而已。之后江宁跟老袁对战，3两下的功夫就让那头对卢氏忠心1000年的老袁彻底臣服。老九究竟是什么境界？以一人之力轻描淡写抹杀一周的修士，打底15境，上限可能是16境人间至高神。老九要是参与夺嫡，他该怎么赢？如若老九真拥有16境的实力，他想跟老九斗，除非他短时间内跻身14境，肉身达到更高的层次，否则他想不到自己应该怎么赢。太极殿中，朝臣还未散去，3、5成群议论纷纷。这时候一名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进太极殿，惊慌失措，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般。死了，都死了！小太监几个翻滚，最后跪倒在地，嘴里哆哆嗦嗦地喊着。太极殿上冒冒失失，成何体统？究竟什么死了？皇后语气恼怒，可脸上已经浮现出了隐藏不住的激动。小太监说都死了，定然是江宁和于天虎都死了，倒是没想到江宁倒也有些血性，真的敢出城去送死。灵州来的那些人都死了。小太监还没把话说清楚，砰！殿外传来一声巨响，震天动地。站在殿外的小太监只见一头老袁落在玉阶下面，有一道紫色的身影立在老袁肩头。那不是九殿下，还能有谁？小太监赶忙跨入大殿。娘娘，九殿下回来了。太极殿上人人浮现诧异的神色。刚不是说都死了吗？怎么江宁又回来了？定是梁王不敢出城，承担自己造成的后果，心生惧怕，所以跑来皇宫躲避。敢做不敢当，简直是恬不知耻。走，出去看看。皇后从高台上走下，带领群臣走出太极殿。众人定睛一看，人人露出匪夷所思的神色。那老袁莫非就是灵州卢氏的护山员？老袁为何进城来了？江宁为何站在老袁肩头？扔过去。江宁淡淡道。老袁粗壮的手臂一甩，
只见一颗人头从他手心飞出，人头落到白玉阶上，咕噜噜地滚动了几圈，撞到一名大臣脚跟停下。灵州总督卢正显犯上作乱，已被本王诛杀，人头在此。江宁淡然的声音清楚地传到了每个人耳中。轰！众人如遭天雷灌顶。卢正显已被江宁诛杀，他不是带来了数万修士兵临城下，难道是江宁杀出了城，于万军从中取了卢正显的首级？那卢正显带来的数万修士是干什么吃的？总不可能站在旁边看着吧？原来刚刚那小太监说都死了，不是指江宁死了，而是指卢正显死了。皇后还没来得及庆贺，结果就看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反转。听说满朝文武逼迫本王出城受死，刚刚还有人说本王不敢承担后果，跑来皇宫躲避。呵呵，江宁的目光在皇后身上停滞一瞬，讥讽一笑。笑话！老袁转过高壮的身躯，纵身一跃，直接无视皇宫禁制，脚踩雷霆踏空而去。群臣看着卢正显的人头，彻底傻眼，就连皇后也以为江宁今日必死，可没想到他不仅仅回来了，甚至还斩杀了卢正显，而且他还将卢氏那头护山猿给降服了。那头老猿肉身成圣，堪比陆地神仙。江宁身边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打手。上次皇后给江宁封爵，本想将他抬起来，好让他处于风口浪尖。一个没有站稳脚跟的亲王，身边就一个于天虎，能成什么事？这个江宁身上到底还有什么恐怖的秘密？谁能告诉本宫究竟发生了何事？皇后垮着脸，再也高兴不起来。不多久，江宁在城外抬手镇杀10万生灵一事便传到了皇后和文武百官耳中。据说那灵州卢氏积攒千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以及庞大的根基。然而谁也没想到，卢正显率领大几万修士赶来京师清俊侧，却是来送了一大波人头，不仅仅没能伤到江宁分毫，甚至还赔上了一头护山老猿。灵州卢氏竟然如此废物，那灵州老祖不是陆地神仙吗？他为何不亲自来压阵？老猿落在了王府庭院中，佝偻下身子。江宁从老猿肩头轻轻一跃，落在地上。母妃，儿臣回来了。江宁冲着前堂喊了一声。于妃和宫女翠玉听到江宁的声音，疾步走出。这时候于妃脑中忽然一阵恍惚，她的情绪突然恢复正常，一时之间脸色煞白，一股被压制下去的后怕感喷涌而出。不过看到江宁完好无损的回来，于妃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下来。这时候于天虎后脚也到了，侄儿拜见姑母。于天虎冲着大堂拱手道。天虎不必多礼。于妃疾步走下太监，满脸担忧地看着江宁。我的宁儿，你母妃勿忧，叛贼已被儿臣尽数剿灭。江宁露出一脸温暖的笑容。于妃虽然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她听到这话很是惊讶。叛贼被你剿灭了，不是有着数万人之多？于妃有些不可置信。那卢正显应该集结了整个灵州的势力，不然他怎么敢来逼宫？一群土鸡瓦狗罢了，何足挂齿？江宁笑道。是不是天虎出手相助了？于妃朝着于天虎问道。于天虎老脸一红，抬手摸了摸后脑勺。于天虎倒是想帮忙，但他们唯一帮的忙就是江宁打赢后喊了几声梁王威武。回姑母的话，侄儿并未帮上任何忙。于天虎有些尴尬。什么？于妃愈发的不可置信。江宁见于妃如此疑惑，便知道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有所误解。母妃，儿臣虽并非有通天晓地的万能本事，但这天下绝对没人是儿臣的敌手，所以今后若是遇到这类事情，母妃大可放心。灵州来的那些叛贼，儿臣一人便将其全部碾碎。江宁解释道。啊！于妃一怔，一人碾碎灵州数万修士，这他忽然想到江宁之前所说的20境，他也没见过20境，哪能知道20境一人就能干翻整个灵州？原来他的宁儿已经天下无敌了。于天虎闻言，嘴角扯了扯。若是以前听到这话，绝对会狂喷江宁装逼。但是现在亲眼见识过江宁的手段之后，他反而还觉得江宁比较低调。这位亲王是真的天下无敌了。宁儿没事就好，这老袁莫非是卢氏的护山猿？于妃注意到老袁，打量了一阵后，惊讶地问道。不错，正是卢氏的护山猿，不过已经被儿臣降服，成了儿臣的灵宠。卢氏的护山老猿，这就成了江宁的灵宠。要不是亲眼所见，于妃真不敢相信。不愧是他的皇儿，果真有大出息。这头老猿守护灵州卢氏千年之久，早已肉身成圣，闻名遐迩。却没想到灵州卢氏千年栽培的心血，拱手送给了你。儿臣给他取名叫小黑。对了，母妃喜欢这头灵宠吗？您若是喜欢，臣让他跟在母妃身边，让他每天给你跳个舞什么的，也能逗母妃开心。江宁淡淡笑道。于天虎看了看老袁，
只见那老猿抬起粗壮的手臂，并着五指，正嘬着头顶。于天虎，让一尊肉身成圣的灵兽跳舞取乐，您听听，您这是人话吗？于飞闻言顿时莞尔一笑，他一向觉得江宁性子太闷，却没想到江宁还有这点小幽默。明明一只通身雪白毛发，有着蓝色纹样的老猿，他却给人家取名小黑，这名儿多难听，还不如叫小白呢。于飞随口笑道：“那就依母妃所言，就叫小白。”老猿不知道是理解了还是没理解，发出粗重的鼻息：“就不要留在娘身边了，娘有宁儿送的那只小木盒足够。这小白实力堪比15境陆地神仙，还是留在宁儿身边才能发挥大用处。留在母妃身边，怕是真只能给母妃跳舞咯。”于飞笑道。江宁可没想着让他当打手，只是觉得这老猿通人性，又是常年养在洞天福地，吸食天地精华，非常罕见，所以才想着把他当宠物养，看看能不能让这头老猿成仙后修成人形。他见过很多修成人形的妖魔混在人族当中，可还没见过修成人形的灵兽。无聊的生活也需要多找点乐子。这时候于飞忽然想到若幽的事情，突然脸色一凝，那太常寺少卿竟敢冒犯我们母子，简直给脸不要脸，无理至极。母妃且说如何处置若幽？唉，于飞忽然叹了口气，本想为你寻一个普通一点的王妃，那若幽临时反悔，虽然无理，但也是不知我皇儿的底细，怕沾上因果，他自己错过这桩姻缘，只能怪他目光短浅。这事儿就算了吧。是，若是没有于飞的仁慈，江宁可能会抹杀若幽，谁让他令自己母妃不开心。不过于飞说的对，若幽反悔确实是害怕跟自己扯上关系，这种小人物为求自保也本无大错，江宁也不会放在心上。宁儿，下次娘一定为你找一个更好的。于飞笑道。江宁大显神威，接下来想攀附江宁的必定会多如过江之鲫，不用于飞主动去物色，就会有顶级权贵想方设法的跟江宁联姻。像若家那个级别的存在，于飞以后礼都不带搭理的。母妃可留在府上用午膳？江宁问道。不了，娘这就回宫去，看看皇后的嘴脸变成了什么样。于飞满脸欣喜。母妃，宫中有事随时吩咐刘瑾，若是皇后再让母妃不开心，你想杀便杀了，万事有儿臣替母妃担着。听到这话，于飞满心感动，还是他的皇儿孝顺，但于飞还是不会这么做，如此打杀了皇后，将陷宁儿于不义的境地。他什么忙也帮不上，不想给皇儿惹多余的麻烦，虽然他不会让刘瑾杀皇后，但给皇后上一上嘴脸还是可以的。然而江宁的心中已经给皇后宣判了死刑，只是早死2日或者晚死2日的区别罢了。于飞离开府邸，突然抬头望向天空，低沉的天空正中间有一道贯穿苍穹的裂缝，一道光幕倾泻下来，犹如一道金色的屏障，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好壮丽的景致。于飞走后，那老猿四下打量着院落，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走到庭院中的一棵树旁边，他抬起胳膊打量了一下树木，又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很显然，这棵只有3、4丈高的树木无法满足老猿的需求。老猿很是沮丧，颓然地坐在地板上，低着硕大的头颅，开始翻找自己的毛发。小白，江宁喊了一声。老猿看了江宁一眼，指了指那棵树，然后往地上一躺，一条胳膊搭在肚子上，时不时地拨弄自己的肚皮。殿下，这是咋了？江宁淡淡一笑。老猿虽然是活了1000年的灵兽，但本性未改，不发怒的时候有着普通猿猴的习性，嫌这棵树小了，不够他玩耍栖息。江宁淡淡笑道。老猿闻言抬了抬脑袋，发出鼻息，然后又躺了下去。本王听说小峰山洞天有一棵5000年古槐，高将近300丈，本王改日将那棵树移栽到这院里，供你攀爬栖息如何？老猿闻言顿时爬了起来，双拳捶了几下胸口，然后斜着身子在对他而言很狭小的院内转了2圈，嘴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殿下，这是真改认您当主人了，这老猿果真如同传闻那般通人性，小人言。不过这庭院对他而言好像小了些。于天虎啧啧称奇。也是。江宁朝着老猿说道。小白，除了这座王府大堂，王府里你想拆哪就拆啊，要多大的活动空间你自己看着办。好，好。老猿貌似很兴奋。江宁在朱雀大门外大显神通一事很快便传遍了全城。那若幽才刚刚带着孙女回到府上，若幽的儿子很快就从外面跑了回来。爹，梁王看上兰儿了吗？男人很是兴奋。我已经求了于妃，相亲之事没有继续谈。若幽回答道。爹，您说什么？男人一愣。梁王惹上了灵州卢氏，这时候将兰儿嫁到梁王府去当王妃，兰儿能当几天王妃？你难道还不知道那灵州总督卢正显带了数万修士前来杀梁王吗？若幽说道。
所以爹您就去反悔了？男人双眼瞪大。是啊，我总不能将自己的亲孙女往火坑里推吧？这不仅害了兰儿，还害了咱们若家。哎呦！男人愤愤地挥拳。爹，您糊涂啊？你在瞎说些什么？谁糊涂？您糊涂。您知不知道城外那数万叛军下场如何？被梁王亲手给镇杀了个一干二净，连卢氏那头老袁都被梁王给降服了。男人无比的愤慨。你说什么？梁王可是一位15境大修陆地神仙。什么？若幽只感觉老眼一花，梁王是陆地神仙，还将灵州来的数万修士杀了个一干二净，这可能吗？你不会在做梦吧？哎呦，咱们家祖上18辈子积来的德，被老爷子您毁了个一干二净。咱家本来可以一步登天，可是老爷子您糊涂啊！最难过的还是若兰，那位风度翩翩的亲王，明明已经答应了于妃，可以娶她过门，若不是爷爷横插一脚，她可就嫁入王府了。甚至她不知道的是，与她擦肩而过的夫君，居然还是一位陆地神仙。假的，一定是假的。您瞧瞧。男人指向天空，那一道裂缝就是梁王一剑所造成的结果。一剑开天，这不是陆地神仙是什么？数万人亲眼目睹这一切，这还能有假？若幽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天上的裂缝，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颓然。江宁一剑开天，镇杀数万修士，并降服卢氏护山园一事，在白玉京掀起了轩然大波。谁又能想到，一位年仅20岁的亲王，凭空消失了10年，之后就是以这种震撼世人的方式出现。然而最后得到消息的还是当今陛下。直到有个小太监在清心殿外呼唤：陛下，陛下，奴婢有要事禀告。皇帝近来一直担心九龙烽火台再次被点燃，听到那太监唤的焦急，立马引动皇族气运，远距离查看了一下九龙烽火台，并未被点燃。皇帝稍稍放心，对他来说，只要九龙烽火台不被点燃，那其他事情就都是小事。闭嘴！皇帝威严的声音响起：陛下，灵州总督携数万修士来犯。要！哐当！小太监话没说完，清心殿大门瞬间开启，皇帝的身影一闪而逝。陛贺！皇帝呼唤了一声，只见皇宫中某处花园内飞出一只通身遍布火红羽毛的灵鹤。这时候，皇帝已经悬浮在空中，那名为碧鹤的灵鸟飞到皇帝脚下，之后留下一道火红的残影，消失不见。陛下，陛下，奴婢话没说完呢。那女国师快步走出，立马就看到一道绚烂的光幕立在天地之间。皇帝一袭白色道袍，白发飘飘，仙风道骨，站在火红的灵鹤背上，果真如同仙人一般。他忽然想到不久之前从城南方向传来的几声巨响，起初他以为又是什么修士在城外打架，原来是有敌来犯。灵州总督卢正显，真以为你卢氏在灵州盘踞成百上千年，就有了颠覆我大夏王朝的实力了？朕只要还活着一天，这大夏就是还是姜氏的大夏。顷刻之间，灵鹤飞到了朱雀大门上空。皇帝往城外一看，城外2里处有一口巨坑，很多兵卒正在那边填坑。不是说卢正显引数万修士来犯吗？数万修士呢？目光往远处看去，皇帝苍老的双眼逐渐瞪大。只见巨坑后面一片血红，地上遍布残肢断臂，有人的也有兽的，一眼望去几乎望不到头。灵鹤缓缓降下，皇帝轻轻一跃，落在城头。臣等参见陛下。文凯等一众聚在一起的将领见皇帝到来，躬身行礼。免了。皇帝看向城外，文凯，怎么回事？回陛下的话，灵州总督卢正显领6万余修士，打着朱梁王清君侧的名号来犯，然后被梁王殿下一剑全部斩杀。文凯激动地说道。皇帝闻言愣了片刻，没了。文凯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哦，还有，梁王殿下降服了卢氏那头护山猿，已经带进了城。文凯接着说道。皇帝一剑斩杀数万修士，然后降服了灵州卢氏的护山猿。皇帝真不怕灵州卢氏来犯，就算卢氏的势力再庞大，就算他带来30-50万人，皇帝也有把握守住白玉京。但皇帝明知卢氏野心勃勃，却也不敢主动征讨，主要还是因为卢氏有一尊陆地神仙，一头护山猿。这头护山猿成年1000年之久，在大夏各族的灵兽当中，战斗力有可能不是第一，但一定能进前10。你再说一遍。皇帝微微眯眼。卢正显引兵来犯，人数不下6万，清一色都是修士，然后被梁王一剑斩杀，降服了老袁。哦对了，陛下，那卢正显已经突破到了陆地神仙。就这么简单，因为文凯所看到的也就只有这些。皇帝有被震惊到，但他苍老的面庞很快露出了几分笑意。江宁一剑斩杀数万修士，难道他之前在撒谎？
他也修炼了神皇启示录，知道如何使用藏在九龙烽火台中的力量。等等，你刚刚说卢正显突破到了15境？是，卢正显之前显化出了万丈法相金身，这是陆地神仙才有的神通，但还是被梁王殿下言出法随轻松破掉。他的皇儿还能轻松破陆地神仙的法相金身，这也不是神皇启示录所拥有的能力啊！又是言出法随，难道老九是儒道仙人不成？皇帝忽然想到，江宁说10多年前他就步入了14境，而现在文凯说江宁一剑斩杀数万修士，轻松破掉陆地神仙的法相金身，那他到底是剑仙还是儒仙？又或者合二为一？不然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他之前觉得老九行事过于锋芒毕露，可现在想来，若老九是一名双修的陆地神仙的话，那么他现在的实力绝对是所有皇嗣当中的第一。他知道每一位皇嗣或多或少都隐藏了实力，其中最强的有可能是老二，老二有可能已经肉身成圣。然而如是那头老猿同样肉身成圣，而且具有雷霆之力。他又看了一眼遍地的残肢断臂，他不惧怕外敌来犯，他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让叛贼退去，但绝对没有半点把握可以轻而易举杀数万修士。看来老九不是因为年轻不懂得隐藏，而是他有着双15境的实力，完全不需要隐藏。毕贺，去梁王府。皇帝轻轻一跃，跳上林贺后背，只见一道火红的残影一闪而逝，皇帝陛下消失不见。看来楚军确实可以定人选了，现在的大夏最需要的就是猛人。片刻后，林贺驮着皇帝来到了王府上空，低头一看，便能看到有一头毛发雪白的巨猿正在王府搞破坏，他已经将小半座王府拆成了废墟。这时候老猿忽然扭转硕大的头颅，死死地盯着飞来的林贺，不再有半点动作。林贺落在前堂穹顶上，皇帝轻轻一跃来到庭院中，林贺扭着脑袋，用鸟喙优雅地梳理着身上的火红羽毛。那老猿站立起来，朝着林贺发出几声古怪的叫声。林贺只瞅了老猿一眼，然后背过身去，理都不理老猿。江宁从前堂走出，恭敬行礼，参见父皇。那老猿在拆你的王府，你没看见？皇帝心中很震惊，但故作平静。是儿臣让他拆的。哦。皇帝沉默了良久，活了这么久，经历过夺嫡的残酷斗争，如今还是第一次感觉活在梦中一般。皇帝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小儿子如此逆天。你不是想知道如何点燃九龙烽火台吗？晚上你独自进宫，来黄祠，朕告诉你。儿臣遵旨。皇帝一跃而起，那林鹤抖了抖璀璨的羽毛，自动飞到皇帝脚下。皇帝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那头老猿，随后消失不见。王爷，一名侍女走到江宁身后，怯生生地小声道：“那个还在拆？”“无妨。”江宁淡淡道。“不是，他把殿下您住的寝院也拆了。”江宁飞上屋顶一看，顿时哭笑不得。跟皇帝交谈一会儿的功夫，老猿已经将整座王府的1/4拆成了废墟。他迈着滑稽的步调横冲直撞，一会儿将墙壁撞穿，消失在建筑里，一会儿又从另外一面撞出来，紧接着掉个头，继续朝着建筑冲撞。江宁估计这么大的场地足够老猿日常活动了。行了。老猿听到江宁的声音，立马停下，看向江宁，指了指身后拆了一半的屋子。最后一栋。吼吼！老猿双拳捶击胸膛，将最后一座屋子踏平，然后在这一片废墟当中撒丫子狂奔，带起一路尘土飞扬。老猿的适应性比江宁想象中的强，他好像真把那废墟当作自己的新家了。江宁慢慢落回地面。王爷，他那么大，该给他喂什么？侍女小声问道。严格来说，肉身成圣的灵兽能自动吸食天地精华，已经不再需要进食。但这头老猿是兽，而兽对食物的渴望异常强烈，从这头老猿的习性来看，肯定完全没屁过骨，所以必须要给他准备饮食。不说老猿，就连江宁自己也还保留着口腹之欲，每天200斤新鲜浆果，掺一些蜂蜜，再加10斤肉食。如果不够吃，就按照这个配比给他加。江宁吩咐道。这么多，王爷，您的俸银还未发下，最近府上的开销都是于将军出的钱，一天要采购巨量的浆果，怕是要400-500两银子。侍女小声道。亲王年俸为1万两，这笔钱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但是对亲王来说等于毛毛雨。哪一位亲王不练武，不养武夫？只要练武就需要消耗巨量的资源。拿江月来说，他肉身13境，早就已经消耗了一座巨大的金山银山，而光靠俸禄，他不可能有如今的境界。亲王还有一笔高于俸禄的收入，那就是封地的赋税。当然，这2项收入也不足以支撑亲王参与夺嫡之争，他们大多有各自的生财之道，以及各自母族的鼎力支持，这才是各大皇子的主要经济来源。
江宁倒是忽略了，他现在算是一穷二白。由于先前封爵之时，众人都以为是皇后在捧杀江宁，所以户部并未第一时间拨款，先找天虎殿，之后本王自会想办法。江宁淡淡说道。是。下午，江宁让侍女重新收拾了一间寝院，然后在寝院内一边看书一边吃点心。晚上，江宁分出一道神识，飞入皇宫，进入皇族祠堂。江宁的身形显现，打量了一下皇祠。皇祠内并没有设置神龛，四面墙上挂着从太祖到肃宗的10几位君主的画像。看了一眼太祖的画像，英武神俊，栩栩如生，与当日在瓮城见到的那尊神像相差无几。这时候，皇帝悄无声息地来了，来的是本尊。他身披白色道袍，在昏暗的灯火下显得苍老而又憔悴。参见父皇。江宁行礼。皇帝见江宁这道虚幻的身影，沉声道：应该本尊来。都一样。也罢，来都来了。皇帝先向列祖列宗行参拜大礼，江宁站在皇帝身后，跟着欠身颔首行礼。接着，皇帝一挥道袍，只见太祖的画像缓缓往后倒退了几寸。这时候，皇祠正中间的地面上，一道机关缓缓打开，出现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口。跟朕来。皇帝走入通道口，江宁立马跟上。那张画像恢复原位，通道口关上，皇祠内静悄悄，就好像无人来过。走到地下室，镶嵌在墙壁上的灵石缓缓亮起了柔和的光线。准确地说，这里不是一间地下室，应该是一座地宫。偌大的地宫异常空旷，墙壁上布满了活灵活现的浮雕，几根雕龙柱接连穹顶，整座地宫看起来显得古朴而又庄严。两人一前一后，慢慢往前走着。皇帝一边走一边简单介绍了一下九龙烽火台太祖爷在位年满400之际，不惜以自身所盛气运为代价修建九龙烽火台，得以让我大夏国运稳固。中间有一造型怪异的小台，上面放着一口铜制盒子，上面遍布锈迹斑斑的铭文。皇帝抬手抚过铜盒，铭文掠过一道暗光，他将盒子掀开，里面躺着一本书卷，《神皇启示录》。这是太祖爷当年自创的神功，取名为《神皇启示录》。当年灵帝点燃九龙烽火台，消耗了多少年国运，恐怕只有人帝知道。朕继位之时，直至5年前，一直励精图治，想为我大夏延续国祚。朕跻身14境那天，才发现权力争斗、各地星火一般的造反，以及士族豪强割据一方，并不是大夏王朝江河日下的最主要原因。于泱泱大国而言，各方稳固虽然重要，但没有王朝运数重要。因为朕清楚地看到大夏王朝已不足200年的气运，朕甚至看到了中原王朝又如同2000年前那般混乱不堪，所以励精图治救不了大夏，顶多只能让大夏按照既定的运数走向灭亡。听到这里，江宁大致理解了。大夏王朝就如同一个免疫系统出了问题的人，内忧外患就如同这个人不断的伤风感冒，治疗伤风感冒只是治标不治本。皇帝最终发现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皇帝顿了片刻，伸手将那本古籍取出，一道古朴而又霸道的力量缓缓溢散出来，将神皇启示录修炼到第12层，便自然通晓了点燃九龙烽火台的方法。而朕已经修炼到第13层，才发现原来九龙烽火台会从君主身上汲取气运，所以灵帝之后的每一任皇帝都无法享受5道境界所带来的寿数。而一位君主的气运对一个王朝的气运来说，就如同泥牛入海。所以人帝害怕这个秘密曝光，怕后代君主心神不定，所以将神皇启示录禁绝。九龙烽火台就如同永远填不满的湖泽。不过朕想到了一个能延续大夏国运的方法，那就是长生。皇帝双手端着神皇启示录，眼神虔诚。而江宁也听明白了，九龙烽火台需要巨量的气运才能稳固大夏国运，但皇帝的寿数不够，压根就不够填补九龙烽火台的亏空。所以皇帝想修长生之道，拥有无穷无尽的寿数之后，任由九龙烽火台汲取。只要皇帝不死，九龙烽火台还存在，那皇帝就是大夏正统，是中原正统。这就是皇帝突然不管朝政，改修长生之道的原因。你搁这卡 bug 呢？江宁心中嘀咕了一句。不过虽然皇帝发现了一个 bug， 但他还没卡成，因为他才14境，而且上次用自身气运反补九龙烽火台之后，他的阳寿怕是已经不足20年。大道3000并非只有5道一途，如若朕真能修得长生之道，定能让我大夏永垂不朽。皇帝的神情忽然有些激动，江宁思索了一阵，从理论上来说，皇帝的想法好像可行，但是真能有人修成长生之道吗？江宁自己的阳寿肯定已经远超陆地神仙的500年之数，哪怕以他的境界也无法窥破长生的本质。他也许能活个几千年，但在光阴长河中，几千年也好，几万年也罢，不过沧海一粟。
可复黄才14境，想修的长生之道，难如登天。江宁觉得这么说不太对，对14境来说，登天易如反掌。神皇启示录中也许有答案。皇帝转身看向江宁，外部的影响会不断蚕食大夏国运，而朕本无心管这么许多。可是现在有你双15境的实力，定能震慑四方。大夏现在就是需要你这样的猛人主持朝政，所以朕打算立你为储君。有你主持朝政，朕才能安心修行长生之道。大夏王朝能否万万年，得看你我父子二人是否能连心。皇帝神色愈发的激动，以江宁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手段来看，攘外安内完全不是问题。江宁眉间微蹙，没有气运加持，强人政治只能稳固一世。皇帝对他吐露心声，明显想把他当作工具人。不过气运也好，天道也罢，大夏能不能万万年他不知道，但起码他活在世上的这数千年里，大夏只能姓姜。至于皇帝能否修成长生之道，三花聚顶本是换皇帝见江宁眼神深邃，完全没有半点激动的神情。他心中有些诧异，他今日跟江宁吐露心声，要立江宁当储君，难道江宁一点也不激动？这可是其他皇子苦心经营多年，梦寐以求的。然而江宁就好像听到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般。他才20岁，未免沉稳的过分了。老九，你是何时步入15境的？竟然还是双修15境？皇帝疑问道。7年前。江宁如实回答道。7年前13岁。皇帝满心震惊，竟然比太祖爷更先一步达到15境。皇帝现在可以确定，大夏所需要的猛人正是江宁。神皇启示录，你可带回去修炼。当年太祖爷便是凭借神功得以达成人间至高神的境界，有此神功，也许你会成为1600年以来第一个超越太祖爷的存在。不过切记不要外露。皇帝叮嘱道。父皇。江宁接过神皇启示录，你方才说需将神皇启示录修炼至第12层，方能知晓点燃9龙烽火台之法。若当初9龙烽火台并非您点燃，那么除了父皇之外，另外还有人修炼了神功。江宁说着，眼眸沉静。对，你可知道在瓮城出现的怪物是什么？江宁问道。皇帝摇了摇头。是岁。岁。皇帝神情凝重。岁是什么？他很清楚，这是乱世的象征。可如今姜氏还秉承大统，天下并未陷入混乱，为何会有岁出现？有人将岁肉炼化，制成所谓的长春丹，并以此传教服食长春丹者，会获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而幕后者能操控服食者自动转变为岁灵，并且可以完美的控制岁灵。江宁沉声道。你的意思是修炼神皇启示录者与幕后操控岁灵者是同一人？显然如此。在那1000年乱世当中，岁灵一直是让各方势力头疼的存在，古籍从未记载岁能被人所操控，而现在这种阴邪之力竟然能被人掌控。究竟是谁炼化岁肉，到底想干什么？绝不能让岁灵扩散。皇帝无比凝重地说道。父皇放心，儿臣已经布下大阵，封锁住了京师，只要消除岁肉本源，潜伏在服侍者体内的岁力便会消散。江宁说道。当务之急，必须要将此人查出，格杀勿论。皇帝很清楚，一定是某位皇子，他内心不愿意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杀手，可奈何他的亲骨肉当中有人想让他当亡国之君，此子不管是谁，哪怕是他最宠爱的皇子，也留他不得。很快便能有眉目。那就好。皇帝摆了摆手。回去吧，好生修炼神皇启示录。不必，儿臣看完便将神功留下。江宁说着，已经开始翻看了起来。难道江宁的意思是，他只需要读一遍就能练会？江宁有天赋不假，不然也不可能年纪轻轻便是双15境。但他的天赋要不要这么恐怖？看一遍就能学会，8九不离10。江宁学过的武学功法非常多，连他自己也不记得有多少了，还没遇到能让他读2遍的存在。江宁说看一遍，还真就只看了1遍。不到3刻钟时间，江宁便将神皇启示录放回了原处。皇帝全程没离开，他只看到江宁不断的翻动书页，哪怕看故事话本也不带他这么快捷的。他不得不惊讶。你看完了？那你学会了，倒是比儿臣之前学的武学功法难一些。江宁如实回答。那你能修炼到多少层？皇帝声音越来越小。目前15层，不过神皇启示录非常奇特，不愧是第一神功。江宁少有的露出一丝笑意。啥？皇帝彻底呆住了，一身道袍加上仙风道骨的模样，愣在原地，显得有些滑稽。江宁说的话他都听得明白，但连在一起
就好像成了令人极难理解的内容。什么叫做目前15层？15层可是神皇启示录的最高层次，朕修炼了几十年才修炼到第13层，你随便翻一翻就修炼到了15层，这合理吗？10层之前，神皇启示录确实不算难，只需要有一定的武道基础都能练会，但10层之后，一层比一层难。是否将神皇启示录给江宁修炼，皇帝考量了许久。之所以能下定这份决心，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想到皇后说江宁最不适合当储君，他既然有立江宁当储君的想法，那么就应该让江宁知道与九龙烽火台有关的一些事情。目前15层，什么意思？皇帝一头雾水。神皇启示录属于一种开元的神功。江宁解释道。何为开元？皇帝完全不懂这个词。神皇启示录确实玄妙，前面几层是炼体炼气炼神之类的基本之法，10层之后由易到难，层层递进，就好像一栋楼，第1楼到第15楼都已经装饰完毕，但是第15楼不是这栋楼的顶端，而第16楼以上则是空空如也，并未进行装饰，也未摆放任何物品，需要修炼者自行摸索自行装饰。这不仅仅是一门功法，更是一种引导人突破武道极限的思路。所以这门功法既不叫神皇功，也不叫神皇诀，而是叫神皇启示录。江宁解释道。皇帝微微张嘴，伸着脖子直勾勾地看着江宁。召他进宫，本意是想给他上一课，为他讲一讲神皇启示录以及九龙烽火台，好让他知道太祖爷留下来的神皇启示录是多玄奇的存在。然而江宁只是随便翻看了一遍神皇启示录，就比自己对神皇启示录有了更深的理解，直接反过来给他上了一课。开元是什么意思？他已经理解了，这就是老祖宗创造出来的绝世神功吗？竟然还有如此玄奇的地方。皇帝忽然觉得仁宗就不该禁绝此门功法，这不就出了个能完全理解神皇启示录的绝世奇才吗？看着江宁气定神闲的模样，皇帝忽然觉得弱不可支的大夏国运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父皇，可还有事情吩咐？江宁问道。没了，你自便吧。儿臣告退。等等。皇帝犹豫了一瞬，神情出现一丝挣扎。查明是谁在暗中与大夏作对后，还是通知一下朕吧。遵旨。江宁的身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不见。凌晨，一道身影在空中跌跌撞撞，急速划过夜空，落向灵州城中的小峰山。快，来人！来人啊！卢正红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的卢府。几名侍女小跑了出来，只见卢正红披头散发，双眼通红，面目惊恐无比，就好像见鬼了一般。三老爷，您回来了，快去召集卢氏所有人，快去请老祖，快去啊！卢正红朝着侍女们咆哮着，就好像他们慢了半拍，马上就要动手杀人。侍女们惊恐万分，连忙跑了。卢府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前日卢正显带大队人马前去京师清君侧，但还是有一半左右的卢氏主心骨并未跟着前去。睡梦中，几位卢氏的主心骨被吵醒，听说是卢正红回来了，连忙穿衣前往钱塘。只见卢正红坐在地上，斜靠着一把椅子，整个人失魂落魄，好像刚从地狱归来。兄长，您不是去白玉京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卢正红想到那个2万人被抹杀的画面，嘴皮子疯狂的打颤。前方那6万人如何死的，他并没看见，但肯定比2万人被抹杀的画面更加令人恐惧。白玉京有那种人坐镇，谁敢去清君侧，谁就是去找死啊！兄长，您怎么坐地上？又有人进来，马上就发现卢正红显得不对劲。卢正红这神态，怕不是白玉京那边出大事了吧？可卢氏带去了8万余修士，算上各种飞禽走兽，那就是10几万大军。不仅仅有刚刚步入陆地神仙的卢正贤领衔，连卢氏最顶尖的战斗力护山员都跟着去了，这还能出事？卢正红一个人都没搭理，就这么怔怔地盯着前方看着，直到2名女童搀扶着卢氏老祖前来，穿过大堂，在大堂主位上落座，拜见老祖。众人纷纷行礼。好，都不必多礼。老祖慈祥地笑着，他的目光落在卢正红身上，便问道：正红，怎么了？老祖啊！卢正红猛地起身，神情极度痛苦地喊了一嗓子，撕心裂肺，然后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到底怎么了？老祖问道。此刻众人心中生出不妙的预感。你别着急，慢慢说。老祖安抚道。大哥，还有大家都回不来了啊！卢正红爬到卢氏老祖脚跟前，凄厉地咆哮道。众人闻言心头一紧，但显然他们还没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兄长，什么叫都回不来了？难道前方战事失利被打散了？还是说大哥被白玉京给俘虏了？有人出言问道。不是俘虏了，是斗，
都死了，都死光了。大堂内安静了片刻，那个人瞬间镇杀2万余修士。卢正宏的声音愈发的凄厉。什么？卢氏老祖闻言，瘦弱的身躯猛然一震，缓缓站了起来。他其实也知道，卢正显这一次想攻破白玉京，怕是难上加难。但是卢正显此行的目的是以试探为主，若是发现白玉京还有所底蕴，他们则不可能发动攻城，只会逼白玉京将江宁交出。8万修士只要摆在城外，就足以给白玉京天大的压力。难道说白玉京方面为了力保梁王江宁，不惜跟卢氏拼命？正宏，你把话说清楚。卢氏老祖苍老的声音有些颤抖。大哥他带6万人逼近白玉京，我带着2万人在后方等候。我只看到大哥的法相金身出现了一瞬，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大哥就被人给打了回来。那时候大哥不仅5脏6腑俱碎，连丹田都破碎了。大哥让我们快点离去，可我们还没来得及离去，那个人他就出现了。他只用了一道契机，他甚至连手都没抬一下，整整2万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全死了啊！就剩我了。卢正宏一边说，一边涕泗横流，身体疯狂地颤抖。卢氏老祖的眼神不再浑浊，瞬间变得极其复杂。其他人听完卢正宏的话，一个个后背发凉。卢正宏的意思他们都听明白了。卢正显带着6万人逼近白玉京，紧接着就被破法相金身，然后被打飞，然后那个人出现，瞬间镇杀2万人。所以说跟着卢正显逼近白玉京的那6万人也被镇杀了。8万多人死的就剩卢正宏一人了。何等惊天伟力，才能弹指一挥间镇杀这么多人？他们感觉就好像在听鬼故事一般，忽然有些庆幸当时卢正显没带他们一块去，否则他们怕是也回不来了。你说的那个人是谁？难道姜氏皇族还藏着什么大能？还是说白玉京为了保梁王，不惜动用了底蕴，召来太祖高皇帝的残魂将士？卢氏老祖佝偻着身子，急切地问道。卢氏老祖怎么想也想不到，姜氏究竟是谁如此厉害？姜氏底蕴除了那座即将破碎的9龙烽火台，还能有什么？若姜氏有这种人物在世，还会被外戚左右皇权？难道是外戚有人动了手？可是哪怕如今姜氏皇族最强外戚招式，也绝对没人能做到这等壮举。又或者说有新的氏族加入夺嫡之争？卢正宏却拼命地摇头，不，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要杀的江宁。白玉京自始至终就只有江宁一人出城，除此之外无人动手。什么？老祖伸手抓住卢正宏的衣领子，那江宁是何等境界？深不可测。大哥瞬间被他分尸。想到那个卢正显被轻而易举分尸的场面，卢正宏一阵剧烈的颤抖，神情痛苦至极。他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可就是无法止住那个画面在脑海中回荡。2万余人被秒，陆地神仙直接被分尸，那可是15境，不是普通人。卢氏老祖缓缓坐回椅子上，眼神极尽复杂。其他人一个个脸色惨白。极尽奢华的正堂内陷入一片死寂。江宁镇杀卢正纯，卢氏上上下下都以为姜氏皇族出了个蠢货，硬将皇族的脸面送到卢氏脚底下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成，哪怕这一次没有攻占白玉京，只要能给姜氏皇族上嘴脸，探明了姜氏最后的底蕴，那么死一个卢正纯也是值得的。可又有谁能料到8万人同去，却只回来了卢正宏一人？你为何能回？卢氏老祖问道。他没杀我，只留下了我一人。卢正宏哆哆嗦嗦地回答道。那江宁可与你说了什么？卢氏老祖接着问。他什么也没说，只留下我便离去了。正宏，老袁呢？卢氏老祖忽然问道。不知道，有可能也死了。卢氏老祖慢慢靠在椅背上，心思已经到了谷底。一位陆地神仙，一头千年灵兽阿江宁放卢正宏回来，却什么也没说。卢氏老祖非常清楚，已经彻底坏事了。坏就坏在他们想要杀的人，却是他们根本就杀不死的存在。所以江宁放卢正宏回来，就是为了让卢正宏向卢氏转达这一切。灵州经此一事后，损失诸多修士，哪怕卢氏的实力大打折扣，但有他这尊老祖存在，卢氏的实力还是能勉强与招式齐平。现在问题的关键也不是卢氏实力如何，而是江宁究竟想做什么。江宁的意思应该是让卢氏去京师向江宁请罪，否则江宁不可能放卢正宏回来。卢氏老祖闭上了老眼，深思熟虑。如果他不动，当作此事没有发生，该是什么后果？若江宁借助了太祖高皇帝的残魂之力，那他相当于是在扯虎皮拉大旗，江宁也不敢前来灵州找卢氏清算。若江宁以自己的实力镇杀8万人，那等他自己找上门来，
整个卢氏不说灰飞烟灭，也必定遭受重创。当然，江宁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毕竟他才20岁，灵州也不是他的主场。这只是卢氏老祖的分析，他并不清楚江宁真来了，一脚就能踏碎整座小峰山。所以卢氏老祖觉得江宁大概率不会亲自来灵州。不过事已至此，卢氏老祖也不敢赌。这一场仗，卢氏输得这么彻底，就已经把自己陷于不义的地步。老朽亲自去一趟白玉京，向梁王赔罪。卢氏老祖纠葛许久，做出了决断。老祖，您真要去？卢氏族人纷纷露出担忧之色。他们对江宁半点都不了解，唯独只知道他是个狠角色。万一老祖一去不复返，小峰山洞天没有一个陆地神仙坐镇，而现在灵州实力又大打折扣，多半会引来其他势力的觊觎。若是3日内老朽未归来，郑雄，由你带领卢氏族人远走高飞，从此隐姓埋名，保留我卢氏香火。卢氏老祖起身捶了捶老腰。老祖，我如何能担当大任？名为卢正雄男人惊恐万分。起起落落本就是这天下亘古不变的道理。卢氏在小峰山洞天享受了1500年的气运，代出陆地神仙，本该积攒实力，沉淀底蕴，将来逐鹿天下。这1500年太短太短。卢氏老祖声音回荡在大堂，身影消失不见。转瞬之间，卢氏老祖来到了那棵参天古槐树下。卢氏老祖抬起看似有些腐朽的木杖，杖尾不断地在空中游走，一道道金色流光浮现，迅速在空中结成一道阵法。强大的灵气波动化作一圈圈波纹荡漾开来。卢氏老祖一步踏入阵法中，阵法骤然收拢，化作一颗流星向北掠去。清风拂过，古槐树叶飘落。早上，江宁从屋中出来，便看到院子的围墙不见了，他的寝院和老袁活动的废墟连成了一体。这老袁活了1000年，依旧很顽皮。老袁四仰八叉的躺在废墟中，2条腿搭得老高，时不时的用粗壮的手指挠肚皮。这时候10多个侍女抬着大大小小的箩筐进来，里面装满了新鲜的浆果。老袁鼻孔耸动几下，然后倒仰着脑袋看了一眼，紧接着翻身而起。别动！江宁下了一个指令。老袁果真站定不动，抻着脖子盯着箩筐里的浆果看着。江宁手指轻轻一挑，一颗硕大的绿色浆果从箩筐中飞出，飞过一道抛物线。老袁直接张嘴，迅捷而又准确地接住浆果，只咀嚼了2下便囫囵吞下。老袁努了努嘴，示意江宁继续。江宁觉得有点意思，手指不断挑动，一颗颗浆果不断飞出。老袁眼露兴奋，不断地张嘴接下浆果，直到嘴里塞不下后又伸手接。老袁吧唧着嘴吞下一口，就轻轻摇头晃脑，发出吼吼哼哼的享受声音，像极了吃豪华早餐的棒子总裁。江宁乐了，把这头老袁收下当灵宠，果然没错，能给他提供不少的情绪价值。这时候于天虎快步走了进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这老袁怎么人模人样的？于天虎饶有兴致地看着。猿猴类和熊类灵兽最喜欢模仿人，江宁觉得老袁修成人形之后可能会更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就是这王府可惜了。于天虎扫视了一圈，小半座王府都成了废墟。看了半天江宁投喂老袁，于天虎差点忘了正事儿。王爷，卢氏老祖已抵达城外，要求见您。卢氏老祖刚刚赶到，原本于天虎打算直接领他进城，但是那道无形的屏障无人能开。本王即刻去早朝，你去带他进城，让他在王府等候散朝。江宁言罢，转身离去。是。于天虎见老袁吃得很香，很有意思，于是他从箩筐里拿起一颗浆果，朝着老袁丢了过去。小白，接着。于天虎喊了一声，老袁的动作直接停住，浆果砸在老袁头上弹飞，摔在地上碎成2半。于天虎见状，忽觉有些尴尬。王爷刚刚不就是这么玩的？怎么到他这就不灵了？只见老袁用看傻缺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然后老袁身体缓缓下沉，紧接着老袁双手并用，不断捡起一块块断壁残垣，朝着于天虎掷过去。砰砰砰砰，于天虎原先站立的地方堆成了一座小山。老袁的打击很精准，剩余的2箩筐浆果依旧完好无损地摆在地上。他走了过去，抓起箩筐就往嘴里倒。哼哼吼吼。江宁走上白玉阶，跨入威严的太极殿。文武百官目睹江宁穿过大殿，人人默不作声。就在前不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嚷嚷着要让江宁出城去死。这件事情刘瑾向江宁汇报过，背着江宁说的也就算了。可昨天江宁到太极殿外的时候，亲耳听见有2人污蔑他，被人贴脸嘲讽，可不能当作没听见。江宁来到前排站定，以前没人把江宁当回事儿，可是现在这道消瘦的背影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再也没人敢小觑江宁。兵部尚书姚建安。江宁清冷的声音响起。姚建安听到江宁点名，心中咯噔一下。此刻他已经成为了苦瓜脸，因为当卢氏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兵临城下的时候，就属他叫的最欢。昨天江宁把卢正显的人头扔下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而江宁扔下卢正显人头便走了，他心存侥幸，以为江宁就此放过了他，没想到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何谓主忧臣劳？姚建安脸色煞白，嘴皮子哆嗦了一阵，一个字也没吐出来。刘瑾斩。后在进殿处的刘瑾闻言，没有任何犹豫。江宁说斩，没有说拖出去斩，那就将姚建安斩杀于大殿之上。这人确实该死。主忧臣劳，便是君主遇到忧患，臣子应当不辞辛劳替君主解决。江宁身为亲王，对陛下自称而臣，但在陈宫面前却是君主。姚建安不去为王爷解决忧患也罢了，王爷也没指着这群酒囊饭袋能解决什么。卢氏兵临城下，逼梁王出城受死，他就好像跟自家过年了似的。他不死谁死？2把飞剑先后飞入大殿，2剑先后洞穿姚建安的身子，将他钉死在地板上。鲜血逐渐染红地板，几乎凝固的剑气还残留在空中，血腥味逐渐弥漫，群臣噤若寒蝉。他们当中并非没有人打不过刘瑾，而是有江宁在场，谁也不敢出手帮忙，甚至连求情也不敢。谁能敌得过那一剑开天的本事？国子监左祭酒韩玉生，何谓主辱臣死？江宁又点了一个名。这位不像姚建安，被叫到名字后直接吓到动弹不得，他直接跪伏在地。陈韩玉生死罪。这2个人，一个说江宁不敢承担后果，跑来皇城躲避，还一个说江宁恬不知耻，刚好被江宁所听见。斩了，王爷饶。韩玉生猛地支起身子，满脸惊恐，正要求情，可2把飞剑飞向他的身后，一把刺穿他的脖颈，一把刺穿他的后背心，重新将他钉回了地面。朝堂之上接连斩杀2位宰辅大臣。大夏开国2000年，这还是第一例。宰辅大臣犯下死罪，需3法司会审，最后由陛下勾诸，再执行刑罚。然而江宁却在轻描淡写之间直接送走了2位宰辅大臣，而且还是当众诛杀。而这时候所有人也才反应过来，江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诛杀大臣了，先后有威远侯全家以及卢正淳全家。这2位虽然都有些身世背景，但哪一位有卢氏背景强大？他什么时候畏惧过权势？于他而言，也许就是碾死了2只蝼蚁。大殿之上，人心惶惶，生怕被江宁点名。寂静了许久，直到江宁出声，户部尚书。户部尚书一听到江宁开口点名，直接毫不犹豫地跪地。臣该死，臣该死。梁王府的俸禄何时下发？江宁淡淡问道。户部尚书闻言，骤然抬起头来，瞪大双眼看着江宁的背影。不是要杀他，而是为了梁王府的俸禄。散朝之后，臣马上拨款。户部尚书连声答道。这种小事，下次不要让本王亲自过问了。江宁淡淡道。是，是臣疏忽了，王爷息怒，息怒。户部尚书冷汗连连，感觉一步跨入了地狱，然后又回到了人间。大殿再次陷入一片安宁。今日的朝会成了江宁的清算现场，可没人敢有任何异议。江宁忽然抬头望向大殿之上立在龙椅旁边一直未曾言语的皇后昭氏。皇后身为皇族主母，却勾结外族，寓意诛杀皇嗣，当如何向我解释？皇后死死地盯着江宁看着，群臣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原本他们以为是江宁杀了卢正淳一家，才引来了卢氏，却没想到是皇后勾结的卢氏前来清君侧诛杀梁王。原来是皇后在引狼入室。在这之前，他们一致觉得江宁引来了卢氏，是他自己自取灭亡。可是在现在，他们人人都想杀了皇后。若非皇后此举，他们当时也不会跳得那么欢。难道说江宁要当众诛杀皇后？按照法制，皇后是所有皇子的嫡母，江宁要诛杀皇后，绝对是大逆不道。可是没人怀疑江宁不敢这样做。这一瞬间，皇后脑中闪过万千思绪，但她并没有选择辩解。若她早知道江宁有这种恐怖的实力，打死他也不会直接跟江宁作对。她灵机一动，说道：本宫会向陛下请旨降罪。不。江宁淡淡摇头，轻声道：我问的是你该如何向我解释？皇后看着江宁沉静的眼眸，逐渐心乱如麻，她的呼吸开始急促，恐惧油然而生。皇后故作沉着冷静，摆出她贵为皇后的姿态。本宫贵为一国之母，是你的嫡母，就算本宫有错，也该由陛下裁定降罪，而不是由你。江宁直接打断皇后的话：勾结外族，引狼入室，谋杀皇嗣，祸乱朝纲，
意图颠覆大夏政权。你有何颜面自称一国之母？江宁的话语虽然淡然，却掷地有声。请皇后赴死。江宁突然释放出一道气机。宁儿，我是你嫡母，不可。皇后话没说完，便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所覆盖。皇后骨血如同被高温所抽离融化，惊现一副骷髅骨架。紧接着，那副骨架瞬间风化，一大滩血渍印在龙椅后面那张五扇飞龙屏上，赫然是一个人形，与皇后的身材大小完全一致。把持朝政多年的皇后死了。文武百官谁也没想到，江宁今日杀了2名大臣，居然又亲手杀了皇后。仅仅一句话，就皇后直接当场融化，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12进修士。而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求情，甚至连皇后派系的那些官员也统统不敢吱声。江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下手如此果决，甚至连个全尸都没给皇后留，亲手诛杀嫡母，实乃大逆不道之举，搞不好要在史书上留下骂名。可是看他的表情，古井无波，就好像随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从今往后，谁也不敢再小瞧这位20岁的皇子。清算到此为止，此事皆过。随着江宁这句话说出口，群臣的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之前在朝堂上跟着嚷嚷让江宁出城受死，没被江宁听见，绝对是万幸中的万幸，不然他们的下场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王爷，有一名大臣小声道，臣等该向谁奏报？各项事宜由内阁商议，小事内阁自行裁决，大事送去清心殿，请陛下圣裁。江宁沉声道。是。散朝。卢氏老祖在一队金吾卫士兵的带领下徒步进城。在他进城之前，他尝试过以术法神通穿过那道护城大阵，然而那道无形的屏障根本就不是他能穿过去的。护城大阵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如此大规模的阵法一般都会处于关闭状态，因为需要消耗海量的元气才能一直维持开启。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出行必定是前呼后应，哪怕来到京师也会有不少人前来迎接。然而现在他身为一尊陆地神仙的牌面全无，他跟在一队兵卒后面走着，心中感慨良多。走了许久才来到梁王府。王爷早朝还未回府，你且在府中等候。卢氏老祖颔首。他才踏入王府的瞬间，就感应到了老袁的气息。往前看去，只见王府大堂的左侧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断壁残垣堆成一座座小山，身躯庞大的老袁在废墟中跑上跑下，不亦乐乎。卢氏老祖眼神激动万分，他本以为老袁也死了，可老袁竟然好端端的活着。老袁！卢氏老祖踏前几步喊了一声。若是以往，老袁听到卢氏老祖的呼唤，必定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可是现在，老袁只是回眸看了卢氏老祖一眼，就好像不认识卢氏老祖一样，眼神陌生。不认识老朽了？卢氏老祖问道。卢氏老祖杵着老木杖，颤颤巍巍地往前走了几步，正要踏入废墟的范围。只见老袁一个飞跃，砰的一声巨响，落在卢氏老祖面前。老袁直起身躯捶胸示威，随后俯身朝着卢氏老祖怒吼：你为何？卢氏老祖心头怅然，缓缓后退几步。他明白了，老袁已经易主，不再将卢氏当作主人。他很难想象，一头忠心护主庇护卢氏1000年之久的老袁就这样改换了门庭。这对灵州卢氏来说，比损失一个卢正显还要惨重。这头老袁的战斗力可不是刚刚破入陆地神仙的卢正显比得上的。卢氏老祖的双眼陷入浑浊。不知道等了多久，江宁终于回来了。老袁见了江宁，立马飞扑而来，在江宁身边手舞足蹈，朝着废墟指指点点。江宁放眼一看，好吗？这一去一回，老袁将小半座前府也拆了，你要是再拆，我可就没地方住了。江宁淡淡笑道。卢氏老祖见老袁对江宁如此谄媚，心中五味杂陈，果真是易主了，还易得如此彻底。老朽卢胜熙参见王爷，今日前来特地来向王爷请罪。卢氏老祖慢慢跪地，行参拜大礼。他没有刻意去打量江宁，但他一直在发动望气术，想窥探江宁的底细。他很想知道，究竟是这个年轻人以自身的实力屠灭10几万生灵，还是借用了皇族底蕴。但他什么也没窥探出来，因为他压根就无法从江宁身上感知到任何元气波动。江宁没有应答。卢氏老祖接着道：卢氏家风不正，出了悖逆之人，是老朽管教不严，还请王爷恕罪，告诉本王一个恕罪的理由。江宁淡淡道：老朽早已不问世事多年，不管氏族中事务还是州府事务，皆是由小辈们主持。老朽确实不知族中小辈做出悖逆之举，否则老朽定会阻拦。说到这里，卢氏老祖停顿了片刻。老朽并非推卸责任，所有罪责皆由老朽一人承担，还望王爷莫要牵连卢氏。前来京师作乱的
对王爷不敬的，已被王爷诛杀。老朽恳求王爷，看在卢氏千百年来为皇族臣子的份上，不要再添杀戮，留我卢氏一条活路。王爷要对老朽作何惩罚，老朽悉听尊便。卢氏老祖语气诚挚。江宁听明白了，卢氏老祖句句说他要承担责任，可句句都是在推卸责任。卢氏老祖说自己一概不知，他把江宁当弱智吗？灵州出动8万修士，4、5万各类飞禽走兽，如此大的动静，卢氏老祖会不知？他只是看起来老眼昏花，孱弱无比，所以在江宁面前装可怜，交出卢氏那株5000年骨槐。江宁淡淡道：啊！卢氏老祖稍稍抬头，只看到江宁的斜面。王爷，那老槐是一株灵树，一旦移栽，灵力不在，而且骨槐对卢氏非常重要。王爷还请开其他条件。老朽废话真多。砰的一声，一道威压将卢氏老祖直接压平在地上。他猛地运转气机，下意识地想显化法相金身。然而他现在总算是知道卢正显是怎么死的了，这道恐怖的力量他压根就无法反抗。这一瞬间，他清楚地感知到梁王的境界绝对在15境以上，不然以他300年的修行，就算遇到了比他强大的存在，也绝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的就被人按住，动弹不得。噗！卢氏老祖头颅炸裂，神识消散。本王想不想杀你，只取决于本王的一个念头而已。活了300年，还爱耍小聪明。如果卢氏老祖一来就实话实说，坦诚相待，并拿出十足的诚意来，江宁兴许会考虑放过这老头。当然不可能放他回去，将他留下来，让他为奴为婢。可这老东西不是耍小聪明，就是舍不得本钱。他不想给，江宁就自己去取来。江宁手指轻轻一挑，那根老木杖浮空而起。万年雷击桃木，还行。这根老木杖是一件极品灵器，蕴藏极精纯的雷霆元素。江宁自然用不上灵气，倒是这根老木杖与老袁属性相匹配。若是老袁修成人形，再配上这根老木杖，没准能去雷池里跳个舞给他助助兴。收起来。江宁手指一挥，老木杖飞到一名侍女面前。看样子还是要让本王亲自走一趟。小白，走。江宁跳上老袁肩头，老袁伸出一只胳膊拖住卢氏老祖的尸体，脚踩雷霆，纵身一跃。下一瞬间，空中出现一道虚空裂缝，老袁钻入其中，消失不见。灵州小峰山上空撑开一道虚空裂缝，老袁从天而降，坠落在卢氏府邸大门前广场上。砰！一声惊天巨响，大地震颤，方圆几里大的广场瞬间遍布蛛网裂纹。劲风吹向四面八方，那棵5000年古槐树叶沙沙作响。江宁从老袁肩头跃下，稳稳落地，古槐随风摆动，树冠遮天蔽日，果真是一棵灵树。老祖宗回来了。有个仆从见到老袁，欣喜大叫。这时府中跑出来不少人，真是老祖宗，他回来了，快去通知老爷们。几位卢氏主心骨先后从府中出来，见到老袁，他们欣喜若狂。老袁你没死啊，可担心死我们了，是不是老祖把你带回来的？肯定是，连老祖都出面了，梁王还能不给老祖面子？老袁站立不动，警惕地看着这群人。正当所有人欣喜之时，其中却有一人的注意力不在老袁身上。卢正宏的目光落在站在老袁身边的紫色身影身上，他的脸已经开始扭曲，目光一点一点地往上移动，直至看到那张令他肝胆剧烈的清冷脸庞。梁王他亲自来了，是他，是他。卢正宏吓得心惊胆寒，一屁股坐在地上，身体抖如筛糠。他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张脸，只要看到这张脸，脑中就会浮现2万人被拍蚊子一般拍死的画面。这时候有人发现卢正宏不对劲。正宏，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坐在地上？他啊！卢正宏哆哆嗦嗦地抬起手，疯狂颤抖地指向前方。众人的注意力一开始都落在老袁身上，这时候他们才发现老袁旁边有个清瘦青年，他眉清目秀，人畜无害的，好似邻家的翩翩公子。但他身上这件尊贵奢华的紫金蟒袍，说明了他的皇族身份——梁王江宁。他怎么亲自来了？这时候卢正宏由于恐惧过度，导致体内气血止不住的逆流，瞬间口鼻流血，紧接着丹田开始破裂。他不想被江宁以拍蚊子一样的方式杀死，不想变成一滩。可是江宁亲临，现在整个卢氏加起来，在江宁眼中也不过如同蝼蚁。不好，正宏丹田快破裂了！正宏，快稳住气血，快拿丹药来！看到卢正宏吓破胆的样子，卢氏众人陷入一片混乱。江宁的声音响起：“你们是不是有点轻重不分了？”话音刚落，卢正宏强行爬起来，朝着江宁磕头：“参见梁王。”
其他人完全没有从江宁身上感受到任何压迫感，唯独只有卢正红心中清楚，此刻卢氏所有人的生死全在江宁一念之间。快拜，快拜啊！卢正红扯着卢正雄的裤腿，神情痛苦而又焦急。卢正雄这才拱手参拜。灵州按察使卢正雄参见梁王殿下。我等参见梁王殿下。其他人见卢正雄行礼，也赶紧跟着行礼参拜。敢问梁王，我家老祖今日凌晨前往京师拜见梁王，是否与梁王擦身而过了？卢正雄疑问道。以老祖的神通，从灵州到京师，天亮之前便可赶到。而现在江宁出现在灵州，有可能与老祖错过了。这时，老袁随手将卢氏老祖的尸体丢出，尸体无力地滚了几圈，停在众人面前。众人看到这具矮小的无头尸体，简直就如同见了鬼。老祖凌晨出发的，现在也才上午，结果尸体就被江宁亲自送回来灵州。然而江宁可没让老袁带上卢氏老祖的尸体，是他自己顺手带回来的。老祖临走前亲口交代，如果他3日内回不来，就让卢正雄带全族跑路。可是现在老祖是回来了，但回来的是一具尸体，而他们见到老袁的时候，却还以为是老祖将老袁赎回来了。卢正贤死了，老祖竟然也死了。他们灵州卢氏2代陆地神仙同堂的时代就这么草草结束了。交出你们所有的武学功法秘籍，本王可饶你们一命。江宁淡淡说道。卢正雄沉默了许久，这才上前一步。王爷，您该杀的不该杀的都杀了，是否能放过我们？江宁的目光瞬间落在卢正雄脸上。直到这一瞬间，卢正雄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他才知道为什么卢正红一看到江宁就吓得肝胆俱裂。只一道目光，卢正雄就看到一股浓烈的死亡气息。不是危险，江宁要杀他了。卢正雄下意识的要逃跑，可下一瞬间，卢正雄就被江宁释放出的一道气息压制住，动弹不得。砰！卢正雄只恐惧了一瞬，便爆体而亡，血水飞溅到了旁边所有人的脸上，众人全部愣住。乱臣贼子，还想跟本王谈条件？听到这话，卢氏在场的所有人吓得统统跪在地上，王爷饶命！王爷想要什么，我等双手奉上。求王爷放我们一条生路。以前高高在上的灵州卢氏族人，现在只能跪在地上摇尾乞怜。他们现在彻底理解了卢正红所说，江宁镇杀几万人，连手都没抬一下。刚才江宁杀卢正雄，就是连手都没抬一下。而且除了卢正雄之外，旁人都没感受到江宁的气息波动。我马上去把卢氏所有的秘籍给王爷您取来。卢正红爬着转身，跌跌撞撞地跑进府邸。卢正红不敢有半点私藏，就连卢氏压箱底的秘籍也丝毫不犹豫地全拿了出来，装入一只乾坤戒当中。他又跌跌撞撞地跑出府邸大门，跪倒在江宁面前，双手奉上那只乾坤戒。王爷，卢氏所有武学功法秘籍全在这里面，请您收下，放我等一马。江宁收下乾坤戒，便不再看卢氏众人。他转身看向老袁，看看你的气力如何，能不能将那颗骨怀拔出？江宁淡淡说道。老袁立马跳到骨怀旁边，与这株高近300丈的骨怀相比，身躯庞大的老袁渺小如蝼蚁。他伸开粗壮的双臂抱住树干，这画面如同螳臂当车。卢氏众人见江宁能指挥老袁，他们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老袁回来了。他们卢氏这位活了1000年的老祖宗易主了。江宁这是想干嘛？想让老袁将骨怀拔走。这棵骨怀生养在洞天福地，早已成了一株灵树，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棵骨怀与小峰山洞天相辅相成，才能使一处洞天福地的气运延宕5000年之久。否则像卢氏这样贪得无厌地汲取洞天福地当中的灵气，这小峰山洞天早就被榨干，沦为一块凡地了。现在小峰山洞天还能凝聚天地灵气，全因有骨怀当作镇眼。若是骨怀被挪走，这洞天福地也将不复存在。而这株灵树离了小峰山洞天，将沦为一株普通的古树。江宁要了卢氏积攒多年的底蕴不说，还要拔卢氏的根。王爷，不可！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下一刻那人就被一道气机拍死当场。不可！你们家老祖就是这么死的！都闭嘴！王爷想要骨怀，就送给王爷。卢正红着急忙慌地嚎叫了一嗓子，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就已经是梁王殿下开恩，现在他要带走骨怀，不肯，那不是找死吗？人家要什么东西，谁能拦得住？这时候老袁开始发力，老袁身上有电光律动，不断向四肢汇聚，骨怀已经有了撼动的迹象，但这骨怀是能汇聚天地灵气，洞天福地的阵眼，根深蒂固。江宁觉得老袁若是不施展真本事，怕是没法将骨怀拔出。只见老袁头颅高高昂起，龇牙咧嘴，身上的肌肉将毛发撑起，他脚下汇聚2团雷电，
双手之间更是雷光大作。这时候，地面开始皲裂，拱起老袁的指尖刺入树干当中，硬生生地将骨怀拔出一寸又一寸。老袁的身体逐渐浮空，被盘根错节的树根拱起的土包逐渐向四面八方蔓延，越来越大。树根离开土壤的速度越来越快，整座小峰山开始地动山摇。那拱起的土包已经成为了一座山，那座恢宏庞大的卢氏府邸逐渐被拱起的小山席卷，一座一座建筑崩塌，向着土山外围翻滚。吼！老袁爆发怒吼，最后硬生生地凭着自身的气力将骨怀连根拔起。整座小峰山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刚刚才拱起来的小山朝着中间的窟窿陷落。然而卢氏族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默不敢言。养在卢氏千年之久的老袁拔出的不是一棵树，而是整个卢氏的根。小峰山上的动静很大，整座灵州城都震颤不止。城中数不清的老百姓齐齐朝着小峰山的方向看去，他们亲眼看到那株高耸入云的骨怀慢慢升起，那盘根错节的树根下面的土石就跟在下雨一般。起猛了，骨怀飞起来了！乖乖，骨怀成精了，自己站起来了。那叫站起来了，那叫飞起来了。好壮观的树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普通人目力不够，只能看到骨怀自己悬浮在空中，但拥有一定武道境界的，目力稍微好一点的，便能看到老袁正抱着骨怀树干下端。奇了怪哉，护山员怎么把自家的灵树拔了？这护山员该不会疯了吧？小点声，可别被听见了。卢氏前不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北上白玉京，怕是摊上事儿了。是啊，咱可别讨论这事儿，静静看戏就行了。有许多卢氏族人见骨怀被老袁连根拔出，吓得不轻，第一时间赶往小峰山。他们都清楚卢氏清君侧失败，只回来了一个卢正宏。原本以为老袁也死了，却没想到老袁还活着。等他们赶到小峰山外围，便看到悬浮在空中那道紫色的身影。族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人莫非是……他就是梁王。梁王，老祖不是去京师了吗？老祖已经死了。什么？这些刚刚赶到的卢氏族人才发现，有个人怀里抱着一具矮小的无头尸体。那不是卢氏老祖，还能是谁？老祖也没了。老袁这又是为何？都别说话！卢正宏训斥了一声，他生怕有人上前跟江宁讨价还价，又要被江宁随意抹杀。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也不说，等江宁离去。这时候，老袁扭头看向江宁，努了努嘴，显然是在邀功。不错，走吧。江宁抬手一挥，空中裂开一道巨大的虚空裂缝。老袁抱着骨怀，踩着雷霆，有些吃力地钻进虚空当中。江宁俯瞰一眼，身影逐渐变得虚幻，随后消失不见。这时候，小峰山洞天浓郁的灵气向着四面八方溢散。卢氏族人似乎还想抢救一下这洞天福地，快启动大阵，锁住灵气！卢正宏急声道。然而，不管卢氏怎么努力，一切都是徒劳。这座洞天福地很快便沦为了一块凡地。对卢氏而言，这无疑是灭顶之灾。他们在此处经营1500年，不包括老袁，前后出过5位陆地神仙。昔日如日中天的卢府，转眼便成为了一片废墟。京师王府突然被一道阴影所笼罩，府中的侍女们抬头一看，一个个都瞪大了双眼。他们看到庞大的树根遮天蔽日，正在朝着王府坠落，一个个都被吓傻了。这树根实在是太庞大，其范围起码囊括了2-3座王府这么大。这要是砸下来，王府被砸成废墟不说，他们这些侍女压根就逃无可逃。正当他们以为要遭受无望的灭顶之灾的时候，庞大的树根忽然停住了。立在王府上空的骨怀实在是太过于醒目，整个京城都能看得到。好大一棵树，这怕是有300丈吧，估计放眼整个天下都是数一数二的大树了。可这大树怎么突然凭空出了？从哪来的？江宁缓缓落地，对照了一下骨怀树根的大小，要种在王府，整个王府乃至周边的几座府邸都得拆一遍。原本想种在其他地方去，但是又转念一想，这王府都被老袁拆了一半了，那就刨开半座王府，再把周围的几座宅邸买下来，这样就能将骨怀种在王府中。小白，可以下来了。江宁喊了一声，还在死死抱着骨怀的老袁这才慢慢松了力气。他一个飞跃便落到了江宁身边，整株骨怀悬浮在半空中。这时候刚好户部尚书亲自来了。臣参见王爷，臣将梁王府的俸禄送来了，请王爷您清点。不必了。江宁手指轻轻一挥，骨怀往一侧挪动了一段距离，树根刚好覆盖王府废墟，去把树根下面的宅邸都买下来，本王要种树。江宁淡淡道。遵命。户部尚书拱手行礼，然后好奇地问道，这可是卢氏骨怀？王爷，
您这是何时弄来的？刚才。户部尚书心中倒吸一口凉气。户部尚书刚刚在来的路上，就看到王府上空凭空多出一株骨怀，定是那卢氏的骨怀了。只是王爷前不久还在上朝，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把远在8000里之外的骨怀弄到京城来了？简直骇人！听闻梁王还有什么逆天的手段，他已经不敢想了。这时候得赶紧表忠心站队，没准在不久的将来，梁王就是大夏第16代君主。王爷，今后有何事情要办，尽管吩咐臣。江宁淡淡点头，臣先去办事，告退。户部尚书赶紧离去。江宁朝着老袁说道：“等户部尚书把周围的宅子买下来，你自己刨个坑，把这棵树种下去。”吼吼！老袁捶了捶胸膛，围着江宁活蹦乱跳。此时，皇宫中清心殿外，一个小太监的声音传了进来：“陛下，出大事了！皇后被梁王诛了。”清心殿大门缓缓开启，披着道袍的皇帝从殿门跨出。自从老九回来之后，白玉京屡屡出事，他胆子是真不小，连皇后都敢诛。这是办的冲动，会让老九背上弑母的骂名。为何？皇帝眉头紧皱地问道。梁王殿下说是皇后娘娘与卢氏勾结，意图谋害皇嗣。小太监如实回答道。然后呢？皇帝眉头皱得更深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皇后尸体在哪？先去看看。在太极殿上。什么？皇帝闻言大惊失色。江宁诛杀皇后，直接在太极殿上动手。老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诛了皇后。皇帝不可置信道：“回陛下的话，确实如此。”皇帝来到太极殿上，虽然已经散了朝，但还有部分大臣并未退去。皇后之死，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当朝事后这种事情千古未见。参见陛下。免礼。皇帝摆了摆衣袖，问道：“皇后尸首呢？”在那。皇帝抬眼看向大殿之上，哪有什么尸体？他一步步跨上台阶，站在龙椅前，便看到五扇飞龙屏上的血字，赫然是一个人形。想当年，他们这一辈人的夺嫡当中，他正是由于有昭皇后的母族鼎力相助，才得以坐上龙椅。后来皇后不断干政，大肆分封昭氏，说一句连昭氏养的一条狗都能吃上皇粮，毫不夸张。可是如今皇后成了一滩，忽然间皇帝的嘴角有点压不住了。他想拿掉昭皇后其实很难，必定会遭到昭氏的针对。昭氏都有伏龙之功，他对谁下手都会留下弑杀功臣的骂名。但现在是江宁除了昭皇后，就算昭氏要找麻烦，第一个也是找老九的麻烦。以昭氏的实力，斗得过老九吗？更何况如今昭氏已经分化成了3个派系，皇帝估计昭氏多半会以江宁氏杀皇后为由，找机会针对他。如果老九能直接把昭氏清理得一干二净，对江氏皇族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让他们斗去吧，自己袖手旁观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是一位不理朝政的皇帝啊，而且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皇帝只来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直接转身离去。走出太极殿，皇帝就看到有一株参天大树立在城中某处。那又是个什么情况啊？皇帝浮空一看，这才发现那棵巨树原来悬浮在半空中，而那下面正是梁王府。这老九在搞什么名堂？从哪弄回来这么一棵槐树？卢氏的骨怀。皇后之死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谁也没想到江宁突然就把皇后给诛了。然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却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江宁站在树冠顶端，沉静地看着城南的方向。朱雀大门外死了无数修士，那边的灵气浓郁程度堪比一座洞天福地。只不过那边没有阵法加持，所以修士死亡留下的灵气用不了多久就会消散。而现在那边有人正在疯狂地吸收灵气，转化为自身精元。江宁今天早上开启阵法一脚放卢氏老祖进城的时候，有人趁机偷偷溜了出去，他正在趁机汲取力量。而这个人有可能是散播长春丹的人，几位皇子其中之一。首先可以排除二皇子江月，他走的是肉身成圣的路子，自身元气够用就行。想知道那是谁，现在江宁飞过去看一眼便能知晓。不过他还要将碎肉本源找出来，倒是可以去王府先碰碰运气。于是江宁先前往秦王府。江宁意念一动，便出现在亲王府前庭。几个仆人见江宁到来，纷纷行礼，参见梁王殿下。秦王呢？江宁淡淡问道。王爷不在府中，九殿下若是要找秦王殿下，可等秦王殿下回府后再来。仆人说道。江宁点了点头，然后朝着大堂走去。九殿下，王爷不在府中，您。这时候有一名老者从大堂走出。臣参见梁王殿下。老者名叫昭同周，是皇后的亲叔，14进大修，昭氏主心骨之一。
他没有实权职位，只有一个少师虚衔，名义上教导秦王，实际上早已站队。跟其他两股招式的势力比起来，昭同州的实力最单薄。秦王何处去了？江宁淡淡问道。臣不知。长春丹出自秦王府吗？江宁又问道。听到这个问题，昭同州心头一紧。江薛能被江宁怀疑，这并不意外，因为江宁绝对会怀疑每一位皇子，但他直接这么问也太过于坦白了些。昭同州已经知道江宁的实力，所以江宁如何行事绝对不能以常理揣度。秦王府怎会与阴邪之物扯上关系呢？昭同州和煦地笑着回答道。你的话漏了。江宁淡淡说道。昭同州一惊，他的话怎么漏了？不等他想明白，江宁解释道。那么多服侍过长春丹的都拒不承认，他们多半认为长春丹是灵丹妙药。你怎么知道这是阴邪之物？不是那日皇族祭祀大典，那些东西露出了原形吗？那种东西必定是阴邪之物啊。昭同州辩解道。本王查一查秦王府就能真相大白。秦王不在府上，九殿下要调查秦王府，是不是得等秦王回府？江宁冷清的目光扫过昭同州，后者登时脊梁骨一阵发凉。这道目光威胁的味道非常浓郁，大有只要他昭同州敢阻拦，江宁就会抬手抹杀他的意味。江宁进入大堂，昭同州在纠结万分之下，还是不敢出手阻拦，连出言都不敢。以他一人之力，绝对拦不住江宁。江宁在秦王府各处走着，昭同州跟在身后，欲言又止。直到江宁进入一间书房，这时候昭同州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那地下洞室有阵法遮掩，气息肯定是无法飘散出来，不管有多强大的感知能力，也不可能感受到下面的阴暗气息。但这时候，那间静悄悄的地下洞室当中凭空出现一人，正是江宁的一道神识分身。江宁扫视一周，打量了一下地下洞室，只见悬挂在四面八方的骷髅头当中涌出浓浓的黑雾，朝着江宁覆盖而来。这黑雾拥有极强的侵蚀之力，是某种使用某种魔功所布置的阵法。江宁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阵法，但这阵法的侵蚀之力对他而言完全无效。很快，那黑雾自动散去，江宁的目光落到了地板上。地板有一条裂缝，一团黑色带着粘稠液体的东西正无节奏地鼓动着，刺鼻的腥臭气味正是碎肉所散发出来的气味，这便是碎的本源。按照古籍的记载，只要消除这块本源，那些服食了从这块碎上分出去的碎肉的人，体内的碎力自然而解。江宁释放出一道感知气息，试图解析这东西的本质，但这碎就好像无根之草，不知从何而来，其中蕴藏着的阴邪之力也说不清道不明。这东西静静地躺在这里，人畜无害，但这股阴邪之力说明它间接拥有的破坏力比江宁想象中的要强大一些。地面上，书房中，秦王为什么能控制这种力量？江宁问道。九殿下，您什么意思？昭同州并不明白。下面有什么？本王全看见了。什么？昭同州大惊，他明明站在这里没动，而且阵法也没有任何纰漏，他如何能知道地下有什么？算了，本王已撤掉护城大阵，你去叫秦王回来，本王亲自问他。昭同州有一种江宁在诈他的错觉，可江宁又完全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难道他真的全发现了？不想去。江宁缓缓转身看向昭同州，秦王在朱雀大门外3里处。王爷，您是不是误会了？昭同州已是冷汗连连。哦，江宁点了点头。那本王送你过去。砰！江宁话音刚落，昭同州胸口遭受重击，人直接在原地消失不见。书房的墙上破开一道人形口子，昭同州飞过一道高高的抛物线，落到了南城墙外，重重落地，在地上砸出一个坑洞后又高高弹起，在地上翻滚了一段距离后，昭同州终于停下。他双手撑着地面，踉跄起身的同时吐出一大口鲜血。刚刚那一击实在是太强了，这一刻他才知道，原来绝大部分修炼者只能仰望的14境竟然如此渺小。不远处，江薛盘坐在地上，浑身黑雾腾腾，他正在拼命吸收这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在瞬间变强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神皇启示录果然名不虚传，他觉得他一定是继太祖爷之后第2位领悟出神皇启示录真谛的存在。15层之上还有大风景，而且不只是16层，甚至还有17层、18层，无穷无尽。而且15层之后的每一层能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来定义。这门神功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这时候江薛听到动静，睁眼一看，才发现是昭同州。公子。昭同州艰难地爬起身来，强行稳住翻涌不止的气血。江宁刚刚随意一击，竟然将他打到了江薛身旁。怎么了？梁王去了秦王府，
进了书房，还说发现了地下洞室的东西。可是他并未下去。昭同舟有些艰难地说道。江薛神色逐渐凝重，那阵法如此隐秘，到底还是被老九发现了吗？一会儿过后，江薛的神色逐渐开始癫狂。护法，1个时辰我便能入15境，既然被发现了，那就不藏了吧。这时江薛直接放开了手脚，彻底运转功法，瞬间便将他所用来掩盖气息的阵法冲破。天地之间残留的灵气被江薛疯狂吸入，漫天乌云骤然收缩，整座京城瞬间陷入一片黑暗。云层当中电闪雷鸣，整座白玉京不断闪现惨白，犹如末世降临。昭同舟看了一眼江薛，而后不可置信地看向苍穹之上。天地异象，江薛要步入陆地神仙了。这时候江薛干瘦的身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丰盈起来，不到2刻钟的时间，他便如同青年时期那般风神俊朗。这时雷劫来临，如今是巨龙一般的紫色雷电一道接着一道。只见江薛画出法相金身，盘坐于天地之间，接受雷劫洗礼。他的法相金身迅速壮大，大半截身躯已经没入云端。随着雷劫不断落在江薛的法相金身上，其散发出来的金光愈发的强烈。正处在一片黑暗当中的白玉京，人人都能看到从城南散发出来的强烈金光，整座京城镀上了一层辉煌的金色。江宁站在书房的飞檐上，看着那天地奇景，想不到江薛这么快就突破了。世人眼中的陆地神仙，在他眼中不过也才15境而已。天地异象缓缓消失，世界恢复宁静。江薛的身影出现在江宁正对面，他浮空而立，恢复血肉的面容与江宁有几分神似。这时候的江薛不再阴气沉沉，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40岁的15境足以用震古烁今来形容，饶是比起太祖爷也不遑多让。老九，非要与我作对吗？江薛的声音响起。他现在已经不纠结为什么他在城外布下了隐藏契机的阵法还会被江宁发现。他也知道江宁有镇杀陆地神仙的本事，可是现在的江薛他也有自信能做到当时江宁所做到的一切。他有把握在一夕之间碾碎灵州那8万蠢货。我很好奇，遂你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又是如何炼化？你有这等天赋，为何需要借用碎灵之力？江宁淡淡问道。哈哈，江薛爽朗一笑。老九，既然你非要追查到底，那你与我去云上打一场，你打赢了我就告诉你，如何？江薛的意思是，2位陆地神仙如果在这里大打出手，如果双方打开了，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整座白玉京都得陪葬，所以他才提议去云上打。不用那么麻烦。江宁淡淡摇了摇头。老九，我知道你有斩杀陆地神仙的本事，可你……江薛抬手握拳，看着自己恢复血肉的拳头，黑气从指缝中溢散出来，一团黑雾裹住拳头。江薛的目光越过自己的拳头，看向江宁，貌似有点嚣张了。此时此刻，江薛体内元气充盈，犹如一望无际的蒸腾大泽。江宁负手而立，释放一道契机。这一刻，江薛猛地抬头，好似有9重天砸向头顶，好强的威压，这绝对不是15境所能拥有的力量。老九是一尊实打实的16境，怪不得他能瞬秒无数修士，原来老九的武道天赋竟然比他还要高。不过就算老九是16境又如何，他未尝没有一战之力。从老九释放出来的威压强度来看，15境和16境差距虽然有，但并非遥不可及。砰！一声巨响，江薛被这道契机砸得重重坠地，强大威压将他死死压在地面。江薛本来想有所保留，但既然老九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他就得拿出一点本事出来，看看老九更强还是他更强。这时江宁的身后传来一股强大的杀气，他瞬间转身，只见身后站着一尊高超过30丈的虚幻金色神像，上半身完整，下半身有些残破。江宁一眼便认了出来，这是太祖高皇帝的残魂。要召唤出太祖爷的残魂，需点燃9龙烽火台。江宁向瓮城看去，9龙烽火台却并未被点燃。他这位大哥倒是给了他一点惊喜，居然能将太祖爷唤来助其战斗。神像手执一柄阔刀斩向江宁，这一刻神性光辉冲天而起。江宁抬手只用双指便夹住了那柄巨大的阔刀，一道金色神威朝4面8方扩散，瞬息之间便覆盖整座京城。太祖残魂这一刀的动静太大，引来城中明里暗里无数道目光聚焦。太祖神像那边好像是秦王府，老九在跟太祖神像战斗，这是怎么回事？宫中皇帝刚回到清心殿，盘坐修行没多久，便感受到了太祖神威降世。他即刻飞上高空，往秦王府的方向一看，好家伙，老九跟太祖爷打起来了。
老九可真不让人省心。厉喝！皇帝急声厉喝，骑着灵鹤朝着秦王府方向急速飞去。这时候，皇帝便看到梁王府的方向有一道道雷光不断闪烁，正在飞速接近太祖神像。随着那道身影在空中狂奔，天上落下一道雷电，空中的雷电与那道雷光重合之后，撞向太祖神像。下一刻，那道身影又如同一颗流星一般倒飞而出，砰的一声巨响，那道声音重重砸在悬浮在空中的古槐树干上。刚刚想去帮江宁的是老袁，他刚刚爆发出来的杀力可不小，却被太祖神像轻描淡写的击飞。被江宁的气机压在地上的江薛突然化作缕缕青烟，在江宁身后凝聚成形。老九，你大意了。江宁发出疑惑的声音，后背遭受重击。江薛一拳轰在江宁后腰，黑气瞬间贯穿江宁的身体，朝前狂涌，在江宁的腰腹处留下拳头大的贯穿伤。16境又能如何？江薛偷袭得逞，猖狂大笑。他本以为这一拳能伤到江宁，却没想到江宁如此脆皮，直接被他一拳给干穿了。没想到江宁杀力无穷，却没半点防御的手段。江宁还保持着用手夹刀的动作，哪怕身体被贯穿，脸上却依旧没有任何神情波动。他不是不想防，而是懒得防。这时太祖神像发力，把江宁从空中压向地面。江宁重重落地，而后侧身躲开，金色阔刀斩在地面，震天动地。江宁轻轻一跃，踩在刀背上，紧接着一跃而起。这时太祖神像另外一只手抬起，铺天盖地拍向江宁，如同如来佛以五指山镇压孙猴子一般，一掌将江宁砸回地面。可惜啊，老九武道16境，今日却在兄长手中栽了个大跟头。哈哈哈！江薛见江宁身受重创之后，几乎无还手之力，笑得愈发猖狂。如果说老九是天下无敌，那么他就是天上无敌。这时候，刚刚被打飞出去的老袁又飞了回来，庞大的身躯冲天而起，双拳裹挟着万钧雷霆砸向太祖神像。狂暴的雷霆之力不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势浩大。太祖神像忽然抬腿，一脚踩下，正要截断老袁，砰的一声巨响，将老袁砸进了地板里。透过虚幻的大脚，可以看到面目狰狞的老袁浑身上下雷光闪动，无比狂暴，可怎么也挣脱不开太祖神仙的脚。老九，你的通天本事呢？该不会还没施展出来就要结束了吧？江宁淡淡一笑，从地上爬起。有意思，但又没什么意思。江薛身体化作黑雾，瞬间在江宁头顶上方凝聚成形，一拳砸向江宁的天灵盖。江宁稍稍侧头，肩头接下一拳，黑雾狂涌，瞬间把江宁一半身子削去。这时候的江宁只剩半个人了，死到临头还嘴硬，有什么本事拿出来啊！分明是一边倒的战斗，可江宁都已经被江薛轰得残破不堪了，却依旧摆着那张死鱼脸。江薛的内心忽然涌出一股极度狂躁之感，他明明要将江宁锤爆了，江宁却还是没将他放在眼里。你凭什么这狂？江薛一拳砸向江宁的身体，又在他的身体上打出一个窟窿。凭什么这么狂？狂给谁看？就这点本事还妄想觊觎95之尊？江薛不断出拳，直接将江宁打成一片虚无。16境又如何？他有太祖神像助阵，还不是抬手可灭？就算那老袁加入战斗又如何？他再强也不过是一头灵兽，没有人族的超高智商，只要遇到比他更强的，他跟土鸡瓦狗又有何区别？就这还妄想夺嫡，还到他的王府调查，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啊？这时候江薛忽然扭头往上方一看，他忽然双眼瞪大，只见太祖神像突然朝着他倒了下来，轰！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砸塌了秦王府一大片建筑。江薛化作黑雾闪避，在不远处凝聚身形，只见江宁正站在太祖神像的脑袋上，负手而立。看着那道身影，江薛瞳孔骤缩，他以为他轻而易举的就打赢了江宁，然而江宁此刻却毫发无损。刚刚那个江宁是怎么回事？他所释放出来的气息分明拥有16境的强度，难道是神识分身？那怎么可能？刚刚江宁分明动了手，所释放出来的威压绝对不是神识分身能做得到的。然而现在太祖神仙被江宁踩在地上，不管怎么挣扎，却连爬都爬不起来，这和刚刚的江宁比起来判若两人。正当江薛怔住的一瞬间，余光中闪过来一道身影，江薛瞬间侧头，便看到老袁裹挟着雷霆之力铺天盖地而来。他正要躲闪，可这一瞬间他直接被一道气机束缚住，完全动弹不得。情急之下，江薛只能释放护体罡气抵挡老袁的强力一击。砰！江薛被老袁重重砸入地面，在地上炸出一口大坑。
老袁坠入坑中，只见他抬手朝下锤击，接着起身再朝下锤击，砰砰砰，一连串震天巨响响起，那坑洞中不断飞溅出碎石。只不过6-7拳的功夫，江薛的护体罡气便被老袁直接砸穿。如果不是老袁受伤，打破江薛的护体罡气2-3拳就够了。吼！老袁发出怒嚎，直接将刚刚被接连打飞出去的怒火一股脑全倾泻到了江薛脑袋上。又是一连串震天巨响，那坑洞层层陷落，江薛被打得口鼻流血，面目全非。随着老袁每一拳落下，江薛的双腿便无力地翘起。这时候，江宁脚下的太祖神仙慢慢化作流光消散。江宁落到老袁肩头，淡淡道：“行了，再锤江薛真要被老袁给锤死了。”江薛必死，但江宁答应过皇帝，查出长春丹的真相后要通知皇帝，所以得给江薛留一口气。老袁朝着江薛怒嚎一声后，这才停下。江薛躺在凹坑中，刚刚还丰神俊茂的皇长子，现在面目全非，肿成了猪头。如果他不是突破到了15境，哪里能扛住老袁这么多拳，早被打爆了脑袋。江薛艰难地扭头看着江宁那张冷清的面庞，他完全没想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分明是压倒性的胜利，怎么突然就一败涂地了呢？他可是连真本事还没使出来，并不是他不想施展出来，而是被江宁一道气息压制住后，他根本就无法施展出来。嗨，江薛咳出一口夹带着碎肉的鲜血，刚刚究竟是怎么回事？江薛咬牙切齿，有气无力地问道。一道神识分身罢了，勉强拥有14境巅峰的实力。江宁如实回应道。听到这话，江薛道心差点破碎，果真是一道神识分身，而且他居然说那道神识分身只拥有14境巅峰的实力。可那神识分身释放出来的威压何止15境，他以一道14境巅峰的神识分身轻松接住太祖神像一刀，还扛了他这么多拳，那他的本体该有什么样的力量？江薛以为自己达到15境，拥有太祖神像助阵，可镇杀江宁，彻底将他炼化。如此一来，江薛绝对能达成和太祖爷一样的成就，步入16境。然而江宁才是一尊真正的16境，他40岁步入15境，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震慑八方。可20岁的16境，这是什么概念？他究竟是人是神？这时候皇帝驾鹤而来，参见父皇。江宁从老袁肩头落下，拱手行礼。皇帝看了一眼现场，果真是老九跟老大打起来了。太祖神像是怎么回事？皇帝苍老的面容无比凝重。儿臣不知。江宁如实回答。太平教正是秦王所为，长春丹也是秦王用碎肉炼制而成。那块碎肉本源原本藏在秦王府书房的地下洞室内，现已被儿臣抹去。什么？皇帝脸色无比阴沉。他早就料到那什么长春丹是某位皇子搞出来的邪恶名堂，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这一切。可事到临头，皇帝心中还是五味杂陈。皇族祭祀大典上的事情是你所为，九龙烽火台是你点燃的。皇帝看着躺在坑洞中的江薛，眼色复杂。江薛扯了扯嘴角，虽然还是不敢相信功亏一篑，但这已经成了定局。他的事情彻底败露，狡辩已无任何意义。父皇能否嗨嗨单独与儿臣谈话？江宁不等皇帝下令，轻声道：“走吧。”老袁纵身一跃，消失不见。说吧。皇帝有些不忍看江薛，毕竟是他的亲儿子，而且江薛早年的时候也是皇帝最疼爱的皇子之一。如果不是江薛变得不人不鬼，皇帝估计在5年前就已经立他为储君。父皇，儿臣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正道长生，填补九龙烽火台的气运，让大夏王朝千秋万代。可是长生之道虚无缥缈，而且父皇您已经时日无多，怕是没有时间让您修得长生了。嗨嗨。江薛艰难地说着，勉强支撑着自己坐了起来。这话皇帝不爱听，但之前江宁就说起过，他时日无多是不争的事实。父皇，儿臣之前为何会变成那样？是因为儿臣修炼了神皇启示录，被九龙烽火台汲取了自身命数。嗨嗨，九龙烽火台确实是儿臣点燃的。九龙烽火台是太祖爷留下来的骗局啊！皇帝神情凝重，他以为只有君主修炼了神皇启示录，才会被九龙烽火台汲取气运，可却并非如此。父皇无法正道长生，大夏国祚不久矣，100年之内天下必乱。你说什么？父皇可知道为何灵帝会点燃九龙烽火台？正是因为他发现九龙烽火台会汲取修炼神皇启示录者的命数，而且还无法延长大夏国祚。父皇曾多次向九龙烽火台渡入自身命数，难道还没发现这一点？还是说父皇自欺欺人，不愿承认？
听到这话，皇帝的心思愈发的凝重。他确实发现了这一点，但他觉得是自身命数不够多，如果能长生，拥有无穷无尽的命数，就算九龙烽火台的窟窿再大，他也能填上。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很难修成长生之道。父皇，儿臣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破而后立，彻底摧毁九龙烽火台，而后掌握无穷无尽的力量，代代相传，必定能重新缔造大夏王朝，使大夏王朝千秋万代。若是姜氏皇族能掌控绝对的力量，而且能做到代代相传，确实能做到让大夏王朝千秋万代。可这无穷无尽的力量上哪去找？父皇应该知道。姜薛肿胀的双眼突然放出异彩，与其将大夏的气运托付在九龙烽火台上，为何不自己掌握？碎灵所蕴含的力量绝对能够取代九龙烽火台，儿臣已经掌控了炼化碎肉操控这股力量的方法，而这也正是我从神皇启示录第16层所得到的能力。父皇，你可知道神皇启示录原来不止15层？姜薛愈发的激动，皇帝心中大惊失色。之前江宁看了一遍神皇启示录，便告知他这门神功不止15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姜薛居然修炼到了第16层。他记得江宁说过，第16层的能力可以自行定义，所以姜薛悟出了炼化碎肉操控碎灵的方法。原来他的这些皇子当中，比他厉害的不止一个。儿臣知道父皇想立老九为储君，他确实很强，可那又能怎么样？他顶多镇压当世，可他之后呢？大夏又该何去何从？父皇您的方法无法延续大夏国祚，唯有使用儿臣的方法，才能使大夏千秋万代。你为何能召唤太祖残魂？皇帝走入坑洞，站在姜薛身边，眼神愈发的复杂。神皇启示录第17层。什么？遮蔽天机，唤出太祖残魂，为我所用。皇帝闻言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太祖爷在历朝历代所有皇族心目中都是神圣至高的存在，然而姜薛却能找到方法将太祖爷的残魂唤出，为他所用，反倒天罡，欺师灭祖。若是能掌握无穷的力量，哪怕连太祖爷在我们面前也是渺小的存在，那我们何须指望那座九龙烽火台延续我大夏国祚？父皇，姜薛强行爬了起来。儿臣不孝，能否搀扶儿臣一段？皇帝显然被姜薛说动，便搀扶着姜薛走进王府。进入那间地下洞室后，姜薛再也没找到裂缝当中那块碎之本源。姜薛盘坐下来，佝偻着脑袋，气息逐渐虚弱。父皇，您脚下暗格是儿臣对神皇启示录16、17层的修炼法门，以父皇的境界，修成不难。还有，父皇去茂陵打开灵地棺椁，便能找到碎之本源。灵地它就是碎。父皇只要修成神皇启示录16、17层，便能知晓儿臣所言皆出自肺腑。儿臣最后一次为父皇尽孝，儿臣的路有些坎坷，但找到了可行之法。至于父皇的路该怎么走，全凭父皇圣才。父皇，儿臣先行一步。姜薛自毁丹田，已无半点气息。老大，皇帝神色极其凝重，心中忽然有阵阵刺痛。他以为老大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阴气森森，却没想到是因为修炼了神皇启示录后，被九龙烽火台汲取命数所带来的副作用。他并未想好怎么处置姜薛，却没想到姜薛自行了断，没有让他这个当父皇的难做。根据姜薛所说的一切，九龙烽火台是骗局，他们这些太祖爷的子孙后代都是太祖爷在2000年前提前种下的韭菜。割完一茬接着一茬，难道灵帝真的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所以想摧毁九龙烽火台？而封锁神皇启示录的人帝也有可能修炼了神皇启示录，所以人帝也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所以选择禁绝这门功法的传承。可为何从仁宗到他之间的君主命都不长？这个疑问姜薛还没来得及解答，这时皇帝突然陷入了自我怀疑。他当年找到的救大夏的方法真的不可行，至于老九的方法能不能行，得验证之后才能得出结论。秦王府的动静很大，但来得快去得快。等巡防的兵卒赶到现场，秦王府早已恢复了安静，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很快宫廷禁卫赶到，将秦王府封锁。朝廷发出讣告，秦王薛因突发恶疾，不幸辞世，卒年40。皇帝降旨罢朝3日，以示哀悼。秦王尚未成亲，皇帝下旨让二皇子和礼部共同处理姜薛后事。姜薛死之前，秦王府发生过短暂的战斗，太祖神像所发出来的动静几乎全城都能看到。很多人没看见姜宁的身影，但都看到了接连扑杀向秦王府的老袁。姜薛因何而死？位高权重者自然心里有数，多半是被姜宁干所杀。姜宁今日上午杀了皇后，此事皇帝陛下没有下旨，
群臣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可转头江宁又杀了个皇长子，这种手段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对礼部来说，皇长子死的还真是时候。现在开始为江薛操办丧事，皇后的事情就能不了了之了。但秦王府为何会出现太祖神像，几乎无人知晓。至于朝廷宣布江薛死于突发疾病，懂的都懂，这是江氏皇族给自己的体面。是日，除了秦王府出事之外，京中各处出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许多宫房，驻地内的劳工出现大面积疲软无力、呕吐甚至昏厥等现象，波及人数远超10万之数。原本一个个皮肤光洁、身材健硕的男人，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消瘦蜡黄。这些人无一不是服食过长春丹的人，他们靠着长春丹的药力，长时间未进食米饭。江宁刚刚将那块碎肉本源抹除，他们体内的碎力消失，从而引发一连串不良反应。一时之间，城中各大小医馆人满为患。那些稍微有点家底的人还好，负担得起汤药费，可以去看郎中。可之前那些饥民因服摄长春丹，觉得自己力气用不完，所以才进城找了份活计。他们以为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今后凭着一身的气力也能在京城讨一碗饭吃，所以他们都默默将太平教视作圣教，他们都是最虔诚的太平教徒。在梁王府将太平教打上邪教标签的时候，他们只觉得高高在上的梁王是非不分。在药效丧失的第一时间，他们以为是药效到期了，于是继续服下长春丹。可结果吃下去之后，不仅仅没有解决头昏眼花、腹中饥渴的情况，不良反应更大了。他们再也无法体会到先前长春丹给他们所带来的那种力大无穷的感觉。那些攻防驻地的老板发现情况之后，吓得不轻，谁也不敢收留这些不断呕黑血的人。死1-2个人倒还好，赔钱了事，但如果死的人太多，官府追究下来，他们这些小老板可担不起责任。于是他们直接将那些产生不良反应的人赶了出去，数以万计的人以半死不活的状态流落街头。这些饥民如果没有人管，得不到救助的话，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曝尸街头。江宁早就料到，在消除那块碎肉本源之后会有情况发生。他在街面上巡视着，确实没想到情况会如此严重。跟在江宁身后巡查的是天狼卫统帅文凯。在世家大族眼中，不能修行的人与蝼蚁没有区别，地位越是高的人就越不会在乎底层老百姓的死活。所谓民心和众望跟老百姓无关，都是由世家大族所操控。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流落而来的饥民，本该在城外等待朝廷的施舍，能活一天是一天。如今被人抛弃，等待他们的结局就是重新丢回城外的棚户房内，自生自灭。可是文凯竟然从江宁眼中看到了一丝怜悯。文凯，集合所有军医，再拨一些军粮，救治这些老百姓。江宁淡淡说道。这位高高在上，对谁都淡漠无比的亲王，竟然会同情一群蝼蚁。在文凯眼中，他们落得如此下场，完全就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相信这世上会有免费的午餐？王爷何必为他们浪费资源？军粮的价值与普通粮食相比，天差地别。文凯有些疑惑，也有些震惊江宁的决策。救治这些普通人，对梁王来说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江宁了解文凯的想法，他也无法强行扭转文凯的三观。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该有始有终，不过顺手为之罢了。他们或许只是苟且求生的蝼蚁，但没有谁活该因为皇族内部斗争而沦为牺牲品。偌大的京师，多他们几万人不多。上苍有好生之德，照办吧。江宁轻声道。遵命。之后你去通知户部尚书，让他在城中多设些粥棚，这些老百姓只要有些气力，自己能在城里讨个生计。是。这时候江宁忽然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人，昭同舟。他被自己打飞城外之后并未回来，多半是让他跑了。几日后，江宁身着素装，与于妃一同前往秦王府参与江薛的葬礼。皇帝亲临，皇族成员及文武百官毕至。秦王府上一派肃穆哀沉。由于江薛并未娶亲，因此葬礼大小事宜皆由二皇子江越主持。江越与四皇子江欣和皇长子皆是由皇后所生。由于江薛尚未成亲，并无子嗣，两位胞弟为江薛披麻戴孝。所有的皇族成员江宁都已经认识了。他和往常一样，只向皇帝请安，并未向其他任何兄子问好，直接走到灵堂上香参拜，然后退出灵堂。这时候一人拦在江宁面前，此人从面相上看不出年纪，身材微胖，脸上挂着和颜悦色的笑意。三皇子吴王景。九弟厉害啊！江景朝着江宁和善一笑，看似是夸江宁，实际上就是阴阳怪气。在场的都认为江薛是被江宁所杀，江景也不例外。当日江薛突破15境，世人所见，
江宁能轻松镇杀刚刚破入15境的江薛，他并不感到意外。他所意外的是，江宁突然之间就杀了江薛，好像并没有任何理由。江宁倒是很直接，随口说道：“秦王并非我所杀。”江景闻言淡淡一笑：“是，大哥是突发恶疾暴毙吗？世人皆知。”江景只觉得江宁连撒谎都不会撒。一尊刚刚破入15境的陆地神仙，时年40岁突发恶疾暴毙，说出去谁信？都知道你江宁当日与江薛交手，不是你杀的，还能是谁？正等着江宁的下文，可江宁却不再言语，与江景错身而过。他转身看向江宁的背影，忽然又觉得江宁看似淡然，实则猖狂，因为他根本就是一副懒得撒谎的样子。他就这么说，你爱信不信，懒得再解释半个字。葬礼按照流程举行，江月宣读讣告，群臣上香参拜，与江薛做最后的道别，然后用餐，最后出殡。秦王江薛谥号为公，虽说秦王膝下无子，但也是风光大葬，极尽哀荣。于飞时不时地看看江宁，很想劝诫几句，但又不知道该从何说出口。他之前劝江宁尽量低调些，江宁听是听进去了，但从来没照做。那天江宁在太极殿上诛杀皇后一事，于飞吓得不轻，可还没缓过劲来，紧接着江薛又死了。其中传闻于飞一清二楚，皇子之间的争斗非死即伤。可现在江宁算是彻底暴露了锋芒，如此不能说全然没有好处，但坏处也很明显，因为他的个人实力远超其他皇子，能做到其他皇子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他成为了打破夺嫡之争平衡的那个人，其他皇嗣十有八九会联合起来先对付江宁，先把最强的淘汰出局，才是其他皇嗣的明智之举。宁儿，秦王果真是你所杀？于飞问道。儿臣并未诛杀秦王。当时老袁暴锤了江薛一顿之后，江薛哪怕重伤，顶多就是跌落境界，不至于身死。唉，现在不管秦王是不是你所杀，世人都以为是你杀的。于飞叹了口气，那日儿臣留他一口气，就算他那日活了下来，儿臣也会取他性命。于飞，他本想给江宁出主意，尽量把这件事情撇开，可江宁这么说，分明就是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儿子如今长大了，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孝顺，但也确实拥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了，昨日刘瑾给你送去的点心，你吃完没？于飞转移话题问道。有些事情他能力有限，确实帮不到江宁，他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尽量关心江宁。这次母妃做的桃花酥改良了配方，可是加入了话梅。江宁笑着问道。不是普通的话梅哦，是燕州的朱梅，这是一种灵果，对修行大有裨益。你可记得你小时候娘给你吃过一种酸酸甜甜的浆果？自然记得，母妃每次回燕州总会给臣带那种浆果。娘今晚回宫再给你多做些。葬礼结束后，皇帝下口谕，明日早朝，所有皇子必须到朝。5年有余了，皇帝陛下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主业。皇帝为何突然召集众皇子早朝？大家都猜想皇帝要立储。之前宫中就有风言风语不断传出，而如今皇后没了，无人主持朝会，朝中官员现在每天都会去清心殿，一心求长生的皇帝陛下怕是有点不胜其烦。若立下太子监国，则皇帝又能潜心修炼。翌日早朝，一袭道袍的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老态龙钟的皇帝依旧不失帝王威严。诸位皇子听旨。皇子们统统上前一步。雾隐秘境的雾灵花果已经成熟，谁能将雾灵花果完好无损地带回来，朕便立谁为太子。果不其然，皇帝今日早朝正是为了立储一事。其实众人都不知道，原本皇帝想直接立江宁为储君，可将薛林死前的那些话让皇帝做了一些新的部署，他还是希望江宁能当储君，为他监国。这样做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总会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以为江宁无法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他希望江宁在当储君之前能再多做几件事情。散朝，屁股都没坐热的皇帝说了一句话后直接起身离去，留下心头逐渐兴奋的皇嗣以及一脸懵逼的群臣。没有人能想到皇帝会以这样的方式立储，而不是论功绩立储，让皇子们去争夺雾灵花果，这不是直接鼓励皇子们互相争斗吗？不过众人转念一想，什么样的争斗不是争斗？陛下那一辈的夺嫡之争，7位皇子背后势力无数，最后死了多少人？如今也不过才死了江薛一人而已。而且现在皇帝每出面一次都比上一次苍老几分，估计他也是时日无多，所以才会用这么粗暴到如同养蛊的手段直接决出储君。这时候2皇子与4皇子默契地对视一眼，去雾隐秘境取雾灵花果，他们2人有天然的优势。雾隐秘境处于丰州，而丰州正是昭氏的地盘，他们2人背后最大的势力也就是昭氏。随后2人又默契地用于光瞥了江宁一眼，
江宁杀了皇后和江薛，一个是他们的生母，一个是他们的同胞兄长。江宁早就成为了昭氏的大敌，而陛下下旨让皇嗣们前往丰州，这不是直接明说让江宁入虎穴吗？散朝后，两兄弟走到了一起。二哥，父皇这是什么意思？江心小声问道。多半是老九太过强势，动辄杀人，连母后也给杀了。父皇怕老九弑君篡位，所以江月喃喃道。所以后面的内容不言而喻。关于皇后和江薛的死，这两兄弟完全感受不到半点悲伤。他们互相之间本来都是死对头，如果不是江宁太过于强大，就连他们俩也不会达成默契。二哥所言极是。可是老九台守镇灭7、8万人，这等本事谁人能敌？江心眉头紧皱，对付江宁是他们的默契。我们不得不承认老九的强大，但他只要不是不死不灭，就能被杀。想必其他人的想法与我们一致。灵州卢氏都死在老九手中，那是卢氏割据一方上千年，狂妄到以为自己真有本事颠覆大夏皇族。咱们联手，做足完全的准备，就算杀不了老九，也要先将雾灵花果夺下，定下储君之名。江月说着，轻轻拍了拍江心的肩膀。老四，你是为兄看着长大的，咱们又是一母同胞。你也知道，为兄只会练武，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老四你博古通今，比二哥聪明无数倍，通晓治国之策。若能得到雾灵花果，二哥定然为你披荆斩棘，让你亲手拿下储君之位。届时，老四莫要忘了我这个亲哥哥才好啊。江心被江月一阵忽悠，有几分飘飘然。他表面谦卑，实则自视甚高。从小博览群书，又没荒废武道，可谓是文武全才。不过他可不会轻易着了江月的道，这么多年的书也不是白读的。江月说自己只会练武，表现得对龙椅毫无兴趣。可江心哪怕是个傻子，也不可能相信江月的鬼话。但有一点不用说明，江心非常清楚，在老九死之前，他们绝对不能再互相争斗，集中力量干掉老九这个最有竞争力的储君争夺者。之后花落谁家，就各凭本事了。二哥此言差矣，以二哥的聪明才干，才是储君的最佳人选啊。如若能得到雾灵花果，也应当是由二哥之手送至御案前。等陛下万年之后，二哥荣登95之位，臣弟必定悉心辅佐二哥。哎，你二哥向来脑子不开窍，真当不了皇帝。两人拉扯了几句，然后声音戛然而止。二哥，四弟。三皇子江景快步跟上，笑着与两位兄弟打招呼。若是以前，这些兄弟之间顶多相互打个招呼，然后便各走各路。父皇此举意味深长啊。江景眯着眼笑道。三弟也看出来了。江月淡笑道，这时候让我们兄弟去丰州，丰州可是二哥和四弟的地盘，到时候兄弟我到了丰州，得承蒙两位兄弟照拂一二。江景朝着两人拱手笑道，三弟哪里的话，咱本是亲兄弟，咱们一同去丰州。兄长，我给你物色几个美姬。江宁离开太极殿，便去了一趟后宫，还没到梧桐院，便看到于妃迎面走来，给母妃请安。于妃看到江宁，立马露出温柔的笑容。她很想再说一遍，江宁以后见了她不要总是多礼，但这话说了无数遍也不顶用。娘给你做好了点心，正要亲自给你送去。于妃笑道，这种小事何必劳烦母妃亲自跑一趟，差人做就行了。江宁淡淡笑道，随后转身跟在于妃身后。这事儿也巧了，陛下刚刚下旨要立储，你大舅父和大哥便回京了。娘已经让刘瑾通知他们，让他们直接去梁王府，所以娘也要去你府上。想必这会儿他们也快到了。于妃说道。梁王府前庭站着两个身着华服的男人，一人身材魁梧，面目威严，一丝不苟；另外一人身材修长，年轻俊朗，风度翩翩。年长者是于妃的亲兄长，英国公府世子于承洪，也是江宁的亲舅父；年轻者是于天相，于承洪之子，于天虎兄长。自打江宁回京之后，以强硬的手段站稳脚跟，于是得知情况，立马通过运作，将被贬到偏远之地的于承洪父子二人调回京师江宁之前的壮举。父子二人已经有所耳闻，据说灵州卢氏被江宁打压之后一蹶不振，从此沦落为九流氏族。可当他们赶到京师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了。半座梁王府都是废墟，小峰山洞天那株5000年古槐就伫立在两人面前，树冠直插云霄之上。老袁以一个奇怪的姿态趴在一根树杈上，他正扭着脑袋，睁着一双硕大的眼珠子，盯着前庭两人看着。古槐，搬山原。父亲，这是怎么回事？于天相一知半解，好像路上打探到的消息跟他们亲眼所见的消息还是有所出入，总归是好事。于承洪也有点不理解。这时于妃江宁母子进入王府前庭。大哥，您总算是回来了。
宁儿，快行礼。于飞很是开心，见过舅父。江宁稍稍颔首行礼，语气稍显淡漠。10年不见，到底还是回来了。于承红点了点头，神情威严。这时候于天虎飞奔而来，爹，大哥，好久不见。见到于天虎，于承红父子这才露出几分笑容。不愧是我儿，已经10进了，比你大哥天赋还高。于承红满意的笑着点了点头。大哥，咱们别站在外面聊，进大堂坐下慢慢聊吧。于飞赶紧说道。一行人先后进入王府大堂，于承红先入为主，直接走到大堂主位，大马金刀的落座。江宁扶着于飞在次座落座，兄弟3人便坐在侧座上。按照家族关系，于承红确实是长辈，有上座的资格。不过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位外甥如今已经是亲王，身份地位完全在他之上。哪怕不说江宁，就算是于飞这位皇妃，身份地位也在于承红之上。若按照礼制，从江宁进门起，于承红父子就应该拜见梁王，再拜于妃。进入大堂，主次2座也应该是江宁母子的座位。于承红父子3人都只有坐侧座的份儿，这叫君臣有别。于承红的僭越之举并未给江宁留下一个好印象。陛下的旨意我已经知道了。于承红说着，目光落到了江宁身上。此次去丰州夺宝，宁儿不应参与。丰州是昭氏的地盘，宁儿先后杀了昭皇后和皇长子，若宁儿前去丰州，昭氏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付宁儿。于承红沉声道，威严十足，字字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爹，殿下的实力您是否不太清楚？于天虎赶紧出言问道。15进吗？于承红反问，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于天虎扯了扯嘴角，江宁极有可能不止15进啊。正因为宁儿是15进，所以更不应该去丰州。于承红接着说道。爹，这又是为何？于天虎很纳闷。因为宁儿锋芒毕露，恐怕其他皇嗣已经在明里暗里联合对付宁儿了，而且此次去丰州是要入秘境。秘境是什么？想必不用我解释，你们也都一清二楚。于承红说道。洞天拥有浓郁的天地灵气，通常会伴生灵宝，以延续洞天的寿数。洞天也有寿数，像小峰山洞天孕育出一株灵树，洞天与灵树相辅相成。而秘境与洞天相反，秘境是兄弟。秘境当中所诞生的天才地宝，是洞天福地永远也比不上的。所以秘境当中拥有逆天的机缘，但也伴随着奇高无比的凶险。有的高境界修士进入秘境，有可能还没遇到机缘就已经生死道消，而有的修士哪怕能得到机缘，也未必能将机缘安全带出秘境。所以于承红才会决定让江宁不亲自去秘境。可是江宁难道会听从他安排？说得好听，于承红是他舅父，可江宁从小到大就没见过他几次。当初江宁回京的时候，于天虎就给过江宁下马威，江宁并未放在心上。再看看于承红，这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只不过于承红的表现比于天虎更为强势。本王为何要听从你的安排？江宁忽然出言问道。此话一出，在场数人脸色凝重起来。江宁用了本王的自称，则说明他并没有对于承红有所尊重。尽管于承红对江宁有所不满，却也没有直接表露出来。你对秘境有什么了解？于承红问道。江宁游历之中也曾听人说起过秘境，最近他在恶补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他对秘境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以及古籍记载。自从第一个人族修士发现秘境以来，已有数万年之久，死在秘境中者数不胜数，可从秘境中获得机缘者却极少。而秘境究竟是如何形成，其中为何能孕育天才地宝，就连古籍也未曾明确记载，不甚了解。江宁淡淡答道。天下最了解雾隐秘境者，非丰州昭氏莫属，而陛下明明知道你与昭氏结下死仇，却还要下旨让诸位皇子下秘境，难道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承红用教训的口吻冷冷说道。皇帝此举确实别有用心，许是想借江宁之手一举除掉昭氏，哪怕除不了也得重创昭氏。此外，皇帝的第二个目的也很明显，那雾灵花果属于极品仙宝，千年开花，同时结果，其花瓣可增长修为，境界越高，增长的幅度越大，其果可增长阳寿最低100年。皇室从来不差辅助修行和益寿延年的天地奇珍，对修士来说，使用的增长阳寿的天才地宝越多，所获得的效果也就越差。比如修士服用一种可增长10年阳寿的天才地宝，再使用可增长10年阳寿的天才地宝，不管是不是同类，其效果会降到只能延长3个月左右。若是再使用第3种，其效果可能就只剩下2-3日，此后再服用几乎毫无收益可言。而这雾灵花果却有奇效，
不管一个修士是否使用过增长阳寿的天才地宝，都能使其增长至少100年。阳寿皇帝寿命不久矣，他想得到雾灵花果，不仅仅能增长修为，还能强行延续自己的寿数至少100年。而整座黎阳大陆乃至整个人族天下，就只存在一株明确记载的雾灵花。1000年前，夏武帝亲自率领军队进入雾隐秘境，成功取回了雾灵花果。而到如今，正好是雾灵花又一次开花结果的时间段。于承洪见江宁深思熟虑，以为江宁意识到了其中危险，于是接着说：当初你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出走，后来于是遭受打压，便选择将计就计，随波逐流。难道你以为于氏的实力真的不如招氏吗？于氏都是在等你归来，所以才选择藏拙。10年前你还是孩童，一意孤行也就算了，出去见见世面对你来说不是坏事。可是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肆意妄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朝着那一步前进，听从家中长辈的安排，对你来说百利无一害。现在的于承洪想左右江宁，事事听从他的安排，他表现强势，便是想等将来大局已定，他们于是能第一个上桌吃菜。打着家中长辈的幌子，苦口婆心的劝说，一副一心一意为晚辈好的样子，让江宁有些反感。可外戚大多如此，不只是于是在江宁面前强势，其他皇子背后的势力或多或少都有些强势。当初陛下主政的时候，经常被招氏干涉，而皇帝突然选择去修长生之道，只要他不管朝政，外戚就干涉不到他。于承洪能在江宁面前说出这一番话，却也证明于是肯定有些不为人知的底蕴。因为于承洪才13境，而他默认江宁是15境，可他却依旧觉得于是还能凌驾于江宁之上。江宁靠在椅背上，淡淡说道：既然于是这么厉害，那便去雾隐秘境将雾灵花果取回。于承洪闻言，脸色逐渐阴沉，跟江宁说半天，他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听不懂我说的话。雾隐秘境在丰州，那是招氏的地盘，这次进秘境的人能不能取回仙果还是一说，若是他们取回，我们只需要半路拦截即可。我们主动出击，难道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于承洪冷声道：若是不敢，那就请舅父不要指点江山，本王去与不去，决断权在本王，而不在你。双方没聊2句，便出现了火药味。于飞见于承洪脸色愈发难看，赶紧打圆场：大哥，您儿大了，如今有自己的想法，我是在为他好。于承洪直接打断于飞的话：你看看你这个好儿子，被封了亲王之后，连族中长辈都不放在眼里了，一口一个本王，难道要我给他磕一个？大哥别动怒，咱们一家人有话好好说。于飞见于承洪无比恼怒，赶紧劝说。他知道江宁的性格，但他也不想一家人闹得太难看，一家人也应该主次有份。于承洪冷声道：大哥您别这样，好不容易回来了，今后咱们应该齐心协力才是。于飞心中有些无奈，大哥身为英国公府世子，下一代于氏家主继承人，强势惯了，可江宁这性子，除了对他之外，对谁都无比淡漠，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对啊爹，咱们一家人哪能闹矛盾，这不是给外人看笑话。于天虎赶紧附和了一句。于承洪抬手指着江宁，他若是非要去，我拦不住他，但我和爹绝不出手帮忙。江宁站起身来，既然舅父知道主次有份，那请你下次见了母妃，先行参拜之礼。江宁转身朝外走去，一个3品官员在王府大放厥词笑话。于承洪看着江宁的背影，气不打一处来。于飞赶紧起身追了出去，于天虎也想追出去，却被于承洪拦下。天虎干什么去？于承洪阴沉着脸，没好气道：爹，表弟如今可是亲王，您是不是？你觉得爹有错？于承洪冷声道：不是，爹，表弟如今的武道境界有可能入了16境。于天虎小声道。于承洪沉默了一瞬，眼神中闪过了些许惊异之色。20岁的16境，你觉得可能？爹，难道您没听说过表弟的战绩？江宁之名恐怕已经传遍了全天下，于承洪不可能没听过才对。如果江宁不是16境，怎么可能有那种表现？王府大堂旁边那株参天古槐上趴着一只老猿，那老猿面对江宁的时候，简直比人还谄媚。那你又知道雾隐秘境多少情报？于承洪反问道。这我确实不知道。最新情报，凡是进入雾隐秘境的所有人，武道境界都会被压制到10境以下，就连陆地神仙也不例外。就算跟你说的一样，他境界达到了16境，可他只要进了雾隐秘境，那就是众生平等。而你觉得其他皇嗣们会不会联起手来对付他？招式会不会让他活着走出秘境？于承洪冷声道。于天虎闻言顿时大惊：爹，这事儿您刚刚怎么不说？
你看他这做派，有将我当作长辈，当作家人，年纪轻轻，目空一切。他要去，那就让他去。等他知道这世道有多凶险，才会知道他究竟有多需要咱们的鼎力相助。于承洪冷声道。在于天虎不了解江宁之前，他也是这般想的。后来他觉得江宁是粗大腿，可现在听完于承洪一番话后，他又觉得这世道还是没他想象中的简单。但有一点众所周知，秘境当中孕育出来的天才地宝没那么容易获得。可是咱们知瞒不报，会不会不太好？于天虎小声道。天虎，我和爹这一次南下，也才发现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大。他游历了几年江湖而已，就以为自己了解天下了吗？他也该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一直没说话的于天相沉声道。宁儿，你舅父他也没有恶意，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也别记怪他。于飞跟在江宁身后，耐着性子劝诫着。儿臣下次注意。江宁露出温和的笑容，嘴上虽然这般说着，可心里说的却是，他们如果不是幸运，他们父子连进王府的资格都没有。宁儿果真要去？娘觉得你舅父的主意也还不错。母妃放心，这件事情没您想象中的那么难。看来江宁执意要去，于飞也知道自己拦不住他。既然要去，那你把刘瑾带在身边，娘见他对你很忠诚，值得信任。哦，还有，把小白也带去，有他在，定能护你周全。这时候，耳朵间的老袁忽然一跃而下，然后轻轻落地。他朝着于飞又是张牙舞爪，又是捶击胸膛，似乎在说于飞说的对。江宁淡淡一笑，小白，好好看家，我回来之前不允许外人踏入王府半步。老袁闻言顿时悻悻地耷拉了下来，他一步三回头走向古槐，随后攀爬了上去。宁儿，你连小白都不带，那带上刘瑾吧，你总不能一个人去吧？行，那就带上刘瑾。好，娘马上派人进宫通知刘瑾。江宁从于飞眼神中看到了浓厚的担忧之情，尽管他知道江宁很强，但儿子永远是儿子，儿行千里母担忧。儿臣之前游历倒也去过丰州，在那认识一些人，他们都很厉害的，母妃放心吧。到时候臣去了丰州，先看情况，若是太凶险，儿臣不进那秘境就是了。唉，于飞也不知道江宁的保证作不作数，只能无奈地叹一口气。不久后，刘瑾赶到王府。自从王忠死后，刘瑾这位御马监掌印太监便自然而然成了宦官之首。原本王忠那帮一子一孙小太监，现在都管刘瑾叫老祖宗。皇后突然死了，一开始刘瑾担忧江宁会遭受惩罚，不过皇后之死并未激起任何波澜。他在宫中自然是违于妃之命，是从老奴奉于妃娘娘旨意前来拜见殿下。来这么快？不急着出发，等2日后再走。江宁淡淡说道。遵命。刘瑾刚走，文凯便来了。末将参见王爷。何事？如果末将没猜错的话，王爷应该是要去丰州。末将不才，想跟随王爷同去，鞍前马后，尽我所能。文凯拱手朗声道。跟随皇子前去丰州，就是直接参与夺嫡之争，所以文凯这是铁了心要站队江宁了。文凯背后的势力并不强，连二流也算不上。他的想法甚至跟大部分人一样，皇帝让皇子们去丰州，实际上有一种除掉江宁的可能性，但是他想拿文家全族的前程命运豪赌一把，赢了盆满钵满，输了灰飞烟灭。行，2日后早上出发。多谢王爷。请问王爷需要带人手吗？文凯问道。不必。是。对于江宁的决策，文凯没有任何异议。随着圣旨传遍天下，丰州一时之间成为了全天下的焦点。丰州城是一座比白玉京更古老的城池。3000年前，丰州城还是虞朝的国都。虞朝国祚4000年，而丰州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哪怕历经那一场千年之乱，丰州大地遭受过无数次战火，这座古老的城池依旧屹立不倒。2日后，丰州城以北200里处，一条古道被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截断。这座山名为雾山，雾山之巅的另外一面便是12秘境之一的雾隐秘境。雾山脚下聚集了不知道多少人，有江湖豪杰，也有大小宗门弟子。一来有些人想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能加入皇子的阵营，二来则是来见见大世面。还有许多修士投机取巧，在雾山脚下摆起了地摊。雾山脚下成了一处热闹非凡的集市。看，皇族车驾！有人喊了一声，众人齐齐扭头，只见一头异兽拉着一辆马车从天际之上飞来，越过众人头顶，朝着雾山之巅飞去。这已经是第4波了吧？他们怎么都不在山脚停顿呀？急啥？没准接下来还有机会呢。这不还有几位皇子没到吗？江宁3人来到雾山脚下，一前两后步行进入人群。
刚才江宁带两人横渡虚空而来，转瞬之间便从京师到了丰州城外。从虚空出来之后，已经步行了半刻钟有余，但两人还是没从震撼当中回过神来。破开虚空是怎么回事？两人都清楚，刘瑾更是会用这种手段保命。可是丰州距离白玉京5000里，转瞬之间横跨5000里，这是什么概念？而这时候，刘瑾和文凯貌似都明白了江宁是如何将卢氏那猪骨怀带回的京师。文凯觉得这条大腿抱对了。三人刚刚走进人群，都饶有兴致的左右看看。忽然一名少女拦住了三人的去路。你是江宁？人群中忽然有人直呼江宁名讳，跟在江宁身后的刘瑾和文凯同一时间警惕。尽管看拦路者并无恶意，可刘瑾的元气已经汇聚于指尖，做好随时出剑的准备。对江宁直呼其名就已经是大不敬。拦路的少女18岁左右，一身劲装将高挑的身材凸显得饱满有力。少女拥有小麦肤色，鹅蛋脸，五官精致，背上斜绑着一杆折叠长枪。都说一白遮百丑，可这位少女的小麦肤色依旧让她有着隐藏不住的英姿飒爽。她正瞪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认真地端详着江宁。唉，你真是江宁，这要巧。少女认出了江宁，愈发激动。我想起来了，你是杨妖。江宁淡淡一笑。这一刻，刘瑾和文凯同时放松了警惕。他们极少见江宁对人露出笑脸。刘瑾还只见过江宁对于飞笑过，这少女是让江宁笑的第二人。江宁对老袁也会露出笑脸，不过老袁不是人，被江宁称呼为杨妖的少女一听这话，顿时气鼓鼓的抬手拍了江宁的肩膀一下。我叫杨妖，不叫杨妖。我说江小哥，才5年不见，你记性怎么这么差？这位谁啊？几个人围了上来，其中一名20出头的年轻人用不太友善的目光打量着江宁。师兄，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江宁江小哥。5年前就是他指点了我一些，才让我的武艺突飞猛进。少女杨瑶兴高采烈地说道。一听这话，那年轻人的目光更不友善了。他不止一次从杨瑶口中听说过江宁这个名字，每次杨瑶提起江宁，就说他如何如何英俊，如何如何有风度，武道造诣如何高深，简直是心驰神往。身为杨瑶青梅竹马的他，自然对这个叫江宁的没有半点好感。而如今见了这位江宁，果真如同师妹所说，端地是一个英俊潇洒。如此一来，他更嫉妒了。5年前，江宁在泉州的时候，有一日在某处山林里碰到这名少女独自练武。江宁只看了一会儿，便说她练得不好。当时他还不服气，想要跟江宁切磋1、2，看看江宁究竟有什么本事。结果自然是江宁完胜，杨瑶连碰都碰不到江宁。之后江宁随意指点了几下，没多久卡在练武瓶颈上的杨瑶就顺利突破了。江宁对她颇有印象，并不是因为她有多高的练武天赋，而是因为这姑娘性子豪爽，颇有江湖侠女的风范。当时在泉州，杨瑶请江宁喝了几次酒，她的酒量奇高。经过了解，江宁得知她出自泉州一名为青鱼帮的江湖帮派。江湖帮派与宗门完全不同，前者走的是纯粹武夫的修行路子，不需要修饰那么多修炼资源，着重于淬炼肉身体魄。而江湖帮派的地位远不如山上宗门，因为纯粹武夫的上限基本上就是第10境大宗师之境，能达到大宗师境的纯粹武夫极少，能超越10境的纯粹武夫更是凤毛麟角。而那些山上宗门，哪怕是9流宗门，也能拥有10境以上的修士坐镇。真没想到这要巧，你也来丰州了，是来碰碰运气吗？杨瑶走到江宁面前。5年前，他比江宁矮半个脑袋，一晃5年，他的身高竟然与1米8出头的江宁齐平了。我打算进秘境看看。江宁淡淡笑道。嗨，别吹了，秘境是什么地方？你哪能进去？再说了，就算你能进去，那地方可凶险。江小哥，这5年我可进步不小哦，咱先找个地方切磋切磋，然后我请你喝酒。据说这丰州的流霞酒一绝，正好我也没品尝。这时候，那青年凑了上来，拦住了杨瑶面前。他朝着江宁随意拱手。我叫郑开和，青鱼帮首席大弟子。你如果想跟我师妹切磋的话，得先打得过我。郑开和双手抱在胸前，敌意十足。我也没说要跟你们切磋啊。没有就好。听说你叫江宁。哪个宁？郑开和问道。安宁的宁，居然跟梁王宁同名。江宁笑道。我就是梁王宁。是。郑开和翻了个白眼。那么多皇子都是乘坐能飞天遁地的异兽踏空而来，阵仗一个比一个大，你就自己徒步过来。你说你是梁王宁？天下人已经证实，梁王宁可是能一剑开天的陆地神仙。你是梁王宁，你表演一个一剑开天我看看。郑开和不屑道。江宁闻言顿时乐了，倒也不怪郑开和没眼力见，因为他说的不无道理。
哪一位皇子会自己走路过来啊？刘瑾和文凯则双双露出不爽的神情。梁王殿下有本事，为什么要表演给你一个江湖武夫看？郑开和见江宁没动，立马阴阳怪气了起来。你不是说你是梁王宁吗？连一剑开天都不会，还敢说自己是梁王宁？江宁淡淡笑着问道：你是男人吗？你啥意思？我不是男人，难道是女人不成？我哪里长得像女人吗？既然你是男人，那裤子脱下来。你什么意思？证明你是男人啊，裤子都不敢脱，岂不是证明你不是男人？噗！他们同行的师兄弟们闻言顿时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这位翩翩公子居然如此腹黑，三两句话就把郑开和对的脸都绿了。刘瑾觉得江宁应该是心情不错，不然以他的性子哪里会跟一个武夫斗嘴。你敢侮辱我，找死！郑开和勃然大怒，抬手一拳不由分说砸向江宁。只见一侧的文凯一步前冲，与郑开和对轰一拳，咔嚓，骨裂之声响起，同时郑开和往后摔倒在地。他的境界在江宁和刘瑾面前不算高，只有11境的实力，但对付一个10境以下的纯粹武夫，不过手拿把掐。只听见郑开和惨叫一声，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郑开和一脚踩住胸膛，动弹不得。这一幕发生的太快，青鱼帮几人都没反应过来，人人脸上都还挂着笑意呢，郑开和就被人踩地上了。算了，江宁淡淡笑道，再敢对我家公子不敬，仔细你的脑袋。文凯威胁了一句，这才将脚收回。郑开和恶狠狠地瞪了江宁一眼，然后抱着自己的胳膊爬了起来，连忙后退几步，生怕文凯一拳将他打成真正的残废。走！江宁朝前走去，拦在面前的青鱼帮众人立马让开道路。郑开和死死地盯着江宁的背影，强忍着疼痛，愤愤道：不过仗着有个恶仆罢了，算什么玩意儿？他立马看向杨瑶，师妹，这人蛮不讲理，不要与他来往了。哼，分明是你不讲理。杨瑶瞪了郑开和一眼，立马跟上了江宁的脚步。哎，师妹，你干什么去？雾山上有一座修建规整的祭坛，此刻祭坛广场上聚集着不少人，有的是先后赶到的皇嗣及其从属，还有招氏族人。一车驾踏空而来，停在广场上。江月与江心两兄弟前后下了车厢，便有人上前来迎接。臣拜见齐王，拜见赵王。为首者乃是卢国公府世子国丈昭英，也就是皇帝的岳丈，江月和江心的外公。在整个丰州，昭英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物之一。自从昭同州回丰州那天开始，昭氏就已经了解清楚了京中所发生的事情。皇后昭春华是他昭英的嫡长女，却被九皇子江宁灭杀在太极殿上，此事已经彻底激怒了昭氏。如果不是之前有卢氏着急上赶的去送死，身为国丈爷的他就得亲自进京去为自己的女儿讨要一个说法了。皇后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然而皇帝不仅仅没有半点表示，反而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难道他忘了他当初是怎么登上的皇位吗？但皇帝让各位皇子来丰州下秘境夺宝，以此方法来定储君，却又出乎了昭氏的预料。他们琢磨着，皇帝陛下这是想送给昭氏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以此来平息昭氏的怒火。外公快请起，孙儿岂敢受外公大礼。江月连忙上前，不等昭英参拜，便拖住了后者的双手。看到江月，昭英的心情都好了很多。他来了吗？昭英直奔主题，他必定会来。江月语气肯定。他究竟是何境界？昭英又问道。有可能跟外公想的一样。司昭英倒吸一口凉气，江氏皇族果真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也怪不得他敢肆意妄为，20岁就能超越15境者，古往今来都找不出半个来。既然他敢来，只要他敢踏入秘境半步，他就不可能活着走出来。外公，老九的实力可没您想象中的简单，老大刚步入陆地神仙，修炼的是神皇启示录，而且还能掌控碎灵之力，照样被老九轻松斩杀。江月沉声道：你们两个跟我来。昭英带着两人往前走，释放一道契机遮蔽动静。雾隐秘境有一个机密，所有进入其中者境界会被压制，境界越高，受到的压制就越大。任何人进入雾隐秘境，境界都不可能超过第10境。昭英说道。听到这话，兄弟二人对视一眼。秘境兄弟都有其独特之处，而且各方掌握秘境进出权的势力基本上都有机密瞒而不报。10境之内，二哥可以说天下无敌了啊。江心眼露兴奋，我的意思并非让你们进了秘境就对梁王动手，而是说这个秘密绝不能泄露出去。山下聚集了很多无知之人，你们需要招募一批人与你们一同进去充当马前卒，他们多半不会有命活着出来，哪怕有人侥幸活到最后，你们兄弟二人也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活口出来。
昭阴沉声道：“外公，此次会有很多皇嗣进秘境，这个秘密恐怕守不住啊。”江月露出担忧的神色：“你们两个的目的是联合其他皇子对付江宁，而你们谁也不要动手，只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等江宁一死，其他皇子连同除了你们2人之外，所有进秘境的人不会再有人活着出来。”昭阴说着，目光扫过广场，等所有皇嗣都死了，这天下就是你兄弟2人的了。看来这几天的时间，昭氏准备得非常充足，这有点出乎江月的预料。他以为所有人，包括昭氏，都会先针对江宁，可他没想到外公已经做好了全盘的计划，不仅仅要干掉江宁，还要干掉其他所有皇嗣，到时候就剩下他和江心2人了。所以到时候最终只能有1人活着出来，那就是他江月。进入秘境被压制境界，压制的是术法神通，而他江月的肉身强度已经成圣，这雾隐秘境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角逐场。不过江月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江宁有可能带着雾灵花果从秘境中走出，到时候还有另外的后手。但是有昭氏的谋划，老九十有八九是走不出来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差人去山下帮你们招募人手。昭英说完，立马招呼1人下山去了。这时候先后赶到的皇嗣都来跟江月等人主动打招呼：“见过皇兄，见过国丈，吴王殿下多礼了，是臣拜见您才是。”“哪里哪里，您老贵为国丈，又是世子，又是封疆大吏，更是我们的长辈。”山下，杨瑶跟上了江宁的脚步：“江小哥，你别跟我师兄一般见识，他这人也不坏，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你的武道天赋有多高。”江宁淡淡笑道：“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自然不跟他一般见识。我就知道你心胸宽阔，海纳百川。话说你这几年还在当游侠？”杨瑶侧头看着江宁的侧颜，以前他只觉得江宁武功很高，长得也俊俏，现在他才发现江宁的俊朗、清淡、高雅的气质简直是举世罕见。唉，江宁淡淡笑着叹了口气：“练武不努力，所以得回家继承家产。我就知道你的出身肯定不凡。”杨瑶说着，扭头打量了一下跟在身后的刘瑾和文凯，冲着他们甜甜一笑。光是从刚刚文凯随意一拳镇住郑开合开看，就知道此人境界很高。江宁身边拥有这种强大的仆从，肯定出身金贵。你要继承什么产业？杨瑶问道。家里有皇位，要我继承。杨瑶闻言差点摔了个跟头，他抬手拍了江宁的肩膀一下：“好啦，别逗我了，不想说就算了。不过你这个名字取得真好，跟梁王同名同姓，你游历江湖见多识广，肯定知道梁王吧？一剑开天，那是何等风采啊！”正当杨瑶喋喋不休地说着，前方忽然传来一道爽朗的声音：“诸位英雄好汉！”只见1人悬浮在空中，本人乃招府管家，受齐王所托，特地来招募勇士，跟随齐王殿下一同进雾隐秘境。此话一出，山脚下的人纷纷往这边靠拢。原本众人见飞向山顶的皇嗣已经差不多了，没有1人停下，他们以为机会没了，可没想到齐王居然要招募勇士，跟随他一块入秘境。任何一处秘境都不会轻易开启，而且秘境对所有人，尤其是对纯粹武夫来说，存在极具吸引力的机缘。倒不是说他们进了秘境就能获得只有秘境才能孕育出来的仙宝，而是每一处秘境当中都不知道死了多少顶级大修。那些顶级大修有不少的功法秘籍和法宝遗落在秘境当中，他们若是能侥幸捡到1本炼气功法或者什么厉害的法宝，就能逆天改命。这种先例并非没有，而且还不少。更有甚者，从秘境获得机缘之后，一跃成为开山老祖。所以现在齐王要下招募令，他们只感觉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进秘境获得机缘的可能性极低，而且伴随极高的风险，但其中的收益足以诱惑世人前赴后继。不过天下所有秘境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愿意跟随齐王进秘境者可获得1000两的酬劳，谁能在秘境当中有所得，可统统带走。此外，若是谁能助齐王寻获雾灵花果，将获得齐王赠送的1本顶级炼气功法，外加黄金100万两，并且还可封侯。这一番话顿时点燃了所有在场者的激情。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齐王，开出来的条件就是大气。跟随齐王进秘境，若是真能找到那雾灵花果，那就是一步登天，这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田州虎头帮愿意跟随齐王殿下进秘境，为齐王殿下披荆斩棘；泸州正阳宗愿跟齐王殿下进秘境；同州天鹤宗愿跟随齐王殿下前往秘境。数不清的人争先恐后地朝着招府管家喊着：“诸位肃静，有一个条件，第5境以下者无此资格，只有第5境以上有一些自保能力者才能追随齐王的脚步。毕竟秘境凶险，
齐王不可能照顾你们的安危。照顾管家落了地，尽管他给出了门槛，但依旧有无数人争先恐后的应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江小哥，你不是说要去秘境看看吗？以你的境界，肯定能应征上，咱们青鱼帮也没问题，不如咱们一同前往吧。杨瑶朝着江宁激动地说道。行，江宁随口答应了下来。照顾管家登记了花名册后，当众就给1000多名应征者人人发放1000两的银票。紧接着便有几条飞舟飞来落地，应征者纷纷上了飞舟，跟着招抚管家朝着雾山之上飞去。那些没能应征上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众人飞走。这一次齐王忽然带进去1000多个人，没准还真能有人走狗屎运。那些人这般想着，一条飞舟上，你也就是蹭了我们青鱼帮的面子才能应征上。郑开和一脸不爽地瞪着江宁，你说什么呢？江小哥的境界比你高多了，没听见齐王开出来的条件吗？境界足够就行，他不跟我们青鱼帮也能去。杨瑶没好气道，看着弱不禁风的样子，谁知道他什么境界呢？郑开和目光扫过刘瑾和文凯，心中嘀咕了一句，得亏你身边有2个高手仆从，不然我非得让你知道厉害。飞舟很快落到祭坛广场，山顶一下就热闹了起来。都听着，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听从齐王的号令。听明白了？众人齐声回答。昭英扫过众人，眼中闪过一丝阴翳。江宁还没到，该不会不敢来了吧？昭英疑惑道。到了，那呢？江月说道。顺着江月的目光看过去，昭英一眼就认出了江宁。其实他也只见过少年时期的江宁，之所以能认出来，是因为他认出了老太监刘瑾以及天狼卫统帅文凯。那刘瑾确实有些本领，曾以神游杀归墟，名声大噪。至于文凯，不过一个九流世家子罢了，他怎么跟那群杂鱼混在一起？昭英有些疑惑，不是说他性格孤高傲慢，向来目中无人，就连他的母族于氏都不放在眼里吗？这不，于氏一个人都没来，也足以说明于氏和江宁的关系并不好。他倒是希望于氏多来几个人，这样就能多杀几个于氏族人。可惜了，于是这也算走了狗屎运，错过了这一次直接升天的机会。谁知道呢？江月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去吧，外公，孙儿去了。江月带头走向祭坛后面通往山顶的青石阶梯，所有人都跟上。招抚管家抬手一挥，带着众人跟了上去。来到山顶，往前一看，灰暗的浓雾不断滚动，看不清里面半点光景，就好像有一只巨兽藏在灰雾当中，搅动风云。这时候，只见一道光晕在灰雾边界闪过，浓浓的灰雾突然喷涌而出，封锁秘境边界的结界打开了。江月回头朝着众人拱手行礼，看起来彬彬有礼。诸位勇士，你们以各自的宗门帮派为伍，请你们先行进入秘境，为本王探路，拜托了。受到江月这一拜，让这些马前族们受宠若惊。那可是齐王江月，一位12境的纯粹武夫，可谓是天下所有纯粹武夫的楷模。我等愿意为齐王效犬马之劳。众人纷纷回答道。江小哥，这雾很大，咱们一块走。都听好了，抓紧绳子，如果遇到情况就撤绳子呼救。杨瑶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捆麻绳来解开，先递给江宁，然后才递给其他人，然后杨瑶一马当先，跨入伸手不见五指的灰雾。江宁紧随其后，众人缓缓地往前走了一段下坡路后，突然情况发生了，眼前的景象突然豁然开朗。江宁四下扫视，竟然空无一人，有一股压制力铺天盖地而来，这是压制境界的规则之力。然而江宁并未在乎这股压制力，他的面前出现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而他此刻坐在一间咖啡厅内，身边出现的所有人都是他两世最熟悉的人。他们热情地跟江宁打着招呼，但江宁一个也没搭理。原来这雾隐秘境不仅仅拥有压制境界的规则之力，甚至还有对进入其中的人同时置换的特殊能力。如果他的境界不高深，他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堕入幻境，甚至会将自己这20年来的经历当作大梦一场。破！江宁淡淡开口，眼前场景飞速退去，直至视线尽头凝聚成一个光点。此刻面前的景象是一片灰暗的世界，一座建立在山体上的城池，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枯死的朽木，上面有腐朽的布条轻轻摇曳，用石块堆砌的破败坟堆零零散散，断裂的武器锈迹斑斑，整个世界毫无生机，令人心中倍感压抑，犹如世界末日。江宁抬头朝那座城池望去，城池分为几阶，上面的部分隐在迷雾当中，只能看到轮廓。第一次进秘境，倒是长见识了。江宁淡淡一笑，穿过浓雾的人全都中了幻术。江宁扫视一圈，这场面跟群魔乱舞差不多。刘瑾跪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喊着吾皇万岁。文凯持刀而立，
把自己当成了统领100万大军的大元帅。那郑开和正满脸陶醉地抱着一棵枯树，嘴里不断念叨着：“师妹，你终于是我的人了。”随着江宁刚刚破除幻境的气息扩散，周围的人瞬间从幻境当中脱离出来，所有人都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头脑中一阵恍惚，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谁，在哪儿，在干什么。刚刚中幻术了。刘瑾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走到江宁身后，一边警惕四周，一边说道：“不好，这秘境能压制境界。”文凯神色一片凝重，他的境界被压到了第8境。这时候刘瑾也反应了过来，他被压制到了第9境。刘瑾尝试破开这股压制之力，可他才运转元气，一股极强的反噬之力汹涌而出。不要尝试破解压制，会有反噬。江宁淡淡提醒了一句，刘瑾急忙停止运转元气，这股反噬之力才稍稍减轻。刘瑾和文凯同时点头，他们不知道江宁是否被压制了境界。回过神来的众人也都注意到了这股无形的压制之力。10境以下的修士和武夫基本都被压制了最少一个大境界。这时候其他皇子及其从属先后跨过了灰雾壁障，进入了秘境。几位皇子都是第一时间就破除了幻境，并且帮他们的从属破除幻境。好强的压制之力！有一位皇子惊呼出声：“是啊，老五，你被压到了第几境？”三皇子朝着五皇子问道：“三哥，您诈我呢？”“三哥怎么会诈你呢？咱们现在的齐心协力，将雾灵花果给找出来。咱们现在只有互相了解，才能相互配合吗？”三皇子笑道：“齐心协力找雾灵花果，齐心协力对付江宁还差不多，只有先将他干掉，其他人才能竞争。那三哥，你被压制境界了吗？”五皇子反问道。这时候二皇子上前一步：“这方天地有规则压制境界。”江月的话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进秘境之前，这个秘密不能透露，但是进来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了联合起来对付江宁，他必须要让所有人减少一些勾心斗角，就连我也被压制到了第9境，所以大家必须提高警惕。江月沉声道。江月转身看向众人：“诸位勇士，本王已经许下承诺，就不再赘述一遍。你们能否有逆天改命的机缘，就看你们自己了。”江月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本王静候佳音，诸位请。”那些第一次进秘境的武夫修士们，人人开始兴奋了起来。能不能找到仙宝暂且一说，能找到一本功法或者一件法器，都足以逆天改命。一大群人纷纷涌向那座城郭。其他皇子见江月找来了这么多马前卒，心想他们也应该效仿江月，在山底下招募一群人为他们办事。老九，咱们兄弟当中就属你的实力最强，你是最有希望得到雾灵花果的，到时候二哥为你保驾护航。江月淡淡笑道。江宁不做回应，抬头看向那片蒙蒙的灰雾，眼中闪过一道亮光。透过灰雾，江宁清楚地看到了那座山城的全貌。隐在灰雾中的城墙还有7、8阶，规模极其宏大，每一层斑驳的城墙上遍布如囚笼般的漆黑藤蔓。最顶层是一座塔楼，立在山巅。忽然间，塔楼中有魔气溢散出来。魔物。此时昏暗的塔楼中处处残破不堪，地面有零零散散的碎骨。塔楼一侧的墙壁上攀附着一头长着双翅的石像怪物，头部看起来像是一只巨型蜥蜴。石像怪物被数根粗壮的铁链锁着，铁链向上延伸到了迷蒙灰雾当中，看不见头。一人进入塔楼，来到那石像怪物下方。老伙计，开餐了。那人施展术法，只见石像怪物身上浮现暗红色铭文，那双石化的眼珠子一瞬间恢复生机。紧接着，石像怪物身上的石皮脱落，身长5丈有余的石像怪物从墙上一跃而下，抖落身上剩余的石皮。石像怪物的脑袋伸到那人面前，仔细盯着那人看着。招家小子，几十年不见，也才14境吗？石像怪物口吐人言，声音浑浊厚重，极具威势。不能杀的2人，我已经做下标记；最该杀的那人，我也做下了标记。等哪天本座挣脱这该死的铁链，先吃光天下姓招的所有人族。怪物凶恶的眼神死死盯着招英。招英负手而立，怡然不惧。啧啧，招英发出讥讽的声音：“若非我招式，你早死了。我招式待你不薄啊，世人说的不错。你们魔族统统都是忘恩负义之徒，本座有你们一半会算计，何须落得给你招式当牛做马的下场？那你现在不是吃得饱睡得香吗？去吧。”怪物抖擞了一下身子，纵身一跃，忽闪着翅膀飞上镂空穹顶。小的们，开饭了。塔楼内的石壁上，数十只怪物破墙而出，纷纷爬上穹顶，顺着墙壁往下爬去。此时下方，江小哥，快跟上呀！前方的杨瑶回头见江月还站在后方，立马招手喊了一声。江宁立马跟了上去。
所有人登上了阶梯，爬上了第一阶城郭，站在一堵巨大的城门外，里面依旧是断壁残垣，毫无生机。让他们别乱跑，这上面有魔物。江宁淡淡说道。都听着！文凯忽然嚎了一嗓子。正打算进入城中的一众人停下脚步，同时扭头看向文凯。不想死的都别乱跑，跟在我们身边，可保你们不死。文凯朗声厉喝道。只是他的话并未取得任何作用。你谁啊？让我们不要乱跑。我看你是想自己先夺取机缘吧。你是皇子还是公主？居然对我们所有人发号施令。就是，我们可都是齐王殿下雇佣而来的，现在凭什么听你指挥？一群不识好歹的东西。文凯见众人出言反讽，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你骂谁呢？分明就是你们几个怕死，想让我们留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吧。你可真是想得美。虎头帮的都听着，跟我进去，优先为齐王殿下寻找仙果。虎头帮一众人在领头的带领下，头也不回地进了城门。有带头的，紧接着就有更多人进了城门。不久过后，城门外所剩的人就不多了。师妹，走啊！难道你也想听他们的号令不成？郑开和朝着杨瑶催促了一句。杨瑶站在江宁身边，小声问道：江小哥，你刚刚说这上面有魔物，是什么意思啊？魔族生物。江宁解释道。魔族和魔教完全是两码事。大夏史料记载，在那一场千年乱世当中，便有魔族入侵人族大陆，人族曾停止过内战，联合长达100年之久，才勉强将魔族打回魔界大陆。当年的夏灵帝曾发动对魔族的战争，并未取得任何效果，反而损失惨重。什么魔族生物？他就是在危言耸听。师妹，你别听他瞎咧咧。这次进秘境的人如此之多，咱们要是走得慢了，可就得不到机缘了。郑开和满脸焦急地说道。杨瑶并没有急着进去，而是站在江宁身边思考着。师妹，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先走了。郑开和没好气道。他只是想将杨瑶带离江宁身边而已，因为他觉得杨瑶看江宁的眼神实在是太崇拜了。师兄，你别急啊，咱们等等看。那就跟他一样，在这里傻站着。你不去，我真去了。兄弟们，走吧。郑开和带着青鱼帮众人大步往前走去。他觉得杨瑶会跟上来，可他余光时不时地往后看去，杨瑶却并未有所动作。这下完了，杨瑶铁了心要跟随江宁，而他现在已经走了，为了面子也不可能折返回去。江宁没动，不是因为不想动，而是在寻找雾灵花果的位置。他已经将感知扩散到覆盖了整座秘境。一开始他怀疑压制境界和置换的力量是人为，有可能是招式在秘境里布下了通天阵法，但是人为的力量他能很轻松地找到源头。而现在他并未发现这股力量的源头在哪里。这两种力量有可能是雾灵花果所释放出来的。古籍记载，每一种仙果都有极为玄奇的力量，而且极难寻到。此时进入城中的人已经散开，有的人没有在第一阶城池停留，而是找通往更高阶城池的路。这时候郑开和带着青鱼帮一行人上了第2阶。大师兄，大师兄，我找到一本功法，你快看。不知道哪里传来一声激动的呼喊。郑开和等人闻声寻过去，就看到10几个人围在一处废墟当中。他们一行人立马凑了过去。只见领头那人手里拿着一本残破的书籍，封皮上的字迹模糊，不可辨认。领头那人翻开书本，却看到里面的内容清晰可见。这写的什么？大师兄，这是功法吗？是功法，这真的是功法，我虎头帮要发达了，哈哈哈！虎头帮大师兄眼神越来越激动，随后癫狂的大喊大叫了起来。可惜晚来一步，虎头帮运气也太好了吧，一来就捡到了功法。秘境果然名不虚传啊，人人都有逆天改命的机缘啊。该死！郑开和骂了一句，要不是刚刚在下面犹豫，浪费了时间，估计这功法就是咱们青鱼帮的了。几只蜥蜴怪物从乱石堆砌的缝隙中钻了出来，2只往后绕去。一只蜥蜴怪物站在乱石堆上，等待片刻后忽然一跃而起。众人都没反应过来，便看到一只蜥蜴怪物贴到了虎头帮大师兄的脸上。原来是一只臭蜥蜴啊，吓老子一跳，滚开！虎头帮大师兄伸手抓住蜥蜴的后背，用力一扯，蜥蜴怪物的4爪瞬间嵌入虎头帮大师兄的皮肉当中，这一拉差点将自己的脸皮给拉下来。啊啊！虎头帮大师兄爆发出痛苦的惨叫，那只蜥蜴怪物忽然将尖嘴张开到夸张的角度，只一口便咬碎了虎头帮大师兄的半颗脑袋。在场所有人看到突如其来的一幕，人人吓得瞳孔骤缩。大师兄，杀了他，为大师兄报仇！一名虎头帮的弟子抽出阔刀来，一刀斩向蜥蜴怪物。那蜥蜴怪物不躲不闪，任由刀砍在自己身上。叮！一声脆响，只见那把刀当场断裂，那名弟子震得往后倒退2步。
与此同时，那只蜥蜴怪物如同闪电一般，瞬间跃向那名弟子，又是一口咬碎了虎头帮弟子半颗脑袋。那名虎头帮弟子才露出惊恐的神情，就已经死透了。原本打算出手干掉这只蜥蜴怪物的众人，见蜥蜴怪物刀砍不伤，这才知道惊恐。紧接着，令他们更加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又有2只蜥蜴怪物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速度极快，一个闪身就咬碎一人的脑袋。众人纷纷抽出各自的武器，胡乱挥砍。然而，那些蜥蜴怪物根本就不躲，冲着人脸而去，一口就是一颗脑袋。片刻过后，就有10几个人死于非命。快跑啊！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剩下的10来个人转身就跑。那些怪物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蜥蜴，是他们见所未见的强大存在。那几只蜥蜴怪物继续屠杀逃窜的众人，有几个人侥幸跑出了那一座院墙的范围，可依旧往外玩命的飞奔。而那几只蜥蜴怪物并未出击，杀掉没有跑远的一人之后，3只蜥蜴怪物交头接耳一阵，然后其中一只蜥蜴怪物用爪子抓住那本功法秘籍，带着2只蜥蜴怪物离开。到了另外一处地方，蜥蜴怪物将功法秘籍丢在地上，立马躲了起来。此时城郭内响起凄厉无比的叫声，此起彼伏，传播极远。那些还没遇到危险的人听着这座阴森山城里响起的惨叫声，人人心惊胆战。这座山城犹如地狱一般。郑开和带着几名弟子侥幸逃了出来，他们已经跑出了城郭范围，冲出了城门，一边跑还一边大喊：有怪物，有怪物！怎么回事？杨瑶见郑开和一副吓破胆的样子，赶紧上前问道。郑开和这人虽然气量不够大，但向来也不算胆小，他怎么会被吓成这样？那些怪物刀砍不进，斧劈不伤，吃了好多人。郑开和惊惧万分，他刚刚要是跑得慢一点，现在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这时候郑开和的目光落到了江宁身上。刚刚江宁说上面有魔物，而那些怪物难道真的是魔物？杨瑶已经听到了上面传来的凄厉惨叫声，不禁一阵心惊胆寒。他赶紧看同门师兄弟，3师兄呢？郑开和这才发现他们少了一个人。他重重地咽下一口唾沫，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此时江宁看向灰雾当中，淡淡说道：大的要来了。灰雾之上有一团黑影来回盘旋，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黑影每一次震动双翅，都能掀起一阵灰雾卷涌。此时城门外数人仰头看着那黑影正在由大变小，紧接着黑影忽然在众人面前扩大，一头5丈多长的怪物从众人头顶上俯冲而过，留下一道黑色的尾焰，卷起一阵猛烈的狂风，飞沙走石。看清了吗？那是什么？这世上有这种生物？难道真的是魔物？那怪物长着一只形似蜥蜴的脑袋，浑身附着黑甲鳞片，一展即宽。那道黑色的尾焰正是从怪物鳞甲的缝隙当中溢散出来所形成。然而江宁的目光却并未落在那怪物身上，而是落在了那几道锁住怪物的铁链上。铁链延伸到了灰雾深处，不见其头。文凯，刘瑾喊了一声。文凯会意，2人一前一后护住江宁。其他人看到那只巨物俯冲而过，一个个全吓傻了。秘境无比凶险，他们知道，但他们哪里能知道，秘境中的凶险根本就不是他们这种人能抵抗的存在。那怪物一定是魔族生物无疑。此时其他皇子也都看那头俯冲而过的魔物。哎呀呀，不得了，雾隐秘境居然有魔族存在，居然还是罕见的10相魔。3皇子江景故作惊讶。乔三哥，您这话说的，什么魔物不罕见？也就是在秘境当中，在外面你能看到魔物。5皇子说道。5弟说的是啊，也就是秘境，不然上哪看魔物去？这体型不小哇，就是不知道冲着谁来的。3皇子这是明知故问，这秘境为何拥有魔物，虽然在几位皇子的预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还不是招式弄来的？招式放出魔物，估计是要直接对江宁下杀手了。5弟，江景将5皇子江胜拉了过来。这秘境有境界压制，你猜猜老九死后，这魔物会对谁下手？江景小声说着，余光瞟了一眼走向远处的江月2兄弟。三哥，你的意思是说，这可是招式的地盘，夺的可是定楚军的仙宝。刚刚老四明里暗里的点我们，让我们对老九动手。现在看来，老九那边估计是不用我们动手了。所以我们该考虑是什么？你清楚了吗？江景小声道。老九死后，二哥他们会对我们下手。废话，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能活着离开雾隐秘境的人可不多。在这秘境里头，大家都被压制境界的情况下，你猜猜谁最强？江景说着，余光又瞟向江月。是二哥，若是知道雾隐秘境会压制境界，你3个我肯定不会踏进来半步。所以现在我们该考虑的是待会儿如何活着出去。5皇子江胜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江月的背影，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你与我合作，3个我保证能带你活着出去。至于这仙宝，让二哥他们去寻，等到了外面，孰强孰弱就未可知了。到时候这仙宝花落谁家，就各凭本事，怎样？江景提议道。五皇子思考片刻后，立马答应了下来。虽然他知道江景没安好心，但与人联手总比单打独斗要强。在这秘境里头，谁也打不过江月，更何况还有一头魔物。但出了秘境，江月可就没有半点优势了。江月那边，二哥，兄弟们好像貌合神离了。四皇子小声道：“等老九一死，先杀人。老三最阴险，手段也最多，先杀他。没了老三，其他人的威胁都不大。”江月沉声道。四皇子江心立马看了三皇子一眼，后者的目光也投了过来，朝着他点头致意。那雾灵花果，江心问道。自然会找到，这秘境本就是一座屠宰场，若是江心杀到只剩他一人回京，那有没有雾灵花果还重要吗？这时那引入灰雾当中，石像魔从高空俯冲而下，直奔江宁所在的方位，身形在众人眼中瞬间放大，一张血盆大口张开，尖笑之声响彻天地。文凯，动手！刘瑾说话间运转元气，手掐剑诀，2把飞剑同时飞出剑鞘，直奔那石像魔而去。文凯双手持刀一跃而起，一刀劈砍，刀罡狂涌向石像魔。而这时候，两人的心中同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无力感，他们被压制了好几个大境界，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头魔物的深浅。刘瑾的这一手御剑术惊得旁边的江湖武夫瞪大了双眼。御剑术，这老头居然是一名剑修，好强的剑气。刘瑾想说，强你妹啊！2把飞剑同时交错，与文凯展出的刀罡同时命中石像魔的头顶，飞剑被弹开，刀罡瞬间被石像魔撞破，石像魔铺天盖地而来，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哪怕是被这巨大的魔物撞上，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就在这时候，那俯冲而下的魔物直接一头撞上了地面，砰！一声巨响，碎石翻飞，那石像魔的半截身子都撞进了地面，好一个倒栽葱！所有人都从惊恐当中回过神来，这2位高手好强！2位高手合力一击，竟然打败了这头魔物，这就是御剑术吗？刘瑾和文凯的神情与众人差不多，他们脸上也都是惊恐之色，只是他们背对着众人，众人看不到而已。这玩意儿坚硬无比，刀枪不入。刘瑾、文凯2人被压制境界的前提之下，完全不是这头魔物的对手。保守估计，这魔物拥有10境的强度，而10境的魔物绝非同境界的人族能比得上的，更何况他们2人现在的境界还没有10境的强度。那几个江湖武夫以为是刘瑾2人动了手，可他们2人很清楚，刚刚绝对是殿下出手了。在这方天地规则的压制之下，殿下只释放一道契机，就能将这头魔物打落。他们实在是想不明白，殿下的境界到底受没受压制。死了，这魔物就这么轻而易举被击杀了，这怎么可能？刚刚我看到很多武夫修士都对付不了一头小魔物。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石像魔身上，石像魔停顿了一瞬，然后身体动了起来。众人见状，吓得接连后退。只见那石像魔用前肢撑着地面，使劲将自己的半截身子从地里拔了出来。石像魔摇头晃脑，抖掉身上的尘土，鳞甲当中释放出大量黑雾。那双充满魔性的双瞳扫过众人之后，立马落在了江宁身上。石像魔正张开嘴巴，打算施展神通，可这一瞬间，他只感觉有一股力量重重砸在自己的脑袋上，砰！又是一声巨响，石像魔的脑袋再一次陷入了地面。紧接着，石像魔将脑袋拔出来，又打算张嘴，砰！又是一声巨响，石像魔的脑袋继续撞地。看到这一幕，众人全呆住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到底是谁出了手，在他们眼中，就好像是这头魔物自己想不开，一直在用脑袋砸地。这是什么情况？这魔物想自杀？停！忽然从土里传出一道浑浊厚重的声音，那魔物居然会说话。紧接着，那魔物才再一次将自己的脑袋拔出来。停停停！魔物张嘴狂吼，手舞足蹈，眼神极其暴躁。他确实很暴躁，也很憋屈。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族能按着他的脑袋在地上狂锤，哪怕连将他困在雾隐秘境当中的招式也不敢这么对他。而且现在雾隐秘境对人族的境界压制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为什么会有人能在雾隐秘境当中拥有这种恐怖的实力？石像魔抬起前爪，朝着江宁指指点点：人族小子，你很了不起啊，有本事将本座身上这几条该死的锁链破除，本座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魔族首座的力量。石像魔的表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分明是气急败坏了。
难道刚刚不是石像魔自己拿头捶地，而是有人按着他的头捶地？杨瑶几人无比惊讶地发现，石像魔所指的人不是那位会御剑的剑修，也不是那名耍大刀的修士，他指的是江宁。刚刚江宁动手了。行啊，江宁淡淡回应道。停！一声清脆的声响响起，只见锁住石像魔的几条锁链彻底崩碎，断成一节一节，散落一地。石像魔前肢撑地，随着粗重的呼吸，身体缓缓起伏。随着他身上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骨头摩擦的声响，只见石像魔慢慢直起了身躯。刚刚看起来像是一只巨大的蜥蜴怪物，现在看起来有点像是一头巨大的蜥蜴人。他双眼当中不断流出暗红色的荧光，在空中留下2道轨迹。石像魔抬头看天，700多年了，呵呵。石像魔冷笑2声，突然变得暴力无比。你们知道这700年本座是怎么过来的吗？那招是小儿们把本座当作野兽锁在此处，让本座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整整700年。石像魔癫狂地咆哮，他身上逐渐散发出强大的魔气，一道红光忽然冲天而起。本座要让你们人族统统。石像魔话没说完，直接被江宁打断。闭嘴！吭！石像鬼突然感觉有人同时按住他的上下颚，重重地合在一起。这一撞，差点被将这头魔物给撞出脑震荡来。呜呜呜呜！石像魔还在说话，但怎么也张不开嘴。14境魔族修士，真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江宁说着，慢慢走上前去。14境魔物，这雾隐秘境不是会压制境界吗？他怎么可能拥有14境？杨瑶一行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江宁的背影上。站在那头高超过5丈的巨大石像魔面前，江宁显得太渺小了。然后他们就看见江宁稍稍抬手，轻轻一挥，那石像魔的身影几乎在原地消失不见，只有一道残影飞向远处的灰雾。紧接着便是一声砰的巨响，地动山摇。循着动静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那魔物撞开了一大片灰雾，撞在一面峭壁上，动弹不得。江宁手指轻轻一挑，嵌入峭壁的石像魔飞出，划过一道抛物线后，重重摔在江宁脚跟前。江宁倒是没想到，这方天地能压制人的境界，但却无法压制这头魔物的境界。而他之前的境界被压制到了10境，是因为困住他的铁链。破除铁链就等于破除了对他的压制。只是这头魔物也不会想到，这方天地压根影响不到江宁的境界分毫。解开了铁链，然后呢？江宁盯着石像魔硕大的脑袋问道。石像魔正面看着江宁，自然翘起的嘴角就好像是在微笑，一双原本狂躁至极的眼神变得清澈无比。他的嘴里正流出蓝色的血液，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江宁。身为14境魔物，而且跟15境人族修士交过很多次手的他，不用多想就清楚了江宁是什么样的存在。刚刚江宁施展的是儒道的术法神通，15境的儒道仙人他不是没打过，那种存在确实很强，但绝对不可能有江宁这么离谱。所以这位年轻人族修士的境界在15境之上，强得过分。而且他在这位人族修士面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出手的机会，只要他想动手，这位人族修士第一时间就能察觉。江宁身上有着招式留下的强烈印记，这年轻人是皇子没错了，可是该死的招式居然想让他消灭这种存在。饶是他没了那该死的锁链的压制，也断然不可能是这种恐怖到极点的存在的对手啊！那是让他杀人，那是让他送死还差不多。被招式困在此处700年，好不容易挣开了枷锁，结果又碰上这么一位恐怖的人族大能。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命很苦大。大爷，小的如果说小的对您没有半点恶意，您相信吗？石像魔悠悠地开口说道。真没有？江宁淡淡问道。石像魔道也老实，不应该说刚刚有，现在肯定是不敢有了。大爷您太强了，小的佩服得五体投地。招英见铁链忽然碎裂后顿感不妙，那可是压制石像魔境界的关键，铁链破碎代表着石像魔将恢复14境的实力，在这秘境内他将无敌。招英立马从山城顶一跃而下，迅速找到了江月。石像魔要暴走，快离开秘境！招英急声道。而这时候江月和江心都在呆呆地看着远处。就在刚刚，那石像魔被打飞，然后又被吸了回去。老九好像击败那魔物了。江月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刚刚他还在上面的时候也听到了下面的动静，怎么可能？那石像魔拥有14境的实力，而且在这秘境的压制之力对他无效，铁链才是压制他境界的关键。现在铁链碎了，他将彻底恢复巅峰实力。招英满脸凝重。14境魔物，老九刚刚将那魔物击飞，难道是那魔物还没出手？江月确实没感觉到有魔气传来，所以那魔物应该是还没暴走，但可能已经被老九激怒，马上就要暴走了。
先离开秘境，我启动阵法封锁住秘境，留在秘境中的一定会被石像魔杀光，快走，晚了就来不及了。昭英说完，带着江月、江心两兄弟朝秘境外离去。此时江景注意到了昭英带走了江月两兄弟，他立马朝着五皇子小声道：老五，该走了，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什么意思啊？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没看见昭英把二哥和四弟带走了吗？明摆着有危险啊，再不走可就来不及咯。江景说完，立马跟上了昭英等人的步伐。五皇子也只回头再看了一眼，赶紧跟了上去。此外还有2位皇子也感觉到了不妙，果断带着从属离开了秘境。至此还留在秘境内的就只剩下7皇子和9皇子。秘境的突发情况太过于出人预料，石像魔震开了锁链，若是无人能将雾灵花果从秘境当中带出，以后连招式也不敢轻易进入秘境，雾隐秘境也将彻底沦为兄弟。因为压制境界的规则之力来自雾灵花果，原本昭英只想将江月和江心两兄弟带出来，可没想到又有4名皇子跟了出来，他也不能强行将这几位皇子关在里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离开秘境，才启动封锁阵法。原本想直接消灭其他皇子的想法也彻底泡汤了。不过9皇子江宁还留在里面，他将必死无疑。只要这人死了，接下来他们招式就能集中所有力量，帮助江月或者江心其中一人夺得储君之位，将来登基称帝。一众人站在雾山之巅，看着结界内翻涌不定的浓雾。诸位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江月沉声道：二哥，您的意思是？3皇子江景凑上来问道。假设老九成功将雾灵花果带出，咱们该如何应对？江月扫视一圈后问道。众人闻言，人人神情凝重。方才在秘境当中，你们都有所保留，我也可以理解。如果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老九从那里面离开的话，绝不能让他将雾灵花果送到父皇面前。几位皇子面面相觑，刚刚确实所有人的有所保留，连一个对江宁动手的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想着招式一定会帮他们铲除老九。现在老九和魔物一同被关在秘境中，从刚刚老九的表现来看，他万一真灭了那头魔物，取回了雾灵花果，那他们就只有一种选择，必须合力击杀江宁，否则就没机会了。诸位，我在京中已经留下了一些后手，接下来你们听从我的安排，一定能铲除老九。江月接着说道。弟弟们自然愿意听从二哥的安排。江景朝着江月拱手，皮笑肉不笑。这时候昭英朝着众人拱手说道：大家都是聪明人，秘境中的所见所闻还请不要传出去，等此件事了，我昭氏一定给诸位王爷一份满意的谢礼。很明显，昭氏在秘境内豢养魔物，而这是莫大的罪名。昭氏与各位皇子之间还需要互相利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谁也不会主动撕破脸皮，至少也要等到老九死后再说。国丈此言差也，我们可是什么都没看到啊。江景淡淡笑道。二哥，现在该怎么办？江心朝江月问道。你们先第一时间回京，我稍后就到。江月说道。也好，我等先返回京师，等二哥回来再从长计议。江景说完，拉着五皇子转身就走。诸位皇子也都各自离去，现场只剩下江月和昭英2人。外公，我需要得到雾灵花果。江月说道。昭英神情凝重，摇头叹气。那魔物没了束缚，他是真不敢去秘境寻找仙宝。雾灵花果没那么好找，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年了，了无音讯。江月咧嘴一笑。我倒是希望老九真的能将雾灵花果带出来，不然这事儿没意思，也难办。走吧，先回一趟家，做好准备。秘境中有数百人站在残破的山城各处，纷纷往下看着。刚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惊世骇俗，当他们看到那石像魔出现的时候，以为他们都要被团灭。大的在天上飞，小的在地上屠戮，简直是无处可藏。可是现在那巨大的魔物就这么倒下了，对着那个年轻人俯首称臣。没人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都知道来自魔物的危机解除了刘瑾和文凯，长长的舒了口气。还得是殿下啊，看来这秘境压制境界的规则之力对江宁的影响并不强。让小的住手。江宁淡淡说道。哪能等到大爷您吩咐，已经停手了。大爷您饶小的一命，把小的当个屁一样放了。石像魔连声说道。你刚刚杀了多少人？江宁问道。啊，小的也不知道啊，都是小小的们干的。石像魔突然发出一道音波，那几十头已经停手并且潜藏在暗中的小魔物同时爆体而亡。大爷，作恶多端者应该得到惩罚，小的已经将那群该死不听教训的小小的都杀了。石像魔歪着脑袋趴在地上，乖巧地盯着江宁，一副只要江宁不让他起来，他就不敢爬起来的样子。这石像魔很聪明，
有着一些人族的基本逻辑，甚至还知道忽悠甩锅，但从他智慧的眼神又不难看出他不太聪明的样子。江宁不会杀他，否则他现在连渣都不剩了。这魔物被招式禁锢在此，又活了不止700年，他应该知道很多事情。江宁对他所知道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你方才说被招式禁锢在此，解释一下。江宁淡淡道：是这样的，700多年前，你们大夏国皇帝江明对魔族进攻。听，我要知道的是，你为何被招式禁锢在此？江宁打断石像魔的话，这些事情他可以后续再了解。可恶啊！这石像魔想到了什么，眼神浮现出一丝痛苦，正将脑袋抬起来，但又慢慢贴到了地面。小的石像魔700多年前招式将本座将小的掳来，用铁链禁锢小的，压制小的境界，让小的只有10境，根本无法挣脱那该死的铁链。然后每一次开启秘境，招式就会叫醒小的，让小的帮他们杀人。招式那老不死的东西就会将这些人的灵气统统吸收，蕴养自身。那个叫招阴的小子刚刚就跟小的说，让小的把除了2个人以外的所有人全杀光，还说重点要杀的人正是大爷您。小的是寄人篱下，小的若是敢不从命，那招式就会强行掠夺小的灵气。本来小的700年前就即将跨入15境，用你们人族的话来说，那就是陆地神仙，那是何等威风。可招式吸了小的几百年灵气，导致小的跌落了好几个小境界，现在只有14境初期。小的也是没有办法，才在这里做杀人的勾当。大爷，大爷您明鉴啊！你们知道招式的手段对小的一个小小的石像魔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这石像魔说着都快哭脸了。其他人听完石像魔的话后一阵毛骨悚然。若是石像魔没撒谎的话，那么这雾隐秘境实际上是招式的韭菜地，而他们这些想从中获取机缘逆天改命的人，全都是招式眼中的韭菜，谁敢进来，那将死在秘境当中，自身的灵气也将被人汲取。那该死的招式简直不是人。老不死的是谁？江宁问道。招邹啊，好像活了700多岁了，还他娘的不死。不是说你们人族的陆地神仙也就500年寿元吗？石像魔愤慨地说道。招邹这个名字对世人来说并不算陌生，对了解大夏王朝历史的人来说，招邹这个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那可是夏灵帝时期的人物。夏灵帝之后，大夏王朝内部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混乱。招邹与夏人帝一朝强势崛起，曾帮助夏人帝扫平四方，平定内忧，又在夏人帝之后的孝宗明皇帝一朝扫除外患，收复失地。招邹执宰大夏朝堂，纵横300余年，横贯5位君主，可谓是显赫一时。在招邹350岁那年，他便致仕返乡，再过10几年，招邹便先逝于丰州招氏府邸。最近江宁有着重了解史料和古籍，对招邹的印象非常之深。若是在一祖三宗时期，以招邹的实力和能力，也能配得上宰辅大臣，能在史上留名。可他生在夏灵帝之后，时势造英雄，招邹也被称为大夏中兴第一功臣。他的功绩和他的实力完全成正比。他曾以枪道入15境，号称枪仙，在他巅峰的几十年内力压群雄，无可匹敌。这也是招邹被世人所记住的记号。大夏枪仙，天下第一。他死之后，被追封为大夏王朝的异姓王，获得了忠武的美事。当朝皇帝得知招邹死讯之后，亲临丰州为招邹哭灵，可谓是极尽哀荣。然而皇权旁落也正是从招邹开始的。他主宰朝堂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奏章都是先送去招府。夏人帝和夏明帝时期，2位君主手中还能握着不少权力，可后来的几位君主，那完完全全就是招式的傀儡。中山王招邹，他老人家居然还活着，700多岁，岂不是比太祖爷的命还长？太祖爷可是人间至高神，阳寿也没突破500，400多岁便驾崩了。中山王如果还活着，那他的追封和谥号，那可是欺君之罪啊！什么欺君？皇权早就旁落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也敢乱说话？当心你的脑袋！这时候，刚刚还在外围摸索的七皇子缓缓走到了江宁身边。刚刚石像魔的话，他已经听到了，极为震惊。老九，他说的是真的？七皇子江训问道。瞧您说的，小的哪里敢有半句谎言？这位大爷实力在15境之上，小的在这位大爷面前撒谎，活得不耐烦了不成？大爷一巴掌就能拍死小的。石像魔讪讪地说道。15境之上，他……等等，杨瑶一行人刚刚还在震惊当中，完全没回过神来。这个24、25岁的年轻人，一身尊贵的蟒袍，明显是皇子，而他管江宁叫老九。九皇子的名字正是江宁。这时候，几个青鱼帮的弟子都想到了江宁进秘境前所有的话。
我就是梁王宁，练武不努力，所以得回家继承家产。家里有皇位，要我继承。他们死活也不会想到，江宁居然真的是梁王宁，而他所说的话从来都不是谎话。一开始郑开和还把江宁的话当笑话看待，他还出言讥讽梁王，人家压根就没跟他计较，并不是人家吹了牛，而是人家真的牛逼，完全不屑于跟他这种小人物计较。郑开和的双腿忽然一软，直接就跪了。这位爷真是一剑开天的梁王。而刚刚石相魔说梁王的境界在15境之上，那是16境，所以他的境界完全没受到影响，不然怎么可能轻松制服14境的大魔？所以刚刚制服石相魔的人不是梁王的2个仆从，而是他本尊。郑开和瞪大双眼，呆呆地看着杨瑶，天知道他这位师妹结下了多大的善缘，而这桩善缘差点因为他的嫉妒而破坏。此时此刻，他真的很想把自己捅死。郑开和默默地抬手，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这下清醒了。老九、二哥他们全出去了。江训神色极为凝重。一开始江训也想跟江月他们逃离秘境，因为他也把江宁当作敌人，想跟其他皇子联手干掉江宁。但他仔细一想，若是跟着老二他们与老九争斗，等老九死了，他哪里争得过其他人？尤其是老二老三这2人，一人看似慷慨大度，一人看似与人为善，可实际上都极为阴险。就算他们表面上再怎么同仇敌忾，可他们根本就无法达成真正的团结一致。进了秘境，哪个不是小心思一堆？他们真能团结，不是从江宁踏入秘境一开始就联手对他动手吗？跟那些人混，怕是自己到头来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从江宁所展现的实力来看，明明他才是最有可能争夺储君之位的那个人，而走近了他才发现，这头从天而降的魔物已经被江宁治得服服帖帖。石相魔说老九15境以上，则说明老九的境界并未受到影响，没准老九能找到雾灵花果带出去。江宁并未在意他人的去留。秘境中还有其他什么凶物吗？江宁问道。以前确实挺多猛兽的，不过小的被困在秘境700多年，属实无聊，只有吃点猛兽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大爷您可放心，这秘境中的活物都被小的吃光了。若是大爷能从秘境中找到一只苍蝇，都算小的这700年胃口不好。难怪这秘境一片死寂，连个活物都见不到，原来被石相魔吃光了。知道怎么找到雾灵花果吗？江宁接着问。那雾灵花果对小的没啥用，小的也没刻意找过。不过小的还真知道怎么找到那枚仙果这个秘密，小的可连招式都没告诉。小的告诉大爷，大爷一定要饶小的一命啊。石相魔说道。找到雾灵花果，本王不杀你，而且带你离开秘境。江宁淡淡道。真的？石相魔闻言，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大爷您稍等小的片刻，小的马上去将那枚仙果摘来。石相魔振翅一挥，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云雾当中。只有这一刻，众人也才反应过来，那头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魔物极其强大。石相魔身上溢散出来的魔气，对境界低微的武夫修士而言，拥有极强的压迫感。哪怕是被压制了境界的刘瑾和文凯，也不得不感叹这头魔物的强大。只是因为被江宁制服，所以乖巧的跟狗一样。14境的魔气波动，刘瑾凝声道：“14境，真的假的？那岂不是魔族分支的首座级别的大魔？这东西我也只在传闻当中听说过，没想到今日能亲眼所见。”事情稍稍有点出乎了江宁的预料，他本以为招式会有什么强大的手段，结果也就是放出一头魔物而已，还轻而易举的被他制服了。然后招式就让其他皇子跑路了。可能招式以为自己进秘境之后也会被压制境界，所以不可能是石相魔的对手，才没准备更多的后手。不久过后，石相魔从灰雾当中飞了下来。随着石相魔靠近，在场众人都感觉到越来越强的境界压制之力，一道道强大的精神力疯狂地攻击他们的大脑，使他们眼前的画面开始凌乱。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刘瑾，他脑中各种画面狂闪，无形的压制之力正在疯狂地挤压他的丹田。虽然这2股玄奇的力量无法对江宁造成影响，但他也感知到了这2股力量的存在。原来置换的力量和境界压制的力量来自于雾灵花果，现在正是雾灵花果成熟之际，所以这2股力量达到了极盛。而且越靠近这枚仙果，这2种力量也就越强。江宁释放一道契机出去，将这2股力量直接压制住。这时候，只见在场众人突然跪了大一片，人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神情一个比一个惊恐。如果不是江宁，他们现在就算不爆体而亡，也会在强大的精神力冲击之下而神经错乱，从而走火入魔。不愧是仙果，果真恐怖。文凯喘着粗气，呼，老奴刚刚又见到先帝爷了。刘瑾长长舒了口气，现在
这股恐怖的力量降到原来的水平，定然是殿下出手了。很难想象，殿下竟然可以压制那种规则之力。这时候，石像魔已经落了地，他的身形快速缩小，逐渐幻化成人形。他浑身上下附着黑色鳞甲，肌肉组织形成的双翼挂在双手下面。他整张脸漆黑无比，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明亮，落在嘴唇外的2双獠牙也显得格外洁白。大爷，您的仙果石像魔单膝跪地，双手奉上雾灵花果。只见石像魔的手中托举着一朵极其妖艳的红花，生机勃勃，就好像完全不属于这片如同末日一般的世界。这朵妖艳红花中间有一枚小小的淡红色果实，其翼散出淡淡的红雾，如梦如幻。周围很多人都围了过来，认真端详着这朵妖艳的红花。这就是传闻当中的仙果雾灵花果。想不到咱们三生有幸也能见到仙宝，这花开的简直太美了。众人啧啧称奇。这花开在哪？江宁问道。大爷，您看那些黑色藤蔓，那就是雾灵花果的根，其实并未枯死，而是本来就长那样，这花开在那上面。石像魔指了指随处可见的黑色藤蔓，又指了指灰雾之上。这玩意儿会隐身的，而且会动，采摘下来之后才显其形，所以招式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若非有石像魔的帮助，江宁恐怕要费一番苦心才能将这仙果找到。不错，你立功了，本王这就带你离开秘境。江宁淡淡说道。多谢大爷，多谢大爷。小的终于可以离开这该死的秘境了。江宁把雾灵花果丢给刘瑾，随后扭头看向其他江湖武夫。招式已经封锁了秘境，你等若是想寻找机缘，本王也不拦着你们，但你们一辈子都会留在这里面。想离去的，跟本王去秘境出口。江宁淡淡道。众人一听这话，哪里还敢留下来寻找机缘？找到了机缘，命可就没了。他们刚刚可是清楚地听到石像魔的话，这秘境就是招式的韭菜地。于是众人纷纷朝着来时的路飞奔而去。给本王当坐骑如何？江宁朝着石像魔说道。石像魔闻言，心中自然有些不爽。他好歹是一尊14境大魔，给人当坐骑，那岂不是连马前卒也不如？不过石像魔很识相，完全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显化原形，趴在地上。没办法，这位人族皇子实在是太强了，他可没有任何跟人家谈条件的资格。愿意为大爷效劳，大爷请上座。江宁轻轻一跃，跳上石像魔的后背。都上来吧。七皇子和几个从属立马跟上，紧接着刘瑾和文凯也跳上了石像魔后背。大爷们坐稳了。石像魔飞向秘境边缘，急速停下，前面浮现一道光幕，上面有铭文浮动。招府管家和几个仆从见江宁一行人骑着石像魔过来，大吃一惊。刚才世子爷说这魔物震开了锁链，肯定会暴走，秘境内所有人都会被他屠戮殆尽。可是现在看来，石像魔貌似已经被制服了。大爷不好，是结界阵法，很强，小的试试能不能破开。石像魔张嘴发出一道尖锐的音波，化作实质涌向结界。结界金光大作，下一瞬间音波反弹，正中石像魔的脑袋。石像魔当场被反弹回来的音波攻击击飞，旋转着飞进了灰雾，众人纷纷从石像魔背上跳离，稳稳落地。石像魔稳住身形后，立马摇头晃脑的飞到了结界边缘。大爷不好，这阵法有点强，除非小的原地突破15境，否则根本就破不开。看到石像魔被自己的音波攻击打飞之后，一个个都乐了。难怪这石像魔能被江宁轻易降服，原来是个脑瘫。哈哈，这可是招式封天锁灵阵，是天底下最强的结界阵法之一。就凭你一头魔物，也想破开国公爷亲自布下的大阵？就算你们有天大的本领，也休想从结界中走出来！哈哈哈哈！几个人站在结界外，疯狂上嘴脸。七皇子江训神色凝重，快打开阵法，放我们出去！江训喊道。抱歉，小人只是卢府的管家，可不会打开阵法。世子爷已经走了，等世子爷回来再放你们出来吧。你们招式竟敢囚禁皇嗣，好大的狗胆！这时候江湖武夫们也都爬了上来，他们居然被招式困在这秘境当中了。江宁缓缓上前2步，伸出手掌，前方浮现金色光辉，只见一道波纹顺着结界扩散开来。平，一声清澈悦耳的脆响响起，结界碎了，化作流光缓缓消逝。这一瞬间，那几个扯着嗓子大呼小叫的招府仆从们神情彻底凝固住了。封天锁灵阵碎了。石像魔将脑袋伸过去试了试，结界果真碎了。他从空中落到地上，庞大的阴影笼罩住招府管家和几个仆从。那管家一愣一愣地扬起脑袋，张着嘴巴，怎么也合不拢。不是你！石像魔张嘴一口，直接咬掉了管家大半截身子，就给他剩下2条腿。石像魔脑袋一仰，吞下招府管家后，
剩下几个仆从吓得肝胆俱裂。跑！一个跑字还没说完，石像魔侧过脑袋往前一摆，一口将剩下的几名仆从挨个叼住。咀嚼一阵后，几个仆从被石像魔囫囵吞下。嘲笑本座，下辈子吧。石像魔立马扭头看向江宁，大爷，小的是不是自由了？江宁轻轻一跃，飞到石像魔背上。来都来了，不得去找迫害你的那些人算一算账。走，丰州城招府。好嘞，大爷，您坐稳了。石像魔一飞冲天，载着江宁直奔丰州城。文凯，快跟上！刘瑾唤出飞剑，御剑跟上。丰州城内招府一间规整的偏厅内，爹，那石像魔正开了铁链，不过绝大部分人都被封锁在了秘境内。一名穿着奢华的老者眉头紧蹙，他怎么也没想到，此次皇子们入秘境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得知此事的人有多少？从秘境离开的各大皇子都知道了。舅公，舅父。江月打断两人的对话，把那件东西给我，我先回京，以防万一。你们放心，秘境内的风声走漏不了。江月神情焦急地说道。这时候，卢国公昭达忽然大惊，不好，封天锁灵震碎了，石像魔来了。昭达探手一抓，凌空抓来一只包裹，递给江月。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他们坐下来慢慢商讨了，王爷先走。江月收起包裹，直接离去。昭达和昭英父子快速离开偏厅，登上飞檐，朝着天际之上看去。强大到令人心悸的魔气正在快速逼近。来了！一道黑影从天边闪来，速度极快。昭达定睛看去，竟然看到石像魔的背后站着一人。昭家的小畜生们，出来受死！石像魔浑浊的声音响彻整座丰州城。城中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一只庞然大物从头顶上方飞过。卢国公昭达不敢轻敌，直接显出万丈法相金身。法相金身浮空而起，引动天地之威，金光万丈，璀璨夺目。大爷，您坐稳了，这玩意儿没那么好对付，小的吃了它需要一点时间。破！江宁轻轻吐出一个字来，需要时间？开什么玩笑？随着江宁的声音传出，那法相金身直接原地消散得无影无踪。石像魔一脑门问号，这么大一尊法相金身呢？那玩意儿他虽然不怕，但也不同于肉体凡胎，拥有引动天地的威能，可以释放极强的神通。他要消灭一尊万丈法相金身没那么容易。可是这位大爷轻轻一个破字，那15境才能显出的万丈法相金身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好好好，是时候轮到本座表演了。昭达登时从空中坠地，他的法相金身被破得太突然，根本就没反应过来。爹！昭英大喊一声，朝着昭达看去，只见后者已经口吐鲜血，如到仙人。昭达满脸惊恐，看着漂浮在苍穹上那个黑点。爹，您说什么？昭达急忙说道，快让族中成员应战。昭英立马下令。这时候昭氏族人从府中各处露出头来，见那魔物从高空俯冲下来，纷纷聚拢，施展术法神通，准备抵抗。而他们都不知道，就在刚刚，连昭达的法相金身都被破了。他们以为府中有着一尊陆地神仙坐镇，又有他们众多强者，这魔物算得了什么？而昭府当中有一人并未参与其中。昭同舟先是看了一眼漂浮在高空的江宁，然后直接头也不回往天边飞去。他来了，而且没将搬山猿带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根本就不需要搬山猿的力量，而且很明显那石像魔已经被他降服了。14境的魔物破坏力比那老猿只高不低，毕竟那老猿再聪明也只是有灵性，而这魔族生物拥有接近人族的智慧，其智慧程度仅仅逊色于妖族。不管招式还有没有什么底蕴，总之先跑就对了。石像魔俯冲向招府，硬抗一波伤害，张嘴发出尖锐的音效，转瞬之间便越过了招府，在招府留下一道被石化的直线。从高空看去，就好像有一条灰白长线将招府一分为二，处在直线上的那些人统统被石化。石像魔可不是只会向江宁摇尾乞怜的小可爱，只是江宁太过于强大，他刚刚根本没机会在江宁面前施展自己的术法神通而已。只见空中留下一道黑红色的尾焰，石像魔拉起高度，再度朝着招府发起俯冲。14境魔物这么硬，他又来了。国公爷呢？为何不出手？他们有点想不明白，为何魔物来袭，国公爷还不出手？14境的魔物可不是同境界的人族修士对付得了的。刚才石像魔硬抗了几十道术法，他并非毫发无伤，只是跟被禁锢700年比起来，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招氏这些狗贼把他当狗一样锁了整整700年，今天他要让招氏彻彻底底的付出代价，要让招氏知道得罪他石像魔的下场，他要把招氏统统杀光。然而石像魔刚才喷发出积攒了700多年的怒火，
正要对招式进行一场痛痛快快的屠戮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道金光直坠落，宛若流星，层层金色余晖将天地一分为二。石像魔正往下俯冲，猛然间扭头一看，竟然是一杆玄色长枪从天而降，枪头金光一闪，石像魔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瞬间被长枪洞穿了脖颈。咚的一声，石像魔被长枪击落，定在了招府前庭。长枪竖立，上面残留着浓郁的神威。石像魔眼神极具痛苦，喉咙里发出尖锐的惨叫声，庞大的身躯不断扑腾，浓郁的魔气顷刻间弥漫到招府每一个角落。很快，石像魔的扑腾逐渐失去了力道，只见一阵红黑色的雾气从石像魔身上散发出来，他硕大的脑袋垂落在地，口吐蓝血，一双巨眼开始石化，很快便再也没了动静。招府所有人都还处在惊恐当中，感受到魔气逐渐衰弱，慢慢朝着前庭赶来。招式众人见石像魔彻底没了半点气息，一颗颗悬着的心总算慢慢落了下来。这庞大的鬼东西，能力是实在太离谱了。若是刚刚这杆长枪再慢半拍，招府的死城几十上百人。此时，城外某处山林中，一块巨石上，一名中年面相的男人正盘坐在巨石上。蠢货就是蠢货，700年前我招式就有能力镇压你，真以为过了700年，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是忘了我还活着？招家这些小崽子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拥有一名15境，几名14境，竟然差点被石像魔偷了家。中年男人自言自语地吐槽了一句，缓缓躺下，双手枕在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就好像一位江湖游侠。靠在前堂门框上的招达见石像魔陨落后，靠着墙慢慢滑落坐地。这世上知道招邹还活着的，总共就2人，准确的说是1人1魔。招达很清楚，方才动手击杀石像魔的正是招式那位老祖宗枪仙招邹，除了他，恐怕整座丰州城也没人能瞬息之间镇杀石像魔。可招达的心才稍稍放下来，他突然又想起来，方才被人破了法相金身，只有他才能直观地感受到破除他法相金身的力量是一股如到言出法随的力量。招达赶紧站起身来，目光看向天上，那人不见了。这时正堂楼顶响起一道冷清的声音，诸位，本王不请自来，可别见怪。庭院中一众人连忙抬头，只见一年轻人在飞檐之上负手而立，此人自称本王，那必定是梁王江宁。招达见过所有的亲王，唯独没见过江宁，而招英在雾山之巅已经见过了江宁一面，而此人跟他们招氏有着血海深仇。招达嫡女当朝皇后招春华便是由江宁亲手镇杀，可尽管招氏人人都憎恶江宁，此刻却不敢贸然出手。此人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神情，就如同一座万古不化的冰山。那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及那淡漠的眼神，就好像是世间万千众生为蝼蚁。其实在江宁莅临之前，他们招氏大多数人都没把江宁当回事儿，哪怕他们知道江宁的恐怖战绩，也只觉得当初江宁或多或少借用了皇族的底蕴。卢氏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卢氏太蠢，太过于锋芒毕露。只有一名陆地神仙，别说带10万8万人，就是带80万人去白玉京，又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如今的招氏实际上也一直在藏拙。招氏的力量一分为3，分别支持3位皇子。实际上招氏从未分裂过，他们只等最后关键时刻来临，再集中起所有的力量，帮助一位最合适的皇子，然后铲除其他皇子。而现在招氏已经有了既定的人选，而那位皇子不一定会是江月，他们招氏扶持的皇子甚至都可以不是招春华所生的皇子。在秘境内豢养魔物，屠杀生灵，在朝堂上玩弄权术，欺君罔上，纵横大夏700余年的招氏到此为止了。当天去灵州，没有杀得尸横遍野，无法让这些世家大族心惊胆寒，以至于江宁亲自到了丰州，招氏还敢有小动作。今日让他们的阴谋算计变成泡影。王爷，招达看向江宁，眉目凝重无比。我们知道您有些手段，可这里并不是京师，您孤身一人，恐怕也无法动用皇族底蕴。我招氏一向效忠于皇族，绝没有欺君罔上之心。您是亲王莅临，那便是君主，您有什么条件，可随便提，没必要真闹到不可开交。招达的话只说到一半，只听见一声脆响，招达瞬间被拍死，红的白的流了一地，骨肉交融。这一瞬间，全场寂静无声。他们都知道江宁有击杀陆地神仙的实力，但不是事到临头。他们谁也想不到，江宁击杀陆地神仙竟然如此轻松，卢国公招达连动都没动一下，就这么殒命当场。本来石像魔死了，他们心中的恐惧才刚刚消除，可是现在更大的恐惧瞬间蔓延开来。
这位皇子的手段兴许没有石像魔那般具有视觉冲击力，但他的恐怖程度远甚于那石像魔。昭氏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压迫感。江宁眼中闪过一抹红光，这时候一道无形的力量波动开来，好强大的魔性！不好，他在施展魔功，快跑！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聚集在前庭内的人同时吓破了胆，各自施展术法神通，四散奔逃。只见一个接一个的昭氏族人身体支离破碎，不管他们拥有多高的境界，不管他们如何抵抗，根本无法抵挡这股扯碎他们身体的恐怖力量。这时候，被钉在地上的石像魔双眼突然恢复生机，他连忙化形缩小，伸出手来拔掉插在自己脖子上的长枪。石像魔感受到这股魔性，看了一眼站在飞檐上的江宁，这股无形的魔性连他这尊14境的大魔都觉得恐怖，眼睁睁看着一个个人族修士支离破碎，肢体飞满了整座庭院。这他娘的，到底谁才是魔啊？幸亏本座有眼力见，否则早死翘翘了。石像魔忽然非常解气，该死的昭家人总算要死光了，活该，活该，一群蠢货！石像魔四下扫视了一眼，手握着长枪，跑到大堂后方一扇拱门处。这时候，还有不开眼的人正往前庭赶来，这要是再不动手宰杀几个，等下就全被江宁杀光了。来一个人越过拱门，他一枪就将对方捅了个透心凉。来一个，本座杀一个；来一双，本座杀一个。只要有人跨过拱门，他就提着长枪给对方后背捅个窟窿。不多时，石像魔就已经捅死了10几个人。终于，石像魔遇到一名修为境界不低的修士，一枪捅过去，对方明显反应了过来，回身就抓住长枪。那人定睛一看，只见一个浑身漆黑的人站在身后。你什么人？怎么这么丑陋？你哪来的？那昭氏修士冷声质问道。石像魔也没说话，脑袋突然显出原形，张嘴一口就咬了过去，将那人半截身子咬碎，吐出一大口血水后，石像魔这才得意忘形地说道：当然是杀你的人，哦不是，是杀你的魔。前庭中，昭氏众人看着族人们个个支离破碎，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江宁到底做了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破碎，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破碎。昭英混在其中，四面八方都是漂浮的族人，残肢断臂。正疯狂逃窜的他看到这一幕，彻底绝望。他的目光落到了江宁身上，江宁就这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江宁眼中2点红光，昭英的瞳孔瞬间缩成了一个小点。那还是个人吗？那简直是恶鬼，不，比恶鬼更恐怖的存在。光耀大厦700余年的昭氏门楣，竟然会在今天以这种令人恐惧至极的方式遭到血洗。他的父亲当代卢国公，一尊15境顶级修士，死之前别说施展术法神通，就连一个屁都没来得及放，人就没了。而他这位卢国公府世子，原本也是显赫一时、威震一方的巨擘，14境大修。本以为这次皇帝派各位皇子前来丰州，是皇帝想给昭氏一个为皇后报仇的机会，让昭氏杀江宁。本以为这是皇帝和昭氏达成的政治默契，可皇帝送来的不是一份大礼，而是彻彻底底的绝望。昭英现在彻底明白了江宁之前那场屠灭8万灵州修士的战斗拥有多高的含金量，他根本就不需要动用什么皇族底蕴，因为他根本就不屑。昭英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绝望，只剩绝望。这时候，昭英亲眼看着自己开始支离破碎，然后失去意识。石像魔蹲了一会儿，见不再有人从门内出来，便提着长枪钻了进去。这时候他才发现，他不过捅死10-20个人的功夫，整座府邸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抬头望去，满天都是残肢断臂，紧接着如同下雨一般坠落。昭氏府邸血流成河，犹如人间炼狱，一片死气沉沉。昭氏所有的底蕴手段，除了那一位昭邹之外，完全就没有施展出来，因为江宁没给他们任何机会。好，好，好！石像魔看着惨烈的景象，忽然激动的手舞足蹈。压迫他700余年的昭氏，光耀大厦700余年的一大氏族，就这样被他刚任的大爷以铁血手段屠了个七七八八。想当初夏灵帝率领大军进攻魔族大陆之时，他也从未见过有如此强大的人族修士啊！不是都说人族修士的上限有限，普遍比不上魔族和妖族吗？这算个啥啊？石像魔顶着一颗硕大的漆黑脑袋，左右想不明白。大爷，都杀光了，您太厉害了，不愧是我大爷！石像激动的手舞足蹈。想不明白的就不要想了，这世上他想不明白的事情多了去了。比如人族为什么男女之间会产生爱情，比如人族男人为什么老是会被妖族女性魅惑，而魔族女性就不行，再比如人族能和妖族诞下后代，而人族和魔族就不行。反正大爷帮他报仇雪恨了，他开心就完事儿了。这时候遇见而来的刘景才拖着文凯赶到昭府，还没进大门，
就闻到了浓烈的血腥之气。只见招府大门外散落一地残肢断臂，两人急忙跨入府邸大门。这前庭内更加恐怖，血染红了每一个角落，肢体漂浮在血泊当中。刘瑾一眼就看到了一颗熟悉的人头，那是卢国公府世子昭英。两人踩在血泊当中，看向站在飞檐上的江宁。他们两人同时想到了之前那个画面，江宁一剑开天，杀得灵州修士人头滚滚，至今那朱雀大门外的大地还都是一片猩红。要说当初灵州卢氏隐秘北上，在白玉京城外逼宫，逼迫江宁出手，那是自寻死路。但这里不一样，这是昭氏的老巢，昭氏拥有的底蕴怕是不比灵州卢氏差多少。可是现在昭氏全府上下无一活口，怕是连一只活着的苍蝇都不剩了。至于那位卢国公昭达，怕是也死无全尸了。一座国公府说灭就灭了，铁血狠辣，这就是九殿下。刘瑾文凯先去总督府召集丰州城内所有官员。遵命。两人领命后赶紧转身离去。此刻丰州城外，躺在山间巨石上的中年男人再次直起身子来，他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朝着丰州城方向看去。好强大的魔性，魔教有人潜藏在丰州城。他立马释放感知，除了笼罩整座招府的强大魔性之外，还有一股极强的血腥之气。哎，这些子孙后辈都是干什么吃的？在丰州城内竟然能被魔教中人打进家门，又要我这个老不死的出手啊！男人的身影消失不见，只一瞬间便出现在招府上空。朝下看去，男人双眼登时放大。招府哪里是被人打上门来了，分明已经被人灭了全府上千人。这才多久的功夫？从他刚刚出手阵杀石像魔到他出现在招府上空，时间并未超过10息。就在这10息之内，招府中一个活人也不剩下了。男人脑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方才他的子孙后代昭达显出了法相金身，可瞬间就消失不见。他以为破了昭达法相金身的是那14禁魔物，14禁魔物确实有能力破掉陆地神仙的法相金身。然而现在他才发现，招府大堂屋顶站着一人，前庭还有个人举着一把长枪，正在欢呼雀跃。那是相魔居然没被他一枪定死。不过这好像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招府满门突然就被人给灭了，而灭招府满门者正是那个年轻人梁王江宁。为何能拥有如此逆天的手段？招式的底蕴手段呢？护家大阵呢？他留给子孙后代的法器神兵呢？一样也没拿出来。江宁20岁，难道步入了与他同样的境界？16境。虽然昭邹不知道江宁为何能在20岁的年纪步入16境，可他才20岁，就算从娘胎就开始修炼，也才修炼了20年。该死！坐看云起云落数百年的昭邹，早已养成了淡泊如水的心性。他这一生从未感到如此愤怒过。他留下的香火，再过2、3代人必定能达到鼎盛。可那小子下手竟然如此狠辣，整座招府竟然一个活口都没剩下。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江宁挫骨扬灰，再将整个江氏皇族屠戮殆尽，否则难消他心头之恨。昭邹双眼瞬间点燃怒火，一道神威瞬间扩散，直接覆盖整座丰州城15境，被世人称作陆地神仙，可到底沾了陆地2字。15境修士最强的手段便是沟通天地，借用天地神力显出万丈法相金身，以此来提升杀伐之力和防御力。而15境之上确实有更高的境界，只是这2000年来也只有太祖高皇帝曾步入16境，被世人称作人间至高神。16境可与一方天地融为一体，成为这方天地当中的真正圣人，可主宰一切，合到一方小天地。此刻昭邹的身影突然消失不见，只见地面上有无数道流光飞向天际之上，与天地融为一体。整座丰州城霎时间充满了极其浓郁的灵气，以及铺天盖地的杀气。石像魔的头顶上有红雾不断向上飘去，石像魔立马抬手捂住头顶。大爷，不好！那姓昭的阴险小人又在吸小的。不只是石像魔的魔气被吸了，整座丰州城内所有修士，不管境界高低，统统都受到了影响。正遇见前往总督府的刘瑾突然坠落，一头栽落到地面。文凯连忙上前将刘瑾搀扶起来。我的元气正在被抽离。刘瑾神色凝重，抬头望天。我也一样。这股抽取体内元气的力量，他们无法阻挡。这时候，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压降临丰州城。丰州城内所有人同时抬头看向苍穹，只见一只枪头正缓缓从苍穹之上倒钻而出，枪尖闪烁金光万丈，神威无限。一层接一层的恐怖神威附着于枪头之上。在这股神威的压迫之下，丰州大地瞬间出现一道道裂谷，大地正在往下沉，而站在地上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他们的元气都被抽取了个一干二净。
而那只倒挂苍穹的枪头正拖着枪身慢慢坠落。那是什么？快跑，快跑啊！往哪跑啊？丰州城所有人直接陷入绝望。那种程度的攻击，除非他们能瞬间逃出800里，否则就是那长枪落地的一道余威，也足以将他们震成齑粉。那一枪足以击沉整座丰州城。不好，大爷，快上来，小的带您跑路。惹不起，惹不起，咱躲得起。大爷，您快来啊，小的能跑的，你相信小的。石相魔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担心江宁的死活，但他现在就是想带着江宁逃跑。大爷，您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那姓招的狗贼，这是要毁灭整个丰州。这时，一道威严至极的声音响彻天地之间：小子，老朽这一枪700余年的道行，你挡得了吗？声音不断回荡，传出千里开外。700年，难道是枪仙昭邹？他不是灵帝时期出生的人物吗？为什么还活着？他这是要镇杀整座丰州成数100万人吗？眼看着丰州城都要被这一道神威压碎，江宁立马释放一道契机，护住丰州城。这一刻，丰州城的压力消散得无影无踪。江宁缓缓抬头，望向苍穹那杆已经显出全貌的长枪。这世上果然藏着16境的修士。枪仙昭邹300多年前假死，苟了300多年，在背后拨弄权势，如今子孙后代被屠，彻底沉不住气了。跑不了的，江宁淡淡说道。不能跑的，现在还来得及，快快快！打架小的不敢说自己魔族第一，但跑路的本事，小的在魔族绝对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石相魔大惊，连忙呼喊：有他在，打不过，难道还跑不过？江宁抬起右手，手腕一翻，手指掐剑诀，往上轻轻一挑。这时候，石相魔终于从江宁身上感受到了人族的元气波动，不算很强，但很纯粹。不是，大爷您就这么点本事，怎么硬刚那杆足以毁天灭地的长枪？石相魔忽然又反应了过来，不对啊，这大爷明明很强，怎么可能释放出这么弱的元气？这时，落在刘瑾旁边的一把剑突然一闪而逝，只一瞬间，飞剑从枪头钻入，从枪尾钻出。只见一道道白光从那杆长枪当中钻出，瞬间在天地之间交织。一转眼的功夫，天地之间被编织出一颗巨大的白色线球，密密麻麻的全是剑气。这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壮丽场面，简直比那杆长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玄阴绝息剑阵竟然能施展到这么大的范围。天地中响起昭邹的声音，他认出了江宁施展的剑法，不过是二流宗门的剑法罢了。就算江宁境界再高，能施展的范围再大，可杀力也有限。这就相当于一个屠户拿着一把铅笔刀去杀大象，就算你力量再大，技巧再高，一把铅笔刀怎么能对大象造成伤害？可笑至极！死！长枪裹挟着无尽神威，急速下坠。是吗？江宁面目淡然，抬手轻轻一挥，轻松写意。你合到天地，本王便斩碎这天地。凝固于天地之间的剑气瞬间爆发，那杆神威无限，足以毁天灭地的长枪在顷刻之间崩碎。所有神威顷刻间倒灌苍穹。隐藏在天地之间的昭邹见长枪崩碎，顿时大惊失色。那可是他汇聚天地神威所画出来的长枪，怎么可能轻易被剑气斩碎？哪怕那小子是16境，可昭邹已经抢先合到天地，就已经占据了先机。除非那小子拥有足以逆天换命的仙宝，否则完全没有撼动他主宰天地的可能。匆忙之间，昭邹顿时调集更多元气，想维持那一击。可下一瞬间，不止长枪碎了，连天地都差点崩碎。天地无法承载江宁那汹涌爆发的剑气，立马将昭邹从天地之间吐了出来。这一刻，昭邹被爆发的剑气席卷，身上遍布数百道剑伤，从高空急速坠落。他竟然说了，明明他已经合到了天地，足以施展天地神威，可那小子一剑居然让天地感到震颤，强行将他给吐了出来。他怎么可能输给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丰州城所有人亲眼目睹，一杆长枪即将毁灭整座丰州城。他们都不知道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施展那种恐怖的神通。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自那杆长枪的威压烟消云散，紧接着天地之间充斥着无数道极其精纯的剑气。剑气爆发的一瞬间，将挂在苍穹上所有的白玉全部冲散，整片天空一片湛蓝，烈日高挂。虽然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他们很清楚，有人出手拯救了丰州数百万的生灵。我去，大爷牛逼！愣了很久的石像魔突然扯着浑浊的嗓子嚎叫了起来，直接破音。看向站在飞檐上的江宁，石像魔漆黑的脸上满脸都是崇拜之情。他长这么大，在魔族大陆也见识过不少大能，能毁天灭地的也不是没有。刚刚那一枪的威力，恐怕得他们魔族最强的那一位
才能做得到。可是这位人族的大爷在轻描淡写之间，轻轻一剑碾碎一切。他从未见过有如此牛逼之人。刚被大爷从秘境中解救出来，然后大爷就给他开了一波眼界，感觉这700年的隐忍突然就值了。大爷牛！砰！石像魔正手舞足蹈，突然从天而降一人，直接砸在他脑袋上，将他砸翻在地。哎呦喂，谁偷袭本座？石像魔连忙抱起那杆长枪，一下站起，只见身旁躺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石像魔一眼就认出了昭邹，是你小子，今日总算落到本座手中了，本座戳死你！石像魔一枪捅向昭邹，后者一个翻滚起身。石像魔吓了一跳，顿时一个战术后跳，双手斜斜端着长枪，眼神充满警惕。昭邹突然气血翻涌不定，吐出一大口鲜血，踉跄了2步，差点倒地。操，吓老子一跳！你小子也有今天，你不是最爱拿枪戳本座吗？看枪！石像魔很想将昭邹捅80个大窟窿眼，但他也只是端着长枪，并不敢真上。姓昭的可不是他打落下来的，而是大爷打落的。昭邹转身看向站在飞檐上的江宁，孰强孰弱，胜负已分。连他如今16境的高深境界，却也不是这个年轻皇子的敌手。积攒了700余年，本以为自己已经无敌于世间，可这位皇子仅仅一剑而已，他便已是一败涂地。难怪他敢找上门来，难怪他敢将招府屠戮个一干二净。他真的拥有逆天的手段。昭邹心中的愤怒已经彻彻底底转化为了恐惧，只不过他已经活了700年，不会将恐惧流露于表罢了。梁王殿下，我昭氏何错之有，竟让你对昭府下如此毒手？昭邹出言问道。江宁神情淡漠，淡然道：都死完了，重要吗？我昭邹当年为大夏皇族呕心沥血，攘外安内，为大夏王朝开创灵帝之乱后的中兴盛世，说一句丰功伟绩，不为过吧？昭邹问道。江宁轻轻点头。昭邹确实有功绩，而且不小，但也正是因为他，皇族才日渐衰微，不断被外戚所影响。本王不像你们，杀人需要计划，夺权需要筹谋布局，还总伪装出一副为天下着想的虚伪面目。本王来丰州，顺手处置了你们昭氏，你有什么丰功伟绩，与本王何干？话音刚落，昭邹就感觉到有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盖在了他头顶，体内翻涌不定的元气瞬间被挤压，丹田骤然破碎，庞大的元气从他的丹田内溢散出来。此刻昭邹的恐惧终于写满了整张脸。人越是活得久，就越是怕死。他昭邹修炼700余年，达成和太祖爷一样的境界。若是将来假以时日，等大夏王朝气数消亡之时，他未尝不能效仿太祖爷，扫平四方，登基称帝，成为新朝太祖。昭氏死了大半，但也不是全死光了，族中还有子孙存活。他还有的是阳寿，只要给他时间，他就可以再造一个昭氏出来。所以他很怕死，比任何人都怕死。他积攒了700年，谋划了700年，不想就此功亏一篑。如若他知道江宁拥有这等宁天的本领，打死他也不可能贸然向江宁动手。殿下，您不能杀臣。昭邹改换了自称，以臣的丰功伟绩，您弑杀功臣会为您在史上留下骂名，而且以臣的能力，完完全全可以帮殿下登基称帝。殿下饶了臣，臣定当为殿下效犬马之劳。臣16境，不说天下无敌，起码在殿下之外，很难找出一个与臣匹敌的存在。昭邹急忙摆出了利害关系。江宁微微眯眼，这么怕死吗？为了延续这一条活了700年的性命，毫不犹豫的就放下了身段。本王连皇后都镇杀了，还会在乎你一个前朝功臣？更何况你已经死了，中山王，欺君罔上，是何罪名？江宁说着，威压逐渐放大。殿下，殿下饶命！昭邹疯狂运转元气，可根本无法抵抗这道威压。他缓缓跪地，瞬间就开始涕泗横流。臣为了大夏王朝耗费300多年的光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况且臣早已不问世事，这些子孙后代在想什么做什么，在谋划什么，臣全然不知啊！殿下，殿下，您不能滥杀无辜啊！只有死到临头，他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怕死。可不管他怎么恳求，威压并没有停下。他对江宁出手的时候，别说江宁的死活，甚至连丰州城内所有人都死活都不曾考虑。他不该死吗？给本王一个不杀你的理由。江宁淡淡道。对了，臣知道天启之乱的秘密，知道灵帝的秘密，只要殿下饶臣一命，臣就全部告诉你。这些事情对殿下非常重要，对大夏王朝也非常重要。天启是夏灵帝的年号。说，殿下您必须答应饶臣不死，否则
江宁给石像魔蛇的眼色，他端着长枪，跟做贼一样走到昭邹身后，一枪下去，将昭邹的后背心捅了个窟窿眼。噗！突然遭受重创，昭邹猛猛吐血，可江宁的威压却依旧压得他动弹不得。你娘的！刚刚就是你把本座一枪钉在地上。石像魔终于做了自己700年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亲手捅了昭邹这狗贼。石像魔将长枪拔出，踩住昭邹的后背，一枪接一枪捅去，很快便将昭邹的后背捅烂。石像魔还觉得不解气，于是脑袋显出原形，一口咬住昭邹的脑袋，狠狠扯下，然后将昭邹的肉身大卸8块。昭邹见肉身不保，神识立马逃逸，转瞬之间飞上了天际，朝着天外拼命逃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江家小子，你给老子等着，等老子重新修成肉身，领悟更高深的境界，必定取你狗命。昭邹的神识才飞上天空，突然看到高空中悬停着一把剑，那正是江宁用来击碎神威长枪、斩碎天地的那把剑。昭邹怎么也没想到，这把剑也许在12、3境修士的眼中是一把宝剑，可在更高深境界的修士眼中，那就是一块凡铁。他居然被一块凡铁轻松击败，笑话，天大的笑话！可下一瞬间，他忽然明白了这把剑为何还悬停在高空当中，等的就是他。剑光一闪，昭邹的神识烟消云散。曾经纵横大夏300余年，又隐藏于世间300余年，拥有枪仙之称的16境大修，身死魂灭。江宁本来就没打算放过昭邹，这老东西居然还妄想跟他谈条件，一招都接不住，有什么谈条件的资格？关于灵帝时期留下的问题，江宁早就已经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昭邹是那个时期的人物，他愿意说就说，不说江宁也懒得听，跟他来回拉扯，不存在的。不管灵帝时期遗留下来多大的问题，江宁都毫不在乎。这次亲临丰州，诛杀昭氏，等消息传开，应该足以震慑天下士族了吧？思虑片刻，江宁看向石像魔：“你把他的头也吃了？”石像魔一愣，有些尴尬：“啊，要不晓得吐出来？算了，原本还想留着昭邹的人头，震慑一下丰州诸多官员，不过也无所谓，吃就吃了吧。到时候让丰州官员来昭府参观一下，效果可能更好。大爷，这玩意儿虽然很难吃，可确实是大补，您要不要来一块？”石像魔倒是很客气，拿着一块昭邹的残肢断臂递给江宁：“不用客气，大爷您真不要，真是好东西啊。”江宁摇头，吃完这一顿，小的700年的亏空终于能找不回来了，只是白白浪费了700年，700年啊！石像魔一边吃一边声泪俱下：“你慢慢在这里吃，走的时候本王叫你。”“好嘞，大爷您请便，好了喊小的。”此时城中总督衙署所有人都知道今天出了大事，但他们大多数人一开始以为昭府被魔物偷袭，也不知道昭府究竟怎么样了。但从刚刚那动静来看，昭府的下场估计不会太好。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昭府围观。丰州城内的官员陆陆续续抵达总督府。丰州城属于丰州治所，拥有从县衙到总督府各级衙署，主要官员加起来数百人。丰州城拥有县一级的编制，并非特例，不仅仅每一州的治所都设有县一级编制，甚至连白玉京内也有县一级编制。基本上丰州每一级衙署都有昭氏的族人。总督和按察使是由昭达、昭英父子2人担任，这2人已经无了。还有一些昭氏族人死在了昭府，有的没在昭府，则侥幸逃过一劫，现在也来到了总督府衙。其中有些官职比较高的地方官，需要按期赴京述职，所以有一部分人认识刘瑾和文凯这2位京官。文凯在武将体系中算不得什么，但刘瑾曾经是宦官体系当中的2把手。京师近来时局多有变动，刘瑾改投了江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看到总督府发出的召集信号，还以为是昭氏想召集他们对抗魔物。在看到刘瑾和文凯之后，很多官员都有些不明就里。除了昭府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太清楚之外，雾隐秘境发生了什么他们同样不清楚。刘公公，您是裴良王殿下前来丰州取仙果？一名官员朝着刘瑾问道。正是。海藩台，好久不见。刘瑾稍稍颔首，他不管对谁，态度都是一如既往的谦卑。刘公公，方才究竟是怎么回事？昭府那边是被魔物袭击了，那魔物从哪来的？海星官员凑到刘瑾身边，小声问道。海藩台稍安勿躁，等王爷来了，他自然会说明。刘瑾回答道。王爷进城了？王爷不是在雾隐秘境内寻仙果吗？对啊，刘公公，是不是秘境那边出事儿了？我刚刚好像看到齐王也进城了。几位与刘瑾熟悉的官员都围了上来，朝着刘瑾发问。都静一静，都稍安勿躁，该知道的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众人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忽然一道清风拂过总督府衙大堂，只见一道身影从清风中走出，出现在堂上，随后转身在主位上落座。这些官员可都没见过江宁，他们纷纷打量着江宁，面容清瘦俊朗，眉清目秀，虽是身着一袭朴素青衣，但依旧气质出尘。参见梁王殿下。免礼。江宁淡淡开口。这时候有一人直接落座，可见众人没动之后，又弱弱地重新站了起来。布政使。江宁喊了一声。臣在。布政使海田立马上前一步。布政使，别称藩台，属于益州第3把手，仅次于总督和巡抚。不过在氏族门阀垄断的地方上，权力的大小实际上还是看出身。在丰州，姓招的不管处在什么位子上，权力都很大，所以丰州原来的1把手就是丰州总督卢国公招达，而丰州的2把手则是丰州按察使卢国公府世子招英。招氏掌控着整个丰州，但他们为了名声搞了不少面子工程，将一些要职都分了出去。海田为丰州布政使，主管益州民政，从2品大官也只是在平民百姓眼中比较显赫罢了。而他不是招氏体系内的成员，那不管他是什么职级，也只是个工具人。将丰州所有官籍调来。遵命。不久后，海田将丰州所有官籍调出，送到了江宁面前。巡抚杨俊臣。臣在。斩了。啊！名为杨俊臣的大官还以为江宁要下达什么指示，可突然抛出斩了2个字，是什么鬼？不只是杨俊臣懵了，其他官员也都懵了。刘瑾马上反应过来，他又要充当刽子手了。可他正打算施展御剑术，这才反应过来刚刚元气被抽空，现在还没恢复。刘瑾直接抽出剑来，走向杨俊臣。王爷，臣何罪之有？您为何要诛杀臣？杨俊臣感到非常冤枉。他堂堂益州巡抚，正2品封疆大吏，他什么也没做，突然就要被斩了。这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杨俊臣刚想运转元气，虽是准备抵抗刘瑾，可他也马上反应过来，体内元气空空如也。王爷，臣岳丈可是卢国公府世子，丰州按察使招英招大人，您不可杀臣。江宁瞥了杨俊臣一眼，然后重新低头看官籍。快点！刘瑾抬剑就要砍，杨俊臣连忙抬手作个挡状。王爷，不可！刺了！刘瑾一剑下去，杨俊臣连手带人头咕噜噜落地。这下大堂内所有官员吓得彻底瞪大了双眼。现在所有的人都被招邹抽空了元气，尽管有些人境界不低，肉身强度远超普通人，甚至可以说刀枪不入，可被抽空元气的刘瑾同样也不是普通人的范畴。王爷，您为何要杀人？这可是总督府，总督大人。噗！说话那人明显不服，可话没说完就被一道威压当场拍碎。众人见状，人人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不是都被抽空了元气吗？刚刚是谁释放出来的威压，还能如此轻松地将一人拍碎？这时候众人都看向江宁，眼神逐渐惊恐。除了是他，还能有谁？转运使朝晖。臣斩了。王爷，臣何罪之有？就算您要杀臣，也需要有罪名吧？臣可是朝廷命官，臣刺了。刘瑾走上前来，一剑削了他的脑袋。金历司昭业。江宁在念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所有人噤若寒蝉，没人出列，甚至连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生怕江宁一个斩字，他就人头落地。昭业。江宁重复了一遍。叫昭业的历经司官员突然就吓傻了，直接扭头就往外跑。我爷爷是卢国公，我不该死，不该死！堵在大门处的文凯抬手就是一刀，将昭业砍成2段。盐铁使招香。扑通！一人闻声跪地。王爷，您要杀人，好歹给个理由。斩！刘瑾走上前去，一剑削了他的脑袋。千世昭敬。那人被念到名字，瞳孔顿时放大，一屁股颓然地坐在地上。他满脸惊恐地扭头，只见一道剑光一闪，脑袋就已经搬了架。同知刘金春。刘金春身体猛地一僵，被吓得一动也动不了了。刘瑾继续挥剑砍下其脑袋。到此，在场所有官员都看清楚了江宁的意图，他这是在对招氏进行彻彻底底的清算。江宁所念到的名字不是招氏族人，就是招氏的嫡系族亲。那些招氏的远房族亲还未被念到名字，但一个个的脸色早就已经被吓成了猪肝色。这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亲王，此刻就是一位阎王爷。他只管点卯，谁被点到，刘瑾就化身勾魂锁魄的使者，一剑削了其头颅。时间缓缓流逝，江宁依旧不紧不慢地念着一个接一个的名字。大堂里里外外滚了一地人头，倒了一地尸体，鲜血将地板染红浸透。鲜血还未干枯，
又会有新的血液从某个人的身体里流出，一层堆叠起一层，直到江宁叫出最后一个名字。随着最后一个人的脑袋落地，江宁慢慢合上了关节，放在了案台上。至此，大堂里里外外已经有50多颗人头落地。这时候江宁才缓缓起身，本王不需要给死人任何交代，但给你们还活着的一个交代。昭氏欺君罔上，残害生灵，罪大恶极，论罪当诛9族。江宁只简单一句话就概括了昭氏的罪行，一句其罪当诛9族，让那些昭氏远亲更加提心吊胆。包括卢国公昭达、卢国公府世子在内，昭府上下所有人已被本王亲手诛杀，还有苟活人间的昭邹亦是如此。有疑问的，现在可以问了。江宁淡淡说道。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昭邹真没死，竟然活了700多年。不过他也是真该死，差点一枪将整座丰州城给扬了。可江宁刚刚说是他亲手诛杀的昭府满门，不是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头魔物，不是那魔物袭击的昭府，难道说江宁是那魔物？他以一人之力镇杀整座昭府，昭氏的大半成员，所有的主心骨几乎都在昭府，被他一人杀光了。想想就恐怖。众人心头有疑问，但现在没人敢提出来，除了一人。海田上前一步，拱手道：王爷，臣有疑问。其实海田也有些发怵，他虽然身居高位，可在氏族当中存在感并不高。他也是个人，也怕死，但有些疑问他不得不问出来。问，方才有魔物进城袭击昭府，那魔物是怎么回事？海田强行提着胆子小声问道。海翻台，这不是你该问的。刘瑾小声提醒道。无妨，本王可以解答你的疑虑。那魔物是石像魔，拥有14境修为，被昭氏压制境界后囚禁在雾隐秘境，方才本王离开秘境，顺手将他带了出来。江宁回答道。这14境魔物该不会有危险吧？海田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你无需担心，本王离开丰州的时候自会带走石像魔。还有疑问吗？江宁淡淡问道。海田咽了口唾沫，接着又问道。王爷清洗了几10位官员，几大衙署的主官已经死了，这丰州的政事该如何处理？丰州大小事宜暂由藩司衙门管，没死的依旧各司其职，空缺的官职等待朝廷旨意即可。江宁说道。藩司衙门就是布政使司。臣明白了。海田拱手行礼。海田发现江宁杀人的手段虽然堪称铁血，但跟他交流的时候，从他的语气当中完全听不出半点高人一等的感觉。如果不是地上散落着一地人头和尸体，根本看不出江宁是一位拥有铁血手腕的亲王。若是换作以前，就算是府衙内的昭氏官员，跟他这位从2品大员说话，也是用鼻孔瞪着他，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布政使，臣在。昭氏所有家产一律抄没，派人送至京师，此事由你负责。另外，昭氏所以不动产一律查封。江宁淡淡道。臣遵命。听到这话，海田有些激动了起来。抄家可是1等1的肥缺，他在丰州当了这么多年官，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以往有此类事情，都是昭氏独吞了。更何况梁王殿下让他抄的还是昭氏。昭氏在丰州积攒了几百年的家底，有着数之不尽的财富，抄昭氏的家可以直接一口吃成大胖子。臣还有一个疑问。海田连忙拱手。方才被王爷诛杀的官员家眷，还有在地方州县的昭氏官员，应当如何处置？昭氏已经被江宁一巴掌打成半身不遂，若是海田不提醒，江宁倒是忘了还有一些漏网之鱼。所有昭达的子孙以及与昭氏3代内直系族人有联姻者，不管有无官身，一律抄家问斩，家人流放北境。此事谁能请命处理？江宁问道。看来江宁是要对丰州进行彻底的大清洗。丰州最大的氏族昭氏彻底倒台，相当于一大块蛋糕空了出来。对没有遭受牵连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江宁没有血洗昭府，那么他想清洗昭氏，怕是难上加难，搞不好会引发整个丰州的动乱。因为在此之前，丰州就是昭氏的地盘。可今时不同往日，连卢国公昭达都死了，那么那些备受压迫的地方官员就很想对昭氏赶尽杀绝。陈丰州手背萧衍，愿意为王爷效劳。好，此事交由你去办。遵命。诸位。江宁扫视一圈，众人立马颔首。望你们以昭氏为戒，不求你们将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愿你们恪尽职守。本王不想下次再来丰州，又是为了杀人而来。江宁沉声道。臣等遵命，臣等定当以昭氏为戒，尽职尽责。一众官员齐齐拱手行礼。都退下，去昭府好好看一看吧。臣等告退。丰州官员从总督府衙离开，人人都松了口气。按照江宁的意思，刚刚在场的这些官员当中，属于昭氏远亲者都算是逃过了一劫，
所有在丰州城中拥有实权的招氏成员都已经被肃清，丰州总督、丰州巡抚以及丰州按察使都死了。那么现在丰州最高行政长官就是布政使海田。现在海田接下了最肥的差事，怕是要一飞冲天。三台大人，恭喜恭喜啊！恭喜个啥？先去招府看看再说。海田一甩衣袖，上马车离去。官员们一同抵达招府，周围有不少老百姓围观。老百姓们见有官驾前来，立马让开道路。众官员还没进门，就看到大门外遍地都是残肢断臂。海田第一个踏进大门，其他官员纷纷跟上。这招府哪里还有落脚的地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血飘橹。跟刚刚总督府衙的场面比起来，这招府真就如同炼狱一般，可谓是招式昔日有多风光，今日的下场就有多惨烈。这就是梁王江宁的手笔，这是真正的血洗，简直是触目惊心。招式彻底完了。快看，那是什么？海田将目光抬起，立马看到院墙一角趴着一头巨大的黑色怪物。石像魔弦化形状态下吞下这些骨肉太慢了，于是现出了原形。众人顺着海田的目光看去，只见石像魔刚好吊住一块残肢，脑袋往上一跳，将残肢抛起，然后张嘴接住，囫囵吞下。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嗝儿，石像魔打了个饱嗝，听到动静立马回过头看，魔物，刚刚好像就是他从天上飞过袭击招府。没听王爷说等他离开丰州之时会带走石像魔吗？都别怕，石像魔聪明得很，没有大爷的命令他可不敢肆意杀人。他非常清楚人族不像是魔族，人族都喜欢偷偷摸摸的杀人，对明目张胆的滥杀无辜抵触得很。你们一块来点。石像魔非常客气地邀请众人一同进餐。这一顿大餐对他来说太过于丰盛了，分一点给这些人族也无妨。你就是石像魔？瞧你这话说的，难道本座长得像个人？你们要不要吃啊？不吃本座可就不搭理你们了，你们自便吧。石像魔反问道。您请便。海田咽了口唾沫，只需要看到这一幕就足够了，不用深入招府细看，毕竟就前庭这一幕就已经足够震慑人心。招氏现在怕是连一个完整的都拼不出来，死了还要被石像魔吞尸，这就是招氏的下场。出去吧。海田转身走后，众人赶紧跟着出了府邸大门。谁也不想跟一头14禁的魔物待在一起，对他们而言，今日的重大变故还如同白日做梦一般。丰州彻底变天了。江宁从衙署走出，便看到一大群人等候在外面。我等叩谢王爷救命之恩。数百人朝着江宁拱手参拜。江宁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这些都是不久前江宁从雾隐秘境内带出来的武夫。如果不是江宁，他们早就成为了招氏的韭菜。所以他们进了丰州城之后，得知江宁在总督府衙，便在外面等候着。都起来吧。多谢王爷。人群中，郑开和用胳膊捅了捅杨瑶，杨瑶立马一甩胳膊，狠狠地瞪了郑开和一眼。他明白郑开和的意思，郑开和想他上前跟梁王说话，好跟梁王结下一桩善缘。前不久你还嫉妒人家来着，现在又要我跟他说话，你什么意思？想让我出卖自己？杨瑶小声怒斥道。没有啊，师妹，你别误会，那位可是亲王，手眼通天，你跟王爷说得上话，兴许能为我们青鱼帮结下善缘啊。不嫉妒了。郑开和尴尬地摸了摸脑袋。他一开始见杨瑶对江宁热情似火，确实非常嫉妒，可是现在他一点也不嫉妒了。人家江宁是什么人？是高高在上的亲王，杨瑶只不过是江湖门派当中的一名女武夫而已，就算杨瑶里鱼跃龙门，也够不上江宁的后脚跟。杨瑶冷哼一声后转身就走。师妹你上哪去？郑开和立马带着几名同门师兄的追了上去。师妹你别生气啊，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懒得理你。他可不想得知别人身份尊贵后就去缠着对方，身为练武之人，该有的气节绝不能少。杨瑶没走多远，然后慢慢停下了脚步。只见江宁站在不远处，走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江宁露出笑脸。杨瑶不是江宁游历路上认识的唯一的人，天赋比杨瑶高的江宁还认识不少，但杨瑶却是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人，因为他很洒脱，有江湖侠女的风范。江宁没有几个朋友，很想拥有友谊。江宁真心把杨瑶当作朋友，仅此而已。参见王爷。杨瑶立马拱手行礼。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江宁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他的神情非常恭敬。只看杨瑶一眼，江宁忽然感觉有些落寞，可能杨瑶以后再也不会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跟他说话了。以前杨瑶也知道江宁有些来头，他只当江宁是某个宗门外出游历的弟子，那样他还能像以前一样跟江宁称兄道弟。可是现在，在他眼中，江宁和他之间的身份差距
就是一道永远也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来你有机会去白玉京，记得找我，我请你喝最好的酒，欠你几顿酒，总该还的。江宁淡淡笑道：岂敢，能与王爷相识，就已经是民女莫大的福分。杨瑶颔首说道。江宁闻言，脸上波澜不惊，可心中却稍稍有些失落。也许他这一世得到皇子的身份，就注定了不会拥有友谊。江宁没走，站在面前的一行人也没离去。郑开和很焦急，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明明王爷都向他主动示好了，他却一点也不领情。但郑开和也不敢说什么。江宁释放出一道契机，只见一道庞大的身影铺天盖地而来，落在大街上，吓跑了一大群人。文凯，你留下善后，刘瑾走了。江宁轻轻一跃，跳上了石相魔后背，刘瑾立马爬了上来。有缘再会。江宁留下一句话后，石相魔冲天而起，朝着天际之上飞去。唉，郑开和也不再责怪杨瑶，而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内心也知道梁王的大腿太粗了，他们这种小江湖帮派真抱不住。杨瑶看向石相魔在天际之上迅速化成一颗小黑点，心中五味杂陈。丰州之行又见到了故人，他忽然淡淡一笑，当年指导他练武的人原来这么强大。石相魔，以后你就是本王的坐骑了，本王给你取个名儿如何？江宁立在石相魔背上，淡淡说道。好啊，大爷给小的取名，那是小的福分。小黑啊，大爷，小的1000岁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叫大黑，叫老黑也比小黑合适吧？那你自己想一个，那以后小的就叫大黑。话说大爷，小的以后就跟着您了，顿顿管饱。石相魔问道。江宁说过，以后他给他当坐骑，还别说，跟在这种人族大佬身边，怪有安全感的。他刚刚饱餐了一顿，实力彻底恢复到14境巅峰，甚至已经摸到了15境的门槛。以他的实力，待在人族好像比返回魔族要好，毕竟能单打独斗斩杀他的人族修士，起码也得是15境。若是纯粹武夫，那起码也得13境才行。跟在大佬身边，不比在魔族大陆舒服多了。你要吃人的话，那我可不能保证你顿顿饱。江宁淡淡说道。啊！石相魔发出委屈的声音。还有，你认识路吗？江宁这才提醒道。不认识啊，你跑反了知道吗？啊，大爷，您怎么不早说？石相魔立马掉头。站在江宁身后的刘瑾见状，这才松了口气。刚才他就想提醒江宁，石相魔飞反了，但江宁在跟石相魔对话，他也不好插嘴。大爷，您要快的还是要慢的？无所谓，那小的就慢慢飞咯。石相魔说着慢慢飞，可他飞行的速度并不慢。这世间的景象就如同进行时空穿梭一样，急速倒退，怕是地面上的人也只能看到一道黑影从天上掠过，眨眼的功夫就只剩下天边一颗黑点了。啊！石相魔忽然咆哮一声，人族的空气真香甜，人族世间的景象真美，还有人族的月亮。石相魔抬头望天，真刺眼。其实江宁可以直接横渡虚空返回白玉京，他估计现在回去的话，江月他们都还没准备好吧，给他们点时间，看看这位兄长有什么高明的手段，也好让他开开眼界。刘瑾也想到了这一点，原本想提醒一句，但一想到江宁的实力，提一嘴好像又有些多余。江宁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一次比一次更强，不过刘瑾还是有所好奇。殿下，那使长枪的真是昭邹？刘瑾问道。敢问殿下，昭邹是什么境界？刘瑾一开始真不确定，那人到底是不是昭邹？江宁说是，那就一定是。活了700多年，这可不是15境所能拥有的阳寿。16境，果然，昭邹真追平了太祖爷，达到了16境的恐怖境界。如此说来，江宁的境界比活了700年的昭邹更加恐怖。他从来就没真正清楚过江宁究竟是什么境界，能轻松秒杀昭邹，难道16境之上还有17境？简直不敢想。话说殿下要将石相魔带回去，有何不妥吗？对啊，有何不妥吗？石相魔跟着发出疑问。没什么不妥。刘瑾原本想说江宁是魔族往来，怕是要落人把柄，但江宁也不可能在乎什么把柄不把柄的。再说了，现在朝堂上估计没人敢当着江宁的面诟病江宁。白玉京，各皇子以飞天遁地的神通陆续进城。皇宫梧桐院，于飞在院中心神不宁，也不知道丰州那边究竟怎么样了。娘娘，一名宦官小跑进梧桐院，神色焦急。怎么了？皇子们陆续回来了，可是一直不见9殿下回城，还有7殿下也还没回来。皇子们都是这2日才从白玉京出发，估计有好几位皇子今日才到丰州。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娘娘，奴婢见各位皇子都回来的挺匆忙，但目前还无人进宫，各位皇子应该还没将仙果带回来。于妃完全没关心仙果的事情，快去打听具体情况，再想办法打听一下梁王的情况。遵命。现在的宦官体系都归刘瑾管，所以现在于妃的消息远比以前灵通。小太监派人出去打探了一番，但跟随各位皇子前往丰州的仆从都守口如瓶，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如此一来，于妃逐渐开始心急如焚。摆驾去于府。于妃火速出宫，前往于府，很快便见到了于承洪。这会儿，于承洪正在府上悠闲的饮茶，见于妃前来，不紧不慢地招呼了一句：“来了，坐吧。这是我从南方带回来的新茶，尝尝，还不错。”于妃哪有心情饮茶？大哥，各大皇子突然回京了，宁儿还没回，这事儿你知道了吗？于妃不等落座，就急声问道：“刚知道，我刚让宦官打听消息，可什么也没打听到，我担心宁儿出什么意外。大哥，你想想办法，打听一下宁儿的消息吧。”于承洪依旧不急不躁地饮下一口茶，慢慢放下茶碗。早跟他说了，丰州他去不得，非不听。有几分本事，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大哥，现在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吗？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这可是咱们于氏的希望。于妃听到于承洪有些阴阳怪气，忽然有些恼火。于承洪一听，脸色也变得难看了起来。我把他当家人，他把我当什么了？当时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在场，他一口一个本王，这是把我们当家人的态度。那你总不能什么也不管吧？是我不想管吗？我没管吗？我要是不想管他，我这些年何必在南边受窝囊气？你可别忘了，咱爹现在都还在西北边疆。于承洪愤怒了起来。于妃以前总是担心以江宁的性子处理不好和于氏的关系，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儿子性情太过于薄凉，甚至可以说不近人情。可不管怎么说，江宁到底是他儿子，是于承洪亲外甥，而且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本就是好事。于是若是真的将江宁当作家人，那就不应该在火烧眉毛的时候在这里阴阳怪气。孩子有事，长辈就该无条件的护犊子，否则要这长辈有什么用？只能听长辈的，不听就冷嘲热讽阴阳怪气。有时候仔细想想，于妃并不觉得江宁对于氏冷漠是错误的处事方式。生在帝王家本就没有什么亲情可言，当今陛下会被亲情所牵累吗？不管是死了皇后还是死了皇长子，对陛下有半点影响吗？大哥不想管，那就算了，我自己想办法。于妃起身就走。你回来。于妃停下了脚步，但是并未回头。她这性子本就该吃点苦头，难道不是吗？就是因为你对她太宠溺，把她宠坏了。于妃闻言，心中很是失望，她不再回应，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这才发现，于是靠不住，可走出于府之后，于妃又感到非常无力。上了车架，她心乱如麻，感觉自己成了一只无头苍蝇。突然间，于妃摸到了腰间的小锦盒，于是于妃赶紧将小锦盒打开。宁儿，一缕白雾飘出，缓缓凝聚出江宁的身形。母妃，怎么了？江宁淡淡一笑。这时候，于妃一颗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江宁的神识分身没事，则说明本体也没事。宁儿，你没事吧？母妃放10000个心，就算是天塌下来，儿臣也不会有事。那你现在怎么样了？一切顺利，仙果已经得到，正在返回白玉京的路上。母妃，接下来京中可能会有些变动，您可前往梁王府，敬大臣回来即可。好。江宁的身影逐渐消散，于妃立马关上锦盒，改道去梁王府。于妃刚刚离开于府没多久，于府又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启禀老爷，齐王要见您。齐王？他怎么来了？于承洪刚说话，就见齐王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怎么不欢迎本王？江月爽朗的声音响起。岂敢岂敢！于承洪连忙起身作揖行礼。臣拜见齐王。免了。江月走到于承洪对面落座，满脸风轻云淡的笑。于承洪一时之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知道皇子们回京的事情，这速度确实过于快了一些，可现在也没传出谁将仙果送进宫一事，仙果多半是没进白玉京。可江月这表情就好像有什么喜事一样。王爷驾到，有何吩咐？于承洪小声问道。九皇子被困在了雾隐秘境当中，那秘境有一头14境的魔物，除了7皇子和9皇子外，所有皇子都已经回京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江月问道。于承洪微微眯眼。14境魔物，说弱不弱，说强也不强。王爷但说无妨。雾隐秘境有天道级的规则，压制一切进入秘境修士的境界。不管境界再高，只要踏入秘境，所有修士都会被压到10境以下。江月沉声道。
于承洪故作心思逐渐凝重，这个情报他已经提前获得了，只是没得到验证。他平退左右，院内只剩他与江月。七皇子和九皇子被困在了秘境当中。于承洪小声问道：此次皇帝派皇嗣去丰州，极有可能是想将江宁送给昭氏，让昭氏报昭皇后之仇。所以江宁只要去了，昭氏不可能没有半点动作。所有皇子都已经离开，七皇子和九皇子没能出来，一定是昭氏施展术法，将两人困在了秘境当中。若是不被压制境界，江宁多半可以相安无事。可如果他的境界被压到10境以下，那么在一头14境魔物面前就是小菜一碟。魔族可不会管江宁是什么身份，该生吞就生吞。什么魔？于承洪问道。石像魔。14境的石像魔，那是石魔首领。正是，魔族有很多细分的种族，其种族数量之多就跟人族的姓氏差不多。于承洪本想着，若是江宁吃了亏，也算是长教训。可若是赔上了性命的话，那他们于是这些年的布局就等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江宁死了，于是就如同丧家之犬。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如此严重。至于雾隐秘境为何会有石像魔，必定是昭氏的手笔。世家大族哪一门哪一户没有些见不得光的手段，于是也完全不例外。齐王殿下为何与臣说这些？于承洪身体前倾，小声问道。九皇子回不来，你们于是该何去何从？江月淡淡笑问道。江宁回不来，于是还想立足于朝堂，那就必须重新站队。王爷有何指教？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灵州总督以及灵州如是的矿脉，不知道本王的诚意够不够？江月笑问道。这话说得简单直白，可江月并非是要拉拢于氏。在世人眼中，他就是一位有勇无谋的武夫，可在他眼中，这世上傻子太多，骗子往往不够用。只要他敢画饼，于承洪就一定敢吃。于承洪跟他爹于顺权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若是那条老狐狸在，江月都不会来登门拜访。若是九皇子还活着，就算你们于氏辅佐他上位，以他的性格，也不可能给于氏多大的权柄。江月沉声道。于承洪对江宁向来没什么好感，而且江月这话说的完全在理，以江宁那目中无人的性子，将来真辅佐他上位，也绝对是一条白眼狼。于承洪如是想着，事急从权，本王不可能给你多少时间。这一次没带回仙果，储君之位的争夺也已经不可避免。你若是愿意助本王一臂之力，将来于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承洪盯着茶碗，这一碗茶水就如同他的心境一般，表面只有淡淡的涟漪，可内里却火热万分。江月一口气拿出4个正二品官职，3个宰辅大臣，1个封疆大吏。灵州那可是风水宝地，辅佐谁不是辅佐？到头来都是为了于氏的香火传承。于承洪又不是没劝过江宁，可他不听啊。他江宁自己作死，能怪得了谁？思来想去，于承洪觉得江宁一直是于氏的绊脚石，不是江宁，于是何至于隐忍到此份上？好不容易江宁回来了，还敢给他这位亲舅舅上嘴脸？于承洪怎么想怎么觉得不舒服。于承洪蠢蠢欲动的内心彻底按捺不住了。王爷，臣愿意助您一臂之力。于承洪拱手道。江月淡淡一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就是天下1等1的俊杰。他日本王若是荣登大宝，以后你封王拜相不在话下。听到这话，于承洪激动的想给江月磕一个，这才是身为领导者该有的魄力。跟江月比起来，他觉得江宁差了10万8千里。虽说江月就是个纯粹武夫，但人家好歹懂人情世故。那臣就提前拜谢王爷了。先别急，本王需要向你借2样东西。王爷但说无妨。正阳刀、补天石。正阳刀是一柄仙兵，属于于氏的底蕴之一。补天石属于仙宝，而世人并不知道于氏拥有补天石。王爷，我们于氏小门小户，哪里有补天石这种仙宝？江月不想与于承洪来回拉扯，直言道：本王只是借用，能借还是不能借？你一句话，本王绝不强求。你想吃本王喂下的饼，没有一点付出怎么能行？再说了，你于氏有没有补天石，本王还不清楚吗？这……于承洪细细思索着，慢条斯理地说道：正阳刀和补天石都在老爷子身边，老爷子在北境，臣就是想借给王爷，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了。懂了，你这匹马既想吃草又不想跑，既然如此，本王不勉强，告辞。江月直接起身离去。于承洪脑中瞬间闪过千万条思绪，合作的机会仅此一次，于是不帮江月，京中有的是人愿意帮他。于是拥有仙兵仙宝，其他人未必就没有。在江月即将踏出院门的时候，于承洪赶紧起身：王爷，留步！江月停下脚步，并未回头。王爷想要的
臣能借。只是那块补天石不可再生，用一次就少1分灵力，还望王爷能不用就尽量不要用。江月慢慢回头转身，于承红有可能将正阳刀带在身边，但江月还真没想到于承红居然将补天石带在了身边。于老头心很大啊，居然将这种仙宝交给于承红这样的草包。江月得到所需器物后，悄然离开于府。他并没有说魔物离开秘境，飞进丰州城奇袭招抚一事，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重用于氏，他只是想从于氏手中得到这2样宝物。秘境境界被破，江宁也有可能从中逃出，他随时有可能返回白玉京。如果江月老老实实说江宁有回来的希望，于承红也不会这么动摇。人往往最想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比如于承红就很愿意相信江宁已经死了。假设江宁能回，那江月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尽量多做准备。江宁很强，他一清二楚，但他也不弱。他修炼了30多年，日复一日打磨肉身，吃尽了连修士都想不到的磨难，为的就是入主东宫，将来荣登大宝，成为一代君主。储君之位是不可能让的。若是江宁回不来的话，如此一来，对江月来说事情就变得轻松多了。杀其他几位皇子的难度肯定比杀江宁一个的难度要低很多。江月忽然觉得老大还是死得太早了，如果有老大在，他肯定会拼尽全力对付江宁。至于其他人，是江月太高看他们了。江月走后，于天相立马进了院子。爹，齐王找您谈了什么？没什么，不重要。于承红正在做春秋大梦，觉得自己距离成功只差1步之遥。江月拿走2样仙宝，想要镇杀其他皇子，不说轻而易举，也是手拿把掐。只等江月一上位，于是就将恢复往日的荣光。爹，这时候于天虎快步跑了进来。皇子们回京了，但是不见梁王和晋王回来，他们怎么回来这么快？于天虎急声问道。江宁和江训怕是回不来了。于承红低低地说道。什么？于天相一惊，这不可能，梁王起码拥有16境的实力。天虎，你怎么这么关心那个白眼狼？于承红微微眯眼，语气阴沉。一开始于天虎是看江宁有些不爽，觉得他太自以为是了，但是现在人家完全有自以为是的资本啊。若是换个人，20岁就能达到16境的水平，绝对比他更加跋扈，更加自以为是。难道你忘了爹跟你们说过雾隐秘境能压制修士境界的事情了吗？他16境进了雾隐秘境也会被压制到10境以下。他江宁明知道丰州之行是陛下和昭氏联手布下的阴谋，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今回不来，不过自取灭亡，不值得同情。于承红沉声道。爹，您怎么知道梁王回不来？您确定？确定。于天虎虎躯一震，紧接着身体有些失力。难道那个少年天骄真的就这么陨落了？爹，江宁回不来，我们于是该何去何从？于天相赶紧问道。皇族又不止一个皇子，江宁回不来，我们难道不能支持其他皇子？于承红反问道。不行，我得出去打探一下情况。于天虎完全没听进去于承红的话。这时候你哪里都不要去，更不要再关心江宁的死活。于承红冷声道。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有什么值得关心？可就算他不是亲王，那也是于氏家人吧？他什么时候把你当过家人吗？于承红淡淡质问道。于天虎转念一想，于承红说的完全对，江宁确实没把他当作家人看待，但仔细一想，江宁也没把他当作外人啊。不行，我得去打听一下。你现在去打听江宁，那就代表我们于氏战江宁战到底，到时候不管哪位皇子上位，我们于氏的未来可就全完了。难道你想赔上于氏的未来？我刚刚发现京中有些变动，搞不好要出大事了。于天虎凝重地说道。是啊。于承红轻轻点头。江月要对其他皇子下杀手，其他皇子可不会坐以待毙啊，最好将氏内部抖个千疮百孔，这样对于氏来说才能利益最大化。此时城中元龙相卫军营，除了刚刚回家的于天虎以及跟江宁出走丰州的文凯之外，其他4位统帅都到齐了。陛下口谕，所有京郡听从齐王号令，钦此。末将等领旨。4位统帅立马行礼接旨，即刻集合12位所有兵马，封锁皇宫。江月沉声道。江月没有多少时间来掌控12位，所以选了个最直接的办法，假传圣旨。乾坤未定之前，这8万京郡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败露，8万京郡封锁皇宫，肯定会造出不小的动静，甚至有可能会惊动皇帝陛下。但江月打算这一次就将事情做得彻彻底底。简单说了几句话后，江月立马离开，返回齐王府。齐王府前堂，诸位皇子齐至。二哥，拜见二哥。无需多礼。江月随手一摆，也没落座。
先前在丰州，大家都有所保留，以至于事情出了纰漏。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若是老九活着回来，我需要大家与我齐心协力。诸位可有异议？众人听着江月的话，面面相觑。在丰州的时候，都指着招式动手，所以都保留着各自的实力。可江宁能在秘境内干掉那14境魔物，从秘境内走出吗？那秘境对境界的压制力，就连他们带过去的法宝都无法抵消半分。如果这种情况下，江宁还能活着回来的话，那未免也太恐怖了。我等必须齐心协力，先铲除老九。四皇子江心率先表态：对，齐心协力，先铲除老九。我等必定听从二哥的安排。江景跟着表态，其他几位皇子也都表示要联合起来对付江宁。二哥，老九他真能回吗？江心又问道。我只能说以防万一，诸位兄弟，我们现在马上进攻，随时准备迎接老九回来。二哥，我跟你去。江心立马走到了江月面前。二哥，我也去。众人纷纷上前2步。很好，咱们众志成城，若是老九回不来最好，若是他真能回来，这次定要让他粉身碎骨。江月说完，离开了齐王府大堂，跨出大门之后，扭头看了一眼这座威严的5间3起朱色大门，该做的差不多都做了，不管成败与否，他都注定不会再返回齐王府，要么入东宫，要么入地府。三皇子江景站在魏王府大门前，抬手摸着下颌，神情专注。五皇子江胜急匆匆地走出大门，见江景立在门外，又停下了脚步。三哥，你怎么来了？等我一道进宫。江景回转身，朝着江胜淡淡一笑。老五，你觉得老九回得来吗？江景轻声问道。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同你一起离开了丰州吗？上午在丰州，你我可是亲眼看到那魔物被击飞。按照昭英所说，石像魔挣脱那铁链后，实力恢复到了14境。老九能轻松击飞一头14境魔物，则说明他哪怕被压制了境界，也不太可能弱于那魔物。你说对吗？江景沉声问道。江胜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三哥的意思是，老九肯定能干掉那头魔物，从秘境逃离。江景不再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看向立在梁王府那颗参天古槐。老五，你觉得老二跟搬山原谁更强？江景问道。他们没打过，我也不清楚啊。老五，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江景收回目光，看向江胜。江胜摇了摇头。老九十有八九能回，老二明明很清楚那肉身成圣的搬山原足以抗衡一位15境大修，再加上老九本身深不可测的实力，他为什么还敢向老九动手？江景语气略微深沉地问道。老二背后有招式相助呗，卢国公15境，实力也是深不可测。江胜说道。江景无奈地摇了摇头。老二铁了心跟老九作对，则说明他有跟老九交手的底气。你可别忘了，是谁在朱雀大门外一剑灭杀灵州数万修士？三哥的意思是说，老二也有可能达到了那种恐怖的实力，肉身成圣。看来你还是没抓住重点，你是真糊涂。江景深深地叹了口气，好似用可怜江胜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三哥把你当自己人，才来提点你。等老九回京之时，老二将不会再留余力。老二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我也不清楚。不过，江景顿了顿。不过什么？三哥你倒是快说啊！江胜催促了一句。老二今日在城中积极走动，怕是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若是咱们进攻的话，有以下2种可能：第一，老二与我们联手镇杀老九，然后老二再杀我们；第二，老二不敌老九，连同我们在内，谁出手都要被老九一同镇杀。只要哪一位皇子进攻，横竖都是一个死字，最终就是老二和老九只活一个。江胜听完江景的话，立马瞪大了双眼，露出些许惊恐。按江景的意思，老二就是要把他们骗进宫去杀，要么是被老二杀，要么是被老九杀。我说三哥，你说如果咱们站在老九这边呢？站在老九那边，如果老九不敌老二，我们一样被杀。江景回答道。要是老九赢了，不就不用被杀了？江景翻了个白眼。你还真是个大聪明。你站在老九那边，那你还有夺嫡的希望吗？不过就你这榆木脑袋，这辈子也没法夺嫡。如果我没猜错，除了老四以外，老六和老八都不会进宫。江景沉声道。那刚刚不是答应的好好的？老九那么强，不联手干掉他，谁能斗得过他啊？江胜问道。三哥是为你好，不过你非要进宫的话，三哥也不拦着你。江景说道。万一要是老二赢了，咱们没进宫帮老二，那老二岂不是要找我们清算？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江景说完，乘坐马车离去。看着马车逐渐远离，江胜心中泛起了嘀咕。按照三哥的意思，只有老九赢了老二，他们才有一线生机，那为什么不直接帮老九干掉老二呢？
思来想去，江胜忽然想到了一个自认为非常聪明的主意。哼，三哥，你老瞧不起我，看我怎么渡过难关。打定主意后，江胜吩咐了一声：摆架，进宫。即将入夜，皇宫突然被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出。皇宫本是江氏皇族的私家宫殿，除了有诏令，其他人本就不能随便进出。随着封锁皇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可是有不少官员在散朝离开皇城的时候，听到了风吹草动。眼下除了7皇子和9皇子以外，其他皇子都已返回京师。12位兵卒包围皇宫，很明显是宫廷政变的前兆。具体是怎么个变法，官员们也不知道，这是皇家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想管。也许没准明天一早醒来，皇帝就驾崩了，也说不准。对于此事，群臣选择缄默。天色昏暗阴沉，灯火通明的皇宫中，所有庭院走廊内完全看不到一个人影，所有人都在屋中不敢露面。御花园中，江月和江心站在4位统帅面前。江月身着一袭金色蟒袍，身材魁梧的他，在一道倒飞蟒纹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威武霸气。这是他的朝服，平日里极少穿。这也是一件护身法器，足以当下15境全力一击，而分毫不损。他腰悬一柄制式古朴的细长窄刀，白色云纹腰带上挂着一枚镂空龙纹佩。几位统帅还未见江宁回城，都以为江宁有可能永远留在丰州回不来了。那位强硬的年轻亲王天资卓绝，就此陨落，不免让人感到惋惜。而今夜江月将12位8万大军集结，怕不是陛下的旨意，怕是江月要发动政变，强行夺下储君之位，甚至有可能逼迫皇帝陛下退位。江月一直没说话，4位统帅也不敢说话，因为江月的眼神杀气极重。他不只想杀江宁，还想杀其他皇子。说好的都进宫，随时等江宁回来。可除了江心之外，其他几位皇子一个也没来。这群蠢货不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还想夺嫡。报！一兵卒飞速赶来，天上有东西接近皇宫北门，那东西很大，有可能是灵兽。皇宫正北门，玄武门。江月做深呼吸，扶住刀鞘。12位到玄武门集结。江月纵身一跃，跳过层峦宫殿，径直落在玄武门内部瓮城。他抬手一翻，取出补天石，补天石化作一道流光，飞向高空，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瓮城。紧接着，江宁又取出一只罗盘，放置在瓮城最中间。精密的罗盘开始自动运转，上面的铭文流光闪动。做完这一切后，江月跳上了玄武门城墙。他抬头望向一片阴沉的天际，只见一只巨物缓缓朝着玄武门飞来。那不是灵兽，是石像魔。那14境魔物居然被老九降服了。所以当初石像魔袭击招抚，难道是老九所指使？而现在老九骑着石像魔回京，那招式怕是凶多吉少。大爷，这就是黎阳大陆第1城白玉京吗？规模竟然如此大，这一眼都快望不到头了。这不比白帝城威武壮观多了。我去，那是一棵树，高耸入云，枝繁叶茂，内蕴灵气，竟然是一株灵树。大爷，你们人族都这么大胆，这么大一株灵树就这么种在外面，不怕被人偷了去？唉，大爷，那灵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好像是一条狗，狗也会爬树。石像魔喋喋不休地说着。飞了这么久，江宁都已经习惯了石像魔的话痨，每见到一个什么他没见过的东西，他就要惊叹一番，就好像他们魔族大陆什么都没有一样。石像魔扑腾着翅膀，缓缓落地。大爷，那里面有杀气。石像魔提醒了一句。此时，站在朱雀大门外值守的兵卒看到巨大的魔物降落在他们面前，一个个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隔着半里地都能感受到那魔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魔气。魔族入侵了。一只魔物怎么入侵？这可是玄武门。城墙上，江月静静地看着从石像魔碑上走下来的江宁和刘瑾。果然，他真的将石像魔给降服了。不过江月并未将石像魔当回事儿，14境魔物而已，他一拳就能打爆。那几名统帅也都看到了江宁。梁王殿下，一名统帅顿时大惊。到现在他们才明白，江月传圣只召他们进宫，封锁皇宫，为的竟然是对付江宁。而他们在此之前可是听命于江宁。几人面面相觑，然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落到了江月身上。可以看得出来，江月身上流淌着强烈的战意，他的激动已经写满了整张威武霸气的脸。9皇子江宁与魔物勾结，你等需要与本王一同诛杀之。等江宁进入瓮城，再动手。轰！听完这句话，4位统帅如遭天雷灌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江宁一剑开天那一幕。不是，我们打江宁。
齐王殿下，您认真的？这时候，熊文静默默地退后了一步。熊将军，想去啊？末将下去瞅瞅。熊文静哆哆嗦嗦地说道：“让他们打江宁，那不是去给阎王爷拜年？谁打得过他啊？本王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现在留给你们的路只有一条，要么合力镇杀江宁，要么被本王镇杀。”4位统帅齐齐重重地咽下一口唾沫。以前所有人都当江越是个莽夫，谁能想到他还会算计？这位纯粹武夫早已步入12境的亲王，该不会也拥有江宁那种惊天神威吧？否则他怎么敢跟江宁对线？熊文静的腿颤抖得越来越厉害，感觉自己即将陷入窒息。对江宁出手，绝对难逃一死。可如果不出手，江越又要杀他们，左右不过一死。熊文静心想，倒不如临阵脱逃，否则难有一线生机。陛下来了。熊文静赶紧转身看向某个方向，所有人齐齐顺着熊文静的目光方向看去，却根本没看到陛下出现在瓮城内。熊文静，你找死！江越回过头来，这时候他才发现熊文静这王八蛋竟然已经跳下了城墙，飞奔向了江宁。看到这一幕，江越心中不免生出讽刺。他摆出了8万人的架势，又动用了数种仙宝，在此布下天罗地网。而此刻江宁的身边仅仅只有一头魔物以及一名12境的老太监。这种情况，熊文静这王八蛋居然会跑，而且他居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以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法跑了。其他3位统帅见熊文静耍了个小聪明跑了，他们一个个恨得直咬牙。如果他们反应快一点，他们也该跟着熊文静跑才是。3位，本王有完全的把握镇杀江宁，你等只需要助本王一臂之力，将来本王保你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熊文静害怕身后的江越会对他下杀手，连滚带爬地跑向江宁。殿下，有危险！殿下快跑！熊文静扯着嗓子喊着，很快就飞奔到了江宁面前。这种时候，只要动一动脑子，就该知道站谁这边。江宁从哪回的？那可是从丰州回的。丰州可是昭氏的老巢，而江宁前不久才杀了皇后。江宁去丰州，昭氏能不对他动手？而江宁能回，足以说明一切。有话慢慢说。江宁停下脚步，淡淡说道：“齐王他假传圣旨，召12位进宫。末将刚刚才知道，齐王要对付殿下您，他已经在玄武门内布下了天罗地网。”熊文静激动地说道：“无妨。”江宁淡淡回应了2个字，继续迈开脚步，不紧不慢地朝前走。刘瑾和化成人形的石像魔则慢慢跟在江宁身后。殿下，玄武门内12位兵卒都到齐了，整整8万人。无妨。熊文静知道江宁很强，可也犯不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以江宁的实力，他不进玄武门，江越肯定无法拿他怎样。然而江宁就好像听到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神情一如既往的淡漠，压根就没放在心上。哎，我说这位8万人就把你吓成这样，你睁开你的人眼好好瞧瞧，咱们可是有着足足一位人族大佬。石像魔说着，抬起附着尖锐指甲的手指，指了指江宁的背影。想今天白天，这位大佬展现出了连他一位魔族巨擘都感觉到可怕的实力。这位大佬连法相金身都不用施展，随手灭杀16境的招式老狗，跟在他身后，安全感直接拉满。停顿了片刻，石像魔见江宁已经走远，赶紧跟上。大爷，小的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小的可是您最忠实的座驾，您可一定要保护好小的。走到玄武门下，江宁停下脚步。九弟怎么回来的如此慢？江越看向一袭青衣的江越，沉声问道。齐王倒是回来的挺快。江宁淡淡回应道。九弟，父皇所需要的仙宝，你可寻得？江越问道。雾灵花果已在我手中。江宁如实回答道。好啊，恭喜九弟夺魁。九弟，你可敢踏入玄武门？江越神色逐渐激动。事已至此，今日他和江宁只能活一个，本就没有藏头露尾的必要。江宁没有回应，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江越答案。他径直走向幽暗的城门通道，身后2人一魔快步跟上。熊文静本想着先告诉江宁情况，让他避开江越的锋芒，可现在江宁还是选择自己走了进来。他不知道江越究竟有什么手段，所以他很紧张。如果江宁斗不过江越，他一定会是死得最惨的那个。江宁穿过通道，走进瓮城，停下脚步。布阵。江越一声令下，包围瓮城的士兵人人严阵以待。由于光线昏暗，而这座瓮城极大，所以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进入瓮城的究竟是谁，但他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魔气波动。这不是魔教修士的力量波动，而是来自高境界魔物自带的魔气，所以所有人都可以肯定一点，有魔物进了玄武门。大爷，你……石像魔眼看着面前的江宁，在昏暗中闪烁着亮光的硕大眸子，惊愕有加。
只见江宁浑身上下一缕缕淡淡的白雾溢散而出，飞向空中。江宁体内的元气正在蒸发，此刻在石像魔眼中飘向天上的白雾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元气，而是一道元气银河。每一个呼吸的功夫，江宁体内就会蒸发掉海量的元气。石像魔抬起手臂，伸出一根带着尖锐指甲的手指，深入那道淡淡的白雾当中。漆黑的手指顿时笼罩上一层白雾，莹莹发亮。他被招式汲取过力量，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招邹拿他当炉鼎，但是不会一次性把它吸干。而现在江宁被抽取元气的速度远超招邹汲取他魔气的速度，其中的差别就如同拿吸管吸和拿几十台大功率抽水泵直接抽差不多。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有如此惊世骇俗的威力？按照这样吸下去，如果换石像魔来，他撑不过1刻钟就得被吸成肉干。这一会的功夫得损失多少元气，得修炼多少年才能补回来？想当初招邹吸他1年，他得补50年甚至更久。可是这位大爷就这么站着，任由体内的元气被吸走，而他甚至一动不动。难道他不怕被抽干吗？要是换成是他，绝对撑不过半刻钟就得被吸成肉干。为了对付这位人族大佬，对方究竟动用了什么神通？格杀勿论。瓮城上响起江月低沉威严的声音，下一瞬万箭齐发，无数根箭矢破开空气，如同乌云一般覆盖向瓮城中几人。这些兵卒都不是普通人，不是纯粹武夫就是修士，境界有高有低，他们所射出的箭矢威力有大有小。石像魔正想显化原形，用翅膀给江宁当护盾，可马上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那一道道撕裂空气的箭矢在距离几人10丈开外的距离处统统撞到了一堵无形的屏障上，无力坠地。散落在地上的箭矢围成了一圈，密密麻麻。石像魔看了看正在坠地的箭矢，又看看还在被抽取元气的江宁。乖乖，这位大爷这么离谱的吗？一边被抽取海量的元气，一边还能放出气机形成屏障，他的元气该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吧？大爷，补天石！石像魔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抬头看向天上。什么？补天石？刘瑾、熊文静两人同时大惊。江宁仰头望去，只见空中有一颗小小的亮点在密集的箭雨缝隙中闪动。什么是补天石？江宁淡淡问道。说起补天石，这玩意儿可就厉害了。万年前人魔妖3族大战，后来魔族一统3界，可由于那一场大战旷日持久，将天道打出了漏洞。于是我魔族大帝便取圣山灵石，以天地之精华炼出7749块补天石，用来填补天道漏洞。所以说补天石乃是天道级别的存在，是正儿八经的无上仙宝，所以补天石又叫做魔帝石，我魔族大帝。石像魔刚想继续吹捧，可他立马反应过来，大爷，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刘瑾和熊文静同时看向石像魔。好家伙，上古天神女娲补天的神迹，到了你们魔族竟然还衍生出了其他版本，你们魔族也太爱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吧。说重点。江宁淡淡道，那补天石可是天道级仙宝，单单是一块就能蕴藏无穷无尽的灵气，是吗？江宁缓缓收回目光，本王看看这块补天石究竟有多能吸。江宁突然放开了静止，只见一道白色气浪冲天而起，那颗悬在空中的补天石一瞬间绽放万丈白光，整片天地就好像一瞬间开了灯一般，如同进入了白昼。这一刻，站在瓮城上下的士兵，只要目力稍微强一点，就能看清瓮城中的人究竟是谁。只见一袭青衣的江宁身处气浪中，头发140亿飘摇，这是世人第一次看到江宁身上散发出如此浓烈的元气。光是从白色气浪中溢散出来的元气，就能将整座瓮城给灌满。而先前从石像魔身上散发出来的魔气，早已被这股惊世骇俗的力量压制得无影无踪。是梁王殿下，咱们居然在这里对梁王动手。梁王身边为何有一头魔物？这是重点吗？兵卒们的箭雨顷刻之间停下，瓮城突然陷入一片寂静。在场可是有不少兵卒曾亲眼见过梁王一剑开天的神迹。从丰州来的那些修士，平均境界比他们高得多，不还是被梁王殿下一剑斩得漫天血雨？若是梁王一怒，他们搞不好要原地灰飞烟灭。石像魔飞速地挠了挠光秃秃黑亮脑门，刚刚江宁被汲取的元气就已经让他感觉到匪夷所思，可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石像魔麻了。二哥，什么情况？江心死死地盯着正在发着白光的江宁看着，事情已经彻底出乎了江月的预料。江宁能回来，他也就没指望这些兵卒能干掉江宁，不然江宁早死了。他想让这些兵卒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尽量拖住江宁一些时间。补天石散发出来的光芒太过于耀眼夺目，以至于几乎无人看到。补天石反射出了一道光辉，照在江月的眉心处。
他正在疯狂地吸收元气。但对一个纯粹武夫而言，元气不重要。可他江月所修炼的是天皇功，这是一门淬炼肉体的顶级神功。他将天皇功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直接吸收元气，锤炼肉身。吸收的元气越多，肉身也就越强大。这世上锤炼肉身达到极致的也就13境而已。江月的肉身早已突破至13境，一名13境的纯粹武夫在近身搏杀的前提下，可轻松锤杀15境修士。但他13境的实力不可能打得过江宁，所以他需要更高的肉身境界。13境被称为肉身成圣，那么14境呢？肉身成仙。可肉身13境已是极致，想达到更高深的14境，完全就是逆天而为。这其中所承受的痛苦，常人远远难以想象。正是用了那枚补天石和从招式带回来的上古罗盘，他才能汲取江宁体内的元气，然后渡入己身。他猜到江宁有反制的手段，可以减缓体内元气被汲取的速度。可他却完全没有想到，江宁突然放开了手脚，任由补天石汲取自身元气。江宁体内的元气简直磅礴如无边无际的大海。也好，只要你越强，那我就越强。江月收拢心神，全力转化元气。二哥，你怎么了？脸色怎么如此难看？江心余光瞟到了江月之后，顿时吓一跳。他立马扭过头来盯住了江月。只见江月浑身上下水气蒸腾，整个人就好像一块烧红的玄铁。他的皮肉逐渐开始脱落，整张脸变得面目全非，只能看清人脸的轮廓。二哥，江心有些惧怕，连忙后退了几步。这时候的江心已经成为了熔岩形态，他双手正往下滴落熔岩，脸上的熔岩不断流转，但是却没流到衣服上，他的衣服依旧完好无损。只是现在的江月再也看不出人形。江月通红的身体正在快速发生变化，由亮红色逐渐转变为暗红色，就好像熔岩正在快速熄灭。他的头已经石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江心连连后退，几名统帅也看到了这一幕。原本江宁被抽取元气就已经让人难以理解，可江月这又是什么情况？还没出手，这就把自己烧成一堆枯石了。这时候江月脸上突然裂出一道道裂缝，有金光从裂缝当中迸发出来。紧接着江月脸上褪下一层石皮，在这片白到极致的天地当中，有一团金光骤然迸发，耀眼夺目。江心和几位统帅愣愣地盯着江月，他的头成了金色流体，但可以见其五官。苦练30余年的天皇功，等的就是今天。浑厚的嗓音响彻皇宫。成了，本王终于成了。江月仰天长啸，因为江宁给的元气足够强大，才能使他彻底突破天皇宫的最后一层涅槃。此时此刻，江月再也感受不到半点天皇宫所造成的肉体痛苦，他真突破到了前所未有的肉身14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肉身成仙。他缓缓低头看向金色的拳头，举手投足之间，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拥有足以毁天灭地的神力。虽然江宁的表现让他很意外，可是他同样也有意外收获。二哥，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江心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老二不是走的淬炼肉体的路子吗？这化成金人又是怎么个事儿？很明显，老二的骨肉已经全没了，身上全是这种金色流体，但是可以非常清楚地从老二身上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力量感。老四江月往前走2步，来到城垛边上。本来你二哥这一次是打算连你一块杀。听到这话，江心脖子顿时一缩。不过二哥我已经拥有了足以镇压世间一切敌的力量，所以以后你可以好好的当你的亲王了。哈哈哈！江月轻轻一跃，跳上城垛。老四，还有你们这群贪生怕死之徒，好好看看本王如何镇杀江宁。肉身13境能敌15境顶级修士，然而肉身14境，他的实力绝对在16境以上。现在的他强到他自己都害怕。江月纵身一跃，抬手挥拳，一股恐怖到令人心惊胆寒的力量汇聚在江月拳锋之上。他挥拳的一瞬间，整座瓮城内的空气被急剧压缩，发出震天动地的爆鸣之声，一股接一股威压不断扑向立在瓮城中的江宁。大爷，有一团金光飞过来了。石像魔赶紧指了过去，紧接着石像魔立马抬手遮掩。啊，好他娘刺眼，那是太阳成精了。石像魔惊惧万分，娘的，这些年人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是出了个16境的昭邹，把他镇压了700年，然后又来个江宁，轻松杀了昭邹。可这里又冒出个什么鬼东西？那团金光所爆发出来的神威，简直比昭邹贯穿天地的一枪更加恐怖。大爷，到你了，上！石像魔哪怕闭眼，都已经无法抵挡这强烈的金光。江宁，给爷死！
当，一股巨力撞击在江宁的气机屏障上，毁天灭地的力量倾泻而出，整座瓮城瞬间土崩瓦解。半球形的屏障在这一瞬间被金光照亮。江宁忽然眼露疑惑，虽然他释放的气机形成的屏障不强，但屏障上居然出现了裂缝。而处在江宁身边的几人，一个个虽然都难以睁眼，可他们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团金光正在飞速靠近。江宁抬手一挥，几人迅速往后退去。这一刻，江月冲到了江宁面前，一拳砸向江宁的脸庞。只见江月悬浮在半空中，保持着出拳的姿势，而他的拳头距离江宁的脸还有1寸的距离。这一拳轻松破了江宁的气机屏障。他觉得江宁也不过如此，但他那张金色流光的脸上突然闪现一丝惊惧。也仅仅只是这一瞬间而已，江月就看到江宁抬手，反手一巴掌抽在江月脸上。江月的脸瞬间变形，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被抽飞出去。他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全力一拳居然没能撼动江宁分毫，而且甚至还被江宁随手一巴掌抽飞。这怎么可能？他双眼大睁，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他一直以为老大是江宁杀的，他现在总算明白老大是怎么死的了。可他的意识也仅仅存留了这么一瞬间而已。江月彻底被江宁一巴掌拍散了，就如同江宁随手泼出去一盆金色的液体，又像是打了一个铁花。刺目的金光变成了一朵绚烂夺目的铁花，与崩碎的瓮城一同绽放，美轮美奂。江月就这么被江宁轻描淡写的一巴掌干没了。江月本人连同身上能抵挡15禁全力一击的护体法器，全部消散在这朵铁花当中。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江宁打得有来有回，所以先出一拳让世人知道他如今的神威，甚至连那把正阳刀都没拔出来。恐怕他到死都不会相信，他隐忍这么多年，甚至完成了涅槃蜕变，身体早已超凡脱俗，却敌不过江宁随手一挥。如果早知道他引以为傲的天皇宫在江宁面前依旧不值一提的话，他绝对不会有半点夺嫡的心思。可是到头来，齐王江月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夺目的金光消失，天地之间又陷入白昼，整座瓮城坍塌成一片废墟，兵卒们摔倒了一大片。卧槽牛逼！一声尖锐又浑浊的破嗓音突然响起，打破了废墟内的宁静。大爷牛逼！石像魔没什么文化，但他跟魔族当中一位与人族亲近的魔修有所来往。那位魔修告诉他，以后行走人族大陆，碰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又让他非常激动的事情。大喊牛逼就对了。刘瑾和熊文静站在江宁身后不远处，看着江宁的背影，张大嘴巴呆愣住。到这时候，那块补天石依旧还在汲取江宁体内的元气，从未停止。他们料想江月突然变得如此强大，江宁如果打得过江月，也应该会施展神通手段才对，没准两人能在这座瓮城内大开大合的打一场。可两位实力深不可测的顶级强者打起来，怕是连皇宫内的所有禁制都得被打碎。他们这群距离战场最近的人肯定会遭殃。然而江宁不仅仅轻松护住了他们，刚刚甚至又放出了一道屏障，挡住了冲击波外泄，就好像干掉江月才是最顺手为之的事情。喂，你们怎么不跟本座喊啊？快跟本座一起喊啊！大爷牛逼，大爷牛逼，牛逼！江宁全然没在意，缓缓抬头看向那枚补天石。大爷，快收下那宝物，那可是我们魔族至高无上的补天石。石像魔激动地跳到江宁身边，朝着天上指指点点。我很好奇，他能撑多久？江宁不再任由补天石汲取自身的元气，而是直接加速将元气倒灌进补天石。他想看看这世间的至高仙宝能将他体内的元气吸到什么程度，他也好对仙宝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砰！轰隆隆！江宁这才倒灌不到一息的时间，补天石炸了，炸响传出不知道多少里，不断的传来回音。啊！石像魔激动的神色戛然而止。这是什么逼动静？石像魔看看江宁，又看看逐渐昏暗的天空。这可是补天石，好东西啊！不都说人族修士最喜欢收集各种仙宝吗？这位大爷直接将补天石撑爆了，搁这玩呢？暴殄天物，简直暴殄天物！石像魔气急败坏，是暴殄天物。江宁提醒了一声，然后迈开脚步往前走去。刚刚造成这么大的动静，想必已经惊动了父皇。走吧，随本王进宫。石像魔立马跟上，刘瑾紧随其后。他总算舒了口气，他又低估了九殿下的实力。这位殿下绝对已经天下无敌了。这时候12位统帅们赶紧小跑了过来，他们拦在江宁面前，直接双膝跪地。殿下，我等都是被齐王以圣旨的名义召集至此，我等并不知道齐王是要对付您，方才放箭也是天太暗，我没看见殿下，我等对您并无二心，还望殿下明察秋毫。
恳请殿下明察秋毫。几位统帅同时俯首在地，诚惶诚恐。本王想杀你们，你们觉得你们会死在江月后头？江宁淡淡问道。多谢殿下不杀之恩。几人闻言如蒙大赦，跪在地上疯狂磕头。他们极怕江宁误以为他们要跟江宁作对，那等待他们的唯有一死。江宁点了点头，从几人中间穿行而过。在那片废墟当中，四皇子江心傻傻地跪在地上，眼看着江宁穿过废墟，消失在皇宫当中。一开始他见江月轻松破了江宁的屏障，真以为江月能一拳震杀江宁。可是这变化实在是来得太突然，他完完全全没有反应过来。不是，我二哥呢？我这么大一个金人二哥呢？就这么没了。城中突然陷入一片白昼的时候，爹，出大事了！于天虎飞一般的跑进于府。这时候于承洪和于天相也被强烈的白光惊到，听到于天虎的声音，连忙来到前堂。梁王他回来了。于天虎满脸焦急，扯着嗓子大喊：你说什么？刚刚齐王带人封锁了皇宫之后，梁王就骑着一头魔物到了玄武门外。他回来了，真回来了。这怎么可能？江宁跟其他皇子一起去了丰州，其他皇子都回来了，而江宁迟迟没有动静。他不应该是被招氏干掉了吗？为什么还能活着回来？真的假的？于承洪抓住于天虎的胳膊，厉声问道。千真万确。于承洪当即虎躯一震，他这下彻底傻眼了。江月说江宁回不来，他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他吃了江月画下的大饼，决心转投江月，从此以后依旧可以飞黄腾达。可是现在于天虎居然说江宁活着回来了，而且还是骑着一头魔物回来的，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于承洪说蠢也不蠢？他总算是反应了过来，他被江月坑了。江月骗他说江宁回不来，就是要从他手中骗取补天石和正阳刀，而江月拿到这两件器物不为其他，正是为了对付江宁。所以于承洪到头来自己害了自己的亲外甥。那是补天石。于承洪看了一眼挂在高空的那道光源，以他的目力隐隐可见一道白气正在被光源疯狂汲取。补天石有什么作用，于承洪非常清楚，吸取修士的元气就会绽放光芒。可是于承洪这辈子都没见过补天石亮到这种程度的情况，这是得吸收多少元气？爹，这是咱家这块补天石？于天相不可置信地问道。于承洪嘴角抽搐，硬是没回答出一个是字来。看样子于承洪纠葛了半天，没继续往下说。江月有补天石在手，镇杀江宁怕是轻而易举。虽然江宁在丰州没死成，可若是死在江月手中，他于是不还是可以转投江月，将来不还是荣华富贵？想到这一点，于承洪觉得这是虚惊一场。这也怪不了他，要怪就只能怪江宁这个混蛋不听劝。走，过去看看。父子三人刚刚出门，就看到皇宫的方向迸发出一团金光，然后就听到了江月威严至极、响彻天地的洪钟之声。苦练30余年的天皇宫，等的就是今天。成了，本王终于成了。父子三人施展神通，绕开了皇宫，往玄武门的方向赶去。可还没的地方，忽然听到一声震天巨响，当！紧接着，那团耀眼的金光就消失不见。然后，他们又看到皇宫玄武门的方向绽放一朵绚烂的金色铁花，金光消失不见。然后，就只剩下那颗挂在天上绽放光芒的补天石。于是，父子三人还没到玄武门，忽然听见一声猛烈的巨响。只见一道冲击波以挂在天上那颗补天石为中心，激荡而出，如白昼的天地逐渐暗了下来。苍穹上的浓密乌云中间留下一个巨大的圆形缺口，天边一圈乌云，中间则是璀璨星河，皓月当空。完了，补天石炸了！于承洪见状，心都快滴血了。这可是他们于氏压箱底的宝物之一，就这么碎了。他不知道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加快速度赶了过去。江月把补天石弄碎，他一定要让江月好好的补偿他。终于，于是父子绕过皇宫，赶到了玄武门外。此刻哪里还有什么玄武门，连同整座巨大的瓮城都成了一片废墟。皇宫内拥有各种保护禁制，每一座瓮城都是拥有阵法加持、壁垒固若金汤。而皇宫正北门玄武门可以说是全京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门。然而现在，玄武门都成了一片废墟。这里到底经历了多激烈的战斗？从刚刚玄武门传来的动静来看，战斗好像也只持续了不过一息时间，就决出了胜负。于承洪赶紧跑进废墟，此刻不见江月，也不见江宁，只剩下还愣在废墟当中，完全没有回过神来的12位兵卒们。天虎，快去问问什么情况。于承洪压着焦急的情绪，沉声道。于天虎立马跑进废墟，很快就看到
还跪在地上的几位统帅。崔将军，这是怎么回事？于天虎赶紧将崔姓统帅拉起来，急声问道。崔姓统帅嘴皮子哆嗦得非常厉害，他以为他们跟江月站在一块，江月被江宁秒了之后，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他知道江宁想杀人，只不过一念之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身份，他要杀你，你完全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但是江宁并未杀他们，甚至没跟他们计较。梁王回来了？于天虎又问道。崔姓统帅颤抖着点头。他人呢？于承红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江月，也没看到江宁。若是于承红看到江宁，才是最坏的结果。江月活没活，这都无所谓，重点是江宁一定要死。他这一步一经迈出，就注定收不回了。哪怕江月跟江宁同归于尽，那也是一桩好事。毕竟从刚刚的动静来看，这两位谁都不是省油的灯，谁将来上位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崔姓统帅还处在惊恐当中，半天没回答于天虎的话。于承红见状，以为江宁多半是死了，江宁怕是没了。于承红想着想着，突然就将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对，他一定没了，这是于承红如今最想要的结果，因为他覆水难收。江宁不死，他就是世主的反骨仔，只有江宁死了，他才能前途坦荡。其他几位统帅可是都非常清楚，刚刚调派回京的于承红是江宁的亲舅舅，他们觉得这次于承红回来，有江宁为他撑腰，肯定能当上宰辅大官。可是于承红是怎么回事？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他怎么一副巴不得江宁去死的样子？不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他们这几位当局者早就把江宁的实力看得清清楚楚了。不管在任何前提之下，只要他们得知自己要对付江宁，那么他们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意跟江宁对线。可是于承红这位旁观者为什么这么迷？不行，得离他远一点。于承红在江宁背后说他坏话，简直愚蠢至极。万一江宁以为于承红跟他们一伙的，他们也得遭殃。几个人的想法非常一致，还跪在地上的统帅们这会儿腿也不抖了，也回过神来了，直接爬起身来，转身就走。哎，崔将军，几位袍泽，你们怎么走了？回答我的问题啊！梁王殿下他人呢？于天虎喊了两声，几个人也不敢搭理于天虎，加快脚步离开。在他们眼中，于天虎也成了个蠢货，他甚至还不如熊文静。于天虎明明知道12位有动静，却还躲在家里不过来。他们于是一个个究竟都是怎么回事？放着一条阳光大道不走，非得走断头路。此刻废墟中某处阴暗角落内，五皇子江胜脸色一片煞白。原本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他先偷偷进宫，看看老九到底能不能回来。如果老九不能回，那么他就不露面，他可不想第一个被老二干死。如果老九回了，那就是情况定，最好是等两人打到两败俱伤，然后帮助相对较弱的那个。现在相对较弱的那个连渣都不剩了。然而相对较弱的那个，其强大的程度还是远超他的理解。老二以肉身13境，这一点很多人都能猜得到。可是刚刚那惊人是个什么情况？那种澎湃不息的力量又是什么情况？就在老五跟老四的想法差不多，本来以为老二天下无敌的时候，老二没让他们失望，轻松一拳破开了江宁的气机屏障。感受到老二身上传来的力量，五皇子羡慕嫉妒恨。然后江宁一巴掌将刚刚完成涅槃的老二扇没了。他可以确定自己没看错，那就是一巴掌。那一瞬间，他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把愣在废墟当中的老四赢掉，向老九投诚。可是老九什么手段？老九想灭谁，不是一个巴掌的事情，还需要他凑什么热闹？他发现老三确实是有先见之明，今天谁敢对老九动手，谁就会死。夺嫡？夺个屁！老九就在京中待着，也就是老九性子沉稳，不急不躁。但凡老九的性子急躁一点，其他所有皇子早就被老九杀完了。这嫡谁爱夺谁他妈夺去，我江胜退出了。这处军名显示老九的了，等明天天一亮，我就去给老九磕一个。没准等以后父皇万年之后，老九继承大统，他江胜还能到地方当个逍遥藩王。走了走了。江胜转身离去，消失在黑暗中。此时清心殿，一袭道袍的皇帝站在庭院中，最近这几日他苍老的容颜恢复了几分神采。老二从哪弄来的补天石？他成了？成什么了？肉身成仙。朕的这些皇子都年纪轻轻，可好像一个个本事都比他这位帝国君主要大。先是陆地神仙的大皇子，然后是肉身成仙的二皇子，还有隐藏实力的三皇子，最重要的是实力深不可测，而且从来没尽过全力的九皇子。这样显得他这位君主很弱啊。这次派诸位皇子去丰州，一切都是为了利益，要么将老九灭杀昭氏，要么昭氏镇杀江宁。关于皇后之死，
此次老九的丰州之行定能将这个问题解决，而他可以作弊上官，不需要给任何人交代。今日他一直在关注各位皇子的消息，也知道老二假传圣旨，调集8万精军围了皇城。皇帝没有动作，甚至都没调动任何一个宫廷禁卫。若是生在寻常世家，他也想当个合格的家主，团结家人，称霸一方。但生在帝王家，有些事情他左右不了，谁让他也是靠外戚上位的呢？正当皇帝出神的想着，补天石炸了，玄武门那边突然就没了半点动静。不多久，皇帝感知到一股强大的魔气正在接近。这时候，数百隐藏在暗中的宫廷禁卫统统瞄准了魔气来源。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魔物轻而易举地进入皇宫，但只要那魔物敢有所作为，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镇杀魔物。紧接着，3道身影走入清心殿庭院中，为首者是九皇子江宁。见到江宁后，暗中的宫廷禁卫稍稍放松了警惕。江宁上前一步，恭敬行礼：“参见父皇。”无需多礼。皇帝见到是江宁到来，内心有些激动。现在他也明白，老二在玄武门堵的人是谁，正是江宁。而刚刚那动静就是老二和老九造成的。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江宁，则说明老二肯定没了。他当年也亲手诛杀过亲兄弟，谁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手下留情。老奴参见陛下。刘瑾立马行礼：“平身。”皇帝没将刘瑾当回事儿，目光落在了石像魔身上。这个满身漆黑、头顶又发亮的家伙，身上溢散出来的魔气缓缓下沉，在脚边扩散，形成一圈浓烈的黑紫色魔气。14境大魔，好强大的魔气波动！皇帝百思不得其解。江宁之前去了一趟灵州，弄回来一头肉身成圣的老猿，这次去了一趟丰州，连14境大魔度给弄回来了。你就是人族皇帝，大爷的亲爹，那小的应该叫你大大爷。石像魔学着人族的礼仪，朝着皇帝拱手行礼。在石像魔眼中，人族的礼仪就是繁琐。这不，刚刚大爷才行了礼，这个老干巴又行礼。这位人族皇帝也是不厌其烦，挨个回应。要是在他们魔族，可没这么多繁琐的礼仪。皇帝闻言，先是一愣，然后哈哈一乐：“大大爷。”他活了78年，第一次听见这种称呼。不过石像魔管他叫人族皇帝，这让他非常受用。他只是中原王朝的皇帝，还没达到统一人族，成为人皇这个地步。上一个能让万邦来朝，被世人尊称为人皇的，还是太祖爷。当然，哪怕是太祖爷，那人皇也有极大的水分。魔族，石魔族，石像魔就是小的了。大大爷以后有啥需求，比方说想去哪里玩，尽管吩咐，小的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坐骑。石像魔开启了话痨，但皇帝对与石像魔唠嗑并无半点兴趣。老九，怎么来的？皇帝问道。石像魔被招式以铁链筋骨将他压制在第10境，圈养在秘境。每一次秘境开启，招式便将石像魔放出，助他们杀人，以此汲取修士武夫的精元。而雾灵花国有压制武夫修士境界的规则之力，进入秘境的都会被压制到10境以下。江宁如实禀告道：“不对，大爷您说错了，准确的说是昭邹那老狗在汲取死者的精元，甚至还汲取小的魔气，可恶，简直可恶！”石像魔一脸愤慨地纠正道：“昭邹，那可是灵帝时期的人物，是大夏王朝中期的国之柱石，死后被追封异姓王，活了700多年没死，这已经不属于15境的阳寿范畴。难道昭邹破入了16境吗？”昭氏大部分人，包括卢国公昭达、世子昭英在内的3房嫡系，已被尔臣诛杀。诛杀了昭氏，实在是干得漂亮。昭邹是何境界？16境。是。皇帝心中倒吸一口凉气，他一直没询问过江宁境界。这段时日，根据江宁的表现，他估计江宁远超15境，起码16境。而这一次江宁亲赴丰州，能在昭氏的地盘轻松诛杀昭氏全族大部分人，难道他的境界达到了17境？古往今来，有人达到16境，可有人达到过17境？完全没有。方才老二是否肉身入14境？是。果不其然，老二这家伙藏得比老大还深，这都肉身14境了。同样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皇帝最终还是没能压制住心中的疑问。老九，你如实说，你是何境界？皇帝问道。天上天下，皆不可与我为敌。皇帝陷入沉默，老眼深邃。刘瑾。江宁轻轻唤了一声，刘瑾立马上前，双手托住锦盒，呈递到皇帝面前。这是雾灵花果，雾隐秘境当中压制境界的规则之力，就是由此仙果散发出来的。江宁解释道。这些机密居然连他这位皇帝都不知道。江宁带回雾灵花果，对他而言确实是意外之喜。当年玄宗为了得到雾灵花果，付出了天大的代价。
可是江宁人是今天上午去的丰州，晚上回的京师。他不仅仅诛杀了招式，收服了石相魔，还取回了仙果，而且还在进宫的途中顺手将老二也杀了。真的是人挡杀人，神挡杀神。皇帝亲自接过锦盒，转身走向清心殿。刘瑾传旨，诸皇子和文武百官于明日参加早朝，任何人不得缺席。遵旨。老九，一路辛苦，早些回去歇着吧。皇帝走进清心殿，在女国师对面盘坐下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仙果，可皇帝却有些开心不起来。朕明摆着被江宁带飞，开始躺赢了。石相魔非常有眼力见，直接画出原形，等江宁跳上后背，立马升空。你认识路吗？你就乱飞。哦对，大爷您住哪？那棵巨树。啊，大爷，那巨树是您家的，就这么招摇的种在外面，不怕人惦记？石相魔很惊讶，别家把这棵巨树种在外面，被我惦记上了，所以我抢了过来。可你觉得谁敢惦记我的东西？也对，大爷就是大爷，您站稳了。咻！石相魔飞到了王府前庭，江宁轻轻一跃，飘然落地。老袁第一个注意到江宁回来，他从骨怀一跃而下，重重落在江宁面前，发出一声巨响，吓老子一跳。石相魔见，我去，大基佬！石相魔眼看着老袁在江宁面前手舞足蹈，一条长长的黑色舌头吐出，顺着嘴巴晃荡了一圈。对于魔族而言，人一点也不好吃，可是诞生在人族领地内的灵兽就不一样了，吃一头灵兽比吃100个同境界的人还要滋补，尤其是这种活了1000年的灵兽。石相魔忽然想着把老袁吞下，他绝对能原地步入15境，成为更强的坐骑。石相魔小声问道，大爷，小的能吃了它？这灵兽肯定是大爷养的，能不能吃得先问过人家。一顿饱和顿顿饱，他完全拎得清，你不妨试试看。江宁淡淡一笑。石相魔得到肯定的答复，趁着老袁不注意，张嘴一口就咬住了老袁的脑袋，然后将老袁叼起来，想将老袁囫囵吞下。紧接着石相魔的喉咙就被卡住了，这玩意儿不仅仅非常硌牙，连吞都没办法吞下去。老袁，天怎么又黑了？于妃娘娘，王爷回来了。宁儿，你可算回来了。于妃从江宁的神识分身得知江宁并无事发生，所以她现在并不担心，她只是单纯的见到儿子开心而已。儿臣参见母妃。这是什么？石相魔，他在吞食小白。江宁不再理会石相魔和老袁，搀着于妃往王府后院走去。不用管吗？母妃无需担忧，他们闹着玩呢。江宁淡淡笑道，这次去丰州可还顺利？杀了招式不少人，刚刚在玄武门杀了7王。江宁风轻云淡的淡笑道，时候也不早了，你今天早些歇息，明日再慢慢聊。于妃关切的说道，好，母妃晚安。翌日，江宁起了个早，穿上了绯色经文蟒袍。比起白色蟒袍的潇洒和紫色蟒袍的庄重，这身绯色蟒袍则更显得霸气。他来到古槐树下，立马就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化成人形的石相魔和老袁面对面坐着，石相魔正在眉飞色舞的跟老袁讲故事。老袁一边玩弄着手指，一边时不时的抬起目光看石相魔一眼，好似都听懂了一般。老袁身为一头灵兽，活了1000年，早就开了灵智，他能理解大量的复杂指令，也会察言观色，揣摩主人的心思，看主人的眼色行事。但他在没修成人形之前，绝对无法全盘理解长篇大论的内容。开灵智和拥有智慧意识完全是两码事。小白，江宁喊了一声，然后开始例行投喂。老袁见早饭来了，立马兴奋了起来。石相魔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亮了。这大基佬长相凶恶，那双粗壮的獠牙就是他撕咬力的象征。可这家伙竟然吃素，他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这时候，刘瑾走进王府前庭，参见殿下，老奴来接于妃娘娘进宫。江宁点了点头，示意他请便。大黑，不要乱跑。大爷您放心，小的绝不乱跑。江宁拾起一块浆果丢给石相魔，石相魔差点就学着老袁的样子用嘴去叼。他接过看起来颜色就非常健康的浆果，马上就闻到了一股香甜的气息，尝了一口，清脆多汁，清朗爽口。我去，这是啥啊？这么好吃，这也太牛逼了吧！他并没吃过浆果，整个魔族统统都食肉，完全不吃一点素。那是因为魔族大陆的植物结出来的果实只有更难吃，没有最难吃，所以石相魔下意识的以为这浆果极其难吃。可是现在，这不比肉好吃多了。江宁投喂完浆果之后，于妃走了出来，母子2人同乘马车一起进宫。昨夜补天时爆炸，驱散了阴霾，今日晴空万里。文武百官陆续进皇城，汇聚在太极殿外。于承洪穿过人群，走向前排。
他发现文武百官都用羡慕眼神看他，但他很清楚，这些目光的背后是十足的嫉妒恨。上一次被官员以这种眼神看待，还是20年前于妃诞下皇子那晚。那时候的于承洪谦生正三品，可谓是意气风发。然后于是就慢慢遭受排挤打压。于承洪谦生从2品到南方担任按察使，实际上就是明升暗降。于承洪却感到非常奇怪。昨夜玄武门发生事端之后，整个京师都陷入了安宁。陛下连夜发布圣旨，要求在京官员必须参加早朝。而昨晚玄武门那些人，上到武将，下到兵卒，完全没人搭理他们父子3人。所以到现在，于氏父子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江月去哪了？江宁又去哪了？于大人，恭喜恭喜啊！户部尚书朝着于承洪连连拱手道贺。于大人，这次回京定能再往上走一步，正2品10拿9稳咯。另外一名官员笑着说道，说不定还有个从1品的荣职等着您呢。又一名官员笑道，于大人回京步步谦胜，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群同僚呀。还有2位小将军，这一次肯定也能加官进爵。于是父子3人一个比一个奇怪，他们都是哪里收到的风声？他们要加官进爵，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啊。一些文官围着于氏父子连连道贺，让父子3人都无所适从。而其中有几名武将则离这父子3人远远的，正是熊文静他们几个。于是父子3个蠢货不明就里的站在江月那边。江月被九殿下一巴掌干没了，他们父子3人怕是玩完了。熊文静甚至有点为于天虎感到惋惜。原本于天虎多好的开局，从九殿下回京开始，于天虎就跟在他身边做事，也算尽职尽责。他们昨晚在玄武门没有看到于天虎出现，还以为于天虎站在江宁那边。可江宁到玄武门外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于天虎的身影。等事情结束之后，他们又跑过来，巴不得看江宁去死。这件事情，他们几个统帅当真是旁观者清。于天虎多半是被于承洪连累了，不然他将来的地位想不到有多高。不只是于天虎，可能整个于氏都被于承洪给连累了。明明躺着就能赢，非要着急上杆去送。太极殿大门打开，于大人，您请。户部尚书很客气地做了个请的手势。不，您先请。不，您先请。于大人，请。于承洪被簇拥着登上白玉阶，这种领衔百官踏入太极殿的感觉，他生平第一次尝试。这种被人高高捧起、至高无上的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走在最前面的皇子们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昨晚5皇子江胜从宫中离开之后，第一时间去找3皇子，并说了一下玄武门的结果。4皇子人也在现场，也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其他几位没有进宫的皇子都派人盯着玄武门，也知道玄武门的情况。官员们之所以把于承洪捧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以为江宁今日要封储君，于家从此要一飞冲天。而官员们并不知道于承洪转投了江月。可皇子们还是很纳闷，于承洪难道不知道玄武门的情况？尤其是在昨晚在现场的4皇子和5皇子。4皇子昨晚就被吓傻了，刚刚还是被人从王府中抬进宫来的，到现在也是被小太监扶着上殿。5皇子回头瞟了于氏一眼，你于氏完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只想快点见到老九，然后给老九磕一个。朝臣们在太极殿上列好，几名宰辅大臣纷纷将最前排的位置让给于承洪。于承洪推辞了几番之后，还是站在了前排。当然不是最前排，最前排还有几位皇子。往日他们也不怎么来早朝，但今天有皇命在身，所以都到齐了陛下驾到。皇帝从大殿左侧进入，仪态苍老的皇帝已有整整5年没有正式上过朝，同样也整整5年没穿过龙袍。他身着明黄色龙袍，头戴皇冠，腰系玉带，走到高台之上，面向群臣，端坐于龙椅之上。虽是老态龙钟，依旧尽显帝王威严。一想到昭氏被江宁从脚脖子处截肢，他就神清气爽。江宁陪于妃进宫，姗姗来迟。母子2人走到了太极殿广场上，来到雕龙白玉阶前停下。宁儿，快去吧。这时候在殿外后面的于天相和于天虎一看到江宁，登时惊愕失色。江宁他昨晚没死在玄武门。江宁登上白玉阶，从太极殿正门进入，穿过群臣来到前排站定。他正好站在于承洪面前。于承洪一直在找江月的身影，可是等了半天依旧不见江月出现。可当他现在看到江宁背影的时候，顿时呆若木鸡。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江宁死，江月活；不好不坏的结果是这2兄弟同归于尽；而最差的结果，也是他最不敢想的结果是江宁没死。他恍神了很久，感觉3魂7魄即将夺体而出，久久无法归位。最差的结果出现了，于承洪虎躯一震，往后踉跄一步。
离他最近的户部尚书立马侧移一步，扶住于承洪。于大人，别太激动了，木已成舟，你们于是算是彻底熬出头了。户部尚书将声音压得极低，可于承洪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的神情越来越慌乱，耳旁传来嗡鸣：“臣等参见陛下。”平身。皇帝的目光重新打量了江宁一阵。今日早朝，朕只说2件事：第一，梁王宁顺利完成朕命，立梁王宁为储君。皇帝的声音响起，苍老威严。这已经是群臣预料之内的结果。今日江宁立储，不过是顺理成章罢了。最近给江宁办过几件事的户部尚书神色愈发激动。第2件事应该就是升于承洪的官。户部尚书不自觉地往于承洪这边靠了一步。不等皇帝开口说第2件事，只见一位皇子3步并作2步冲到江宁面前，扑通，这一声跪地声清澈悦耳。江胜就等着皇帝册封江宁这一刻，完全没有半点犹豫，跪在江宁面前：“臣兄江胜参见太子殿下。”没人能想到五皇子江胜居然会这般失态。大夏王朝并没有严苛的跪礼，只有戴罪之人才需要下跪。好在江胜是给太子下跪，不然皇族的脸都丢光了。众人不理解他没关系，因为众人没看到江宁是怎么杀江越的。但他清楚啊，这一跪他就是要让江宁知道，他将来再也不会跟江宁争夺储君之位，因为他这一跪也会让支持他的那些党派彻底对他失去信心。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他这位弟弟强大到令人发指。群臣愣了片刻，这才反应过来臣等参见太子殿下。江宁把五皇子托扶起来，淡淡道：“不必多礼，谢太子殿下。”从次日起，太子迁东宫监国，主理朝政大事。皇帝的声音再次响起：“儿臣遵旨，传于妃上殿。”皇帝沉声道：“传于妃上殿。”太极殿外的小太监吆喝了一嗓子。于妃赶紧整理仪容，在一名小太监搀扶下，踏上白玉阶，进入太极殿。她为妃子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被陛下召进太极殿。感受到群臣投来的目光，于妃心神震颤。册封于芷为皇后，主管后宫一切事宜，改梧桐院为梧桐宫。于妃听到皇帝的话，神情有些恍惚。在这个修行为尊的世界，她这个境界不怎么高的氏族女，也就占了个国公嫡女身份的便宜，才能嫁入皇族。被皇帝在太极殿上召见，对她而言已是无上殊荣。可她没想到，在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她有幸能被册封为一国之母。前皇后昭春华之所以能成皇后，不仅因为她的出身，还因为她有着12境的修为。她很清楚，这都是托了江宁的福分。母凭子贵，没有江宁，也就没有她的今天。臣妾谢陛下大恩，臣等参见皇后。这可是于妃第一次接受群臣参拜，她心神摇曳，甚至有点受宠若惊。都免礼，谢皇后。老九。皇帝站起身来，转身走下台阶。朝中大事便交给你了。是。散朝。皇帝说完散朝后，人就已经离去。于妃看着江宁，激动得泪流满面。母妃，不要激动。娘不是激动，娘是……于妃一阵哽咽，有些说不上来话。江宁扶着于妃走出太极殿。这时候，群臣围在于承洪身边。于大人，九殿下升太子，您脸色怎么如此难看？对啊，于大人，您不是该高兴才是吧？嗨，兴许于大人是太高兴了。于承洪眼神有些呆滞。他高兴？他该怎么高兴？拿头高兴。他刚回京，恰好遇到陛下派诸位皇子去丰州，而他却以为自己是长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阻止江宁去丰州，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江宁敢去，他们于是不会给江宁提供半点支援。然而江宁不仅去了，而且还回了。陛下说江宁完成了皇命，意思就是江宁从丰州带回了仙果。原来江宁根本就不需要于是任何帮助，而昨天他被江越哄骗，把家中压箱底的宝物交给了江越，却没想到江越是为了对付江宁。可是现在江宁出现在朝堂上，江越却不见踪迹。昨天晚上江越就已经生死道消了。一想到自己对江宁态度孤傲，而对江越却极尽谄媚，他才发现自己是本末倒置了。江越是王爷，江宁难道就不是？难怪昨晚玄武门的那些人不愿意搭理他们父子3人，是怕被他们牵连他于承洪相当于直接帮别人害自家外甥。愚蠢，愚蠢啊！自己把自己给害了，满心悔恨，肠子都悔青了。于承洪想着想着，不禁老泪纵横。看看于大人激动的都哭了，换谁谁不激动？亲外甥当太子监国，亲妹当皇后，换我早哭得满地打滚了。于大人，你们于氏的好日子开始了。我本以为陛下会给你升官，不过虽然你今日没升官，改日也能位列一品。于承洪没有回应任何人的话，
一副六神无主的姿态，缓缓走出了太极殿。众人见于承红的神态不对，一个个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于大人这是怎么了？这状态不对吧？难道是一时激动冲昏了头脑？江宁在太极殿广场上停下，殿外候旨的群臣立马行礼，参见皇后，参见太子，恭贺皇后娘娘，恭贺太子殿下。声音一浪盖过一浪，江宁波澜不惊，表里如一。太子监国不过水到渠成罢了。等皇后喊平身之后，熊文静走到了江宁面前。殿下，末将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熊文静沉声道：讲。昨晚齐王在玄武门设伏之时，末将见他身上配有正阳刀。在您离开玄武门之后，于承红父子三人赶到，他们好像巴不得殿下您死。末将怀疑，于是与齐王勾结，意图谋害殿下，请殿下明察。此话一出，掀起惊涛骇浪。除了昨晚在玄武门的人以外，他们都以为于是要飞黄腾达。可是谁也没想到，熊文静居然会当众说出这么一番话出来。不是熊文静想逼迫江宁对他的亲戚下死手，而是熊文静实在是看不惯于承红昨晚那做派，一上来就说什么殿下怕是没了，这不是巴不得殿下去死吗？这种人怎么配当江宁的舅舅？虎毒还不嗣子，一个亲舅舅就好像跟江宁有血海深仇似的。同理，他也看不惯于天虎。江宁总的来说对于天虎并不错，龙香卫那一营兵马是12位最强的兵马，一直到现在龙香卫可都是于天虎在统领。12位还活着的将领当中，不论个人实力的话，于天虎和那2营兵马就是最强。他活了几十年，什么勾心斗角的事情都见过，但他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离谱的人。在于氏的利益和江宁的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于承红尚不清楚江宁的死活，就急匆匆地转头江越。于承红简直是反骨上长了个人。殿下，您对于天虎有恩，与他权柄，他不仅仅不懂知恩图报，甚至还伙同外人暗害殿下，这种人简直猪狗不如。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熊文静舒服了。广场一片寂静，于天虎兄弟2人有些呆傻，尤其是于天虎，他感到有些无辜，因为他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于承红在谋划什么。从一开始于承红不支持江宁去丰州，他就有些反对，但是他没做什么。等他昨天知道之后，补天石都被江越给拿过去了。他承认昨晚他确实犹豫了一瞬，但他绝对没有产生坐山观虎斗的想法，而且他并不觉得江宁会完败。可是现在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他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本来不说得到了江宁的重用，起码江宁也一直没有疏远他。原本他于是拥有大好的开局，就这样被愚蠢的老爹一手葬送。这时候很多跟在于承红身后的官员纷纷停下了脚步。于承红父子3人伙同外人对付江宁，于承红是有多想不开啊？原本想巴结于承红的官员们突然明白为什么于承红在见到江宁之后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原来他不是激动到失神，而是做贼心虚。你于是拥有这么一位皇子作为亲戚，将来天下都是他的，于是居然愚蠢到跟江宁作对。于承红。江宁转身面向于承红，淡淡开口。他不认识正阳刀，也不知道于是拥有补天石。他并不喜欢于承红这种倚老卖老的性格，若不是看在他和母妃是亲兄妹的份上，他当时完全没有踏入梁王府半步的资格。亲舅舅跟外人勾结，谋害亲外甥，这事儿连江宁都感到费解。他们招氏分别支持3位皇子，尽管3位皇子互相算计，但他们招氏从来没有勾结外人对付自家支持的皇子。这于承红连招氏都不如，简直可笑。于承红听到江宁的声音，终于回过了神来。扑通，于承红跪倒在地，彻底陷入颓然。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于承红一头栽在地上，痛哭流涕。他肠子都悔青了，但是又有什么用？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别人是实力不及江宁，被江宁打死的，他于承红是蠢死的。你无需多言，姑给你一个自我了断的机会。江宁淡淡说道。于承红猛地直起身子来，瞪大双眼看向江宁。宁儿，我可是你亲舅舅啊，难道你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杀亲舅舅吗？于承红声音颤抖，老泪纵横。于承红只从江宁的眼神中看到了冷漠，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情感波动。杀不了。江宁反问道。于承红，狗贼，太子殿下给你机会自裁谢罪，你还不快快动手？刚刚一直给于承红捧臭脚的户部尚书赶紧站出来表态，他可不想被江宁认定为是跟于承红一伙，共同串通外人谋害江宁。宁儿，我于承红非常想打感情牌，可是他却又无牌可出，因为江宁从小到大就没有跟他们培养过任何感情，他们之间仅仅也是拥有血缘关系而已。
于承洪死到临头，这下彻底醒悟了。从小到大，江宁就没有跟于飞去过一次于府，他把江宁当作冷漠，不愿意跟亲戚走动。可是他现在反应过来，江宁是什么身份？生下来就是嫡系皇子，难道他于承洪还要指望一位皇子主动跟他们这些臣子拉近关系？应该是他当年多多进宫去问候皇子才对。他又一次想到自己对江月的谄媚态度，觉得自己愈发可笑。他的脸火辣辣的，完全没脸见人。但是他一点也不想死，他只不过是一念之差而已。江宁如今已经上位，等待于氏的好日子也才刚刚开始。对，他不能死。侄儿，哦不，皇后娘娘。于承洪赶紧跪着移动到于皇后面前。我们可是亲兄妹，从小到大，为兄对你一直不错。皇后娘娘，你开恩，向太子殿下求情，饶了臣吧。臣以后万死也不敢背叛太子殿下了。于承洪一边恳求，一边拼命求饶。他知道于芷心性温和，耳根子软，只要他拉得下脸面求情，只要于芷开口向江宁替他求饶，江宁绝对会放他一马。可是他却不知道，于皇后对他已经彻底失望了。从上次于承洪在梁王府给江宁上嘴脸，还大言不惭地说江宁目无长辈尊卑，还说什么江宁休想得到于氏的半点支持的时候，他就感到失望透顶。什么家人都靠不住，宁儿就算没有于氏的支持，难道就成不了大事了吗？于承洪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他忘了自己首先是臣子，其次才是江宁的长辈。他说江宁不懂尊卑，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懂尊卑。而且江宁要处死于承洪，这是国事，他可不是昭春华，就算当了皇后也绝不会干扰政事。刘瑾，回宫。于皇后转身就走，刘瑾立马上前来搀扶于皇后离去。见于皇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于承洪拼命的往前移动。皇后娘娘，我可是你亲兄长，你如果不是姓于，你能有今天吗？你难道要见死不救吗？于皇后没有任何回应，消失在宫墙拐角处。皇后娘娘，于承洪逐渐颓然，慢慢绝望。刚刚回京才当了一瞬间国舅爷，结果就成了一个笑话。他扫视一圈，文武百官全对他冷眼相对。周大人，您帮我求求情。徐大人，咱们可是多年至交，您快帮我求求情啊。官员们纷纷避让。废话真多。江宁眉头一皱，一道威压释放而出。于承洪刚刚张嘴，还没来得及喊下一个官员的名字，噗，一股恐怖的力量将他碾碎。这不是江宁第一次当众诛杀官员，但所有人看到这一幕还是心有余悸。谁也不敢说江宁诛杀亲舅舅是大逆不道，都觉得于承洪是自取灭亡。你俩也跟江月勾结。江宁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于天虎两兄弟。于天相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一滩血水，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而见过几次江宁手段的于天虎终究是跪了下来。他虽然有点无辜，被老爹坑了，但他很清楚，在江宁面前任何狡辩都没用。末将并未勾结江月暗害太子殿下，不过末将也确实在无颜面对太子殿下。昨晚末将得知了家父的想法，却并未有所行动。末将任凭太子殿下惩治。于天虎跪伏在地。于天相，你呢？江宁朝着于天相问道。臣与天虎一样。于天相知道江宁冷漠，但没想到江宁对亲舅舅也能如此狠辣，连于皇后都不再为他们父子说话，连于承洪都说死就死了，他还能狡辩什么？剥去官身，发配北境。多谢殿下不杀之恩。江宁以太子名义连发3道处令：一是向天下公开封州招士的罪行；二是广开言路，招贤纳士，重启停摆5年的文武科举；三是任命文凯为太子太保，熊文静为太子少保。吴王府，江景躺坐在大堂香榻上，看着堂中翩翩起舞的美姬们，有几分意兴阑珊。老大死了，老二也死了，这两人一个比一个变态，但他都没看到是怎么死的。从老五昨晚的话来分析，老二都已经超脱了肉身成圣的地步，被江宁一巴掌给拍成了虚无。若老二真有那么离谱，他就算隐藏的再深，也完全不可能会是老九的对手。夺嫡，老九往东宫一搬，他根本就想不到怎么赢。老九怕是真的天下无敌了。他忽然有些庆幸，得亏他没急着去争那储君之位，没走到一步，总想着先观望，不然他怕是也没了。当了太子也得被百官监督，说话做事都得以储君为标准，而且还要考虑天下大事，考虑亿万蝼蚁们的死活，这些重担就交给老九吧。不争了，争个屁。这样一想，江景觉得也还不错，赶紧申请就藩，彻底断了这个念想。魏王府，江胜坐在小院池塘边，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喂五颜六色的鲤鱼。那一跪，
把他整个人都给跪精神了。老九当了太子，好，他反正是不争了，其他人谁还敢去争？谁去那就是妥妥的送死。来人，王爷今日何事这么开心？一名侍女走到江胜身后，小声问道。老九当了太子，我这个当臣兄的自然替他开心啊，哈哈哈。江胜哈哈一笑，以前是有些事情想不通，比如他觉得他也能有天命，所以整天活得提心吊胆，现在忽然想通了，以后当个逍遥王爷不也是一桩美事？准备贺礼送去东宫。江胜吩咐道。是。慢着，准备好贺礼后通知本王，本王检查过后明日一早亲自去送。遵命。赵王府，今天江心是被小太监搀扶着上殿的，也是被搀扶回来的。昨晚江宁那一巴掌依旧还历历在目，而他当时在场，他一直觉得江宁要杀他。可是今天江宁只杀了个于承洪，好像并不打算处置他。王爷您回来了。呵。一个侍女上前向江心打招呼，他直接吓一大跳，一屁股摔倒在地上。王爷怎么了？侍女上前搀扶，江心连连往后移动。别过来，王爷您别急，别过来。江心移动到墙根，双腿疯狂地打摆子，眼神充满惊恐。都下去，让本王一个人静一静。至于江月之死，江宁没提，皇帝也没任何指示，就好像这世上从来就不存在江月这个人一样。他的死还不如皇长子江薛。半路上的文凯很快就收到了京师方面传来的消息，殿下及太子位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但是他完全没想到殿下居然提拔他为太子太保，这可是从一品大官，虽是荣誉性的官职，职责并不多，但代表的可是东宫的牌面。可殿下入主东宫后，难道不应该提拔于天虎担任太子太保吗？殿下跟于天虎可是表兄弟，而且于天虎可以随时出入梁王府，跟殿下走得最近，为什么是他担任太保，熊文静担任太保？文将军，恭喜高升，您可算飞黄腾达了。文凯身边的人并不是他的部下，都是在丰州临时调派的人手，这消息该不会是假的吧？文凯感到纳闷，太子太保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啊，他顶多能升个少保。真的假不了，太子太保确实是文将军您，应该改口叫文太保了。对，文太保。又走了一日，文凯终于是收到了确切的消息，太子太保确实是他没有错，太子少保也是熊文静没错。于天虎不仅仅没能升官，甚至当被剥去了官身，发配北境。据说是因为于承洪犯上作乱，所以才导致于天虎遭受牵连，发配边疆。文凯升职倒也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替于天虎感到惋惜，好端端的就这么被自己亲爹拖累了，不然于氏的将来想不到有多风光。而他这一次出行，进一步了解了江宁的实力，他觉得可能将来也不需要他有多大的贡献，只要跟在殿下身边，按部就班，就能步步高升。将来殿下登上95之位，他文凯就是从龙之臣，宰辅朝堂，不在话下。没办法，江宁这条大腿太粗了。这日，江宁正式离开梁王府，迁往东宫。这座王府就留给老袁，给他当个窝，毕竟这颗骨怀过于庞大，实在是不好移栽。再留一些人负责给老袁准备饮食就行了。石像魔能显化人形，可以带走。这家伙聪明得很，虽然是个话痨，但还是能为江宁办一些事情。主要是他对江宁的命令绝对不会存疑。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头魔物非常清楚一顿饱和顿顿饱。石像魔正在跟老袁道别，小白兄弟，老哥我就要走了。虽然咱们兄弟才认识没2天，但老哥我肯定不会忘了你的兄弟，你放心，有空老哥我来瞅你，给你带好吃的。还有，石像魔喋喋不休地说着，老袁依旧是神色认真地听着，时不时还回应一下。然后石像魔显化原形，大爷请。江宁跳上石像魔后背，石像魔冲天而起，别乱飞，就那边。好嘞，大爷。大爷您当太子了？当太子是什么滋味？江宁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和平常一样。哦，大爷能当太子，小的要将大爷当作榜样，也想当太子。所以大爷您当人皇之后，能不能封小的当太子？江宁正沉默着，听到石像魔这话，差点没一头栽下去。我把你当坐骑，你居然想当我儿子？你在魔族是什么地位？江宁问道。这还不明显？小的能给大爷您当坐骑，高低的是一族首领。若非被困700年，小的早已跻身15境。不过在丰州饱餐一顿后，小的距离15境也不远了。一想到过去，石像魔唏嘘不已。700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多少？江宁问道。石像魔在空中留下一道黑紫色的尾焰，落在东宫崇明门外。白玉京从北到南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3个部分。东宫位于皇城以东，
与皇城并排，面积相当于1/3座皇城，是庞大的建筑集群。石像魔化作人形，把双手下那对非常违和的肉翅也隐去了。700年前，石像魔刚想跟江宁说话，便被一道明朗的声音打断：“臣兄江景恭迎太子殿下。”三皇子江景站在宫门外，俯身作揖，态度毕恭毕敬：“吴王无需多礼，太子殿下，为了恭贺您入主东宫，臣兄特地为您准备了贺礼，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太子笑纳。”宫门外停放着好几辆马车，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吴王一片心意，孤领了，这些礼物带回去吧。江宁淡淡道。这……江景一时之间有些下不来台，他给江宁送礼，光明正大，又没藏着掖着。可江宁居然不收。以江景对江宁的了解，他说不收，绝对难以扭转他的意思。原本江景想着江宁收下贺礼，他再请求外出就藩。既然江宁不收，江景也只能硬着头皮说：“臣兄恳求太子殿下准许臣兄就藩。”不准。江宁想都没想，直接回绝。他回京这段日子，通过刘瑾对这些皇嗣已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江景最好美色，吴王府姬妾成群，有很多美姬不是别人送的，就是他强来的。让他外出就藩，无异于让他继续去迫害普通人。江景没想到江宁会拒绝的这么干脆。臣兄已有封地，为何不能就藩？江景小声问道。在京师你尚且不知收敛，整日歌舞升平，到了封地好变本加厉，利用皇权欺压民女。江宁淡淡质问道。他一个皇子，生来就是天皇贵胄，享受怎么了？再说了，被他看中的女子，哪一个不比原先生活得更好？江宁却用这种理由驳斥他的就藩申请，分明是惧怕他到了封地积蓄力量，抢夺他的储君之位。可是现在太子监国，江宁不同意，他也无计可施。回吧，臣兄告退。江景满脸丧气，抬手一挥，让仆从将马车赶走了。这时候石像魔继续刚刚的话题。700年前，他才刚刚开口，又被一道声音给打断。太子！只见五皇子江胜连跑带跳的冲到了江宁面前。太子殿下，臣兄特意给您送贺礼，恭贺您入主东宫。又是一队马车缓缓驶来，马车上装满了箱子。江宁当了太子，好像他比谁都开心。魏王有心了。江宁淡淡一笑。五皇子向来有些小聪明，跟其他皇子比起来，他的本性不算坏，只是他优柔寡断，容易被别人影响自己想法，被人牵着鼻子走。在操持国事这一块，江宁凭一人之力可不够。江景为人阴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不想用，但五皇子稍微可以用一用，因为他对江宁是彻底的臣服了，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二心。收了。江胜刚见江宁没收老三的贺礼，还以为也会拒绝他的贺礼，却没想到江宁居然收下了。这也就意味着他跟江宁之间的嫌隙彻底消除了。好，这样一来，江胜也就彻底放心了。殿下，没什么事的话，臣兄就先告退了。慢着。江宁转身面向江胜，淡淡说道：“你身上挂兵部尚书直取缔。”江胜闻言，心头忽然一阵失落。他都给江宁送礼了，居然还要被取缔一个挂职。不过转念一想，别说他身上这个挂职，就是兵部尚书都快成虚职了。皇城8万兵马早已成了江宁部下，没了就没了吧，反正一个虚职，也就是名头好听而已。臣兄领命。江胜说完就要转身离去。慢着，太子还有何吩咐？国子监左祭酒一职空缺，你可愿意担任？江胜闻言立马转身，不可置信地盯着江宁。如果他没听错的话，江宁说的不是挂职，而是直接让他任职。万万没想到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江宁这是彻底将他当作自己人对待。臣兄愿意。今年开新科，为朝廷治理天下，选拔人才。你向来有些标新立异的想法，这件事情交给你做正合适。江宁淡淡道。臣兄领命。臣兄办事，太子放心。这可是太子上位第一天，第一个就给他差事，这说明太子果真不计前嫌，要把他当作自己人。有太子作为靠山，有皇子的身份，什么事情办不好？江城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臣兄告退。江胜一退3步，然后转身快步离去。江宁走入崇明门，进入东宫。刘瑾为江宁新增了一批宫女太监，他正亲自带着一众人等候在明德殿外参见太子。众人行礼。刘瑾上前来，态度谦卑。殿下，这些都是老奴精挑细选出来的，做事都仔细。好，你去忙吧。老奴告退。江宁进入明德殿，这间金碧辉煌的东宫大殿有太极殿1半大小。大爷，小的可以继续说了。说吧。石像魔左右看了看，确定无人打扰之后，开始说话。700多年前，
大夏皇帝对魔族大陆发起空前规模的战争，人族有数以百万计的修士武夫投入那场大战，双方打了20年，不分胜负。人魔两族大陆的交界处堆起了一条尸骨长城，到最后关头，人族大军忽然溃逃，魔族便追进了人族大陆，却没想到魔族中了计谋，死伤惨重。当时有一支人数不足100人的军队突袭到了白帝城下，那时候魔帝并未出战，而是与大夏皇帝进行了一场密谈，然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大夏皇帝从白帝城带走了一样物品，下令撤军。可是战事并未就此停止，魔帝突然下令反攻。当时小的就在反攻的魔族大军当中，由于冲得太前，没发现其他部族没跟上，然后被一个姓昭的家伙掳走。后来发生了什么，外面打成了什么样，小的就不清楚了。此后700年，小的就一直被昭氏拘禁。魔族反攻人族大陆，石像魔冲得太前，才被昭氏掳走，这还真符合他的无脑性格。你知道夏灵帝从白帝城带走了什么吗？江宁问道。当时只有大夏皇帝和魔帝2人在场，小的只是部族首座，并不清楚。石像魔回答道，他哪里知道那些会耍计谋的人都在谋划些什么东西。原本他一直非常后悔，当年就该稳妥一点的，不然也不至于被困700年。不过遇到江宁之后，大仇得报，又得知了江宁拥有恐怖的实力，现在能跟在江宁身边，感觉非常不错。这大腿他抱定了，死也不撒手。更何况人族大陆还有那种美味的浆果。江宁站在大殿中间，仔细思索了一阵。夏灵帝死了700年，估计还有很多遗留问题，不过江宁倒也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现在的他感觉非常缺乏可用之才，夺嫡对他来说不难，甚至可以说顺手为止。他以一人之力就能镇压整座天下，但要治理天下需要用人。不多时，各地的奏报便送到了东宫。江宁前往明德殿北书房查阅奏报，这天下确实乱得很。他那10年游历，大多以找清闲的地方修炼为主，认识的人也多是江湖侠客。能练武之人，哪怕是纯粹武夫，其家庭条件也并非普通人所能比拟，所以他对民情的体察算不得入微。各地天灾人祸不断，多处边境有战事。大夏王朝果真是一条垂目苍龙，哪怕是边陲小国也敢扑上来咬一口。大夏108州，疆域何止10万里，生灵无数。内忧外患明的殿外，穿上了一身铠甲的石像魔，正抱着一杆长枪，坐在地上打盹。大王，大王，您快醒醒！大王，有人推了推石像魔，他一个机灵从地上站起身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宫女。找本座何事？石像魔故作威严。等等，大王，他已经700年没听到这个称呼了。你是？石像魔问道。大人这边请。宫女将石像魔带到一旁无人的角落，他鬼鬼祟祟的四下打量，确定无人之后，这才开口说话。小的孔魔族，现在名叫小兰。大王，您为何出现在白玉京？是不是陛下让您潜伏白玉京？陛下可有事下？石像魔警惕地抱着长枪，神态举止非常滑稽。你在说什么？本座，小的，我不认识你，什么孔魔族，没听说过。你可别跟我乱攀关系。石像魔紧张兮兮地说道。大王您是石像魔，石魔族首座，您的威名魔族谁人不知？石像魔闻言，情不自禁地抬了抬脑袋，想不到过了700年，居然还有人记得他的威名。你别乱讲，我可不是威名赫赫的石像魔。小兰，你说你不是石像魔，你是不是没睡醒？就你这样化成人形也是乌漆嘛黑，而且你这身上的魔气外露，在脚下留下一层厚厚的魔气池，你也不知道收一收。还有您这标志性的獠牙，您这特效外放这么明显，生怕谁不知道您是魔族似的。石像魔出现在白玉京，他觉得多半是陛下派来卧底的。混在白玉京的魔族可都是显化人形，有办法压制魔气，与人无异。他很诧异，石像魔怎么能以魔族的身份混到新晋太子身边，而且还跟太子很熟的样子。石像魔这时候也清醒了过来。对啊，本座可不就是石像魔吗？本座也没藏着掖着，大爷也没让他隐藏身份啊。你是孔魔族？石像魔问道。对，国师大人把我们安插在白玉京，说等待陛下进一步的指示。大王您是否带着指示而来？小的们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身份？石像魔用看傻缺的眼神看着小兰。本座被人族禁锢700年的事情，你不知道？你觉得人族如何？石像魔问道。小兰好像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她开始认真思考了起来。她现在每天只要站站岗，洒扫一下宫殿，见到贵人们行个礼，只要规规矩矩，每天就能有吃的，而且还有银子和免费的漂亮衣服。这些银子还能去宫外面买好吃的好玩的。他这才反应过来，
人族好像也还不错，尤其是人族吃的东西，那是魔族一辈子也吃不到的美味。还有人族的风景，各种鲜花古树，美不胜收。想想在魔族的生活，吃的全靠抢，抢不到就得饿肚子。隔1-2个月，那都是常态。不仅如此，还要时刻担心成为其他种族的口粮。在人族完全不用担心会被人吃掉，他好像完全找不到人族的缺点。人族好像也不错，吃得饱睡得饱，甚至不用担心被同族吃掉。人族真的这么好？小兰回过神来，见石像魔不怀好意的目光，顿时紧张道：不，人族一点也不好。结，石像魔忽然咧嘴笑了起来，一嘴白牙显得更加雪亮。大人您笑什么？还笑得这么瘆人？你马上就能恢复身份了。石像魔阴笑着说道。是吗？难道是陛下他老人家来了？石像魔虽然在江宁面前乖得跟孙子似的，但他是一尊实打实的大魔，魔主级别的存在。石像魔在魔族小辈眼中就相当于普通人眼中的江宁，是顶天大的大人物。陛下他老人家最好还是不要来，不然……石像魔说着，忽然将小兰拎了起来。大王，您做什么？小兰有些惊恐，被石像魔拎着，她完全没有反抗的可能。对她而言，来自石像魔身上的威压实在是强大到离谱。毕竟石像魔是真没压制魔气外放。你不是想恢复身份吗？本座帮你恢复一下。石像魔拎着小兰穿过明德殿，走向北书房。大王，你要做什么？快放我下来！石像魔不搭理小兰，就这么拎着小兰进了书房。大爷，小的抓获一名魔族细作。说完，石像魔将小兰往地上一扔。这一刻，小兰脸色煞白。这就是石像魔说的帮他恢复身份，这是直接送他走吧？殿下，奴婢不是细作，奴婢。石像魔抬腿一脚踩在小兰背后，释放一道魔气覆盖小兰全身。不要！小兰逐渐化成原形，看起来有点像是黑色长满尖刺的海胆。还敢狡辩！石像魔朝着江宁拱手。大爷，如何处置？武境小魔如何能化人形？江宁淡淡问道，目光依旧放在奏报上。还不快回答大爷的话！石像魔怒斥道。是国师帮我们化成的人形，让我们潜伏在白玉京。孔魔见自己已经化出原形，也没有什么欺瞒的必要了。还有呢？石像魔加重了脚上的力道。没了。小的什么也不知道，小的从来没作恶，太子殿下饶命啊！江宁合上奏报，抬手一挥，孔魔立马又恢复成了小兰的模样。小兰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这双白嫩的小手，她刚刚被石像魔卖了，还以为自己的身份败露，多半要死。且不说这位神威盖世的人族太子，就是石像魔这位大魔，一个喷嚏也能让他灰飞烟灭。太子怎么又帮他化成人形了？姑饶你一命，你可愿一效忠顾？江宁淡淡问道。啊！小兰一愣，姑念你尚未作恶，且有几分天资，愿饶你一命。这些宫女是刘瑾挑选的，但刘瑾肯定不知道小兰是魔族，他用刘瑾那就不疑。他不信江景，所以不用。等他针对刘瑾或是谁产生半点疑心，下场不会比于天虎更好。江宁其实知道于天虎被发配边疆有些无辜，但是机会不会一直都有。于天虎犹豫过，江宁就不会再一直给机会，因为他这次犹豫，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肯定也会犹豫。他不杀这只小魔，是因为刚刚完整的听到了小兰和石像魔的对话。这只小魔也是头脑简单，本性并不坏，和石像魔针尖对麦芒。而且魔族有个人族羡慕不来的优点，魔族和妖族一样，生来寿命悠长。像石像魔这样的14境大魔，活到1000多岁，期间还被人吸了整整700年，他如今依旧是壮年。所以江宁想尝试培养这只小魔看看，还不快谢恩！石像魔按着小兰的脑袋就往地板撞了好几下才停下来。多谢太子殿下不杀之恩。撞完地板后，小兰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回应。大黑，这只小魔有些天资，你好生教导，兴许将来能成大器。江宁起身走到小兰身边停下。从现在开始，你担任东宫女官，以后只对姑负责。记住一点，但凡你有二心，念你也不敢。江宁朝前走去。石像魔杵着长枪站立，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姿态。小魔，以后你就是本座的开山弟子了。不等小兰应声，没走多远的江宁喊了一声：大黑。哎，小的来了。刚走出明德殿，江宁便看到庭院内摆放着不少大大小小的箱子，每一口箱子上都贴着贺表。江宁没摆宴席，但他升迁太子，百官们又不敢失礼，所以便差人送来了贺礼。殿下，熊文静挎着佩刀大步走来。启禀殿下，齐王府已抄没，那些财物是送去国库，还是所有功法古籍送来东宫，其余财物送去充入国库？
遵命。江宁带着石相魔去膳房用膳。石相魔上午并未在东宫乱转，一直守在明德殿外。尽管石相魔在空中已经见过了东宫的全貌，可穿行在其中还是感觉金碧辉煌。越是跟人族接触，他就越是发现人族很讲礼貌。东宫里面价值不菲的东西可不少，就这么摆在外面，也没人偷没人抢。来到膳房，里面依旧是雕梁画栋，处处精致典雅。中间摆着一张龙纹玉桌，上面的菜肴琳琅满目，林林总总20几道菜，色香味俱全。桌子边上只摆着一张椅子，江宁落座后淡淡道：“自己找张椅子来。”好嘞。石相魔把长枪放下，搬来一张椅子，坐在了江宁旁边。闻到他从未闻到过的香气，他激动得直搓手手。大爷，你们人族天天吃这些？我去，这一样样看着就精美，你们舍得吃啊？随便吃，不用客气。江宁淡淡一笑，开动了起来。东宫的厨子都是刘瑾从御膳房调过来的御厨，御厨的御厨非常不错。他只是想到御厨肯定会做一大桌饭菜，而他只需要品尝一下美味就够了，所以叫上了石相魔。刚好这是个完全没见过世面的，肯定不会浪费食物。江宁一一品尝，吃得很优雅。石相魔才吃到第一口就满脸震惊，僵硬在了椅子上。他本以为人族的浆果就已经足够美味了，可没想到这饭菜简直是极品。他感觉有很多精灵在他的嘴里跳舞。原来人族天天吃这么美味的东西，怪不得人族不爱吃人。这一顿午餐把石相魔给吃哭了。人族也太美好了，天知道他这700年究竟错过了什么。难怪魔帝以前一直想攻占人族大陆，一统3界。他肯定是打人族美食的主意。你慢慢吃，不要浪费，都要吃完。看着江宁离去，石相魔哭得稀里哗啦。大爷对他也太好了，这么一大桌子好吃的，自己就吃了几口，全让给了他。他暗暗发誓，他下辈子还要给这位人族大佬当坐骑。石相魔又想到了他新认识的兄弟小白，于是他打算留一部分，待会儿给小白送过去。既然是兄弟，那就要同甘共苦。这时候，熊文静已经将功法秘籍押送了过来，全抬到了北书房。江宁翻找了一下，拿出那本《天皇宫》，开始翻阅。这是一本早已泛黄的古籍，江月从哪弄过来的，已经不得而知。天皇宫只记录到第9层，每一层记录的都是淬炼肉身的法门，循序渐进，越到后面越是晦涩难懂。不过以江宁的悟性，一目十行，只需一遍便了然于心。这本淬炼肉身的古籍堪称神功，到后面的境界可以引导天地灵气来锤炼肉身，打熬筋骨。如此一来，假以时日，便可突破肉身的桎梏，最终达成肉身坚不可摧的境界，也就是肉身成圣。这功法无需修士那般消耗海量的资源，又能达成与修士等同的境界，可谓是妙不可言。开发这门功法的先辈绝对是天才。当然，修行这门功法的江月不可谓不是天才，他甚至从这门功法当中悟出了更加高深的境界，得以涅槃，肉身成仙。不到40岁的年纪，修炼到这种地步，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若是没有江宁，江月也许能成为一代人皇，镇压大夏王朝，一世太平，甚至可称天下无敌。若是江月不争皇位，一心钻研武道，他定能成为一代开山鼻祖。只可惜他再妖孽，也还是碰到了江宁这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存在。想到此处，其实皇族的天骄并不在少数，若是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不至于被外戚干政。只可惜每一代皇嗣内斗都非常惨烈，就好比上一代亲王一个不剩，只剩下了当今陛下一人。在江宁之前，皇嗣也注定团结不了。道理很简单，龙椅只有一把。但是现在这些问题统统都不存在了。江宁合上古籍，抬手看向略显秀气的白皙掌心，一团白光若隐若现。江月之所以能完成涅槃，是因为当时他吸取了自己的大量灵气。若是按照天皇宫的方法，以灵气不断冲击自己的肉身，是不是就能？他不知道江月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功法，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只见江宁的手掌突然变成了金色流体状，他没像江月那样先是石化，然后涅槃，他跳过了石化的过程，直接将手化成金色流体，有点意思。江宁淡淡一笑，手掌恢复如常。任何功法武学，他都只需要看上一遍。对他来说，无论是修士的神通，还是纯粹武夫的技法，都是万变不离其宗。是夜，天气晴朗，月明星稀。京城外，一袭灰袍飘然落在一座郁郁葱葱的大山前。灰袍走到2棵苍松中间，抬手一挥，面前出现一个通道。灰袍进入通道，里面亮起柔和的光线。走下长长的台阶，灰袍来到一堵厚重的铜门前，门上雕有9条金龙，上面篆刻2个大字茂陵。灰袍从袖口拿出一方玉玺，伸入其中一条金龙嘴中，轻轻一转，铜门打开，
灯火由外到里依次点亮，一座恢宏大气的地宫赫然出现在灰袍面前。他摘下斗篷，白发苍苍，容颜苍老。地宫两侧立着2个方阵的玄甲兵马俑，兵卒挟持长戈，气势恢宏。灰袍视线朝前望去，方阵后面有9匹踏云骏雕像，后面拉着一架龙辇，龙辇上面摆放一方巨大的棺椁。灰袍老者从中穿行而过，两侧的兵马俑手中的长戈依次直立朝上，发出一阵阵整整齐齐的金铁声。他来到龙辇前，望向高大的龙辇，生前辉煌，万人之上，可死后不还是躺在这冰冷的地宫中，永远不见天日吗？灰袍叹息一声后，踏上龙辇，他抬手抵住棺椁：“灵帝爷，大夏第15代君主江道然，看您来了。”数日后，押送大量财物的文凯终于回京了。这一路上，文凯已经全然得知了京中的变化。上次离京也只不过是数日前罢了。那时候的他刚刚跟随江宁没多久，而江宁也还是梁王。他虽然掌握2营兵马，可实权并不算大。但这一次踏入白玉京，说一句一步登天也不为过。太子太保，未来板上钉钉的从龙之臣，将来直宰朝廷，完全不在话下。恭迎文太保回京。前来迎接的是熊文静，只带来了200兵卒，场面不算浩大。熊少保多礼了。文凯下马车，喜气洋洋地朝着熊文静行礼。你的受印文书？不急，我先去东宫述职。也好，这些我就派人先送你府上去。有劳熊少保。文凯前往东宫向江宁述职。文凯返京的行程实际上并不慢，负责押送财物的基本上都是武道强者，只是押送的物资实在是太多，所以才用了7、8日。江宁看过清单后，便将清单递给了文凯。功法秘籍留下，财物冲入国库。江宁估计从招式抄来的财物，折合白银总计远远超过10亿两，国库一下就富裕了。朝廷1年的税都收不了这么多钱，收税哪有抄家来钱快？这天晚上，东南方泉州城内，青鱼帮虽然比不上那些修行宗门和世家大族，但在江湖门派当中也是一线大帮派。青鱼帮前庭灯火通明，一大帮弟子正在勤勉练武，杨瑶就在其中，手执一杆陆河大枪，耍得虎虎生风。周围的弟子时不时的侧目，偷偷瞄一眼杨瑶那双惊世骇俗的浑圆大长腿。看什么看什么，练你们的！再乱看，老子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郑开和肩头扛着一柄坡刀，一边监督师弟们练武，时不时的看看杨瑶那双大长腿。师妹是他的，别人想都别想。哎，你！郑开和见到有个人蹲在墙角偷懒，立马走了过去。只见那人蹲在墙角，身体一耸一耸，鬼鬼祟祟的，就好像在偷吃什么东西一样。说你呢，武不练武，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偷懒。郑开和走到那人身后，那人完全没有反应，只有奇怪的声音传来。说你呢，耳朵聋了。郑开和弯腰咆哮一嗓子，蹲在地上那人这才回头。下一瞬间，郑开和呆住。这名弟子的脖子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直接扭到了背后，他的脸彻底扭曲，一只眼珠子向上，一只眼珠子向下，嘴巴直接张到了耳朵根，正咀嚼着。他的下巴挂满了粘稠的鲜血。郑开和的目光越过这名弟子的脑袋，只见这名弟子手里捧着一具只剩一小截的尸体。师兄，师弟好饿，师兄快杀了，杀了！这名弟子断断续续地吐出字节，扭曲的脸时而痛苦，时而疯狂。看到这一幕，郑开和当场吓得脸色发绿，整个人直接僵住。只见这名弟子的五官突然聚拢，看起来与平常无异，但他比绿豆还小的眼珠子映在惨白的眼睛中，看起来格外瘆人。嘻嘻，弟子咧嘴一笑，张嘴咬向郑开和，只一口，郑开和的肩膀就连衣服被撕下来一块血肉，剧烈的疼痛终于将他惊得回过神来。他连忙后退，挥舞坡刀斩向这名弟子，而这名弟子不躲不闪，张嘴一口咬住刀锋，如同嚼豆腐一样嚼碎，一口咽下。好吃！弟子往前一扑，郑开和只见一张还带着钢片渣子的大嘴咬向他的脖子，速度太快，他又处于惊恐状态，身体有些不听使唤，已经避不开了。呼！一道破风声传来，咚！一杆乌金色长枪贴着郑开和的脸急速掠过，枪头刺进了那名弟子的血盆大口。长枪裹挟着威势，将那名弟子击退，直接钉入他身后的围墙上，脑袋已经穿了。所有还在练武的弟子看到这一幕，纷纷露出惊惧的神色。什么情况？杨瑶师妹怎么突然出手杀人？郑开和扭转头来，一愣一愣地看向站在不远处的杨瑶，一脸惊魂未定的样子。谢谢还没说完，郑开和忽然再一次瞪大了双眼，只见一人扑向杨瑶后背，张嘴咬向杨瑶的后脖颈。这一刻，郑开和突然就从僵硬当中回过神来，
瞬间爆发。他神色一凝，扬起那杆被咬掉一块刀锋的坡刀，往前一冲，一刀捅去。杨瑶反应很快，立马往前跑出好几步，赶忙握住长枪枪柄，将长枪抽出。转身一看，只见郑开和刚刚一刀削掉了一名弟子半只脑袋。那名弟子鲜血喷洒，但并未倒下，反而发疯似的冲向郑开和。娘的，要动师妹，先杀老子！他这人虽然向来小肚鸡肠，又喜欢显摆威风，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当着他的面伤害他师妹。郑开和持刀而立，再次一刀斩出，将那名弟子的脑袋整个削掉。那名弟子却依旧扑向了他，将他死死抱住，脖子不断往前凑。郑开和一脚踹飞这名弟子，扫视一圈，这才发现整个前庭演武场彻底乱了。有几十名突然发了疯的弟子正在疯狂的屠戮，发疯的人越来越多，整个青鱼帮彻底乱套了。惨叫声此起彼伏，所有人再也顾不上杨瑶和郑开和这边的变化，只顾着抱头鼠窜。这时候帮派里面飞跑出来几名中年武夫，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第一时间投入战斗。可随着发生异变的人越来越多，饶是有一个9进武夫也控不住场面。青鱼帮数千弟子可不是小帮派，而且那些发生异变的人不是一刀两刀就能砍死的事情，他们的力气远比以前要大，就算身体被砍成几段也根本就砍不死。瑶儿，快去衙署喊救兵，这块控制不住了。一名中年男人大喊一声。杨瑶刚刚一枪捅穿一名身边发生异变的弟子后，立马一个飞跃跳上围墙，飞檐走壁而去。可他跑着跑着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不是青鱼帮乱了，而是整个泉州城都乱了。外面的街道上处处都是发生异变的人，他们有的正在疯狂地追杀别人，有的3、2个一起蹲在角落里一同啃噬一个人，一眼望去诡异的就好像人间炼狱。杨瑶的心如凝结冰霜。月色下，杨瑶拖着一杆乌金色长枪飞檐走壁，身影矫健，犹如一头灵动的母豹。穿过几条街道，杨瑶见前方有大量官兵且战且退，目光越过官兵，之前官兵前方集结了上千异变者，而且还有更多的异变者加入潮流。府台大人，杨瑶见到其中有个熟悉的身影，立马大喊一声。那人显然是情急之下才起身反抗，此刻身上就穿着一身素衣，头发用一根木簪盘着，显得有些凌乱。素衣中捻手执一根戒尺，打退前方几名异变者后，立即朝后看去，目光落在了杨瑶身上。杨姑娘，快请令尊召集青鱼帮帮众以及城中所有武夫。见此状况，杨瑶大感不妙。大夏王朝的兵卒都是入了境的武夫修士，他们的平均武道境界比江湖帮派高不少，结成军阵，战斗力更强。杨瑶原本想来求援，可没曾想连城中的官兵都自顾不暇，他们的防守反击并非一点都无效，只是打退一波异变者后，又会有更多异变者涌上来。关键是这些异变者断手断脚都不会死，而且会更加凶残。泉州不是修行大州，广袤的疆域内既没有灵石矿脉，也没有洞天福地，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顶级修行宗门和门阀士族，修士的比例极低，更多的是纯粹武夫。而且没有14境的大修坐镇，泉州城内最强的人便是那位素衣中年。泉州巡抚吕温书12境如修，除了吕温书之外，官府中就只有一名10境修士，也是吕温书的心腹，此刻就跟在吕温书身边。其余的强者都是10境以下的纯粹武夫，而且整座泉州城内9境纯粹武夫总共也就2名。在泉州这种地方，9境纯粹武夫也不算弱，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是遇到这种情况，泉州城就如同一张纸一样薄弱。前不久，吕温书刚刚回到家中，才洗漱完毕，坐在书房内看书，然后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异样的动静。紧接着军营那边就出了大事。等吕温书赶到军营，泉州5000官兵发生异变的和伤亡的加起来就已经过半。吕温书立马组织抵抗，这才勉强带着2000余人从军营内撤出来。他刚想向城中的江湖帮派求援，然后杨瑶就出现在了附近。府台大人，青鱼帮也出事了，我一路跑来，发现一路上有很多异变者，整个泉州城都乱了。杨瑶连忙跑到吕温书身边，急声说道：大人，大人。这时候有10几个官兵从远处策马飞奔而来。大人，出大事了，东城门外有上千人在攻破了城门，那些人用弓箭射不死，用刀砍不死，火烧也烧不死。大人，西城区难民安置地数千难民突然发生异变，他们成了吃人狂魔。又有人冲破人群，飞速跑到吕温书面前禀告情况。吕温书神色无比凝重。青鱼帮位于泉州城南边，现在东城门被攻破，西城也沦陷，整座泉州城一片大乱，还不知道有多少异变者。原本他想请江湖帮派驰援的想法彻底泡汤。北城可有动静？吕温书急声问道。
北城尚未收到消息。伯言，吕文书赶紧喊了一声：“下官在。你带500人去北瓮城，若是北瓮城附近有异变者，死也要将异变者肃清，一定要控制北瓮城。”遵命。一名官员带着500官兵迅速往北离去，其余的人都往北撤，沿途尽量疏散老百姓，把他们带到北瓮城。吕文书继续下令：“遵命。杨姑娘，速回青鱼帮，能撤多少人就撤多少人出来。这些东西有古怪，我们一时半会儿无法将他们清除掉。你们沿途尽量疏散老百姓。”是。泉州城内多处沦陷，其他官员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吕文书必须当机立断，能救的人尽量救，该放弃的也不能犹豫。连他都打不死那些异变者，就更别提其他什么人。泉州有4座城门，但只有北城门有一座瓮城，而现在不仅仅城中有异变者，城外也有异变者。如果吕文书带人从北城出城，那他不清楚城外是什么情况，所以现在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占下北瓮城，尽量救人。若是优柔寡断，搞不好连一个人也救不出来。现在吕文书管不了青鱼帮，杨瑶也可以理解。吕文书明显自顾不暇了，可他却还在想办法尽量救人。杨瑶掉头就走，一路飞檐走壁，回到了青鱼帮。青鱼帮弟子众多，又有帮主杨宪和几位副帮主出手掌控局面，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混乱了。但问题在于，这些异变者打不死。瑶儿，救兵来了吗？杨宪见杨瑶赶回，立马朗声问道：“爹，城里都乱了，让所有师兄弟们全部往北撤离。你见到府台大人了？”这是府台大人的意思。所有弟子听令，撤。青鱼帮剩余的弟子顺利撤出了帮派，一路往北撤去。不久后，原本寂静无声的北瓮城逐渐涌入老百姓，一些江湖帮派的武夫们又护着一大群老百姓进入了北瓮城。杨帮主，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有其他帮派的人跑到杨宪身边，一脸焦急地问道：“尚不清楚，我们帮派500人就只剩下100多人了。”那个小帮派的帮主满脸痛苦。杨宪神色也很凝重。青鱼帮的幸存者很多，但死伤肯定比这个小帮派多得多，因为青鱼帮的基数更大。杨宪赶紧爬上城墙，往城中的方向看去。夜色中的泉州城各处火光冲天，隔着老远都能听到不断有惨叫声传来。杨宪又转头看看瓮城内的幸存者，他们惊恐而又茫然，完全不知所措。爹，府台大人他们还没进来。杨瑶走到杨宪身边，声音逐渐颤抖。城里就只有他这名12进啊，他如果撤不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杨宪满脸担忧。得亏吕温书当机立断，否则现在他们这些人怕是都没有一线生机。而现在所有人都只能指望吕温书能撤下来主持大局。随着时间流逝，众人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众人觉得失望之际，便看到一大群人从一片火海当中冲了出来。那是泉州城的官兵，他们正护着1000余老百姓撤退。数不清的异变者正在对官兵穷追猛打。青鱼帮所有人听令，没受伤的跟我出城接应。杨宪说完，从城墙上一跃而下。咱们也去帮忙。上千名江湖武夫冲出了城墙，加入战线，且战且退，直到最后一名老百姓进入瓮城的城门，他们才依次进城。只是最后一次撤退，又有数百人留在了城外。快关城门！吕温书厉喝一声，纵身一跃，跳上了城墙。这时候的吕温书早已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就连他头上的那枚发簪也不见了，披头散发，看起来极为狼狈。城门关上，将发疯似的扑过来的异变者挡在了瓮城外。府台大人，杨宪赶紧上前拱手。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吕温书赶紧扫视一圈瓮城内的情况。杨宪，你马上带人排查，看看瓮城内有没有隐藏的异变者。遵命。伯言在。带30人出城，你带1半人即刻赶往利州。利州有14境大修坐镇，让利州大修即刻传书京师，禀明泉州的情况，并让他们派人来驰援。其余的人分别去抚州、扬州和湖州，这几个地方都有高境界大修。记住，所有人分头行动。吕温书急声道：遵命。为了以防万一，吕温书不得不让他们分头行动。现在这世道，哪哪都有妖魔作乱，哪哪都不太平，而朝廷现在正忙着内斗，他甚至有点担心朝廷不会顾及泉州的死活，而且他还担心周边的大州也不会管泉州的事情。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今年春，泉州南边的益州有妖族作乱，死伤无数，周边那几个大州明明有能力解救，可却依旧见死不救。他接连向朝廷上交了好几道加急文书，可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朝廷收没收到他的文书。而最后那个州死伤差不多了，周边的大州才不紧不慢的出手。
有前车之鉴在，吕温书不得不再防一手。要是泉州城全部沦陷，他死在这里，那么泉州总共90几座大小县城，上千人老百姓也就彻彻底底成为了蝼蚁。而且他现在也还不知道下面的县城究竟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端。吕温书缓缓抬手，残破的衣袂飘飘，满头青丝无风自动。一只纸鹤从吕温书眉心处飞出，悬浮在半空中。吕温书注入一道元气，细小的纸鹤上转动流光，随后扇动2翼，飞向天际。诸位，泉州城可能就剩下这些人了。若是没有支援，泉州可能要沦为河望州一样的下场。吕温书心思凝重，目送那只纸鹤消失在天际之上。翌日傍晚，落日的余晖洒在金碧辉煌的东宫。经过一天的暴晒，明德殿北书房内依旧一片清凉。江宁坐在书桌前翻看奏折。皇后主政期间，政务一团糟，而江宁又是个政治新手，处理起来颇为缓慢。只是这件事情对江宁来说不同于修炼，各种事务繁杂，若是换作普通人没日没夜的收拾烂摊子，只怕用不了多久就要被累到吐血身亡。殿下，急报！刘瑾快步进入北书房。刘瑾迈着细碎焦急的步子走到了江宁面前，将一份文书放在书桌上。江宁放下手中的奏折，拿起刘瑾送来的文书，快速看过。军情急报：北莽集结10万大军，正式进攻燕州，燕州城现已沦陷，燕州5万守军奋力抵抗，实不存一。现北莽大军正在向南侵略，我军无力抵抗，恐数日内燕州全境即将沦陷，望朝廷发兵增援。落款：燕州9里山县县令。下面有县令的概意：北莽国早就对大夏疆土虎视眈眈。江宁清楚地记得，在他刚回京之时，北莽就曾对燕州发起过进攻。那次被打多久，北莽便撤军了。如此看来，那应该是北莽对大夏的试探，而这一次是北莽对大夏的正式侵略。他刚刚入主东宫，才发文书昭告天下，北莽就打下了燕州城，胆子倒是不小。北莽倒是没将他这个大夏太子放在眼里。燕州位于北境东部，距离京师直线距离远超6万里。江宁的母族于是就是燕州顶级士族。江宁没去过燕州，他身为半个燕州人，对燕州也没任何感情可言。但江宁的母妃经常提起燕州，母妃对燕州有着浓厚的乡土之情。按理说，燕州作为边陲之地，属于军事重镇，兵力不弱。可燕州突然就被攻破，甚至当让北莽大军势如破竹的南下，这就有点说法了。江宁回归之前，于是就被针对。浅显来看，是因为燕州没有主心骨，所以没办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才让北莽大军有机可乘。但细细思考，于是虽然被打压，可也一直有所保留。这话可是于承洪亲口说的。燕州被破，难道是有人勾结外族所为？人心确实挺复杂。如果有想对付江宁的，直接站在他面前来，他倒也敬对方是一条汉子。然而他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以至于那些别有用心者只敢耍一些阴谋诡计。这就好比癞蛤蟆趴脚背上，不咬人但膈应人。不然燕州发生如此大的事情，到头来怎么会是一位小小的县令传回的文书？燕州那些当官的都干什么去了？可是现在连皇后留下的烂摊子都没处理完呢。各地的天灾人祸总是要解决的，而他的神识分身最多能远游万里，超过这个距离，神识分身就会自动消散。也就是说，他目前个人的作战半径是1万里。要是前世他往亚洲中间一站，可以原地震慑整座亚洲所有国家。可这座先武王朝南北最长超过10万里，他要管燕州就必须亲自过去一趟。其实对他来说倒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几次横渡虚空也就到了。江宁起身正要说话，这时候文凯快步赶来。殿下，泉州来信，这是泉州巡抚吕温书的本命物，里面有要向朝廷交代的消息。文凯将一只小小的纸鹤放在了书桌上，江宁抬手轻轻一挥，纸鹤缓缓浮空，流光溢彩，逐渐凝聚成文字。曰：臣吕温书不才，泉州突发异端，无数生灵产生异变，刀砍不死，火烧不灭，臣无力抵抗。现已向周边各州求援，不知驰援几时能到，恳请朝廷发兵解救泉州于水火。一股儒道的力量正在缓缓消散。吕温书传来的字虽然不多，但此事肯定10万火急，因为吕温书不惜祭出了自己的本命物，就为了向朝廷求援。这能说明2个问题：一是吕温书并不相信周边大州会向泉州支援；二是吕温书本人无法脱困。儒道修士一旦修成本命物，则说明其被儒道认可，修为可突飞猛进。但吕温书完全没有收回本命物的意思，任由本命物消散，那么他的儒道意图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弃本命物，就相当于放弃了对儒道的认可，则会被儒道所抛弃。
将来他的境界会快速跌落，直至沦为凡夫俗子，再也无缘儒道一途。吕文书这是在死谏，而且他对周边大州不抱任何希望，估计对朝廷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他依旧选择死谏，从此不难看出吕文书绝对是一个可用之才。麻烦事总是扎堆来燕州被外族攻占，臣子死谏，殿下如何处置？刘瑾出言问道。大黑，江宁喊了一声，石相魔抱着长枪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留下一道黑紫色的魔气缓缓消散。大爷，小的来了。要去呢。小的昨晚特地去叫方思搓了个背，您猜那侍女怎么说？她说她这辈子就没搓过这么过瘾的背，现在小的洗干净了。石相魔说着还转过身来，扭着光秃秃的脑袋，邀功一样的说道，大爷您仔细看看，他倒是忘了他身上还穿着铠甲，若是平时江宁肯定会被逗乐，这石相魔都会去逛教方思了，也不知道谁教他的。只是现在江宁也没心情乐呵，你带上刘瑾和小白即刻赶往燕州，到了地方一切听刘瑾的，他会告诉你什么人能吃，什么人不能吃。江宁看向文凯，你挑选一些武道境界高一些的兵卒，跟他们一同前往。最后江宁看向刘瑾，记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10万大军对你们来说没那么好对付。江宁沉声道，老奴遵旨。大爷您呢？您不去啊？小的刚刚搓好的背啊，第一个就想在大爷您啊，不想在别人啊。石相魔眼神有些哀怨，什么北莽，什么10万大军，要是大爷去了，还不是抬手就让他们灰飞烟灭。攘外必先安内，孤亲自去一趟泉州，等泉州事情处理完后，孤第一时间前往燕州。江宁沉声道，人道用10方恨少，早知道当初多留几个老王八蛋，比如把那卢氏老祖和枪仙昭邹留下来，让他们去当马前卒。当然江宁也只是这么一想，杀了也就杀了，这些问题必定传到桥头自然直，他有的是时间。之所以他选择亲自去泉州，不仅是因为他有朋友在泉州，更因为这名叫吕文书的巡抚是个人才。熊文静通知魏王，孤此次离京，也许3-5日，也许更长时间，孤不在，让他代为监国。原本江宁没有让别人代为监国的权利，但他有这个资格。遵命，都动身吧。石相魔耷拉着脑袋，时不时地瞥一眼刘瑾这个老干巴，让他听江宁的命令，他10000个心甘情愿，但让他听这个老干巴的命令，他爱。老干巴，走吧，本座带你飞。石相魔出了明德殿大门，立马显化原形，带着刘瑾飞向古槐。小白弟，你黑哥来了，快出来，黑哥带你耍去。老袁正以一个风骚的姿势半躺在几根粗壮的树杈上，时不时地抬手拨弄一下身边的小虫子。听到石相魔的声音，老袁看了一眼，然后挠了挠臀部，没有半点反应。小白弟，大爷喊你跟黑哥去耍，你去不去啊？不去，黑哥我走了啊。老袁一听到这话，立马腾身而起，一捶胸膛后抓住一根树枝一荡，飞向空中。石相魔接住老袁，掉了个头，往北飞去，一眨眼的功夫，昏黄的天空中便只剩下一道黑色的尾焰。此时军营中，文凯还没到军营，只看到石相魔从头顶上一闪而逝，转眼就只在天边留下一颗小黑点。喂，我还没上来呢。喂。江宁走出明德殿，见石相魔只带走了老袁和刘瑾，不禁无奈叹了口气。其实石相魔带不带文凯并无太大的区别，石相魔是4境巅峰，老袁是天地的宠儿，肉身成圣，这2支的破坏力就等同于2支军队。这2支唯一欠缺的就是头脑，所以江宁才让刘瑾跟着去。只是江宁想给文凯一些机会，让他多多历练，所以才想让他跟着去。小兰，江宁轻声唤道，奴婢在。小孔魔很快走到了江宁身边，跟姑走。江宁缓缓朝前走去，面前逐渐出现一道虚空裂缝，小兰立马跟上，与江宁一同进入虚空裂缝。虚空裂缝很快消失不见。昨夜伯颜带着几十骑出城后，在北城门外发现有异变者，不过由于北城门外的异变者数量很少，他们很轻松的就冲了出去。远离泉州城后，伯颜让所有人分头行动，赶往各自的目的地。一路快马加鞭，在短短3-4个时辰内，伯颜狂奔将近2000里，来到利州城下。此刻还没天亮，城门未开，可是伯颜顾不上喊城门，直接一个纵步飞越过城门。谁？守城士兵见有人从头顶飞上，大喊一声，搭弓就射。有人擅闯利州城。城墙上的士兵全部反应过来，一队人马迅速追了过去。其中一人放响箭发信号，吱，啸叫声打破宁静的利州城，一朵绚烂的烟花绽放。城中巡防的士兵立马响应，
其中有高境界纯粹武夫射出强力一剑，将半空中的伯颜逼停。这些兵卒反应很快，在伯颜落地的时候就将他团团围住。什么人？我是泉州别驾伯颜，我要见利州主官。伯颜满脸焦急。那名武力不俗的武将穿过包围，走到了伯颜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泉州虽然是个州，可在他们眼里那就是正儿八经的穷乡僻壤。什么泉州别驾，饶是泉州巡抚、泉州总督到了利州，那也是小角色，只能低着头做人。更何况这人竟然还敢擅闯利州城。你说你是泉州别驾？印绶、腰牌、官文，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武将满脸轻蔑。面对泉州来的人，他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我来得及，没能带证明物，快带我去见利州主官。伯颜非常急切。那名武将上前2步，上下打量着伯颜。瞧你身上破烂的，就跟个山贼土匪一样，没有证明身份的东西，谁知道你是谁？就算你是泉州别驾，又能如何？来了利州，也只能乖乖在城外让人通报，等在城外。半夜擅闯利州城，可是死罪。武将厉喝道：泉州被怪物攻陷，我要见利州主官，若是误了时辰，可就来不及了。伯颜急声道。这武将见伯颜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态度更加轻蔑。泉州被怪物攻陷，关利州什么事情？你什么东西？利州主官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求求你让我见上官吧。伯颜心头又急又怒，可他半点愤怒都不敢表露出来。吕文书他们还有数万幸存者，现在被困在泉州城内，生死一线，在他没有跟这个武将扯皮的心思。说话间，伯颜直接双膝下跪。将军，晚了可就真来不及了。这名武将见伯颜当场下跪，神色愈发的傲然。他扶着佩刀，露出得意又轻蔑的笑容。不知道你究竟是谁，怎么可能让你见上官？这名武将转身，来人，先将他押入军营看管。不，将军，我要见上官，我要见利州主官。晚了真来不及了。伯颜见这名武将要将他扣押，连忙跪着上前，抓住武将的裤腿，拼命恳求。可这名武将不为所动。2名兵卒走上前来，压住伯颜的双肩。这时候，伯颜身上气势爆发，突然腾身而起。那2名兵卒完全没反应过来，就被伯颜爆发出来的元气震飞出去。伯颜突然伸手，将武将腰间的佩刀拔出，顶在了武将脖子上。他睚眦欲裂，你不让我见利州主官，我就杀了你。武将桀骜的脸上瞬间惊恐万分，他倒是忘了这人是一名实境修士。别动手！武将瞪大双眼，眼神往下瞟着，惊恐地看着刀锋。我带你去见上官就是了。快走，放下刀，我马上带你去。少他娘废话，再废话，老子一刀宰了你。伯颜驾着这名武将来到了一座府邸大门前，通禀过后，在大门外等候了片刻，便有一人出来让伯颜进去。伯颜才刚刚进入前庭，就看到一个穿着睡衣的中年男人走出。下官泉州别驾伯颜，拜见上官。原来是泉州别驾啊，我就说外面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深夜前来所为何事啊？中年男人笑眯眯地问道。泉州出大事了。伯颜将泉州的情况说了一遍，语速飞快，恳请大人传书京师，另外发兵增援泉州，否则吕大人他们可能活不了多久。伯颜急声恳求道。哦，好。中年男人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笑容瞬间僵硬。你们口中的怪物是不是这样的？中年男人说着让出一个身位来，他身后站着一个提着灯笼的仆从，那仆从瞬间变脸，五官突然之间扭曲。伯颜大惊失色，连连后退，目光惊恐地盯着个中年男人。原来泉州的怪物是他们搞出来的。你们！只见那仆从突然飞扑而来，伯颜情急之下抬手一掌将其扇飞。可下一瞬间，他后背传来一道凉意，扭头一看，一人已经扑到了他身后，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越来越多的怪物张牙舞爪地扑向伯颜。他前不久在泉州大战几乎耗光了元气，如今送羊入虎口，怕是难逃一死。中年男人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直到伯颜被咬得血肉模糊，倒地不起后被10几只怪物淹没。又有一人走出来，来到中年男人身后。看来事情成了，泉州就一个12境的吕温书，还是一个儒修，出不了半点意外，只怕会惊动京中内卫。惊动又如何？北莽大军已经开始进攻燕州了，京中内卫不顾外敌，先顾泉州那种小地方，那不是舍本逐末。说的也是，你出去看看，若是还有泉州来的人，记得清理干净。知道了。傍晚时分，泉州城内的异变者越来越多，瓮城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正常的活人，他们在瓮城外堆起了一座大山，疯狂地扑向瓮城。吕温书带着官兵和江湖武夫们奋力抵抗。瓮城内的老百姓
看着一个个兵卒和江湖武夫倒下，绝望的情绪逐渐扩散，他们可能都要死了。此时他们都没有看到泉州城中间凭空出现一道虚空裂缝，江宁和小兰先后从虚空裂缝当中走出，悬浮在半空中。城中四处火光，浓烟滚滚，有的宅邸成片被烧成了废墟，乍一看就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样。他们的正下方有人，但人数并不多，只有3-5成群的人随意地蹲在某处，不知道在啃食什么。在收到吕文书的传信之后，江宁心里琢磨着，吕文书所说的异变者难道又是碎灵？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异变者和服食了碎肉的人不一样。京师的那件事，服食了碎肉炼成的长春丹的人都会转变黑色团状的碎灵，而这些异变者身体并未产生任何变化。江宁放出一道契机探查一下，这些异变者的三魂七魄已经被消失不见，他们都变成了自己无法理解的存在。殿下，你看那边。小兰指向城北的方向，有无数异变者堆叠在一起，疯狂地爬向瓮城。按照这个情况下去，瓮城上的人撑不住2个时辰就要彻底沦陷。不过江宁并未注意那边，他缓缓降落到了地上。小兰紧紧跟在江宁身后，看着四处都是吃得满嘴鲜血的异变者，连他这个魔族都觉得可怕。殿下，那边不用管吗？小兰小声问道。只能就那么多了。江宁叹息一声，他已经在踏出虚空的一瞬间就已经把那边护起来了。此时那座瓮城上，正在奋力抵抗的吕文书已经体力不支，没了本命物，他的道行境界正在快速退散。事实上他能撑到现在全凭自己的意志坚定。可这时候吕文书突然发现面前凭空多出了一道结界，那些异变者被结界挡在外面，不管怎么捶打怎么啃咬都无可奈何。他赶紧往两侧看去，所有的异变者都被挡在了外面。城墙上的兵卒和江湖武夫们缓缓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都露出了无法理解的表情。浩强的护阵有大修出手了。吕文书凝神道，难道是博大人他们从利州找来了支援？有可能。吕文书连忙四处找寻，可他怎么也找不到来人，就好像这道结界是自然形成的一般。些异变者还在疯狂地扑打着。城中，江宁两人落地之后，立马有几十个怪物疯了一般围了上来。殿下，他们好可怕！你不是魔吗？有何惧之？江宁轻声道。魔也胆小呀。扫视一圈惨绝人寰的景象，江宁心中暗自叹息一声。走吧。江宁朝前走去，一道屏障将扑过来的异变者隔绝在外。2个正常人出现，立马引来了更多的异变者。很快这条路就被堵得水泄不通，但是他们数量再多也无法挡住江宁前进的脚步。异变者如同浪潮，全附着在屏障上，遮天蔽日。小兰紧紧跟在江宁身后，看着密密麻麻的扭曲人脸，浑身上下泛起了一阵阵鸡皮疙瘩。他以前在魔族活得小心谨慎，但是也见过不少强大的魔族，可现在他才发现人族也会有非常恐怖的事情发生。就比如眼前这些人在发生异变前肯定都是正常人，可他们变成这样也实在是可怜。瓮城上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大人，您看，道路尽头又出现了大片的异变者，如同一座小山不断地朝着这边移动。很快那座小山就靠近了瓮城，与堆叠在瓮城外面的异变者融为一体。紧接着瓮城上的众人就看到有2道身影一前一后，从容不迫地从这些异变者当中穿了出来，走进了屏障。所有的异变者全被隔绝在外。江宁和小兰缓缓落在城头，所有人的目光同时看向江宁。他长着一张俊秀十足的脸，眉目略带冷峻，气质超凡脱俗。而他身上这件绯色金纹飞蟒袍却又让他的气质显得庄重威严。原本吕文书以为周边大州来人支援了，算算时间，伯言应该已经到了利州。若是利州驰援，现在也早该到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前来支援泉州者竟然会是一位身着蟒袍的亲王。吕文书并无进京述职的资格，所以他连一位亲王也没见过。他并不知道这位亲王究竟是谁。人群中，杨瑶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江宁，还有郑开和等几个见过江宁的青鱼帮弟子也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梁王殿下，拜见梁王殿下。郑开和一看到江宁，就想到自己之前对江宁出言不逊，但后来他们的命可都是江宁救的。梁王。吕文书听到郑开和的话，愈发的惊讶。原来伯言并未从利州找来救援，而是他以本命物死剑求来了江宁。他其实对自己的死剑并未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对朝廷很失望。朝廷只顾着内斗，根本不在乎地方州县的死活，尤其是像泉州这种地方，更是朝廷眼中可有可无的小州。还有，现在可不能叫梁王了，应该叫太子。此10年间，于是不断被夺权。他
吕温书正要跪拜，江宁便出一只手托付助吕温书。若是以前，江宁绝对不会亲自伸手扶吕温书，一道契机就足够了。可是吕温书自己没有逃命，而是祭出本命物死剑之后，依旧带着这些幸存者战斗在第一线。不然以他的本事，解决不了这个难题，逃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吕温书的人品让他有些钦佩。不必多礼。吕温书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宁，被江宁亲自伸手托扶，他受宠若惊。世人传闻，当今太子不近人情，行事乖张，暴力无常。他虽不全信，但也不全怀疑，因为江宁有些行为让他这名读书人实在是产生不了半点好感。比如江宁在朝堂上亲手诛杀皇后，再比如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诛杀于承洪。若是他有朝一日想当皇帝，岂不是要弑君？但他并不清楚具体情况，这只是他一个读书人的思维局限性而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太子居然亲自来了，而且还如此随和。他可以质疑太子的人品，也可以质疑太子的能力，但他唯一不会质疑的就是太子的实力。